主人，我需要你的鲜血，我怎么可能伤害主人呢？苏雨被一个身穿哥特式超短裙、背后张开漆黑羽翼的女子控制住，她血红色的唇瓣微张，深紫色的瞳孔露出了令人心悸却又柔情似水的眼神。苏雨眼前的是来自国外的留学生，被誉为魔都育灵大学的校花艾莉亚·彩佩西。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是因为苏雨穿越到一个现代预兽世界，魔窟丛生威胁着人类，人人都想在觉醒仪式上觉醒预兽天赋，成为预兽师。遗憾的是，苏雨在觉醒仪式上天赋觉醒失败，注定只能当一个普通人。当一个普通人本没什么不好，只是觉醒大厅外，苏雨的女朋友江颖兴奋地拿着天赋报告跟他炫耀：觉醒了，我觉醒了，还是 A 级天赋，腰质亲和。江颖兴奋地跟苏雨畅谈着未来。结果第二天，苏雨，我们到此为止吧，我在努力学习预兽知识，你呢？我未来会成为预兽师，总不能嫁给你一个普通人吧？王公子最近也在追求我，你总不能阻止我奔向更好的人吧？苏雨感觉这个世界多少有点荒诞，怎么在这也能被上岸第一剑？我真的穿越了吗？江颖原本以为苏雨会破防大骂，至少也应该说些什么吧。然而善良的本能让苏雨只是贴心的提醒他记得去做个手术，男人都很在意的。结果遭到了江颖的破口大骂。苏雨离开的时候，依稀回荡在耳边什么蒸虾头、蒸乌鱼、油饼一类的美食。回家路上，苏雨仰望着夜空，一点点的忧桑虽然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可江颖有句话说得对，这个社会是预兽师的社会。大夏内部有9大魔窟，其中魔都魔窟以灾厄著称。自从魔窟出现后，社会巨变，人人自危，越靠近魔窟的地方因为安全性反倒越便宜，而魔窟附近也需要大量平民修筑防御工程。苏雨一家就被安置在了距离魔窟很近的滨海区，这个很近也有30公里。从市中心返回滨海区，苏雨走进一个黑暗的小巷，角落的阴影中似乎听到了苏雨的声音，闪出一道绝美的身影，映入了苏雨的眼帘。她穿着哥特式的超短裙，下身过膝长筒袜，上身开叉披风搭黑色袖套，酒红长发披洒在腰间，面容精致绝美，眼尾上挑，鼻梁挺直，红唇欲滴，可脸色却尽显苍白，身上衣物破损，遍体鳞伤，最重的伤口甚至能看见粼粼白骨，宛若绝望中血染的茉莉于黑暗的冥河中游荡，随时凋零。救我！姑娘，你怎么了？苏雨下意识地赶紧上前扶住她，四目相对，紫色的瞳孔让人如醉深渊，这张绝美的面孔足以俘获任何的男子。艾莉亚美眸微合，似是下了个决定。抱歉，本王会补偿你的，不会让你吃亏的。啊！苏雨还在疑惑，艾莉亚抱住苏雨的头，张口往苏雨脖颈上一咬，你怎么乱咬人啊？这是什么 cosplay 吗？尖锐的牙齿咬破苏雨的皮肤，一种血液的流逝令苏雨眼前一黑，险些昏厥。难道是魔窟中的异兽吗？异兽怎么能入侵到这里？前线失守了吗？难道我要死了吗？带着疑问，苏雨脑海内闪过一丝电流声。叮，检测到您被吸血鬼女王吸血，女王一生中第一个吸血的男性人类将会成为她的御主。您已订立御兽契约，成为御兽师。由于对象特殊，开启御神系统。宿主苏雨，位阶一阶觉醒境，宠兽吸血鬼女王，精神力灵元境，获得天赋 S 级致命诱惑。您的鲜血对所有异兽拥有致命的诱惑，序列等级越高的存在，越能被您身上散发的独特异香所吸引。获得天赋 S 级血之冠冕，获得您鲜血的异兽将成为您的宠兽，和您订立契约。获得您大量鲜血的宠兽将触发返祖现象，获得您极少鲜血的生灵会短暂成为你的血士。请增加您契约的异兽数量来获得更多能力。系统，千钧一发之际，苏雨激活了系统。眼前的女人竟是吸血鬼女王，她似乎并不是想杀我。脑海中飘荡着一张神圣的羊皮卷，浸透着鲜血和光辉。姓名：艾莉亚·彩佩西，种族：吸血鬼女王，序列 No 007，血族真祖，位阶一阶觉醒境，天赋不灭 SSS， 能力鲜血女王 SS， 死徒圣歌 S， 好感生死相随。艾莉亚·彩佩西。苏雨印象中，这不是网上天天报道的魔都育灵大学的大二天才清冷校花吗？由于反差太大，苏雨完全没有认出来。入学仅1年就成为了4星御兽师，活跃在魔窟前线斩获无数，再加上绝美的身影和沉默寡言的清冷，正是记者们最青睐的报道对象。原来她的真身是吸血鬼女王，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的境界怎么跌落到了1阶？她怎么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只是苏雨由于失血有些多，眼前一黑昏倒过去。再次醒来时，
便是这个传说中的清冷校花，居然内在如此奔放吗？苏雨不知道的是，这是由于自己的能力致命诱惑，在饮下苏雨的血之后，艾莉亚仿佛闻到一种动人心魄的异香，让人心跳急剧加速。另外，刚刚她失去了一切，在绝望中遇到的第一个用自己的血质愈她伤痕的男子，足以令她冰冷得心，为之沉醉。独属于吸血鬼女王的鲜血契约，对于血族来说无比神圣，一旦订立，就意味着生死相随。他附在苏雨的耳边：“主人，我饿了，需要鲜血。”“怎么？不可以吗？本王可以成为你的女人。”艾莉亚的挑起苏雨下巴，轻声细语。苏雨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无数人追捧的高岭之花，此刻正凝视着他的双眼，尤其是刚刚被分手的他，这谁能拒绝？女王，我受伤很重，唯有鲜血能治愈，你愿意吗？哼，也不过如此。不是，这怎么不一样啊？艾莉亚，你吸血的尖牙收回去点，很疼啊。艾莉亚身上的伤痕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治愈，那种凌乱美和望着苏雨的深情目光，也抚平了今天苏雨那一点点被分手的忧伤。郁闷的是，苏雨一直都很被动，她真的是魔都玉林大学的那个校花吗？反差实在太大了。视频中扎着一头高马尾的黑色长发宛若凌冽的高岭之花，与眼前热情如火的气质实在很难联系到一起。艾莉亚眼眸轻凝，起身翘起腿，恢复到了原先高傲的模样。小家伙，在想什么呢？苏雨满头黑线，你刚刚一口一个主人，事后就喊小家伙是吧？到底谁是玉主啊？等等，苏雨发现艾莉亚的身形似乎长高了许多。面对苏雨那困惑的眼神，艾莉亚心领神会道：“不必惊讶，本王在极度缺血的情况下身形会发生变化。”苏雨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这岂不是说此女可遇可罗？初见时还不足1.6米，如今已经逼近1.75米。你真的是玉林大学的那个艾莉亚彩佩西吗？你怎么会那样？艾莉亚的脸上如蒙上了一层阴霾。本王被人袭击了，小家伙，算你运气好。本王不死不灭，然而一旦极度缺乏生命力，就会陷入死眠状态。与普通吸血鬼死眠1个月不同，本王是血族第3真祖后裔，一旦死眠就会长达70年。本王等不起。随后艾莉亚一阵沉默，不想多说。苏雨没有追问，只是坐在他的身旁，握住他的手，感受着掌心的温暖。艾莉亚笑了笑，如初春消融的冰雪。不过袭击我的家伙也被本王宰了，只是可惜了我的4个血士梅兰竹菊啊，不然还能让他们给你做小妾。苏雨一阵轻咳，嗨，不能有艾莉亚，我已经很知足了。艾莉亚嘴角勾起，主人，王的契约只有一次，从此以后王必生死相随，只不过主人也要对我负责。负什么责？翌日，苏雨顶着2个大黑眼圈和艾莉亚前往了魔都玉林大学的报名处。原本他是没有资格报名的，但他昨日成功激活御兽天赋，并且契约了艾莉亚，就有资格报名成为一位御兽师。今天是报名日，新生报名处聚集了不少人。同学，让我看看你的天赋报告。不好意思，我们不招收 C 级御兽天赋以下的学生。这位同学，光天赋达到 A 级还不够，你还需要去契约一只宠兽，附近的宠兽协会有售卖宠兽蛋，一枚100万。王红熙同学，这是你的入学凭证，明日玉林大学会有一场入学测试，通过测试的话，你就能成功入学。苏雨眼神眯了眯，御兽师还真是个氪金职业啊，一枚拼运气的宠兽蛋就要100万，普通人家砸锅卖铁才能供出来一个。就在苏雨准备报名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苏雨，你怎么在这儿？”苏雨定睛望去，见江颖今天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假2件鹿腰连衣裙，站在一个男人身边，意外地看着苏雨。江颖看着苏雨那黑色的大眼圈，心中一阵得意。昨天表现得那么云淡风轻，果然是装的，肯定一夜未眠吧。不过今天苏雨还是跟来了，不是为了自己，还能为了谁？还未等苏雨开口，江颖身边的王红熙走过来道：“还能为了什么？苏雨，你没有御兽天赋，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小颖可是有 A 级御兽天赋的御兽师，你根本配不上他，和你这个穷酸鬼待在一块儿，只会耽误他。”苏雨眉头一皱，这人好像就是昨天江颖提到的王公子，据说家里很有钱，他叔叔还是魔都玉林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苏雨懒得纠缠，摇摇头道：“不，我是来报名入学的，和你们没什么关系。”江颖叹了口气道：“苏雨，别再装傻了好不好？你没有御兽天赋，怎么报名？我知道你是想过来向我证明自己，可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一个合格的前男友就应该原地消失，我们已经结束了。”苏雨，你们自我意识似乎有点过剩。王红熙更是站在江颖面前道：“苏雨，请你离开这儿。你家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买得起天赋试剂吗？你买得起宠兽蛋吗？几人的争执引来了越来越多围观的人，就连招生处的老师都不禁瞥了两眼。每年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现在是和魔窟的战争时期，玉林大学的学生本就是预备役士兵，不是乖宝宝该来的地方，故他们也懒得管。王洪熙抬起右手，滚！苏雨，你再纠缠小影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王洪熙抬手，竟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宠兽，一头身长2米、双爪缠绕着烈焰的雄狮，目光凶恶地瞪着苏雨。一众围观同学连连后退。妈呀，这是序列 No.392的烈火金狮，居然是序列前500的存在。这种珍贵的宠兽在宠兽协会拍卖价恐怕不低于1000万，王家的却有钱有势。王洪熙倨傲道：怎么样，是我动手还是你自己滚？哼！听不下去了，一声冷哼从苏雨的身后传来。众人忽然发觉苏雨身后的女子脉部间似乎都带着凛冽的寒风，忽地张开漆黑的羽翼，深紫色的瞳孔让人不寒而栗，可那绝美的容颜又让所有人忍不住多看2眼。闭嘴，杂修！艾莉亚轻轻抬起手，而后挥下。鲜血女王王洪熙顿时感到膝盖一软，小腿血流如注。砰！王洪熙的双膝猛烈砸到了地面上，整个人直接给苏雨跪了。而那金色的烈火金狮想要护住，却被艾莉亚轻轻挥动手指抽出了半身的鲜血，鲜血浮空，凝结成了一尊鲜血王座，重重地砸在了烈火金狮的兽背上。轰！嗷！整个金狮被镇压在了地面上，只能发出痛苦的哀嚎。艾莉亚却坐在了那尊鲜血的王座上，俯瞰众生，一脚踩碎了烈火金狮的头盖骨，傲然道：你的血可真脏啊，杂种！同时嘴角微微勾起，指着王洪熙道：还有你，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对本王的主人大呼小叫，你活腻了吗？王洪熙捂住双腿，痛苦地哀嚎道：啊，你是谁？你知不知道我叔叔是？艾莉亚牵着苏雨的手道：我当然是主人的宠兽了，更是爱人呐！什么？围观的所有人目光圆瞪，随即一片哗然。化形宠兽，这不是序列排名前100的上位序列才拥有的特权吗？我的天，这是撞了多大运啊！上位序列在宠兽协会价值10亿起步啊！难怪烈火金狮连挣扎都无法做到，原来是碰到硬茬了。哼，还嘲讽人家没有预售天赋，真是自作多情。这可是上位序列的宠兽，没有天赋的是你吧？关键长得还贼好看，相比起来我的宠兽就……马德，后槽牙要咬碎了。为什么好运的人不是我？艾莉亚和原来的形象的差别过大，别说新生了，就连报名处的老师都没认出来，只是觉得很眼熟。虽然估计瞒不了多久。江颖更是直接呆住了，他昨天才甩了苏雨，今天特地换了一身性感的清凉打扮，就是想跟王公子再拉近一些距离，来得到更好的预售资源。结果才隔了1天，苏雨就带着上位序列的宠兽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刚才他真的好像一个小丑，在苏雨的面前自作多情。王洪熙打量了一下艾莉亚那绝美的面庞和恐怖的力量，强忍着疼痛开口道：姑娘，我不怪你，离开苏雨跟着我吧。苏雨这穷小子肯定供不起你的，我们王家有的是预售资源，跟着我你不会吃亏的。尽管他的双腿疼痛万分，尽管他对艾莉亚和苏雨充满了怨恨，可若能得到这样强大的宠兽，还能肆意的宣泄，再次从苏雨手中抢走他，那也值了。艾莉亚烟眉微蹙，不堪入耳，本王的爱人有且永远只有一个，你的臭血真是令人作呕。艾莉亚双手一握，王洪熙感觉自己的某个存在似乎被抽干了鲜血，随之剧烈的疼痛袭来。你竟敢！众人定睛一看，不禁两腿颤颤。卧槽，好狠！这以后还能用吗？估计不能了吧，都坏死了，肯定得切了。流了这么多血，肯定废了。一旁的报名处老师丁力最终还是起身走来。小打小闹就算了，真要玩出人命，那个王院长也不是好惹的。这位同学请先停手吧，这里毕竟是大学门口，不是武斗场。苏雨看了眼艾莉亚，艾莉亚挥开了手，那鲜血王座化作一滩血水，王洪熙也解除了鲜血束缚，他痛苦地倒在地上，随身的2个保镖赶紧过来搀扶。苏雨，还有你，等着吧你们！话没说完就昏厥了过去。被保镖拉走后，丁力好心道：哎，你们惹上麻烦了。苏雨摇了摇头，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请问我能报名入学吗？丁力赶紧点头，能。同学，你的天赋报告上虽然是空的，但你能获得上位序列的青睐，足以破格入学，这是你的凭证。明天还有一场入学测试，会根据测试划分学院和分配资源，相关的预售知识你可以查看这本知识手册。好。
苏雨拿到手册后就准备离开，可他一回头，看见艾莉亚正低头打量着江颖。你长得也不行啊，除了脸盘大一点，真想不出为什么主人之前会看上你。你……江颖脸色通红，她长得其实很不错，算是8分美女，可跟艾莉亚相比，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身高都矮人家半头，身材、脸蛋、模样、气质，更是每一样都有不小的差距。苏雨，这就是你的报复吗？啊，你们的脑回路真的是苏雨挠了挠头。我压根都没想到会遇见你们，我们早就结束了，不是吗？倒是你别再纠缠了行不行？江颖一时语滞，他刚才说的话如同回旋镖，全都打在了自己身上。这回他是真气破防了。你昨天表现得那么平静，原来你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吧？渣男！苏雨，你别得意，就你那破家庭，人家会看上你才见了鬼，你养得起吗？他迟早会离你而去的。苏雨眉头一皱，正想说什么，却被艾莉亚打断道：不就是钱吗？姐姐，我有的是啊，我当然养得起主人哦。艾莉亚的手上一枚刻着宠兽协会标志的金戒指轻轻晃了晃，江颖彻底傻眼，愣在了原地。一旁的吃瓜群众立马认了出来，我去，这不是宠兽协会给累计消费超过10亿会员提供的证明吗？原来是富婆！我的天，都说宠兽是吞金兽，看看人家自己养自己，连带着玉主一块养，这是什么好运？这肯定不是宠兽蛋开出来的，人家原本就是在社会上混得很好的人形异兽。姐姐，我也想被包啊！艾莉亚瞥了那边一群人一眼，不悦的冷哼：滚开，杂修！你们的血闻着就臭！艾莉亚拉着苏雨离开了人群，结果身后这帮男生完全没有因为被骂而不快姐姐骂人的声音也好好听。可恶的心声！苏雨是吧？我酸了，我真的酸了。啧，王家出了名的小心眼啊，肯定要报复的。该说不说，苏雨明天入学测试，恐怕到时候全校人都会围观，应该不会闹得太过吧？对，说不定还能看见魔都玉林大学的瑰宝，那个艾莉亚彩佩西学姐啊。咦，你不觉得刚才那个上尉序列和学姐长得有点像？挤开人群的回家路上，苏雨笑道：谢谢。艾莉亚那一头酒红色长发头顶的呆毛摇晃了一下。谢什么？给我出头啊！艾莉亚歪了下脑袋。你们人类果然很难懂啊。苏雨颇感意外，难道他并不理解人类的感情吗？啊，那你为什么要替我出头？艾莉亚摆出一副思考的小表情。听他们那么说你，我心里觉得难受，就下意识那么做了。我想我这么做的话，你应该会很开心。苏雨心里一暖，也许这就是属于吸血鬼女王的爱吧，不会人类的隐瞒和虚饰，却更显真诚。说起来，她对别人态度都很恶劣，对自己的态度却出奇的好啊。随后艾莉亚轻笑道：本王看书上说，人类表达感谢一般都会送礼物的哦。苏雨笑了笑：好啊，艾莉亚想要什么礼物，我一定全力以赴。我饿了。苏雨扶了扶自己的腰，诚然昨晚是自己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刻，但真遭不住吧。苏雨义正言辞道：艾莉亚小姐，我必须纠正你这错误的价值观，你一个女孩要矜持一点。艾莉亚困惑地看着苏雨：我不懂，你不想跟我爽吗？苏雨岿然不动，作为一个有着健全价值观的男人，绝不会轻易动摇的。想心满意足的艾莉亚起身换了件衣裙。苏雨的两腿略有些发软，从昨天遇到艾莉亚开始就根本没停过。不过她的气色比初见时好了很多，伤痕已经痊愈，就连内伤估计也好了七七八八。苏雨环顾四周，小叶紫檀的装潢和象牙雕刻的艺术品，温暖的壁炉让屋子颇具古典气息。她究竟活了多少年？这个冒犯的问题苏雨最终没能问出口。艾莉亚浅笑道：小家伙想什么呢？苏雨道：艾莉亚，跟我回一趟家吧，我入学的消息还没告诉家里，甚至从昨晚到现在都夜不归宿。不过从今天开始你要住在我这里。没问题，自己家就3室1厅，隔音还不好，要是艾莉亚住进去，难保不会被邻居投诉啊。苏雨家中，苏启帆和宁淑婷在厨房讨论着，咱儿子跟江颖都出去1天1夜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快抱孙子了？苏启帆摇了摇头，我早就觉得江颖这姑娘行，能成玉受师，可惜儿子没这福气，你说以后会不会？宁淑婷眉头紧皱，要不把房子卖了，给儿子买几个宠兽蛋，只要能契约到宠兽，也能当御兽师吧。苏启帆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烟，手略有些颤抖。这个决定不好下，一家全部的积蓄只能赌一次，而且苏雨妹妹还在上学。宁淑婷抄着锅铲道：到底行不行啊？咱们可不能扯儿子后腿啊！听我的，把房卖了，
再加上咱俩存下来的100来万，只要未来儿子和江颖能……宁淑婷话还没说完，苏雨打开家门，听到了卖房的对话。不是，我就出门了1天，怎么突然家要没了？等等，爸妈，卖什么房啊？现在房价跌得厉害，你想卖，有傻子买吗？还有，咱们家居然存了这么多钱啊！宁淑婷手里的锅铲都掉桌子上了。哎呦，你吓我一跳！苏启帆走到苏雨面前，拍了拍苏雨肩膀。儿子，我跟你妈觉得，还是把房子卖了，给你弄几个宠兽蛋，总不能耽误你和江颖。苏雨眉头挑了挑，半晌才反应过来。哦，昨天我出门时候说的是被江颖约出去的。苏雨苦笑道。行了，爸妈，别操那份心了，我跟江颖已经分了。苏启帆和宁淑婷先是一惊，然后互相看了看，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些许的苦涩。是家里给儿子拖后腿了吗？宁淑婷本想安慰苏雨，可又想不到该说些什么，气氛一时间僵住。苏雨轻咳道：嗨，不过昨天跟江颖分手后遇到了一些事，总之我现在是预售师了。艾莉亚，过来。什么？苏启帆和宁淑婷惊讶地看着苏雨，怎么突然成为预售师了？不是说没预售天赋吗？然后他们又看到苏雨身后跟来了一个身高175、身材高挑的美貌绝伦的女子，她特地把发型换成了常人更容易接受的黑长直高马尾，一身冷色调的连衣裙配上黑丝，就算是用最挑剔的眼光来评判，也找不出任何的瑕疵。你们好，我是苏雨的宠兽，更是她的爱人艾莉亚彩佩西。两人呆呆地站在原地，连一刻也没有为儿子和江颖的分手而感到哀悼，立刻来到家里的是完美的儿媳。苏启帆连连点头道：我早就觉得江颖跟你不合适，你小子带女友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宁淑婷白了苏启帆一眼，男人真善变。你好，我是苏雨的妈妈，你是宠兽。苏雨解释道。妈，你没看预售网站的资料吗？尚未序列的宠兽都能化为人形，艾莉亚更特殊，她本身就生活在人类社会。你忘了前天你刷的视频吗？当时你还说要是我能找到艾莉亚这样的天才儿媳就好了，现在人带回来了，你不认识了。宁淑婷猛地想起前几天刷到的头版头条，合不拢嘴道欢迎，老头子别傻站着了，你那几品大红袍呢？赶紧拿出来！你个混小子也不早说，我这什么都没准备。与苏雨家中其乐融融的场景不同，魔都第一医院主刀医生对着王峰道：我的建议是切了吧，这部分的血被抽干彻底坏死，不切的话可能危及生命。没错，里面躺着的正是王洪熙。王洪熙被送到医院后，他爹王峰马不停蹄地赶来，一同而来的还有江颖。江颖捂住嘴，他才答应要跟王洪熙交往，结果今天非但在苏雨面前被艾莉亚羞辱了一番，自己的新男友居然也要成太监了，这怎能不让他感到崩溃？王峰牙关都在打颤。切吧。待主治医师走后，王峰和其余几个王家人瞪着江颖：你是洪熙的女朋友吧？说吧，怎么回事？江颖哪儿敢隐瞒，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还添油加醋地暗戳抹黑了苏雨。王峰狞笑道：哼，就是说他的宠兽废掉了我儿子。好，很好。苏雨，病房里传来了王洪熙的哀嚎。啊，你们要干什么？爸，不能切啊，求你了爸，让我留着吧。王峰走进去心疼道：儿啊，得切，不然你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你别绝望，等你晋升为6阶御兽师，掌握断肢重生的力量后，还会长回来的。王洪熙一把鼻涕一把泪道：真的？王峰道：当然了，你放心儿子，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王洪熙一听到苏雨的名字，痛苦地惨叫道：爸，我要让他死，我要看到他被折磨到死，不留他一口气，我要他的人形宠兽，等我长回来，我要当着他的面羞辱他们。一旁的管家道：老爷，是少爷先动的手，咱们不占理啊，毕竟是法治社会，他们也不能随便杀人。王峰狰狞道：哼，明天他不是要参加入学测试吗？把他的难度调到 SSS 级。管家心领神会，对，老爷高明啊，任何一阶御兽师都绝对无法通关，只要他入不了学，有的是机会弄死他。王峰点了点头，学生作为预备役士兵，需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经历一场生死洗礼。虽然学校会做好防护措施，保证每个人能活下来，可总会有意外。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毫无准备。艾莉亚在苏雨家浅唠了一会儿，说明天还要入学测试，苏雨父母就没强留，俩人早早离开。离开后，艾莉亚正色道：小家伙，明天的入学测试我们要准备一下。苏雨眉飞色舞地比划了2下。哦，还有比我们更强的新生吗？连王洪熙和他的烈火金狮都被艾莉亚秒了，
还有什么对手？我们俩真强。艾莉亚浅笑道：没有，也就是合格率不到30%的死亡测试罢了。啊！艾莉亚的话让苏雨一下子紧张起来。也许是这一天太过顺利，让他险些忘记这是个危险的世界，性命随时受到魔窟的威胁。回到艾莉亚的别墅后，苏雨问道：所以是怎么样的入学测试？艾莉亚摇摇头：本王是特招生，没有测试，但听说是用魔窟拟态场来考核的，那东西和真实的魔窟没什么两样。不过学院的老家伙们恐怕也舍不得真让学生送死，大概会有什么保护措施吧。苏雨眉头紧皱：真实魔窟吗？难怪被称为死亡测试。那艾莉亚，我该做什么准备？艾莉亚靠在躺椅上随意翻看着书。我哪知道，要不是小家伙你，本王压根不会关注序列 No。 999的人类是怎么成长的啊？人类排名居然是999，这不是倒数第一吗？妈呀，我们人类真是太有实力了。可你不是在玉林大学上了1年课吗？哼，书上说不暴露身份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说话。苏雨恍然大悟，原来清冷校花的清冷是这么来的。苏雨摇摇头，想起来学校好像发了一本知识手册，便拿出来翻看，里面介绍了魔窟、宠兽和御兽师的信息。在魔窟世界中，拥有序列编号的种族有999种，编号数字越靠前，意味着魔力回路越强，种族的实力也越强。其中50万01999被称为下位序列，10万01500被称为中位序列，前100则被称为上位序列，并掌握化形能力。前10则更为特殊，被称为神代序列，是来源自神话时代的古老传承。天赋能力级别是 FS， 唯有神代序列才能拥有 S 级之上的力量。御兽师和宠兽觉醒天赋后都会成为一阶觉醒境，前4阶分别为觉醒、超凡、蜕变、涅槃。作为序列编号 No，999的人类本身不具备魔力回路，4阶御兽师之前都需要宠兽突破来带动人类突破。苏雨深吸一口气，怪不得出现了御兽师职业，不是人类选择了御兽师，而是只有这一条路。苏雨继续往下看，宠兽的进阶方法各不相同，但前4阶的原理大致相仿，都是吃下异兽肉血时来增强气血，和吃下异兽的精核来增强魔力。越高阶的异兽肉和精核效果越强，当然也越贵。趴在苏雨背上一块看手册的艾莉亚嫌弃道：本王可不想吃那些肮脏的血食。那艾莉亚之前是如何突破的呢？苏雨的脑海中吸血鬼女王的面板信息一闪而过，位阶1阶觉醒境10、1000，和他欢好能治愈他的伤势，恢复缺血的状态，却无法突破位阶，进度也没有提升。那10点进度似乎是吸苏雨的血提升的。艾莉亚温声道：自然是血，别人的血很臭，我一点都不想喝，我只想喝主人香香的血。我可是第3真祖的后裔，想要进阶超凡境需要1000升血呢。可他又不想伤害苏雨，进度就卡在这儿了。苏雨起身看着艾莉亚，目光锐利道：艾莉亚，你的鲜血女王能控制所有的血细胞吧？苏雨捻起她精致的脸庞，拉到自己的脖颈前。艾莉亚采佩西，请听从狱主命令，用鲜血女王控制我所有的造血干细胞无限再生，然后尽情畅饮吧。艾莉亚的紫色瞳孔中闪过一抹亮色，她嘴角微微勾起。直到这一刻，她才从心底觉得苏雨配得上成为她的主人。她不喜欢懦弱的人类，最初和苏雨的相遇既有心动，也有迫不得已。然而苏雨内心的疯狂让她眸子闪烁着流光。我们并不只是契合呢，小家伙，看来你与本王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命中注定。放心，不会让你疼的。苏雨微笑着闭眸，危险的世界能信赖的唯有自己的力量和生死相随的艾莉亚。鲜血女王活化再生，定。吸血鬼女王饮下了你的鲜血，位阶进度加10，定。你的鲜血触发吸血鬼女王的返祖现象，鲜血女王控制加强。夭折的细胞、死灵的魂魄，一切被视为血液的概念也被包含在内。定。艾莉亚采佩西进度满级，完成进阶，位阶2阶超凡境。超凡境，身体强度和灵魂强度将大范围跃升远超凡人。鲜血女王的施术范围扩张至200米，死徒圣歌一时死徒的数量增加至5只。死徒圣歌，吸血鬼女王奏响的亡灵序曲将会捕捉100米范围内的5位生灵意识，为自己忠实的死徒。同时苏雨也晋升到了2阶超凡境，身体强度明显提升，每一处血管似乎浸透着魔力的涌动，一拳砸出恐怕不低于1000斤之力。被艾莉亚吸血也不会觉得疼痛，相反，她力道很轻，轻得像温柔的抚摸，利用鲜血女王的能力引导鲜血缓慢而温和的流动。多谢款待，主人。翌日，精神饱满的苏雨和艾莉亚来到魔都玉林大学。
报名的人足足3000多人。尽管预售师万里挑一，可放在大夏的人口体量中，数量依然很多。苏雨在人群中似乎还发现了一脸阴鸷的王虹夕，以及陪在他身边的江毅，不得不感慨超凡世界的先进。王虹夕那么重的伤，居然只用1天就能回来参加考试。玫瑰广场上空，一女子骑着鸾鸟从云层中飘然而下，声音回响在每个人的耳边：同学们，欢迎报名魔都玉林大学，我是异兽细分院院长上官灵。众所周知，魔窟现世20年来，人类都在饱受战争的摧残。本校身负镇守大夏第2魔窟灾厄魔窟之责，也是所有入校学生不可推卸的责任。种族之战是残酷的，他不会跟你讲规则，随时都会降临。你们真的做好了随时为人类迎战的准备了吗？入学测试，魔窟你太长，你们所有人都会被传送进我们打造的类魔窟世界，请大家竭尽全力的活下去并完成任务。如果想要放弃，请撕碎你们的入学凭证，届时会有人来救你们的。欢迎来到种族对抗路，祝大家五运昌隆。蹭蹭蹭，在众人还处于一阵懵逼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道道光柱从天而降，将数千学生传送进魔窟拟态场。苏雨也出现一道刺眼的强光，遮住了视线。伴随着光幕的消失，苏雨渐渐睁开了眼。再不是魔都的晴空万里，昏黄的天空，飘荡的枯叶，数不尽的凄凉与萧索，路边到处都是深坑与断木，俨然一片大战之后犹如末世的萧条景象。这里是魔窟。苏雨眼前弹出一道淡蓝色文字光幕，地点青石峡，任务名最后的知情者，难度 S， 背景及任务介绍。红石城的人类守军出了一名人间，他将情报出卖给了嗜血蚁和青藤树人，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吞噬人类的兽潮，而你是侦察小队中唯一的幸存者。现在你要将情报带回红石城，并抓出内奸。红石城，人类于魔窟之中铸造的前线城。任务道具：地图1张，名单1份，种族介绍1份。请问您是否执行任务？是，苏雨回应道。艾莉亚烟眉微蹙。青石峡吗？运气真差。哦，为什么？一般1阶御兽师只允许在魔窟外或红石城周边活动，青石峡必须是3阶御兽师或者2阶中的佼佼者才允许进入。隐约中，艾莉亚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而且这任务也极其不合理，新生一般都是 F1级任务，S 级任务难度高，且意义不明，真不知道那群老头在搞什么。艾莉亚腹诽道。魔窟拟态场外，围观的学长学姐以及教师们直接炸开了锅。我的天，怎么有人入学测试被分到了 S 级任务？这不是往死里坑人家吗？院长，这不科学。魔窟拟态场不是设定好了根据参与者的实力来进行模拟吗？上官灵眉头轻皱，正欲询问，却被实战细分院院长王月抢先一步解释道：同学们安静，魔窟拟态场没有任何问题。你们看，这位同学的宠兽是人形，既然拥有上位序列，显然是被魔窟拟态场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这项任务。一位学姐吐槽道：那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扮演叛徒方的王虹夕却有足足100人负责阻拦，苏雨却要独自一人执行任务，身后还有嗜血蚁和青藤树人的追兵。真的没问题吗？又有个学长暗戳戳道。听说王虹夕是王院长的侄子，昨天这苏雨好像还跟王虹夕闹了矛盾。我去，尊都假都。当然是真的，我昨天亲眼看到他们在校门口大打出手，听说姓王的下边被废掉了，听说还是因为一段狗血三角恋。吼，难怪，这肯定是在报复啊。小道消息立马发酵，如同声浪般传开。王月脸上有点挂不住，该死的王峰，你心疼儿子，搞小动作也不要这么明显啊。不过王月立马义正言辞道：胡言乱语，本院长看管魔窟拟态场10余年来从未出差错，岂会因为小辈间的胡闹而公器私用？再者，难道你们在战场上接到了困难的任务就要退缩？就是对你们不公平。难道你们陷入了绝境就得放弃？那前辈们又凭借什么抵抗了魔窟入侵守卫人族领地？端地是个大义凛然、大公无私，让同学们觉得哪里不对，又没法反驳。关键苏雨的任务真的很变态，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基本是必死之局。凭新生的实力，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魔窟拟态场里死了，那就真死了，除非苏雨放弃测试。上官灵眉头微皱道：既如此，王院长，新生完不成 S 级任务也是在情理之中，只要表现尚可，就让他入学，怎样？王月摇头：不可，规矩就是必须完成任务方可入学，为何要因他一人坏了规矩？实在觉得难以完成，他可以选择放弃吗？我们又没有逼他送死。上官灵一时语滞，这是赤果果的公报私仇啊！放弃入学，那岂不是自毁前程？就算要报考其他御兽大学，也得1年后了。
谁敢保证这一年不出意外？坚持考试，那有可能真死在里面啊！王爷，你们王家未免太过恶毒。上官林传音自己的预售，让青鸾的一根羽毛携带着信息飞向校长办公室，调查一位院长必须得校长出马。学生们也无法更改王爷的决定，只能静静看着天空中的屏幕。忽然有一人道：咦，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学弟身边的人形怎么有点眼熟？魔窟拟态场内，苏雨看完任务介绍和种族手册，轻轻捏了捏眉心。针对我的啊？艾莉亚歪着脑袋，看到人间名单上王虹夕的名字，哪儿还不明白王家的险恶用心？这哪是什么任务，单纯的杀局而已。任务流程简单明了，没那么多弯弯绕。王虹夕和其他100人负责阻拦苏雨回城，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是王家的暗箱操作，光明正大的杀死苏雨，或者逼迫苏雨选择退学。能不去吗？不能，身后有序列编号 No.182 是血蚁和 No.355青藤树人的追兵，庞大的兽潮随时会涌来将苏雨吞没。想赢很简单，苏雨独自干掉那100名御兽师就行了。艾莉亚美眸眨了眨，握住苏雨的手道：需要我陪你再等1年吗？苏雨眼中闪过一丝流光，拉起艾莉亚的手背，轻轻一吻。不需要，我的女王，阴谋诡计什么的，让他们放马过来就是了。艾莉亚，只要和你在一起，对抗再多人，我也不怕。你太场外。当苏雨终于喊出艾莉亚名字的那一刻，整个玫瑰广场上围观的学生们统统都傻眼了，甚至于那群负责监视的老师们，眼珠子都瞪得跟灯笼一样。等等，他喊的名字是什么来着？艾莉亚，不会是校花今天怎么没来观战啊？不会是？不会吧？不会吧？众人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喉咙颤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原本无比喧闹的玫瑰广场陷入了死一样的沉寂，惊愕的人们下巴都快砸到地上。沉寂打破，瞬间喧闹如雷。卧槽！卧槽！难道苏雨契约的宠兽是艾莉亚学妹？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你们看校花的眼睛就是深紫色的，苏雨的宠兽也是，反差太大了，我竟然没有认出来是艾莉亚。喂，狗日的混蛋，你在做什么？艾莉亚的手是你配亲的？学弟，你有取死之道。去死吧！亏我刚才还担心是不是对你不公平，马德，你死里面算了。院长，校长，我们要一个解释。上官林也懵逼了。艾莉亚彩佩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天才，1年不到晋升4阶御兽师的高岭之花，竟然成为了苏雨的一只宠兽，这什么情况？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入学测试，大家只是抱着看看这届学弟学妹水平的心态来观摩，结果玫瑰广场上的所有男性同胞的心态直接炸裂，心碎了一地。女性同胞们也倍感意外，惊讶的难以言喻。谁都无法否认，艾莉亚彩佩西那绝伦的天资远超常人，其美貌更是俘获了所有男生。可现在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魔都御林大学的瑰宝居然成为了苏雨的宠兽？不是，大家都在御兽，凭什么你御校花啊？绷不住了。玫瑰广场上人声鼎沸，上官林完全控制不住局面。最终一阵疾风袭来，迷住了所有人的眼。清风于空中搭出一条透明的浮空走廊，一中年男子挥动着风之翼而来。掌控着特殊御灵风之起源的魔都御林大学校长宁汉文空降玫瑰广场。上官林道：校长，艾莉亚。宁汉文右手轻轻下压。同学们安静。见校长亲临，学生的议论声方才收敛，大伙眼巴巴地看着宁汉文，似乎在等待一个解释。宁汉文缓缓道：艾莉亚本体其实是吸血鬼，我见她颇有天赋，便特招入学。前日她执行任务时在魔窟失联，想来是遭遇了变故，才阴差阳错成为了这位新生的宠兽。吸血鬼序列编号 No.99， 属于上位序列的强大存在，但宁汉文隐去了吸血鬼女王和血族真祖的信息。学生们恍然大悟，什么？原来艾莉亚是吸血鬼吗？难怪我说艾莉亚学妹怎么实力倒退那么多，失血过多的吸血鬼的确会跌落境界。可恶啊，我怎么遇不到这种好事？我也想成为艾莉亚姐姐的血包。马德，怎么好事偏偏轮到这个新生了？我不服，有种出来单挑。苏雨还没入学，俨然已经成为了全校的男性公敌。上官林给宁汉文传音道：校长，王院长他可能……还未说完便被宁汉文打断。昨夜在发现他们搞小动作后，我已经把魔窟拟态场的设置给调回去了，所以……上官林猛地瞪大双眼，就是说魔窟拟态场判定苏雨够资格执行这项任务，哪怕没有作弊，依然赋予了 S 级任务。可他的天赋报告明明是无。上官林死死地盯着拟态场内苏雨的一举一动，
这位新生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校长亲临，恐怕就是为了他而来吧。你太场内。苏雨和艾莉亚一边顺着地图返回红石城，一边看着种族情报。是血蚁，和人差不多大小，追逐血液而生的凶残生物，不把鲜血掠夺一空，就不会停止猎杀的本能。有了，苏雨会心一笑。艾莉亚见苏雨似乎胸有成竹，心里暗中思量，让我见识下吧，这种危局你会怎么做？如果你真的够资格的话，也许我族的悲怨。艾莉亚轻轻在苏雨的脸上啄了一下。没什么，战前的一点点奖励，我感应到他们在附近了。这一点小小的举动本来没什么，却让外面的男生们更愤怒了。啊，这个混蛋，我追了一整年，连微信都没加上，他居然敢。那个叫王虹夕的干掉苏雨，活急冒跳了。上官林微微扶额，这届学生真没救了。他也没想到，那个清冷的艾莉亚居然有如此热情如火的一面。两人手牵手那般亲昵的模样，也难怪男生们发疯。终于在万众瞩目下，王虹夕一伙人在青石峡返回红石城的必经之路上拦住了苏雨。落叶枯木，青石铺路，王虹夕一脸阴鸷地挡在了山坡上。数十学生一字排开，随时准备召唤出他们的御兽。见苏雨大摇大摆地走来，王虹夕身下一疼，恶狠狠道：苏雨，看来你的好运到头了。苏雨眼神一眯，为何？王虹夕气急反笑，为何？你当真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啊？难不成你一个人一只宠兽就想打我们100个？简直狂妄！不把你脊骨打断，让你跟条野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饶，就难消我心头之恨。苏雨看向其他人，你们也帮他。王虹夕身后明显看起来像个小跟班的宋琦开口道：苏雨，王同学不过是想劝你别骚扰他女朋友，你就大打出手，实在太过分了。更有甚者，王同学提议买下你的宠兽，你居然还恶意伤人，让王同学被迫住院。像你这样的人不配进魔灵大学。另一个跟班良辰道：就是你别以为你能逃脱得了追责吗？给你2个选择，要么自己弃权滚蛋，要么你就交代在这里吧。苏雨轻轻摇头，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先动手的是谁？他们会不清楚。不过苏雨没有自证自辩之癖，目光轻轻扫过其他人。你们呢？有几个女生轻声道：我的任务是阻止你，我可不想放弃入学。其实我是不赞同的，可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谁又愿意真的主持公道呢？苏雨又看向了江颖，江颖拳头捏紧道：苏雨，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先动手伤人就是你的不对，快给虹夕道歉。王虹夕不耐烦道：道歉？跟他废什么话，动手。最终约有70人选择召唤出自己的宠兽，其余30人选择旁观，准备捡现成谁都不得罪。一时间，山坡上各种各样的奇异宠兽显现，有7、8米高的巨型太阳花，有缠绕着烈焰的雄狮，有包裹着泥土的骷髅。王虹夕眼见苏雨从容不迫的模样，心中更加窝火。苏雨死到临头了，还准备嘴硬吗？同时他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变态的渴望。这样吧，只要你把你的宠兽赔偿给我，我就饶你一命，你我一笔勾销，如何？苏雨冷冷道：究竟是谁死到临头？可笑你们一群夜郎自大的蠢货，以为靠数量就能堆死我吗？还有你王虹夕，你都不是个男人了，思想还那么龌龊，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艾莉亚，动手！众人一惊，苏雨还真准备一个人打他们所有人吗？可这副架势，众人有种被人小瞧了的感觉。狂妄！上！注意，他的宠兽多半是尚未序列的吸血鬼，千万不要靠近，以免被控制血液。妖直队和死灵队先上，异兽略阵。他们按照早就商量好的预案，针对吸血鬼的弱点，让10数个妖直打头阵。一朵金色的太阳花将阳光挥洒在艾莉亚的身上，让炙热的骄阳克制阴冷的吸血鬼。但他是血族真祖，是吸血鬼的王，并不畏惧阳光。在一片瞠目中，艾莉亚沐浴着阳光，身后以鲜血和白骨垒成了一把巨大的血鱼骨的竖琴。竖琴奏响了来自地狱的亡灵序曲，惑人心魄的曲调瞬间侵蚀了宠兽们精神防线。发动死屠圣歌！肆虐的音符让所有人骨膜胀裂，侵入心神的音符强行控制住了5只宠兽，其中就包括王虹夕的烈火金狮吼。王虹夕吓一跳，他忽然发现烈火金狮和自己的意识连接中断了。金狮的眸子充斥着血色，仿佛被操控一般，将王虹夕一头撞飞。噗嗤！王虹夕吐出一口白沫，朝着苏雨的方向倒飞而来。苏雨也不客气，在王虹夕的身形飞来的那一刹，右臂抬起，狠狠地一肘肘在了王虹夕的脸上。砰！鲜血飙散，血流如注。王虹夕犹如断线纸鸢，嘴里被打掉了足足7颗牙齿。
剧烈的疼痛痛彻心扉。王洪熙惨叫道：“啊！给我杀了他！”宋琦一惊，他是超凡，该死的，不要跟他单打独斗。老王，你没事吧？江颖一脸惊愕，他控制的太阳花完全无法影响艾莉亚分毫，反倒让他在阳光下尽情地施展力量，仿佛阴冷的是他，而沐浴在阳光下的艾莉亚是他一生都无法触及的光明。外面玫瑰广场观战的学生们风向瞬间倒转，马德，姓王的是不是找死？还敢索要艾莉亚学妹，这一肘好爽 man， 难怪有底气，原来偷偷晋升为超凡境了吗？有艾莉亚在，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毕竟是100人啊，还是很难打，境界的领先还无法以一敌百。艾莉亚可是他们心中最不容许被玷污的天骄，王洪熙这家伙居然如此色胆包天，风向立马又偏向苏雨。可他们说的对，以一敌百对于低阶御兽师来说根本不可能。实际上艾莉亚应对起来也颇为吃力，她宛若战场的女武神，将鲜血凝聚为利刃和血盾，异兽的任何烈焰和寒冰都无法突破血盾的防御，同时还要分心保护苏雨，有限的反击也最大程度地削弱了对手。死徒圣歌一时的死徒很快被解决，他们的数量太多了，一波紧接着一波的攻势，风系宠兽和火系宠兽的联手攻击不断焚烧鲜血，死灵潜入地面，从地底发起的灵体攻击防不胜防，可以操纵的鲜血也越来越少，似乎王洪熙这帮人的胜利不可动摇，而苏雨则摇摇欲坠。艾莉亚瞥了苏雨一眼，似有担忧。苏雨回了一个安心的眼神。是时候了。苏雨拿出小刀割开自己的手心，将鲜血挥洒在空中。众人大惑不解，你好端端的突然自残干什么？艾莉亚，把我的血打进他们身体里。艾莉亚不解其意，但依然照做，将苏雨的血凝聚成了上百道不可察觉的细针，传射向每一只宠兽。细针打入，似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王洪熙经过治疗嗤笑道：哈哈，黔驴技穷了这是，你们看，根本没有伤害。梁晨也跟着笑起来，哈哈，苏雨，你突破超凡境了又怎样？你一个人难道真妄想打败我们所有人吗？其余人也略有心计，一个名叫李达的人道他和那个吸血鬼的确很强，我们这么多人围攻了1刻钟才让他们露出疲态。王洪熙捂住漏风的嘴道：上，拿下他。众人命令着宠兽围攻而来，江颖的太阳花更是冲在了头阵。艾莉亚趴在苏雨的背上道：本王的血快不够用了。苏雨拍了拍他：你做得很好了，接下来交给我吧。在无数人的注视下，苏雨背着艾莉亚站在了70多只宠兽面前，目光如炬，似乎不知害怕为何物。玫瑰广场上围观的学生们不禁道：果然到此为止了吗？若不是艾莉亚跌落境界，才不会输呢。这也说明苏雨太依赖艾莉亚了，他完全没有天赋，不是吗？似乎在所有人眼里，包括上官灵都以为苏雨的失败无可挽回，唯有宁汉文却死死盯着苏雨。能折服神代序列的狱主，绝不可能平凡才对。苏雨立于山丘之中，面对四面八方的异兽、妖直、死灵的包围，他侧着身子，抬起右臂，伸出右手，五指张开。畜生们，王在此命令，你们全员自刎吧。他右手手掌的鲜血还在滴落，那单薄的身影明明摇摇欲坠，却充满着自信。众人正欲嗤笑，玫瑰广场的观众也纷纷摇头。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些异兽、死灵、妖直笔直地立于地面之上，面朝苏雨，无法口吐人言的他们竟然用尽一些办法发出声响。是，荣耀尽归吴王。 S 级天赋血之冠冕，被打入苏雨少量鲜血的存在会短暂成为苏雨忠诚的显示，无法反抗，不得违背。噗嗤，70多宠兽齐刷刷地斩下了自己的头颅，血雾弥漫，鲜血染红了大地，到处都是妖直的断肢、异兽的头颅、死灵的灵魂。王洪熙一众御兽师张大了嘴巴，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惊愕、恐惧、颤抖、害怕，恐惧的难以言语，几乎要摧毁他们一切的意志。玫瑰广场围观的人也惊呆了，这怎么可能？我的天，这是什么能力？是他的天赋吗？还是艾莉亚的天赋？不，艾莉亚明显体力不支，这是苏雨的天赋能力。为什么他们突然听苏雨的话？我懂了，刚才艾莉亚把苏雨的血打进了宠兽们的体内，这是他的天赋。好可怕的天赋。苏雨背着艾莉亚走到了王洪熙的面前，王洪熙跪在地上颤抖不已。不，这都是假的，假的。苏雨蔑视道，这是王的命令，王的命令是无法违抗的，而你连被我杀的资格也没有。苏雨抬起脚，一脚踩踏着王洪熙的后脑勺，砸进了地面。砰！王洪熙身子挣扎了几秒，便昏厥过去。
随之目光扫向宋琦、梁晨，一群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趴在地上求饶，前倨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滚！苏雨考虑到入学考试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似乎不太好，毕竟他也将成为魔都玉林大学的学生，要是在魔窟里才懒得废话，分分钟就砍了。这就一考试，总不能让学校太难看。这群人如获大赦，分分钟撕掉入学凭证，脱离考试。最后苏雨看向了江颖，江颖抱着他那太阳花的断肢，眼角泪水不停地打转，又倔强地抬头看着苏雨。他的人生，他的一切，为什么美好才刚刚开始就被苏雨这样无情地摧毁了呢？这就是你的报复吗？来啊，动手啊，打我啊！他哭着叫喊道。你是不是早就遇到他了，故意要甩掉我，才隐瞒自己的天赋能力？渣男，混蛋，负心汉！我错了，苏雨，我错了，求求你原谅我吧，我们还在一起好吗？苏雨气质，他怎么之前就没发现江颖的脸皮这么厚啊？但凡刚才你不一马当先的想置我于死地，从而向王虹夕献殷勤，我都信了。可惜你没有，你的眼泪并不是你觉得自己错了，只是丑陋的内心被揭开，超出了心理耐受极限。滚吧，我懒得打女人。苏雨刚转身，江颖一抬头，结果一个响亮的耳光打来，啪！他一切的哭哭啼啼都被这个耳光给打飞。艾莉亚彩佩西一巴掌在他的俏脸上留下了红印。主人是绅士，本王可不是呢，离我男人远点，婊子！江颖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茫然无措。上官林微微一动，传音道：校长，难以置信，这必然是罕见的 S 级天赋吧？为什么他的天赋报告是5？宁汉文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心满意足，留下传音：呵呵，无需深究。上官，让苏雨去你的学院，你亲自负责。上官林一愣：哦。说罢，宁汉文飘然离去。看来无论如何，苏雨入学是势在必行了。一旁的王月咬得牙根痒痒，他的侄子被人踩在地里践踏，如何不让人气愤？出乎意料的事太多了。苏雨的 S 级天赋，艾莉亚成为了宠兽，校长的亲临王月几乎撕破脸皮的针对，结果成为了他苏雨的垫脚石。苏雨，你等着吧，王家有仇必报。魔窟你太场内。艾莉亚趴在苏雨的背上，满意的在苏雨耳边吹气。主人，我发现我比之前更爱主人了一点。苏雨摇摇手指道：可不能在这里补血哦，外面肯定有人在看着呢。一般艾莉亚称呼他为主人时，就是想索取的时候。艾莉亚拧了下苏雨的腰肉，哼，才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主人愿意，刚才那个女的，我可以特别允许你收她为小奴。苏雨干呕一声，略由奢入俭难。开惯了艾莉亚这辆超跑，再也不想碰江颖那辆帝豪，哼，算你识相。你要是敢答应，本王咬死你。忽的，艾莉亚意识到什么，哎呀，刚才还有一群围观的人给他们跑了啊！哦对，任务。苏雨的任务是返回红石城，抓出内奸，阻止受潮。然而苏雨在这儿浪费了太多时间，刚才那些围观没有出手的30多人趁乱跑回去了。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坚持到受潮来临还没有被苏雨带到，那不就是苏雨任务失败了吗？玫瑰广场的人也忽然意识到了这点。我操，这还怎么抓？30多人往不同方向逃窜，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完蛋，这新生好不容易打赢了，结果任务要记了。好，把艾莉亚还给我们。哇，你们这群男生真下头，我支持你学弟。就是，人家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哪轮得到你们这群妖怪来反对？苏雨轻笑道：跑就跑了吧，谁说完成任务一定要抓出所有人奸呢？艾莉亚嘴角扬起一个弧度。哦，小家伙，告诉本王你的天赋到底是什么？他对苏雨越发感到好奇，原本还以为小家伙的天赋只是血是香喷喷的呢。苏雨自然相信艾莉亚，伏在他耳边悄悄说出。艾莉亚眼中闪过流光，又道：原来是这样，小家伙，假如有一天有比这些人强大的多的敌人向你索要我，你还会像今天一样吗？苏雨掐了掐他的脸蛋，说什么呢？比起失去生命，我更害怕失去你。走吧，让我们解决这受潮本身。玫瑰广场上的男生们已经麻了，看两人亲昵的动作，怕不是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他们心中放不下的人，苏雨恐怕早就放了。只是苏雨扬言要解决受潮本身，这怎么可能？你当是跟御兽师对打呢？受潮，恐怖的受潮，是雪蚁和青藤树人都是群居而生，掀起的受潮起码上万，苏雨拿什么来抵挡？更别说受潮里面恐怕还有轮回境的恐怖生物，这根本就不是你苏雨配阻挡的好吧？在不少人眼里，苏雨这无异于螳臂当车。然而接下来的展开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只见苏雨来到青藤树人行进路线，让艾莉亚利用鲜血女王的造血能力，将苏雨的血浇灌在了这片青石大地之上。没有人知道苏雨为何要这么做。撒完后，苏雨和艾莉亚远远地离开。随后，漫山遍野的是血蚁和青藤树人铺天盖地而来。结果，让人瞠目的一幕发生了，是血蚁忽然如发了疯一般，朝着青藤树人的队伍发起猛烈攻击。他们跟着了魔似的，渴求着苏雨洒下的鲜血。致命诱惑。序列排名更靠前的是血蚁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追逐鲜血的猎杀本能被苏雨的致命诱惑彻底激活，他们会将目力能及的一切吞噬殆尽。这是他们的种族特性，也是苏雨特别的天赋力量结果。轰轰烈烈的兽潮就在是血蚁和青藤树人的自相残杀中迎来了终结。我操，还能这样？是血蚁是追逐鲜血而生，可他一人的鲜血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苏雨的天赋能力究竟是什么啊？灾厄魔窟，我看他才像行走的天灾。哇，这种表现恐怕明天的热搜第一跑不了喽。明天，今晚，霹雳霹雳已经有视频流出了，玫瑰广场上彻底沸腾。这个新生带来的奇迹简直太多太多，着实让大伙开了眼。而苏雨眼前一道光幕浮现，任务完成，恭喜你以一己之力粉碎兽潮，任务完成度等级评分 SSS。 激活魔窟拟态场特殊奖励，特殊奖励，魔窟拟态场特殊奖励1，精神力灌注，魔窟拟态场特殊奖励2，自选天赋事迹1支，该奖励请在1天内做出决定。精神力灌注是什么？苏雨不懂，可天赋事迹他知道啊。在觉醒仪式上，没有觉醒天赋的人还可以通过超能力购买价值上亿的天赋事迹，从而觉醒后天天赋。后天天赋虽不如先天天赋，但依然可以让普通人迈上御兽师的道路。这份奖励不可谓不贵重。至于精神力，在苏雨还未反应过来，一种精纯的虚幻能量进入他的脑海。原本一片混沌的脑海仿佛被光芒点亮，开辟出一片精神世界。稀薄的灵气单元汇成了一条流淌的小溪，脑中电流声回荡。精神力灵犀境，恭喜宿主提升精神力境界，现在您的精神力足以容纳第2只宠兽。系统的提示传来，精神力突破了。尚未接受御兽知识学习的苏雨并不懂精神力意味着什么，可苏雨能轻微感知到周围的存在，是一种突破五感感官限制，感受一切的力量，清风、大地、鲜血、落叶。尽管感知的范围依然有限，可这都证明苏雨已经远非常人。又一道光幕降临，恍惚后，苏雨和艾莉亚已经被传送回了玫瑰广场。广场上，一众学长跑过来，竖起了友好的中指。齐可修，混蛋，我要跟你单挑。艾莉亚，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混蛋学弟，快把艾莉亚还给我们。苏雨撇了撇嘴角，我就知道，以艾莉亚在魔都御林大学的名气和美貌，追求者绝对不少。苏雨也做好了面对所有沸羊羊的准备。可是尼玛太多了吧。苏雨一眼望去，只有黑压压的人头。艾莉亚面色不悦，背后蝙蝠形的漆黑羽翼张开，将苏雨护在怀中。滚啊杂种们，你们想对我主人做什么？砰！苏雨好像听到了许多心碎的声音。姐姐，你这37度的嘴怎么说出这么冰冷的话？主人啊，为什么？我接受不了。上官灵一头的黑线，这哪儿还像守土卫国的预备役，赶紧出来平息这场乱局。他骑着青鸾厉声道：好了，新生入学测试已经结束，你们还不回去抓紧时间修炼？马上就是9校联盟的交流赛，你们就准备这个样子去参赛吗？还有，你们在魔窟的任务指标和击杀指标完成了没有？是不是想被取消御兽师身份啊？上官灵的斥责立马让众人噤声。魔都御林大学会给学生提供海量资源和最专业的御兽指导，可竞争同样残酷。御兽师享受超凡的社会地位，也要承担极高的淘汰率和战死率指标。在上官灵的呵斥之后，众人悻悻离去，眼中还带着些许的不甘和羡慕。苏雨无奈道：老师，魔灵大学的风气都是这个样子吗？上官灵微微一滞，你都把大家心目中的女神收成宠兽了，他们能不找你拼命吗？而且艾莉亚的追求者里可不乏厉害的家伙，只是他们都在魔窟没有回来，恐怕你以后的学校生活不会太平静。苏雨耸了耸肩，并不在意。上官灵叹口气道：算了，你有心理准备就好。不过还是恭喜你通过入学测试，尤其是最难的 S 级任务。根据规定，通过 S 级任务的学生将获得 S 级学员的资格。跟我来办公室吧，给你详细介绍下你的待遇和要求。苏雨本不想暴露自己的天赋，可艾莉亚简直就是行走的聚光灯，再加上王家的针对，最终闹成这个样子。
结果是好的，因祸得福。办公室中，上官林微笑道：“请坐，给你介绍下我们魔灵大学。学校内有5个分院：异兽系、实战系、妖职系、特殊系和辅助系学院，会根据学生的天赋能力和宠兽来分配。以你的资质，很适合实战系、异兽系和特殊系学院，只不过特殊系多以元素死灵见长，实战系分院的院长王月是王洪熙的叔叔，所以……”苏雨颔首：“我愿意进入上官老师的异兽系分院。”上官林莞尔一笑：“很好，你的天赋报告上显示的是5。我知道你可能不想暴露你的天赋能力，能告诉老师你的天赋等级吗？”苏雨想了想，决定适当透露一点来换取更好的待遇。S 级，我的血液比较特殊，有诱敌和控制部分宠兽灵魂的力量。上官林轻轻颔首，和他推测的基本一致。果然，这是给你特制的学生证。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魔灵大学的 S 级学员。学校实行学分兑换制，1学分相当于校外100万才能买到的预售资源。而作为 S 级学员，你每月都能领到100学分。要知道，整个大厦的 S 级学员都不足200人，而且你还可以优先挑选宠兽，优先购买稀有的天赋事迹，且拥有自己组建预售小队的权利。你知道的，预售大学的学员说是学生，其实同样也是大厦的预备役士兵。魔窟的战争随时会召唤我们，能够组建小队，便能更好地发挥你的能力。当然，每月都会考核你的修炼进度，不合格的话会被取消资格，毕竟这是很大一笔钱。另外就是你需要承担的义务，你们 S 级学员需要在半个月后的9校联盟交流赛上为学校拿到好成绩，这是关预售大学资源分配的问题。交流赛1年会有2场，在之后就是镇压魔窟需要承担的任务，最困难的任务也往往会先选择你们。你愿意接受吗？苏雨点头，没理由拒绝。每个月上亿的资源啊，魔都御灵大学真有钱。这也难怪，御兽师如今才是大夏真正的国防力量，稍有不慎被魔窟的怪物杀进来，那都是灭顶之灾。远的不说，花英国的火山魔窟前些日子就爆发了魔窟入侵灾难，导致数个城市被毁灭一空，花英国损失无可计数，所以任何国家都在疯狂加大对御兽大学的投入。上官林笑道：“好，那你们可以准备下入学了。S 级学员还会有学校专门分配的宿舍。”艾莉亚坐在苏雨腿上，由于缺血恢复了小小只的状态，抢话道：“住我之前住的房子不就好了吗？”上官林面色一僵：“艾莉亚，你的房子可是在女生宿舍区范围。”艾莉亚道：“您老头可是答应过我的。”上官林最终放弃挣扎，谁知道校长和艾莉亚什么交情？算了，反正是单人独栋，那你们就还住原来的房子吧。另外，苏雨你要注意点，虽然学校鼓励学生自由恋爱，但大晚上动静不要闹太大。苏雨，为什么专门提醒我？明明我才是被动的那一个。从学校出来后，苏雨先给老爸老妈发消息，传个喜讯，回家报捷。家里的宁淑婷和苏启帆激动的逢人便说，巴不得7大姑8大姨街坊邻里全都知道。苏雨可不擅长面对那些亲戚，连忙和艾莉亚提桶跑路。折腾了一整天，苏雨才把行李搬到了学校。饶氏晋升为超凡境，获得了远超常人的身体能力，依然把苏雨累得够呛。我说，艾莉亚，你能帮忙干点活吗？这100箱几乎都是你的行李，可是我好饿啊。呵呵，这点小活我怎么舍得让你做呢？苏雨咬咬牙，可恶啊，这次天赋事迹一定要选个强化身体能力的，然后把这个小妖精狠狠地折服。艾莉亚笑脸如花，我是说肚子饿了。在苏雨忙着搬家的时候，关于苏雨的消息和视频不胫而走，网上的八卦消息也早已被御兽师们的花边新闻所取代，可谓是真正的全民狂欢。稍微有点钱的家庭都会考虑买个御兽蛋，就算没有御兽师天赋，让家里多个劳动力也好，自然而然对御兽师的消息相当热忱。而在9月底的这一天，苏雨的消息登上了各大平台的头条，天才校花竟是吸血鬼，男人用这3招将她折服。新生但是 S 级天才，魔灵大学入学考试视频流出，王的力量，御兽专家，这是我见过最匪夷所思的御兽天赋。米利卡国彩佩西家族严厉谴责，质疑新生宠兽来历，战略价值。苏雨的天赋能力也许能够改变战场局势。夸张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吃瓜乐子，人们不亦乐乎。可有些人听到这份消息后却无比阴鸷。王家某秘密地下室，王峰，谁允许你擅自行动的？爹，吸血鬼那么多，我哪知道，正好是那只吸血鬼，还不是苏雨那个杂种对希儿下重手。闭嘴！花英国的石川先生出资10瓶 S 级天赋事迹，要求我们捕捉那只吸血鬼，结果呢，咱们王家派出去的人和花英国的人全军覆没。自那之后，我3令5申，
不可再有所行动，万一暴露了被宁汉文追查过来，咱们王家就完蛋了。王悦道：是啊哥，你也太不小心了，宁汉文显然知道有人动了手脚，已经在旁敲侧击地审我了。王峰满脸的愤懑和悲伤，最终王家家主王长林道：好了，我也理解，那毕竟也是我的孙子，王悦，你用特招名额把他们几个招入学吧。王悦左右为难，最终看在大哥面上点了点头。王长林思索一会儿道：哼，别急，此番让他风光1-2天。根据红石城传来的情报，魔窟即将迎来大战，他作为 S 级学员必然要被征召入伍，到时候在魔窟里解决他。王平、王清，你们通知石川先生稍安勿躁。是。帝都御林大学会议室，此子天赋必然是 S 级，你们招生办当时没有去觉醒大厅门口堵住吗？怎么会让他自由报考魔灵大学的？就是你们招生办干什么吃的？9校联盟交流赛，本来我们稳稳拿下大一这一场，现在呢，要是今年我们输了，导致拨款减少，你们招生办要负全责。行了，别那么悲观。帝灵大学校长江怀仁手指扣着桌面道：我们今年不也招到这几位天赋异禀的学生吗？尤其是空幻渊，不一定就会输给苏雨。再者，他们魔灵大2没了艾莉亚，竞争力大减，里外里是我们赚了。那个半人半魔的空灵魔女吗？校长您这么一说，的确算不上亏啊。9校联盟交流战迫在眉睫，偏偏帝都这边的永劫魔窟还不安分。行了，各自准备去吧。是。魔都滨海区花英国秘密联络点。石川秀次愤怒道：八嘎！你们夏国人收了我们的定金，然后告诉我们捕获失败就想轻飘飘的接过去吗？王清解释道：石川先生，您不要生气，我们也没想到艾莉亚彩佩西隐藏着那样的力量，不过他已经非常虚弱，实力倒退回了超凡境，下次捕获必然成功。石川秀次强压愤怒道：说说你们的计划。王清拿出一份文件，您看，到时候我们就在魔窟下手，谁也查不到是谁做的。退一万步讲，就算那只吸血鬼还有什么特殊能力，我们可以抓苏雨的家人来威胁他。石川这才愁容渐消。搜德斯内，只要能抓到他，我们花英国愿意再出价50亿。好，一言为定。昨天苏雨和艾莉亚一直忙着突破，吃饭都是面包甜品，简单对付下，总算是抽出空来。苏雨亲自下厨鼓捣一顿，艾莉亚则靠在躺椅上看书。一番忙碌之后，苏雨招呼道：来吃饭吧，艾莉亚。艾莉亚伸个懒腰，上桌用勺子挖了一勺西红柿炒鸡蛋放入口中。怎么样，我做饭水平很不错吧？以前江颖爸妈总说他家女儿不学做饭，苏雨就没事学了学，只是结果嘛，艾莉亚脸色忽然大变，牙尖都在颤抖。你放盐了？苏雨，难道不该放盐吗？艾莉亚捂住嘴，有些难受道：你该放糖的。苏雨眉头一挑，说到这儿我可就不困了，开玩笑道：本来就该放盐啊，放糖怎么吃啊？哇，没想到艾莉亚你居然是一个卑鄙的甜党，以后作为我的宠兽，当然要随主人的口味了。艾莉亚有些委屈，眉头拧紧。不是，怎么了？放盐的才好吃啊！艾莉亚你一直吃甜食可是会吃胖的哦。苏雨话音刚落，发现艾莉亚深紫色的瞳孔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怎么突然？艾莉亚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砸向了苏雨的脑袋，眼角挂泪跑向了另外的房间。啊，砰，这是干嘛？至于吗？这还是艾莉亚第一次和他闹别扭。苏雨看向掉在地上的书，吸血鬼日记，心中不知为何刺痛了一下，拿起打开第一页，第一页的文字让苏雨知道自己好像犯了个大错。好苦，我问妈妈，为什么我吃任何东西都那么苦呢？妈妈说，我们作为真祖后裔只能感受到甜的味道，其他的酸辣咸在我们嘴里都是世间最苦涩的味道，比人类生吃黄连还要苦涩100倍。也许这就像我们的宿命，充满了苦涩，亦充满了背叛。苏雨轻咬下唇，能让那个高傲的艾莉亚流泪的到底是多苦的味道啊？苏雨以己夺人了，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对艾莉亚而言兴许是奢望。苏雨暗暗下了个决定，拿起手机道：喂，上官老师，我已经想好要什么天赋事迹了，麻烦立马送过来好吗？什么？苏雨，你可要想好了，魔窟你太长奖励的天赋事迹最高可以是 A 级的。我想好了，我现在急着用。好吧，我让人给你送过去。在等待的时候，苏雨继续往下翻艾莉亚写的日记，记录不多，也很琐碎。最后那一页是关于自己的。今天遇到了一个可爱的男人，他的血真的好香好香，遇到他也许是苍天不绝我之路。他很好也很温柔，我对他很满意。如果妈妈还在的话，真想让他看一看。我相信他就是我的命中注定，我成了他的宠兽。妈妈说，人类尤其是男人都花心的很，他会怎么看我？会喜欢我吗？男人到底在想什么？不懂啊，不过跟他欢好他
应该会很开心吧？他说要给我做饭，看起来蛮熟练的样子，应该会很好吃吧？他会不会喜欢吃甜的呢？期待。苏雨眼忽然有些花，吸血鬼的爱要纯粹的多吗？叮，您的物品到了。门外的铃声响起，苏雨赶紧起身，希望它真的有用吧。到底是多苦的味道呢？苏雨兑换了地级天赋事迹味觉链接，味觉同步。哦，仿佛世间最苦涩的味道瞬间充斥着口腔，让苏雨狂吐不止，整个胃都在激烈抵抗。艾莉亚蜷缩在床上，刚才那真是比生吃黄连还要苦得多。小家伙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喜欢吃什么呢？不是说好了最怕失去我的吗？他是不是其实并没有很喜欢我？他别扭了一会儿，苦味消退，方才坐起来。其实也不能怪他，毕竟不知者无罪。艾莉亚自己安慰了自己一会儿，准备去跟苏雨谈谈。忽然苏雨推开了门。艾莉亚。艾莉亚头一扭，又忍不住想回头。苏雨端着餐盘到她的面前，然后双手合十诚恳道：对不起，是我的疏忽，我太粗心了，我真是个差劲的男朋友，请原谅我这一回吧。艾莉亚嘴角轻轻扬起，如消融了冰雪的初春。我没有怪你啊，就是实在太苦了。苏雨道：我重新做了一份，饿坏了吧？赶紧吃吧。艾莉亚笑了笑，拿起碗筷又挖了一勺放入嘴中。不是说了要放糖？咸的。不是苦的，这是咸的味道吗？他看着苏雨有些茫然。苏雨笑了笑，我让上官老师帮忙查了查，有一种罕见的天赋事迹叫味觉链接，刚好我们入学测试的奖励不是能自选一支天赋事迹吗？我尝试了下艾莉亚的味觉，才知道那种苦涩真的难以忍受。对不起啊，是我自以为是了。从今以后，我能尝到的味道，艾莉亚也要尝到。世间不光有甜苦，我想陪你尝遍酸甜辣咸。艾莉亚眸子水泽光亮，不好意思地嗔怪道：浪费啊，居然要了这种没用的天赋事迹。怎么会？艾莉亚是我的救赎，只要能让艾莉亚开心的，就不是浪费啊。艾莉亚的脸蛋少见的爆红，她能清晰地感觉到心跳的声音。艾莉亚将手上宠兽协会发的金戒指扔给了苏雨，里面有我给你买的东西。说完，艾莉亚便低着头大口的干饭。西红柿炒蛋、麻婆豆腐、红烧肉、清蒸鱼，以前从未尝过的味道，从未拥有过的感动。太好吃了！我明天早上要喝咸的豆腐脑。可以，我还要吃咸的粽子。等等，粽子还是吃甜的吧？啊，你刚才还说要陪我吃遍所有味道呢。好，不依你，让我看看艾莉亚给我买了什么。鹿茸、羊腰，你什么意思啊？因为本王还要吃香香的你啊。艾莉亚对你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生死相随，至死不渝。吸血鬼容易被人背叛，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满足，不是吗？翌日，苏雨顶着大黑眼圈，腿在打颤，后悔了，还是应该换能增强体力的事迹才对。这不全是给艾莉亚补血导致的，还有搬进新房忙碌了一天的疲惫感。A 级以上的学员都会分配独栋别墅，而艾莉亚的房子尤其大，占地面积超过2000平，难怪允许 S 级学员组建御兽小队，这不得先配几个仆人再说。另外，苏雨经神力突破后能契约第2只宠兽，可苏雨还没有太好的头绪，有了艾莉亚后太弱的瞧不上，还是去课上听听学校老师们的建议吧。对于御兽学，苏雨的理论知识为零，全靠大力出奇迹。魔都玉林大学除了学分制外，还实行大小班导师制度，每天上午有1节公开课，其余时间则是导师私下授课。导师也分3档：银灰导师、金灰导师、星灰导师。苏雨的导师自然是院长上官灵，名副其实的星辉导师。周一上午的公开课也是他的课。和艾莉亚来到教室后，全场晋升，大家纷纷将视线瞄向了那个搅动入学测试的风云人物。他就是苏雨吗？对，就是他。旁边那个不就是艾莉亚学姐吗？就是网上说的那个。嘿嘿嘿，还真是啊。苏雨很奇怪，怎么大伙都跟他很熟一样。苏雨随便找个位置坐下，课前往上冲浪时面色一沉。网上到处都是他的节奏，4000年一遇的御兽师天才，拜托整个御兽师历史有没有100年啊？征服天才校花的秘诀，某球的花语是隐忍和富贵。我们没那么变态好吧？这一周孩子们太暴力，不要看。怎么我做王虹熙的视频还传出去了？等等，前面我都可以忍受，我爹怎么再接受媒体采访，还代言了新东方成为金牌讲师？关键老爹，你代言错了，那个是烹饪学校，不是教育学校。阿卫看见自己戴着厨师帽的 P 图，真的绷不住了。以前我征战在吃瓜第一线，七情黑子与白子穿得不亦乐乎，结果今天轮到我塌房了。上官灵走进教室，才让议论声稍稍平息。
异兽分院本届招生800人，其中苏语的一班是尖子班，有76人，包括苏语在内有2位 S 级学员，其余也全都是 A 级学员。上官灵道，同学们，再次欢迎你们加入异兽分院，以后我就是你们的院长，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御兽师和宠兽应该如何修炼？精神力和境界又代表着什么？柳轩同学，你来自那个御兽世家柳家，应该了解不少，你愿意讲讲吗？柳轩，异兽分院另一位 S 级学员，是只要入学并没有参加入学测试。他梳着一头清爽的高马尾，身穿雪纺波点的连衣裙，很有富家大小姐的感觉，连苏雨都不禁多看了2眼。苏雨昨日的表现有目共睹，上官灵也有意让柳轩展示下自己，之后的异兽分院大1年级还得这2人来扛大旗。柳轩轻轻颔首，御兽师在前4阶。柳轩点头道，御兽师在前4阶，觉醒、超凡、蜕变和涅槃境界均是由依赖宠兽的突破来带动境界提升。涅槃之后，人类本身将具备魔力回路，诞生属于自己的身体力量。境界意味着身体能量，精神力则代表着精神能量，二者相辅相成。可想要契约更多的宠兽，就必须依赖精神力的突破，而精神力本身极难修炼。目前已知的方法仅限于在魔窟内杀死特殊的空灵族，获取其空灵心，亦或是生死关头对自我精神的逼迫。还有各大御兽大学中魔窟拟态场能将人从灵元境提升到灵犀境，听说这是从魔窟里的魔族学来的特殊技术。众学生连连点头，对于精神力和境界的理解大家都很粗浅。柳轩的理论储备和亲切的分享让大家对他有了不少好感。上官灵笑了笑，讲得很好。总之，宠兽的修炼除了常见的血识、战斗法外，还可以通过特殊的天赋能力来提升。而御兽师前期想要变强，除了自身境界提升外，更重要的还是契约强大的宠兽。精神力境界每提升1阶，就能额外契约1只宠兽。而精神力目前已知的境界有灵元、灵犀、灵狐、灵海、灵渊、灵域境。同学们初期提升精神力，魔窟拟态场能够帮助大家，而之后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在魔窟里的收获了。谈到了苏雨感兴趣的话题，苏雨便问道：那老师，假如我想契约第2只宠兽，你有什么推荐的吗？众人倒吸了一口气。对，苏雨这家伙的精神力昨天已经被魔窟拟态场提升到灵犀境，虽然并非一定要完成 S 级任务才会给予精神力灌注的奖励，可快人一步的确让人羡慕啊。上官灵道，问得很好。我们御兽师主要依赖宠兽的战斗力，目前强大的御兽师一般遵循几种原则，首先就是序列编号。同学们，序列编号是魔窟中的铁则，并不是说编号靠前的就一定能赢靠后的，编号数字体现的是魔力回路从强到弱的顺序，往往序列越靠前的存在，其本身魔力回路就越强，就越容易拥有强悍的天赋能力。如果你能遇到编号前100的上位序列，就尽量不要错过。若你能遇到传说中序列编号前10的神代序列，那你完全不用考虑是否和自己相性契合，全力契约便是。神代序列极其稀有，整个大夏拥有者都屈指可数，本校也只有校长1人拥有神代序列的宠兽。苏雨深表同意。神代序列的强大，他每一个夜晚都有深刻的体会，只是没想到神代序列居然如此稀有。不过想来也是，艾莉亚最强大的天赋，不死不灭的力量，无论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只需要血液充足就能痊愈，且无论如何不会被杀死，抽空鲜血也只会陷入死眠，本身就立于寻常宠兽无法企及的高度。上官灵继续道，第2贴合就是我们御兽师自身的天赋，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李旭同学的 A 级天赋清灵加护，能够让宠兽在速度上获得极大增益，那他就更偏向于选择飞行类或者速度系的宠兽。第3是少数人的选择，同体系共振。海外米利卡国研究出，如果宠兽属于同一体系之中的存在，往往会产生极佳的化学反应，比如苏雨同学除了吸血鬼之外，序列 No.62 的月光使徒 No.377 的死徒都是同体系的存在哦。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精神力的提升极其困难，往往宁缺毋滥。当然，这是针对咱们尖子班而言的，寻常御兽师自然是越快找到第2只宠兽越好。随后，上官灵持续答疑解惑，苏雨也陷入了思考。艾莉亚很强，还真就是宁缺毋滥，不然战斗中非但无法给艾莉亚帮忙，还很有可能成为她的负担。这件事果然要问问艾莉亚的意见，如果她吃醋了呢？艾莉亚知道苏雨要说什么，手指轻轻挑起苏雨的下巴，附在他耳边呢喃：本王不反对你找第2只宠兽，只是太弱小的存在不配跟本王分享男人，至少也要找序列前10的吧。苏雨一惊，神代序列，姐姐，我能遇到你一个已经是运气逆天了，别露出这种表情嘛，小家伙，本王知道
魔窟中有一个地方拥有神代序列的后裔，到时候本王帮你抓回来。啧啧，听说那一族化形之后可是……苏雨眸子一亮，抱着艾莉亚就猛亲了几口。你真是我的宝啊！我这个人胃不好，天生就爱吃软饭。上官灵看到这一幕，脸色一僵，嗨嗨，这位同学，培养和宠兽的感情固然很重要，但这是在课上，你能不能克制一点？苏雨回过神，发现旁边人纷纷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目光，连忙致歉。但班里已经炸开了锅。岂可休，吸血鬼妹纸都这么好看吗？我酸了，我的第二只宠兽一定要契约吸血鬼。别闹了，吸血鬼我见过，这么好看的吸血鬼可只有艾莉亚学姐。可恶啊，你真该死啊，苏雨。最终课堂在一片喧闹之中结束。上官灵连连摇头，苏雨天赋极佳，可真是不安分啊。大班课堂结束后，上官灵留下来7个人，其中就包括苏雨和柳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吧，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导师。同时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作为我上官灵的学生，9校联盟交流赛的预选赛你们全都得参加，半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交流赛。苏雨其实不懂为何时间这么紧迫，李旭不解道：老师，为什么一开学就会有交流赛啊？我记得去年不是开学2个月后吗？上官灵眉头一皱，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交流赛并不是固定时间，学校身负镇压魔窟之责，要根据前线战士的情况来安排时间。交流赛有多么重要，你们也许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这样说，除了大夏会根据其结果来拨款之外，也决定了9大高校组建精锐镇压魔窟的先后顺序。我们人类在魔窟之中并不强大，去年帝都玉林大学夺冠，镇压我们负责的灾厄魔窟的时间晚了1天，就导致红石城1462名御兽师战死，391人失踪，其中就有我的女儿。7人沉默，李旭低声道：对不起老师。上官灵拭去了眼角的泪痕，我和我家囡囡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是失踪还有找到的希望，尽管他知道希望无比的渺茫。上官灵打起精神道：我们是御兽师，我们不上的话谁上？前些日子花英国的事你们都听说了吧？众人点头。花英国镇压火山魔窟失败，炎魔一族冲入县市，5个城市覆灭，损失不可估量。上官灵道：我们不是华阴人，我们大夏必须要御敌于魔窟之内，但谁能没点私心呢？人都有亲疏远近，我们当然希望先镇压灾厄魔窟的受潮，其他高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偏偏任何一校都没有单独镇压魔窟的实力，甚至连抵抗都吃力，才不得已采取这种方法，比拼大家培养学生、培养战士的能力，愿赌服输。9校联盟交流赛的来龙去脉，众人方才知晓。苏雨也不得不承认，人确实有亲疏远近，难怪学校如此重视交流赛。这根本不是交流赛，这是浸透着血与泪的哀歌，是御兽师成全自己家国忠孝节义的妥协。上官灵略带歉意道：不好意思，说了些沉重的话，大家互相介绍认识下吧，日后你们就是一个队伍的战友了。7人纷纷报上自己姓名：苏雨、柳轩、李旭、魏刚、陈萌萌、安之水、江新月。上官灵道：让你们年轻人这么早就被逼到战场上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无能，但我希望魔窟的威胁有朝一日能在你们手上终结。大夏每年投入到御兽师上的预算已经超过了总预算的10%，你们应该清楚这个占比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全民御兽增添了更多的劳动能力，恐怕7人点头，这意味着大夏已经竭尽全力。上官灵摇摇头，不说这些了，给大家说一下预选赛的规则。5大学院各选择一些人参加，实战系和我们异兽系有10个名额，其他3系总共12个名额，另外还会有海选名额，不限制学院人数，全员报名，总共16个，合计48人。之后就是单败淘汰制，附带同班回避原则，最终角逐出8人代表学校参加9校联盟个人战。S 级学员第一轮轮空，但也至少要赢下2场。除此之外，还有一场特殊的团队战，每个学院各挑选出一支队伍打7对7，胜者代表学校参加9校联盟团队战。规则很简单，时间不等人，要快速决出结果参赛。上官灵看着7人道：你们每个人我都会尽力辅导，你们也要多交流交流，另外选一个队长吧。7人互相观望，最终目光锁定在苏雨和柳轩身上。安之水道：队伍里就你们2个 S 级学员，那肯定是从你们俩中选啊。李旭、魏刚、陈萌萌和江新月纷纷点头，没有异议。苏雨和艾莉亚的表现他们刷到过视频，那种震撼的表演5人自问不如。柳轩能被特招入学，家族似乎也很强势，自然也有这个资格。上官灵看向2人，苏雨、柳轩，你们觉得呢？柳轩摇摇头，我
今天才来，对苏同学了解的不多。苏雨也道：“老师你决定吧。”上官灵道：“那就打者为先，你们2位 S 级学员比一场，不就知道了吗？而且当选队长的话，好处自然是不少的，你们俩真不想争一下吗？”上官灵的提议立马得到了其他5人的一致赞成，认可，一针见血的同意。真得打一场吧？苏雨和柳轩相视一望，最终同意。好，走去斗技场。上官灵带着几人来到斗技场，简单介绍了下规则，点到为止，击伤宠兽不能再战或者轰下擂台就算胜利。斗技场的擂台很宽阔，为了适应御兽师的战斗，擂台长300米，宽150米，完全够低阶御兽师的发挥。其他6人坐在观战席上，目不转睛地看着2人。柳轩隔着老远道：“听说苏同学是超凡境，不巧我也是，也算是一场公平的对决。”苏雨牵着艾莉亚的手：“请赐教，柳同学放心，我会留手的。”柳轩神情凝重，他虽未亲眼见到苏雨战斗的过程，但以一敌百，以王的命令让数十宠兽同时自尽的震撼场面让他心悸不已。柳轩推测这必然是依靠某种媒介达成的，根据情报，大概率是苏雨的血。可偏偏艾莉亚是能控制鲜血的吸血鬼，他们俩的相性太好了，好到一种寻常人见面就会被秒杀的状态。不过柳轩是柳家嫡女，同样拥有 S 级天赋和尚未序列的宠兽，并不畏惧苏雨。请。话音一落，柳轩向上一跃，一只纯白的狮鹫带着他飞向空中，拉开距离，以免被苏雨的鲜血打中。狮鹫通体洁白，不同的是拥有2个头，一为光明，一为盛宴。序列编号 No.63 双头狮鹫，来自帝都永劫魔窟的一个强大种族。每一只双头狮鹫的属性都不同，一旦成群结队，数量数千，那立马就是毁天灭地的魔力洗地。化形之后，由于2个头更像是连体人，并不好看，所以一般不会主动化形。再配合上柳轩的 S 级天赋虚实释放，能将属性能量浓缩成比指甲盖还小的能量球，在一瞬间爆散的恐怖力量，可谓是人形轰炸机。S 级学员一般都具备某种改变战场局势的战略潜力。比拼一开始，双头狮鹫的光明咆哮和盛宴肆虐从天而降，苏雨和艾莉亚的身影在这咆哮面前显得无比渺小。然而艾莉亚的血盾瞬间凝结，光明盛宴全数轰击在血盾之上，未能突破丝毫。柳轩瞳孔一凝，光明盛宴天生克制阴冷之力，对付吸血鬼可谓占尽天时，可为何艾莉亚的血盾能轻易阻挡？甚至隐隐间盛宴在被血盾覆盖，吞噬没用的虚实释放。柳轩发动天赋能力，光明盛宴倾泻的庞大能量犹如被一颗小型黑洞吸引束收，形成了一个能量密度极其吓人的恐怖能量球。只要柳轩心神一动，他就会瞬间炸开，将敌人焚为灰烬。这一招你拿什么来应对呢？作为柳家的嫡女，她并不认为魔灵大学其他 S 级学员就真的能和自己比肩。家族的背景、资源的差异，这些都是普通人不可逾越的鸿沟，并非他瞧不起人，只是自己的天赋配合家族从小教导，没理由输给那些资源远不如自己的人。苏雨依然风轻云淡：“原来如此，你的天赋很有趣。艾莉亚，结束吧。”放弃了吗？柳轩下意识地想着。可下一刻，危机意识大盛的柳轩脑海内在疯狂鸣笛，那是死亡的威胁。苏雨只认真了一瞬，柳轩就产生了无法战胜的死亡本能。这怎么可能？苏雨依然侧着身子，伸出右手。王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包括无生命的物体。你的虚势释放，听从王的命令，绽放吧。虚势能量球猛地朝柳轩高速疾驰，而柳轩身下的双头狮鹫似乎被什么力量控制了一般，难以遏制地撞向他自己凝聚的能量体。死亡的恐惧正铺天盖地而来。他怎么做到的？他能操控无生命的物体。柳轩为了避免被血针打来，才拉开距离，结果隔着老远还是被操纵了。白金色的能量球在他的眼前绽放出了光芒，恐怖的能量波动仿佛下一瞬就能瞬杀柳轩。柳轩被金光刺得紧闭双眼，这一切发生的太快，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刚才还觉得自己身为柳家的嫡女，别的 S 级学员在他面前都不够资格，结果他在苏雨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艾莉亚，虚势能量球终究没有炸开，停在了柳轩的面前。看来胜负已分了，柳同学。上官灵意外地看着场内的2人，他能想到苏雨会赢，但万万没想到差距竟然这么大。而且那真的是苏雨的天赋吗？苏雨的天赋不是依靠血来做媒介，而且只能影响控制部分宠兽吗？不对，那是艾莉亚的。苏雨是在用言辞和动作来迷惑别人，实际操纵的是艾莉亚。只是柳轩刚才拉开的距离足有上百米，吸血鬼的能力有这么强悍吗？艾莉亚虽然名声不小，可其神代序列的身份一直隐藏得很好，
整个学校也只有校长宁汉文及少数人知晓艾莉亚的底细。柳轩和双头狮就落在地上，神情黯然，其余几人面面相觑。喂，到底发生了什么？李旭，你看清楚了吗？李旭摇头，完全没看懂啊。苏雨的天赋到底是什么？安之水道，柳轩姐在柳家也是杰出的天才啊，甚至在你们不知道的一个内部测试中位列大夏潜力榜前50的新生，怎么输得这么干脆？陈萌萌想了想道，不是柳轩太弱，是苏雨太变态了。他的能力，如果你没有情报，就是被玩弄的料。众人纷纷点头。苏雨走到柳轩面前，轻声道：没事吧？柳轩还处于大脑宕机的状态，颇为失神，半晌才反应过来道：你的能力究竟是什么？苏雨把手指立于嘴前，这是个秘密，柳轩同学，我的能力一旦被揭晓，效果就不强了。苏雨在和艾莉亚摸索讨论战斗方式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致命诱惑和血之冠冕都有极强的初见杀效果，配合上艾莉亚的鲜血女王，能轻易扰乱对方对于苏雨能力的判断。刚才在柳轩用虚实术放的时候，艾莉亚将一些血液紧跟着融入虚实能量球中，从而达到操纵的效果。而双头狮鹫本身距离艾莉亚大约100米，也在鲜血女王的捕捉范围。苏雨故意用言语动作干扰对方的判断，全场之中除了上官灵，无人注意到这一切都是艾莉亚独立完成的。上官灵脑中浮现出一个大胆想法，随即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愕然。如果刚才的一切都是艾莉亚做到的，那艾莉亚的表现已经远远超越了吸血鬼的能力范畴，序列排名是绝对的。处于下位 No， 99的吸血鬼绝对无法支配处于上位 No。 63双头狮鹫，短暂的控制可以做到，但艾莉亚操纵血液的能力显然达到了支配级别，这是来自于更上位序列的压制。难道说上官灵摇摇头，怎么可能？他鼓掌道：不错的对决嘛，柳同学，你的力量也很出色，只是记住，面对苏雨这种天赋未知又极具威胁性的对手时，先要以获取情报为优先选项，而不是主动求战。然后又看向苏雨，至于你们俩，苏雨，你简直不像一个新生，你的战斗本能令人惊叹。苏雨眉头一挑，被上官灵观测到了吗？谬赞了老师。上官灵笑道：既然如此，小队的队长便是苏雨了。其他几人走来道：没意见。队长，太强了，真的不能透露一点点你的天赋吗？苏雨微笑着摇摇头，开玩笑，秘密都被你们知道的话，不就能研究怎么对付我了？柳轩也缓过神来，老师说的是。苏雨，谢谢你，手下留情。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苏雨确实强他太多，他甚至连自己怎么输掉的都不知道。苏雨，别在意，我们是战友吗？老师之前说的队长的好处是……上官灵失笑，还真现实。好处自然是以后每个月你都有额外的20分学分，而且预算赛和交流赛正赛团队战胜利后，队长都有额外奖励。啥？其他几人一听，立马后悔道：哇，老师你不早说，早知道我们也试试了。是啊，我们车轮战苏雨说不定也有机会啊。上官灵好笑道：行了，机会要自己把握。你们第1个月的学分估计也到账了，在学校里做什么都要花学分，包括吃饭。如果你们有富余的学分，你们可以去隔壁的后勤处。上官灵颇为神秘道：变强的途径不只是宠兽修炼和天赋事迹，还有出产于魔窟，用魔窟材料制成的魔窟武装。刚才苏雨反击柳轩的那个能量球，柳轩你身上应该有能抵御的魔窟武装吧？柳轩低眉点了点头，我想这对苏雨可能不公平，就没有带上。苏雨意外地看了他一眼，难怪，我说柳家这种御兽世家，怎么着也该有点超出我认知之外的宝物吧？小姑娘还挺讲武德。上官灵道：好了，魔窟武装后勤处的老师在这方面比我更专业，你们可以去咨询他。需要血食来喂养宠兽的，可以去学校食堂，那里有售卖魔窟异兽肉的佳肴。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大家抓紧时间修炼吧。由于时间紧迫，预选赛3天后就要开始了。众人点头，结伴离开。上官灵径直前往校长办公室，关于艾莉亚的猜测，他想从校长那里获得答案。斗技场外，李旭提议道：学分好像到账了，我们去后勤处看看吧。魏刚道：你有富余的学分吗？没听老师说的吃饭也要花学分？兄弟姐妹们，有没有知道食堂的异兽肉怎么卖的？安之水叹气摇头：你们男生真是粗心啊。昨天我去逛过，食堂的异兽肉按品级收费的，下位序列异兽肉，腰质精华，每公斤0.01学分，中位1学分，上位要10学分。好贵，1学分就是100万，下位序列的异兽肉也等于1万块啊。也就比市场价略低一点。
江心越蹙眉道：“宠兽每天食量有限，想进阶进度快一点的话，肯定要买上未序列的异兽肉，序列靠后的提升很小，我恐怕没有多余的学分去买魔窟武装了。”苏雨眯着眼，看看这就是凡人御兽师的烦恼啊！我就不需要，我只需要伺候好艾莉亚就行。最终只剩下苏雨和柳轩2人决定去看看，其余5人则选择去食堂。路上气氛有些沉闷，最终柳轩主动过来握着苏雨的手道：“苏雨，能告诉我吗？我究竟输在哪里了？我可以用学分来交换，我保证绝对不说出去。你可以让契约系宠兽给我下契约。”柳轩可以接受失败，可无法接受这样输得不明不白。大家都是 S 级学员，也都有 S 级天赋，自己的家庭背景近乎碾压苏雨，结果却是他被秒杀，这衬托的他像个弱智一样。还未等苏雨开口，艾莉亚先弹开了柳轩的手：“你想问可以直接问，不要打着这个借口随便碰本王的男人。”柳轩一愣，随即脸红：“我不是那个意思。”苏雨笑了笑：“好了，我的能力肯定不能告诉你，但刚才你在战斗中的确犯了个大错。你的施救攻击也好，你的天赋能力也好，都配合得很不错，但你忘了，你的施救咆哮先打到了艾莉亚的血盾上，而你的天赋虚实树放如同小型黑洞，引力极强，却也有缺陷。艾莉亚反向利用这一点，就将血液分解成肉眼不可见的状态融了进去。所以你懂了吧？”柳轩大吃一惊，原来是这样，并不是苏雨在命令无生命的物体，那只是他的伪装。难怪虚实树放会被操纵，苏雨其实已经隐晦地透露了一点自己的能力，这算是一份人情了，得还。柳轩点头感谢道：“谢谢你，作为补偿我送你一个鬼级魔窟武装吧。”苏雨困惑道：“鬼级？”柳轩笑了笑：“苏同学看来没接触过魔窟武装，让后勤处的老师给你讲讲，一起去吧。魔窟武装不用问，超出苏雨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肯定都贵得离谱，大小姐说送就送，御兽世家都这么毫无人性吗？”苏雨又看向艾莉亚，艾莉亚无奈道：“别看我也不懂，我用的都是您老头专门给我配的，上次在魔窟中全被毁了。”柳轩听到差点崴着脚：“您老头说的是校长吧？您汉文那可是触碰到圣域境，堪称活着的传奇，就连他父亲都得礼让3分。早就听说这位天才学姐是校长亲传，他们的关系不简单啊。”3人来到后勤处，柳轩蹦跶着来到后勤处的老师面前：“白叔叔，我来看你啦。”苏雨眼角一缩，大家族的交友就是广泛，连掌管后勤的老师都认识。众所周知，后勤是妥妥的肥差，干后勤的能是一般人。后勤处主任名叫白如悔，是一个白了头发的小老头，见到柳轩没好气道：“老柳欠我的东西呢，他打算抵赖了吗？自己不敢来，派女儿过来，是不是不打算还了？”柳轩陪笑说了几句软话，白如悔才消气。看到苏雨和艾莉亚后，白如悔的脸色变得很严肃，那枯井无波的眼神似乎荡起了涟漪，最终释然道：“小吸血鬼最终选择了你啊！”这话里有话啊，似乎认识艾莉亚的真实身份。苏雨抱拳道：“学生苏雨，见过白老师。”白如悔打量了一番苏雨，缓缓点头：“为了他你宁肯放弃价值上亿的 A 级天赋事迹，只要一只 D 级天赋事迹，看得出你是个不错的狱主。”艾莉亚脸色微红，站在苏雨身后。苏雨恍然，天赋事迹是后勤处负责配送，再加上白如悔对吸血鬼的理解，知道昨天的事再正常不过。说吧，今天你俩为何而来？柳轩拉着白如悔道：“白叔叔，我答应送给苏同学一件鬼级魔窟武装。”白如悔刚喝进喉咙里的茶水，差点把他呛住。可嗨，小祖宗啊，你真是宰卖也甜不心疼，一件鬼级武装，那得花你50学分呢。50学分，意味着在外面至少价值5000万。而且这东西并不流通，属于有价无市，实际价值恐怕更要远远超出。柳轩递过来一张紫金卡道：“白叔，里面有1个亿，算是我买的学校学分。玉林大学都是烧金窟，资金怎么都是不够用的，于是对富家子开放了购买学分的途径，平均200万才能买到1个学分，而且每月最多购买100分，利用差价学校才能维持收支。”白如悔无奈道：“行吧，小伙子，你对魔窟武装了解多少？”苏雨摇头：“不了解。”白如悔讲解道：“好吧，那老头子，我给你从头讲讲。所谓魔窟武装，就是我们人类在魔窟中击杀异兽、妖植、死灵等获取序列种族的身体部位制成的具备特殊力量的武装。这种特殊的武装威力强大，不逊色于宠兽，然而使用起来必有副作用，越强大的武装副作用也越大。魔窟武装从低到高分为兽级、鬼级、龙级、魔级和神级，低阶御兽师，也就是涅槃境以下只能使用兽级和鬼级，
中阶御兽师能用龙级和魔级，突破轮回的高阶御兽师才能使用神级武装。当然，学校也支持你去猎杀材料带回来，加工费只收你10学分。你若是愿意卖给后勤处，也会补贴给你相应学分。你也别觉得贵，鬼级武装的质量可是能硬抗导弹的材质。苏雨微微颔首，心里才觉得清晰不少。御兽师的战力构筑由自身境界、宠兽和魔窟武装3部分组成。柳轩出手极为阔绰，估计还有一丝拉拢的成分在。钱对他们这种大家族的人来说只是数字，对于有价值拉拢的朋友从不吝啬金钱。苏雨倒是不介意，这学分是真不够花，一个鬼级武装就要50学分。正当苏雨准备详细遴选下魔窟武装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一个穿着校服、身高1米9几、浑身沐浴着鲜血的男子走来，他左肩扛着火红的尖枪，右肩扛着一对巨型翅膀，翅膀呈3角翼面，似乎是一对翼龙翅，满脸是血的咧嘴笑道：白老师，先别急着下班，帮我看看这尖啸翼龙的龙翅能打造一件什么样的武装。哟，陌生的面孔，是今年的新生吗？白如回摆出一副看戏的面孔。苏雨，虽然很不巧，可你的第一个劲敌回来了。劲敌？他谁啊？大2的穆长威，蜕变进御兽师，小吸血鬼原本所在的血灵小队成员，也是追求小吸血鬼的 S 级学员之一哦。苏雨回头看向穆长威，两人对视一望，眼中似乎都充满了好奇。穆长威走上前对视道：哎，我还寻思着何时能见到你，去了一趟魔窟，回来后就听到你把我们的队长抢走了。他的森然之意毫无疑问是见惯了杀伐的人类。忽然苏雨观察到他眼光中的恶意，穆长威抬起右拳呼啸而至，苏雨向后一闪，刚烈的拳锋险些擦到苏雨的眼角。在这之前，艾莉亚脸色冰寒，沐浴在穆长威身上的龙血听从鲜血女王的呼唤，紧紧束缚着他的肩膀。哎，居然能躲开，已经到超凡境了吗？艾莉亚冷冷道。你要对本王的男人干什么？穆长威看见了苏雨身后的艾莉亚，有些痛心道：队长，不要说这么伤人的话嘛，只是现在的我不觉得会输给队长呢。刚宰掉奸笑翼龙的他桀骜尽显，丝毫没把苏雨看在眼里。苏雨拍了拍被溅到身上的血渍，轻笑道：我还以为回来的是什么狠角呢，原来只是一个靠着别人跌落境界而沾沾自喜的没品的废物。穆长威脸色一变：你说什么？苏雨轻瞥道：怎么，我有说错吗？穆长威冷笑一声：哼，像你这样自视甚高的新人我见过很多，大多进了魔窟就两腿发软，最后死在里面，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大放厥词？苏雨颇为自得道：就凭艾莉亚在我身边从未提起过你，可见你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小角色。刚才你的言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想在艾莉亚还没跌落境界的时候，你可不敢在她面前这般说话吧？似乎被踩到了痛点，又似乎唤起了惨痛的回忆，穆长威嘴角抽搐了一下。两人眼中的火药味渐浓，柳轩小声道：白叔叔，他就是血灵小队的血灵妻子之一吗？白如悔轻轻点头：血灵小队是全员 S 级学员的天才队伍，其他6人可都是被小吸血鬼活生生揍出来的天才，只是他们任何一人都没有得到小吸血鬼的青睐，甚至连接近都很困难。艾莉亚对他人感情极为淡薄冰冷，包括对这血灵小队也没有任何情感，能被特殊对待的唯有苏雨一人。只是他太过耀眼的容颜和强大的天赋，让追求者们哪怕明知道毫无机会，依旧想飞蛾扑火。原本大家都没机会，心里平衡得很，结果半路杀出来一个苏雨。穆长威在魔窟听说艾莉亚成为苏雨的宠兽后，气冲冲地跑了回来，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幕。柳轩拉住白如悔的胳膊道：白叔，这不是纯欺负人吗？苏雨同学才刚入学，怎么和已经修炼了1年的血灵妻子比啊？你赶紧拦下他们！白如悔抬手拦住了柳轩，示意他不要说话。小子，让我见识下神代序列的御兽师吧。穆长威威胁道：苏雨，离开艾莉亚，你若是个男人，就不要总躲在女人的后面，队长可不是你配染指的。苏雨非但没生气，搂住艾莉亚道：这也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吧。穆长威脸上青筋暴现，仿佛能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那个清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队长，居然如小鸟依人一般任苏雨肆意搂抱穆长威，气呼呼道：好，很好，小子来比一场吧。你要是赢了，我砍下的奸笑翼龙翅就归你了，否则你就乖乖离开，这里不欢迎弱者。未等苏雨开口，艾莉亚玩味道：你认真的？不是本王故意打击你，跟小家伙比起来，哪怕你境界领先且有2只宠兽，也必定会输。你完全比不上他，我比不上他。苏雨的挖苦固然令他气愤，但艾莉亚这句话真是在他的尊严上来回践踏。穆长威咬牙道：不可能，队长，我会向你证明他才是完全配不上你的人。你敢迎战吗？苏雨，我也不欺负你，
我不用魔苦武装，你有队长帮你，本就不算很吃亏。苏雨轻轻点头，好，如果我赢了，就再加上一条，以后你就别出现在艾莉亚的面前。行。柳轩很着急，苏雨一个新生，怎么跟入学1年的老生较量？境界带来的压制会极大程度削弱宠兽技能的效果。他求助似的看向白如悔，白如悔却道：打吧打吧，有老头子我在，别怕打烂旁边的建筑。白如悔一挥手，一道蓝色光幕扩散出去，仿佛轻微依附在了旁边的建筑上，看似薄弱却坚不可摧。两人却完全没有注意别人的言语。拉开距离后，艾莉亚轻声道：小心，他的天赋是 S 级天生神力，能让自己和宠兽爆发出3倍的力量，极为纯粹的力量型御兽师。穆长威召唤出自己的宠兽，一头浑身黑色鬃毛的独眼巨猿，一颗冲天藤蔓蔓延直上。异兽和妖质的组合吗？双方眼神对视了一瞬，穆长威一挥手，藤蔓于天空中编织出一道道藤蔓网络，独眼巨猿扒着藤蔓荡到了空中，从天而降，直冲苏雨。巨猿金刚碎地，独眼巨猿的双臂泛出金色光影，其威势如同一枚坠地的小型陨石。穆长威的战法极其娴熟，利用妖质增强机动性，利用自身天赋让异兽拥有强悍的攻击力。艾莉亚身后，血与骨铸就的竖琴弹奏出亡灵般的音符。死徒圣歌，穆长威肆意道：没用的队长，你的死徒圣歌无法支配境界高于自己的存在，只能影响，这也是他自信的根源。境界的压制会让原本绝对支配的能力下滑，否则他哪敢和艾莉亚交手。以前的艾莉亚用死徒圣歌和鲜血女王都能轻松秒杀他。亡灵的音符让独眼巨猿短暂失神，却没有被意识为死徒。眼看着独眼巨猿轰天裂地般的砸下，艾莉亚凝聚出上百血色长矛，齐刷刷散射而上。砰砰砰，血矛被重达万钧的巨猿臂生生冲碎，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力量。境界最纯粹的优势，妖质的藤蔓也在向苏雨的四周蔓延，绝不让他逃出独眼巨猿的轰杀范围。苏雨和艾莉亚对视一望，艾莉亚那如醉深渊的深紫色瞳孔中罕见出现了愤怒的情绪，她绝不容许有人胆敢在她的面前妄图击杀苏雨。巨猿砸落，艾莉亚无所畏惧，正面迎了上去。艾莉亚，苏雨和穆长威异口同声道：那巨猿之威足以粉碎一切，艾莉亚并非是力量系的宠兽，为何砰？一阵血雾四散，地面被砸出了一个深陷10米的大坑。艾莉亚为了接下巨猿一击，右臂被彻底打烂，血痕见骨。然而下一瞬，闪耀世界的赤红光点将一切痊愈。SSS 级天赋不灭，血族真祖不死不灭，能赋予一切存在以不灭特性。那原本被独眼巨猿击碎的上百血毛，同样被赋予了不灭特性，从四面八方扎向独眼巨猿。穆长威瞳孔紧缩，不好！藤蔓火速蔓延，企图来挽救。苏雨当此之时毫无犹豫，划开手心，将血液洒向了艾莉亚。艾莉亚将血液分解在了百毛之中，刺入巨猿。吼！藤蔓挡下了绝大部分的攻击，但依然有10余血毛刺入，巨大的痛苦让独眼巨猿哀嚎不止。饶是巨猿的强大万力，亦无法折断任何一根看起来脆弱的血毛。这是超越了境界压制的力量。SSS 级被定义为永恒级的力量，唯有神代序列方能拥有。穆长威难以置信地看向艾莉亚，那是什么能力？艾莉亚除了鲜血女王和死徒圣歌，怎么还有第3种力量？在他恍惚的那么一瞬，苏雨挡在了艾莉亚的面前，轻笑道：很遗憾，胜负已分了。穆长威愣过来，神冷冷道：哼，躲在艾莉亚身后的跳梁小丑，何谈胜负已分？苏雨轻笑了一声，侧着身抬起手，因为你的宠兽要换主人了，王的命令无可违背。苏雨打响响指，畜生们，给我宰了他！本准备嗤笑苏雨的穆长威忽然惊觉，独眼巨猿和青仙藤与他的精神力段开了连接。穆长威脑海中的宠兽契约忽然被蒙上了一层朦胧的云雾，他完全无法感知到独眼巨猿和青仙藤的状态，就好像他们成为了陌生的存在。穆长威瞪大了双眼，苏雨那命令的力量怎么可能对蜕变境的宠兽生效？境界的压制不是绝对的吗？原本以为被他轻松碾压的小丑，现在却以一种出乎预料的方式凌驾于他之上。独眼巨猿挥舞着粗壮的胳膊，凶狠地砸向穆长威。穆长威咬咬牙，将自身天赋赋予自己，同样挥拳迎去。砰！尘屑飞扬，清脆的骨裂声传出。青仙藤也听从着苏雨的命令，藤蔓和荆棘交叉纵横，将穆长威的身躯割裂出道道伤痕。他想不明白苏雨的天赋到底是什么。苏雨戏谑道：怎么，看你好像很不明白的样子，你的宠兽很好用吗？苏雨如法炮制，将穆长威的方法回敬给他。青仙藤生长出无数的藤蔓，将独眼巨猿弹射到天空中，巨猿从天而降，如陨石坠落，金刚裂地。
轰！穆长威呕出一大口血，饶是他的肉身被锤炼得极为强悍，可面对同境界的异兽和妖质的联手，依然很吃力。不可能！独眼、小青，你们听不见我的声音吗？苏雨冷哼道：“他们只会听从王的呼唤。这就是我的天赋，序列之王，全部序列之中的存在都将拜倒在我的脚下。”穆长威怒吼道：“你胡说！怎么可能存在这种天赋？”他认为苏雨在骗他，这是心理战术。可如果是骗他，又该怎样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苏雨的境界的确低于独眼巨猿和青仙藤，可血之冠冕、致命诱惑的力量与鲜血女王不同。苏雨并非在支配，而是用鲜血诱惑了他们，本就是他们自愿的行为，何谈对抗？只是这种诱惑的忠诚是有时限的。超凡境的苏雨血之冠冕的时限大概只有1分钟。苏雨站在高处俯瞰着他：“我胡说，你的宠兽不已经证明了一切？我才是序列之王，而你只是匍匐在王之下的垫脚石。如果我愿意，你的宠兽现在就可以自尽了。”苏雨抬起手，似乎随时就会挥下。穆长威气的手都在发抖。论实力，他随便打苏雨。即便是艾利亚这种强悍的存在，因为境界被压制，对抗起独眼巨猿和青仙藤都不得不掏出压箱底的底牌。纯粹是因为苏雨那未知的天赋令他投鼠忌器。他没有输，更不想认输，尤其不想在艾利亚的面前认输。可现实不容他犹豫。独眼和小青远比他的尊严更重要，我认输。你赢了。穆长威咬着牙承认这一切。实际上，苏雨血之冠冕对于宠兽的短暂控制也已经来到极限，只是穆长威并不知道，但凡他再坚持几秒，就有可能反败为胜。越阶战斗对于苏雨来说还有些太早，这还是穆长威不使用魔窟武装的前提下，通过天赋取巧和利用言语的心理攻势方才拿下。只是这一切都随着穆长威的认输而告终。苏雨解开了控制，穆长威收回了独眼巨猿和青仙藤，目光极为沉重。他叹了口气，将奸笑翼龙的龙翼扔给苏雨，愿赌服输。随后将红尖枪扛在肩上，有些落寞地离开。观战的柳轩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白叔叔赢了。苏雨他竟然赢了，那可是大二的血灵妻子啊！现在他才明白，苏雨在和他切磋的时候是多么留手。底牌进出的苏雨和艾利亚甚至能够越阶战胜一位血灵妻子。白如悔缓缓点头，很不错嘛，小伙子倒是让我见识到了一种很稀罕的天赋。苏雨感觉到白如悔仿佛看穿了一切，便道：雕虫小技，献丑了。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没有打赢，只是他自己放弃了。白如悔哥哥笑道：小家伙这么老气横秋的干什么？攻敌所必救。穆长威也是意识到接着打下去自己也许会赢，但他的宠兽不死也残，方才会认输的。放心吧，今天的事不会传出去的。他不是那种无聊的男人，只是小吸血鬼的魅力实在是，那些年轻气盛的小伙子谁又能不爱慕呢？有他在，以后来找你麻烦的人可是会络绎不绝的。苏雨牵起艾利亚的手：我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了，白老师，我们还是说回魔窟武装的事情吧。我该挑选什么样的魔窟武装？还有这奸笑翼龙的龙翼，能打造什么级别的武装？他今天来是为了挑装备来的。穆长威只是个意外，不过也给苏雨提了个醒。嫉妒他的情敌绝不止这一人，随着消息传到魔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找上门，得抓紧时间变强才行啊。白如悔带苏雨和柳轩来到后勤处的地下魔库，并说道：龙翼一般打造的都是飞行类武装，还挺稀有的，倒是适合你这种缺乏机动力的御兽师。奸笑翼龙序列编号是 No.255， 能打造成鬼级武装。你们的战斗方式是利用血来战斗，那最好的选择是能同体系的鬼武。说着，白如悔从魔库中抽出一个箱子，拿起来试试。苏雨打开箱子，浓郁的血腥味弥漫，里面是一柄血色长弓，弓上镌刻着晦涩难懂的符号。苏雨伸手拿起它的那一刻，脑海中涌入了讯息：魔窟武装，暮色长弓，等级鬼级，备注：用暮色血鹰的尖角打造而成，凌厉又迅捷的血色弓矢，贯穿速度超越10马赫，伤害不是它的强项，但能发挥特殊用途。能力极血，被贯穿的目标将会被打上暮色标记，成为移动血潮，随时被击血。副作用，他渴望着鲜血，当血液不足的时候会向主人索取。跟艾利亚很像啊。当然这话苏雨可不敢说出口。不过暮色长弓的副作用对我来说也许是最强之处，好东西就它了。白老师，艾利亚之前也用魔窟武装，可惜都损毁了，帮我的艾利亚再选上一件吧。我用这长弓和奸笑翼龙龙翼打造的魔窟武装就够了。
柳轩送他了一件鬼级武装，穆长威也赞助了一件龙翼，只需要付10学分的加工费，剩下的学分也给艾莉亚武装一下。白如悔摸了摸下巴的胡须，哦，可以是可以，可我不推荐你这么做。苏雨困惑道，啊，为何？白如悔道，原因很简单，魔窟武装是为了适应人类而研发出来的，我们人类虽然是序列弄999，天生没有魔力回路，也正因如此，我们的适应性和可塑性也最强。宠兽就不同了，它们魔力回路如同基因一般，若是使用魔窟武装，就像注入了另一种基因，将承担远比我们人类更剧烈的副作用。当初小吸血鬼用的那一套魔窟武装是校长珍藏的无副作用魔武，全校可只有那么一套。苏雨恍然，细细想来，还真没见过哪个御兽师的宠兽佩戴武装的。原来是这样，我们人族也有优点嘛，没有魔力回路，意味着上升空间巨大。白如悔亲自操刀，身为顶级魔将的他，将奸笑翼龙的龙翼加工成魔窟武装。那是一对漆黑呈三角翼面的龙翼，完全展开后宽约3米，上面流动着奇异的风系能量，隐隐间有龙啸之声回荡。苏雨拿起，他的信息涌入脑海：魔窟武装，奸笑龙翼，等级鬼级，备注：用奸笑翼龙的龙翼打造，具备风之加护的特殊飞行类武装，能力奸笑。龙的双翼能挥舞龙卷，奸笑翼龙挥舞的龙卷中带有属于龙的声波，能刺穿一定范围内的听觉。副作用：带上它飞行的时间越长，奸笑回荡在宿主耳边的声音也会越大，这是被杀死的翼龙的怨念。武装连接，漆黑龙翼振翅而起，挽着暮色长弓，方才有一种真正的御兽师之感，不再是只能躲在艾莉亚身后发力的男人，而是能像他一样厮杀于战场之中的战士。体验之后，苏雨收起了魔窟武装道：多谢白老师指点。白如回捋着胡须道：回去后好好练习。魔窟武装的威力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对抗魔窟仅次于宠兽的手段，那穆长威作为御兽师你还能抗衡，若是用上魔窟武装，你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手。苏雨点点头，和白如悔告辞后，苏雨和柳轩回了宿舍。柳轩笑道：苏同学再次感谢你，和你比起来我还差得远。苏雨和穆长威的一战才是全力以赴，对他手下留情太多。苏雨耸耸肩，人家送了一件鬼舞，最终苏雨只花了10个学分的加工费，就白的一套武装，自然相当客气。我也是取巧了，柳同学的能力比我更适合大规模作战。柳轩笑了笑，那以后就请队长多多指教。等等，队长，这是女生宿舍哎。苏雨拉着艾莉亚，不好意思，我还真住这儿。柳轩脸色一红，老师是怎么安排的吗？虽说单人独栋，可苏雨的别墅就在他隔壁。艾莉亚又这么漂亮，想都不用想他们晚上要发生什么。有点好奇，柳轩捂着脸跑进了自己的宿舍。苏雨奇怪地看了看，最终也没想通柳轩在想些什么。回到宿舍以后，苏雨和艾莉亚饱餐一顿后，坐在壁炉边。艾莉亚依旧躺在他的靠椅上翻书，他发现苏雨好像有些心事，便道：小家伙在想什么呢？苏雨坐在他旁边，今天为了打赢那个人，艾莉亚不得不用不灭去扛。我在想，我是不是太依赖艾莉亚了？仔细想想，如果没有艾莉亚，以我的天资似乎完全不够资格成为。话还未说完，便被艾莉亚的手指点住了嘴。她那如同宝石般瑰丽的瞳孔闪出亮色。本王不允许你有不自信的时候。苏雨摇头，不，我不是在说那个，我是想，当时你的胳膊是不是很疼？如果我不能变得更强，那未来的艾莉亚岂不是一直要这般以伤换伤？我是你的男人，从此以后不准你轻易用这招。艾莉亚的心砰砰跳动了几下。什么嘛，小家伙是在为他心疼吗？他勾起嘴角，也没有那么疼啊，吸血鬼的痛感比你们人类轻得多，这不是你全部的心事，对吗？苏雨见瞒不过便道：虽然我知道这么想不对，而且艾莉亚明明对别人都很冷淡，只对我好，可一想到还有比穆长威还强的天骄在追求你，就有些烦躁。艾莉亚笑盈盈道：都是些杂种罢了，小家伙，你是本王的骑士，可要负责把那些杂种通通打跑。另外，与其担心本王受伤，不如给我点鲜血，让本王养养伤啊。苏雨忽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等等，你看的是什么书？苏雨一把抓过来，脸色铁青。你特马艾莉亚，书上是不对的，我不喜欢。艾莉亚靠在苏雨身边，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妻子？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啊。什么都可以吗？当然了，你想要我变成什么样子的妻子，我都愿意听你的，因为男人也是要被宠爱的嘛。苏雨喉咙动了动，原来他想要的一切一直都唾手可得。实战系分院会议室，王月道：预选赛3天后开始，别人你们不用管，
他们不是我们实战系的对手。唯一要注意的只有一个人。会议室的屏幕上亮出了苏雨和艾利亚的分析报告。王月的实战系分院极强，这一届更是招到了3名 S 级学员，是魔都玉林大学中最具战力的分院。往年代表魔灵出战的也大多是他的学生队伍，除了去年被校长亲传的血灵小队碾压，这次和花英国的合作至关重要。王家族长委托他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打压苏雨的成长，像上次魔窟中捕获艾利亚的意外不允许再发生。再加上王洪熙被苏雨下了狠手，哪怕特招他和江颖入学，可终日消沉，岂能放过苏雨？ S 级学员李牧道：老师，团队战还好说，在个人战上，哪怕是我们3个面对上苏雨，恐怕都未必能稳操胜券。王月摇头：不，御兽师比拼的除了战力，更重要的是情报和象性。苏雨的天赋是很诡异，可一旦弄明白了他的天赋究竟是什么，就能找到破解之法。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艾利亚在过去1年出手多次，其能力分为2项：自由操纵鲜血的能力和利用亡灵音律入侵精神的死徒圣歌。那苏雨的能力呢？你们看，这是入学测试的录像，这是刚刚发生在斗技场中的录像。看完后有什么想法？想要打压苏雨，王月不方便亲自出手，那预选赛的个人战和团队战就是他的突破口。凡是战斗必会留下记录，所以大多御兽师不想公开自己的能力。除开和穆长威私下里比拼的那一场，已有的2场战斗被实战细分院的小队看了整整7遍。李牧道：很诡异，凡是被苏雨的血打中的宠兽都会失去理智，成为他忠诚的死士。可第2份录像中，苏雨没有依靠鲜血，却能命令无生命物体。王月当时毕竟不在现场，录像又没法用精神力观察，更不可能指望上官灵告诉他，这也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难道苏雨的天赋真就无死角吗？一位 S 级学员雷喝道：老师，有没有可能苏雨有2种天赋，一种针对宠兽，一种针对无生命的能量体？王月点头：有可能。可是洪熙说苏雨家境平平，不可能买到强大的天赋事迹，一般御兽师天生也只有1种天赋，姑且认为他变异了吧。按这个思路去想，你们在个人战中说不定胜算不小。李牧、雷赫和元朗3人抬头。王月笑道：不是有对抗血魔法类和精神类的魔窟武装吗？而且你们3人的象性对上苏雨还都不算差，和他保持距离至少100米以上，不要被他的血击中，就很有机会赢他。只要抹平了天赋情报上的差距，以你们家族的底蕴，总不至于输给苏雨吧？老师说的是。王月满意道：至于抽签，我会想办法的，这次算是我个人的请求，拜托大家了。是。艾利亚，其实这东西不用喝掉的。艾利亚撇了撇嘴，即便有味觉链接，依然觉得味道有点古怪。他微笑道：你满意就好，接下来该我了。苏雨连忙道：等等艾利亚，也许我们应该修炼一下。你晋升到蜕变境需要喝多少我的血？享乐固然美好，但一想到魔窟战士临近，马虎不得。艾利亚烟眉微蹙：3000升。上次一口气无限活化你的造血干细胞只是权宜之计，对你的身体并不好，也许我们需要另一种办法。苏雨道：什么办法？艾利亚道：在魔窟中，每一个魔城都会有一对神化境的城主和妖值，那神化境妖值会分泌生命灵液，只要1滴就能极大改善你的体质，让你的鲜血源源不断。听起来很强大，那么问题来了，在哪儿能买到呢？艾利亚道：宠兽协会有，只是价值昂贵，每1滴都要1个亿，而且每人限购10滴。卧槽，抢钱啊！不过想想也是，人类近100年才击杀过几颗神话境妖值，能有库存就不错了。我给你的金戒指里还有我的存款凭证，里面的存款刚好购买10滴，只不过以后还想要就得我们自己想办法了。苏雨心中一暖，点点头。艾利亚攒下的家底不少，却毫无保留的都交到苏雨手中。苏雨暗下决心，一定要守护好独属于自己的他。艾利亚，不只有你能为我拼命，我也一样。我想到了一个属于你和我的必杀技。苏雨在宠兽协会买到了10滴生命灵液，肉疼的心都在滴血。玉瓶之中闪耀着星芒的水珠，蕴含着无与伦比的生命之力。没有犹豫，一口饮下，涤荡杂质，排出污秽，前所未有的精力和血气充沛盈满，让艾利亚能够恢复吸血修炼。有了生命灵液改善体质的加持，艾利亚每天通过活化造血干细胞吸走30升的血，不会影响苏雨的健康。想要进阶到蜕变境，预计需要100天，除非苏雨能获得更多的生命灵液来增强气血，否则说什么艾利亚也不愿过度透支苏雨。往后3天，苏雨和自己的小队又合练了团队配合，熟悉2件鬼舞的能力。很快，9校联盟预选赛如期召开。根据规则，
苏雨和柳轩第一轮轮空，1天2赛，下午轮到他登场。只是这一次的预选赛与以往不同，选择了向全社会公开直播的方式。赛前，苏雨的爹妈还跟他通了电话：“喂，儿子，我们下午来看你比赛好吗？”“行，不过妈，跟爸说立刻取消在新东方的代言，那特么是人能代言的东西啊！诗人卧池。”苏雨好不容易在社会上打出来点名声，全被新东方厨师学院给截胡了，无法接受。电话那头传来了宁淑婷的笑声：“别啊，你爹他老兴奋了，人家可给了咱们家整整8位数呢。”苏雨犹豫了那么一下，还是摇摇头：“真不行，妈，你们缺钱跟我说，我这光补贴1个月就有1亿呢。而且这9校联盟大赛会向全社会直播，不能影响我的光辉形象啊。就算不为你儿子着想，也想想你儿媳啊，人家脸皮薄受不了这个。”苏雨毫不犹豫地搬出了艾莉亚，终于让爹妈同意。当了预售师，这钱真就不值钱了。放以前别说8位数 ，V 我50随便你。P 图上午，苏雨和柳轩围观了同组学员们的比赛。不得不说，哪怕不是 S 级学员，他们的天资同样出色。5人顺利战胜了对手，晋级到了下午。上官琳拿着抽签结果，一脸凝重地回来。李旭问道：“老师，怎么了？”上官琳把抽签结果递过来道：“运气一般，其他人我倒不担心。就是安之水和苏雨。小安，你面对的是实战细分院今年特招的 S 级学员李牧。苏雨，你的对手也是实战细分院的 S 级学员雷赫。据说雷赫是雷系预售师，擅长速度，象性来说似乎对你不利。雷系以速度和破坏力见长，如果速度快到能躲开鲜血的追击，苏雨的天赋将毫无用武之地，能在对战目常威时候占便宜，也是苏雨的象性太克制这种近战系预售师。”苏雨道：“放心吧，老师，我有对策。倒是安同学，若是不可为，不要勉强。他们实战系因为我的原因，也许……”苏雨早就和实战系的院长结下梁子，这次抽签难保没有他从中作梗。他也听说王洪熙和江颖被特招入学的消息，以后冲突不会少了。安之水紧握粉拳：“我会尽力一试。”很快，斗技场的屏幕上传来呼声：“第一场，李牧 vs 安之水，请双方选手上场。”被点到名的安之水凝重的上场。上官琳道：“你们好好看，我们团队战最大的对手就是实战细分院，而那个李牧据说是我们学校这一届最出色的新生，在大夏潜力榜上位列第3的人。苏雨，到时候他恐怕要交给你来对付。”观战台上的苏雨目光一凝，神情凝重。在一片观众的喧闹声中，预选赛中那些 S 级的天之骄子们登上赛场。预选赛用的是魔灵大学最顶级的斗技场，装修豪华，座椅间位置分散，仍能容纳上万观众。斗技场长宽也来到50.0800的规模，边缘有4只特殊的宠兽构成绝对防御结界，不让里面的对决波及到场外观众。预选赛没有9校联盟观看的人多，可依然人声鼎沸。现场座无虚席，网络直播各平台热度也迅速破亿。安之水尽量平复心情，走上斗技场。这3天内，他用光了全部学分购买尚未序列的异兽肉，才敢在预选赛之前提升到超凡境。他在内心告诉自己，尽力一搏吧，水。斗技场上，一位涅槃境的裁判道：“预选赛不限制魔窟武装，大家点到为止。”李牧和煦的点了点头：“安同学，请多指教。”安之水不敢大意：“李同学，请。”没有拖泥带水，对决迅速开始。安之水牢记上官琳的吩咐，在不确定对方能力的时候，先拉开距离试探情报。他的天赋 A 级灵眼恰好擅长这一点，能够从最细微的变化察觉对方的情绪、魔力的波动和构成。追风天马，待我翱翔。序列 No。 177的异兽拥有着洁白的绒毛和宽阔的双翼，其机动力和冲击力是他们一族的骄傲。李牧抬头望着那翱翔的天马，左手轻抬，安之水立马锁定了他的动作。灵眼，李牧的天赋在灵眼的锁定下展露无遗。怎么会这样？在意识到的一刻，为时已晚。他的能力早已展开。李牧的 S 级天赋界断交错，是一种特殊的战斗型天赋，从手指沿伸出无数不易察觉的锋利却又坚韧的细线，组成天罗地网，犹如一座鸟笼，将安之水的一切路线全部封锁。而他的宠兽，一只雄性的人形幻化而出，通体赤红，头顶双角。上官琳惊讶道：“来自火山魔窟 No 39的赤炎魔。”小安，快认输！象性顽克，界断交错的锋利细线限制了追风天马的机动力，一旦他想挣脱鸟笼，会被本就锋利的细线切割成碎肉。赤炎魔炽热的吐息穿过肺部，顺着细线的指引喷吐热浪。魔焰焚天，轰！
赤黑色的魔焰顺着细线一瞬间扩散至安之水的身侧，安之水自知不敌，连忙抬手。我认。他的话音还未说完，李牧静静地摇动手指，戒断交错的细线迅速合拢，连带裹挟着细线的魔焰轰。小安！上官灵意识到不妙，连忙叫停，身影飞出。现场和直播却已经陷入了狂热，普通人完全没有感觉到李牧的攻击有多么危险，多么恶意，只是在欢呼着新生代天才的出现。这才是 S 级学员的实力啊！我原以为早上的那些人已经够猛了，大夏潜力榜第3人，名不虚传啊！完全没看懂他的攻击方式就秒杀了，这就是 S 级的天赋吗？一个苏雨，一个李牧，今年的9校联盟战魔灵大学要逆袭了。喂，那个女孩是不是有点不妙啊？哼，那是活该，我们交这么高的税金是为了培养强大的御兽师，不是让一群酒囊饭带过家家的。上官灵和裁判冲入斗技场的魔焰中，将安之水救了出来。追风天马已然竭力护卫，可他不以防守见长，安之水全身大面积烧伤，呕出一大口血。小安，快去找治疗系的御兽师！当着无数人的面，上官灵不好发作。安之水被抬下来时，苏雨一行人挤了过来。老师，安之水他……水水，你怎么了啊？该死的，至于下这么重的手吗？苏雨道。老师，我来。艾莉亚轻轻颔首，赤红光点波动，安之水的烧伤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上官灵眼神猛地一缩，想起前2天去找校长时被交代的是短暂被赋予不灭特性就足以治愈安之水的烧伤。而李牧在掌声中下台时瞥了一眼苏雨这边。柳轩愤怒地质问道：李牧，大家都是同学，他已经认输了，你为什么还要下死手？李牧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让人火大，轻轻道：没听到而已。再说我已经相当留手了，只是没想到你们异兽系的人这么不经打，连我一招都接不住。相反，你应该感谢我，要是我刚才再用点力，说不定那小姑娘的宠兽就会被我宰了。柳轩心口起伏不定。你……李牧甩手道：起开，这里可是魔灵大学，不欢迎弱者。你们异兽系分院都是志同吗？有本事场上说话，而不是在下面耍嘴皮子功夫。柳轩银牙轻咬，恨不得当场动手，却被苏雨拉住。两人对视，李牧脑内的危机意识瞬间拉满，仿佛被一个猎人锁定了猎物一般，心神微动。果然是危险人物。异兽细分院除了此人不足为惧，连那柳轩也不是他的对手，唯有这个苏雨，异类中的异类。不过他李牧也不是吃素的。怎么，你们异兽细分院要以多欺少吗？苏雨看了一眼安之水，这个女孩不管做什么都很热情，学校里的事很多都是她帮忙打听的，这几天的团队合练中也多亏了她的照顾。自己小队的人受了伤，自然由自己这位队长讨回来。苏雨沉默了一会儿道：明天等着我挖掉你的髌骨。实战系分院的学生赶来，两队人泾渭分明。李牧冷冷道，口气不小，你还是想想怎么过雷鹤这关吧。雷鹤拍着李牧的后背道，老李干得不错嘛。呵呵，这就是吹上天的苏雨吧？我看也不怎么样啊。小子，下一场就是咱俩，上场吧。斗技场上的裁判也宣布道，第一场实战系李牧胜，下一场是这一轮唯一一对2位 S 级学员的对抗，来自实战系的雷鹤和来自异兽细分院的苏雨。一经宣布，观战席爆发出雷鸣般的呼声。苏雨的上一次公开亮相太过震撼，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他的表演。网络直播中的弹幕几乎溢出屏幕。苏雨轻瞥了一眼雷鹤，小声说了一句，那你就在病床上后悔当我的对手吧，杂种。雷鹤这个1.9米的大汉顿时脸上青筋暴现。哼，跟传闻的一样，校长啊。李牧提醒道，老雷还记得院长的吩咐吗？雷鹤点头，放心吧，会赢的，没有人能追得上我的雷电。我的象性应该是最好打苏雨的人。两人上场，裁判叹口气提醒道，你们不限制魔窟武装，但记得点到为止。然而两人眼中的血色似乎都没有听到后面那句话。这就是魔灵大学，只诞生强者的地方，亦没有人会阻止，因为他们宁愿学生在训练中残废，也不要轻易死在战场上。雷鹤开口道，你以为我跟入学测试那群废物一样吗？可惜啊，抽中我是你的不幸。苏雨，你才是挑战者。网上直播的弹幕一条条飘过，来了来了，艾莉亚青要登场了。雷鹤加油，干掉苏大厨，难棒。不过赔率居然真是雷鹤胜算高，相信问题吧。专家分析，艾莉亚和苏雨的能力可能不擅长应付速度系的御兽师。哇，连帝都御林大学和江河御兽大学的星辉导师都来观战了，这是来研究对手的吧？
今日的焦点站关注者极多，其他顶级预售大学的星辉导师也赶来观摩。老王，你们帝林也来了。老林，你们江河不也是吗？是来看苏雨的吧？林立颔首，那是自然，不过苏雨还真不一定能赢雷鹤。王静凝神一望，雷鹤怎么说也是大夏潜力榜排行43的年轻天才，苏雨的诡异天赋说不定能排进前10，可向性来说，似乎雷鹤更有优势。对于低精神力的预售师来说，速度有时候起着决定性作用，毕竟再强的力量如果打不到，那就毫无用处。相比起来，裴律更看好雷鹤一点。裁判挥手，开始。苏雨和雷鹤屏气凝神，听到声音的那一刹，瞬间启动。雷鹤身边唤出一只浑身缠绕着雷电的 No.105 雷鸟，呲呲呲的雷霆劈在地面之上，裂出一道道裂痕。雷鹤的天赋 S 级，雷光一闪，免疫雷霆之力的伤害，并且能借助雷电提升速度，超凡境的雷闪就已经能将速度提升到突破音障的程度。砰！一声破空之声响起，雷鹤化作一道雷霆，与雷鸟交相呼应，在斗技场上划出2道寂灭的雷弧，直奔苏雨。艾莉亚，艾莉亚身后血与骨凝聚的竖琴奏响亡灵的序曲，死徒圣歌。扩散的亡灵音符侵袭着雷鸟的精神。雷鹤早有准备，为了对抗这一招，他从家族之中拿来一件鬼级武装回声之鼓。棒！古典秘籍的回声尽可能的中和死徒圣歌的影响。超出雷鹤预料的是，鬼级武装的力量竟然无法完全消弭死徒圣歌的音律。雷鸟尽管没有被控制，可行动迟滞，几乎陷入思维混乱的地步。不愧是上一届的天才学姐，若是没有这件鬼级武装，真不敢想该怎么打。苏雨平静地观察着雷鹤的动作，他能拿出相应的鬼舞，并不出乎苏雨的意料。雷鹤化作雷光，即便以苏雨灵犀境的精神力，也只能捕捉到动作残影，从象性上来说，还真不是那么好打。雷霆一闪，雷鹤顺身而至，在轰击苏雨面门前，艾莉亚的鲜血女王发动。雷鹤手脚的鲜血仿佛被控制了一般，双膝忍不住的想打弯。这是艾莉亚控制血液的能力。艾莉亚居然能捕捉到在雷霆之中高速移动的自己，还好，她做了准备。另一件鬼武器鬼人偶能将自身伤害与人偶伤害互换。艾莉亚控制的鲜血一瞬间被替换成了人偶身上，从而让雷鹤勉强挣脱鲜血女王的束缚，但其鬼人偶副作用同样可怕，在效果结束后，人偶受到的伤害都会成倍返还回雷鹤的身上。为了击败苏雨，雷鹤已经无法顾及这些。苏雨，你完了！就要触碰到苏雨时，苏雨身后一对漆黑龙翼振翅而起，和艾莉亚一同飞至空中，躲过了雷鹤的致命突刺。同时，艾莉亚凝聚数十根血毛猛扎向雷鹤，雷鹤不敢与血毛正面对抗，凭借着速度优势躲过。雷鹤仰头看见苏雨和艾莉亚立于空中，目光凝重。飞行系的魔窟武装吗？你太小瞧我了，苏雨，我的雷光可不是你能躲避掉的。伴随着回声之鼓的鼓点唤起雷鸟的意识，雷鸟终于克服了死徒圣歌的影响，呼应着雷鹤的力量。雷鸟身上羽毛竖立，犹如利刃，在雷鹤雷光一闪的加持下密集轰炸。轰轰轰！雷雨覆顶，上千雷雨打出了比枪林弹雨还要骇人的雷霆攻势，众人纷纷为苏雨捏了一把汗。然而苏雨身后的漆黑双翼挥舞着龙卷，带着刺耳的尖笑声扫掉无数雷雨，无形的声浪化为音波袭向雷鹤。雷鹤猛地一闪，依然被声浪刺穿耳膜。那一瞬他险些失聪，还好自己躲得快。苏雨这件鬼舞质量极高，怕不是奸笑翼龙的龙翼打造。该死，这样打下去，他待会儿根本承受不住奇鬼人偶的反噬。雷鸟作为雷家嫡系，无论如何不能令家族蒙羞，输给苏雨一介平民，那将是他们一流御兽世家的耻辱。看着吧，臭要饭的乡巴佬，这是你一辈子学不会的东西。雷鸟和雷鹤化作雷光之弧，两道雷弧交织化作一道更刺眼的赤白色奔雷，其速度立刻打破音障，几乎一瞬之间冲天而起，合二为一。其速度过快，几乎超过了所有人的反应。雷虎碗若一柄雷枪，是要贯穿苏雨。完了，几位星辉导师做出了判断，速度太快了。雷鹤身上带着能减弱艾莉亚力量的魔窟武装，以苏雨的能力根本无法躲过这一道雷枪的贯穿。砰！赤白奔雷炸出一阵血雾，雷鹤的雷弧成功贯穿了苏雨。现场的观众纷纷瞪大了双眼。难道苏雨他凌厉目光锐利道：是啊，雷鹤完了。真没想到艾莉亚居然对鲜血的掌控熟练到了这种地步。苏雨的判断太缜密了，他简直不像一个新生，他们两人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雷鹤还沉浸在贯穿苏雨的喜悦中，甚至一瞬间以为自己赢定了。可是当他看着地上那一滩鲜血，再度抬头的时候，却看见了诡异的一幕。苏雨和艾莉亚依然在高空中俯瞰着自己，
怎么可能？他明明击碎了苏雨，苏雨明明死在他手上了。忽然，他手中奇鬼人偶的效果结束，反噬，并没有来。难道说？雷赫后知后觉，方才意识到刚才的一切似乎都处于苏雨的掌控之中。艾莉亚并没有通过鲜血女王控制她的血液造成伤害，仅仅是最开始控制了一下，之后只是略微改变了雷赫眼部血液的流动，令其视觉判断出现极小的偏差。可正是这微小的偏差，最终葬送了一切。那一滩鲜血本就存在，雷赫身在局中，不知其意。可观赛的所有人都看到，艾莉亚用鲜血捏造了一个外形很像苏雨的假人，然后雷赫火力全开，底牌尽出，径直地冲向了假人，击碎了本就一滩的鲜血。苏雨手中一柄血色长弓缓缓浮现。你刚才杂技表演的不错啊，你家是开马戏团的吗？雷赫肺都要气炸了，合着他刚刚声威如龙的表演，在所有人眼里就像一个活生生的滑稽的小丑。观众席上的笑声议论声也紧跟着此起彼伏。噗，我还以为是强对话，原来是下饭表演，可惜饭点过了，不然我能炫3碗。这就是实战系的 S 级学员吗？新东方需要你这样的人才。雷赫后牙槽都要咬断了。雷光一闪，苏雨挽起长弓轻蔑道：很遗憾，速度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专长。雷弧电光闪烁，可自始至终掌握着主动权的却是苏雨。漆黑的羽翼，血色的长弓，犹如黑夜的使者，遮住了雷赫眼前一切的光明，让他忽然间看不到获胜的希望。不可能的，我的速度，我的雷光，苏雨不可能追得上。只要他打不中我，我就不可能输。雷光一闪，雷弧再度交织，苏雨手中的木色长弓凝聚出一柄血气迎天的猩红剑矢，剑羽上张开了黑红光耀，在血与液的交错下，一道红芒锁定了雷赫和雷鸟。雷赫颅内危机大胜，这剑矢不能硬接，本能驱使着雷赫与雷鸟闪转腾挪，躲避锁定。苏雨嘴角翘起，没用的。嗖，一道血芒划破长空，如撕裂空间的伤口，以无法分辨的速度贯穿了雷鸟的脊骨。雷鸟发出痛苦的哀嚎，超越10马赫的箭矢速度，已然10倍于刚刚突破阴障的雷赫与雷鸟。雷赫这才意识到，速度已经不再是他专属的领域。苏雨的剑更快，雷鸟身下滴落着淡蓝色的血液，他被木色箭矢贯穿，留下2个剑孔。雷赫猛地回头，发现没有致命伤，方才松一口气。该死的苏雨，这鬼舞强化了速度，却弱化了攻击吗？哼，你这破弓看起来还怪吓人的，可惜啊，力量太弱了。苏雨，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本事，你还是乖乖的认输吧。雷赫再度化作雷弧，杀向苏雨。观战的人议论道：这弓箭没有伤害，隔着刮痧呢，速度这么快，还是贯穿伤，结果只是流了些血吗？苏师傅，别刮了。可观赛席的一众外校的星辉导师们却面色凝重，王静感慨道：天才啊，居然反向利用了鬼舞的副作用。林立瑞评道：跟我们推测的差不多，苏雨是依靠自己的血作为媒介引动力量的，这一招很难防啊，他跟吸血鬼的相性居然这么好。雷赫本以为苏雨的攻势雷声大雨点小，在他准备再度发起攻击时，扑哧，雷赫的胸膛被一只利爪从身后贯穿，他不可思议的回头，出手的竟然是雷鸟。全场死寂，不明真相的观众，直播间的所有人都在疯狂的打问号。苏雨在天空中伸出右手打响响指，听从王的命令，是主吧，畜生！噗呲，雷鸟的10根利爪全部刺穿雷赫的胸膛，骨裂，鲜血狂涌。这滋味不错吧，雷赫？你引以为傲的速度，引以为傲的雷系宠兽，被自己的宠兽打穿的感觉如何啊？雷赫的眼中充满着困惑与彷徨。究竟是什么时候，苏雨的血完全没打中他和雷鸟啊？难道说刚才的血剑后知后觉，可惜为时已晚，胜负已分。裁判立马挥手道：治疗系预授师快进场。学生重伤。观战的实战细分院院长王月盛怒无比，立马飞入场中质问道：苏雨，你这是违反规定，学生切磋为何要下死手？苏雨两手一摊：王老师，你这可错怪我了。裁判，你仔细检查下，我刻意避开了要害，只不过是让雷同学吃点苦头罢了。相反，你们应该感谢我，我下手一直很有分寸的。王月一时语滞。裁判检查后点头道：王院长，您放心，苏同学确实避开了要害，但你们快拉下去输血，不能拖太长时间。还未等王月进一步发作，观赛的观众先不干了。这实战系是不是输不起啊？刚才艺术系的小姑娘被打伤了，人家院长也没跳出来啊。还真是，这么说人家苏雨才真的有风度，这都没下死手。就是，
换我兄弟挨揍了，我肯定拼命揍回去。苏雨还有克制，已经很难得了。不过这到底是为何啊？我怎么没看懂？王月脸色无比难看，被无数人指指点点，极为尴尬。观赛台上负责讲解的导师赶紧开口就场道：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相信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苏雨同学又发挥了他命令的能力。也许大家有疑惑，但是御兽师们应该都注意到了，是苏雨的血剑，他将自己的血打进了雷鸟体内，完成了控制。呀，苏雨同学的天赋能力本就难以提防，这下更加棘手了啊！甚至艾莉亚都不需要出太大力就能轻松解决，跟赛前的赔率可谓是天壤之别啊！讲解导师的救场才让王月悄悄离去，不然他这院长亲自下场的行为恐怕要面临更多指责。尽管现场能体面收场，全网直播却让事件在网上发酵，微博热搜瞬间挂上了他的大名。王月破防，可月，这很严重。关于苏雨的天赋能力，人们愈发的感兴趣，也诞生了越来越多的猜测。比较受广泛认可的说法是，苏雨的血液具备侵入宠兽精神的力量，相当恐怖的 S 级天赋，只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控制的力度与范围。随着话题持续发酵，在苏雨刚和雷赫战斗结束没多久，大夏潜力榜更新。大夏潜力榜第9，苏雨。走下斗技场时，柳轩、李旭等人跑来道：队长，干得漂亮。水水，你看队长帮你报仇了。实战系的人这么没素质，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安之水被艾莉亚的不灭特性疗愈，在短暂昏厥后已经能行走，他轻声道：苏雨，谢谢你。苏雨微笑道：都是我这个队长该做的。谈话间，一旁实战系分院的人忙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仿佛情景再现，只不过这次调换了立场。李牧冷眼看过来，死死盯着苏雨。苏雨淡然道：别这么看着我，用你的话说，你应该感谢我没有废了雷赫才对。安心等着明天我挖掉你的髌骨吧。李牧攥紧了拳头。苏雨，你等着，谁挖掉谁的髌骨还不一定。明天我会用实力告诉你，你和你的一切骄傲在我们李家面前都不值一提。尽管还没有抽签，但似乎谁都知道，一向只占便宜不吃亏的实战系不会咽下这口气。今年特招的最优秀的 S 级学员李牧和一入校就和艾莉亚绑定的风云人物苏雨间的战斗不可避免。李牧转身离去，路过王月时低声道：老师放心，家里传来消息，已经给我准备好了第2只宠兽。王月眼前一亮，方才的愤怒顿时烟消云散。李牧和苏雨都是灵犀境的精神力，具备契约第2只宠兽的资格，但不同的是，苏雨一介白身，想等到合适的宠兽并不容易，而李牧背后的李家则是大夏的擎天一柱，短时间内就能为他找到合适的宠兽，那胜利便显而易见。2打1，优势在我。上官灵来到7人之中道：柳轩马上到你上场了，赶紧去准备吧。苏雨，你跟我来。其余6人返回休息室，苏雨则跟着上官灵离开斗技场，来到办公楼的一间办公室。上官灵在门前轻声道：苏雨，先恭喜你，战胜雷赫后已被列入大夏潜力榜的官方榜单之中。你可能不太了解，可凡是被列入潜力榜的学生都会成为大夏官方的培养对象，里面就是大夏9位的人特地来见你。大夏9位驻守大夏境内9大魔窟的部队，每一座魔窟对应1支部队。魔都之下灾厄魔窟中驻守的部队名叫龙鹰卫，驻地红石城，作为灾厄魔窟中对抗万族的前线。苏雨疑惑道：见我？上官灵道：他们例行公事，别担心，对你来说肯定是好事，待会儿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用太拘谨。苏雨点点头。2人一进去，苏雨看见一男一女，男人国字脸，身形魁梧，脸上有刀疤，女人瓜子脸1.7米左右，面容姣好。苏雨一见这2人便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和穆长威一样，那是见惯了杀伐的眼神国字脸男人起来道：你好苏雨，我是龙鹰卫少校秦泽，我们观摩了你的精彩战斗，有些事来找你谈谈。来，请坐。秦泽拿出一份文件，他身边的秘书负责记录。苏雨，年龄20，今年才成为御兽师，觉醒仪式中未觉醒天赋，疑似后天觉醒 S 级天赋，宠兽名为艾莉亚彩佩西，疑似序列弄99的吸血鬼，前血灵小队队长。关于你的报告有很多不详细的地方，按照规定，所有登上大夏潜力榜的新人都是大夏重点培养的对象，但在此之前，我们希望能有一份详细的情报，当然这主要看你个人的意愿。苏雨摇摇头：抱歉，我暂时不想透露自己的能力。秦泽笑了笑：呵呵，我懂，御兽师向来如此，只是例行公事，对于愿意相信我们的新人，我们会直接邀请他加入大夏9位，同时接受御兽大学和军方双方的培养，不考虑吗？苏雨依然摇头。在外人眼里，艾莉亚属于吸血鬼这一上位序列，而非神代序列。
这个秘密事关重大，苏雨绝不会透露一点。秦泽稍显遗憾道：我理解，先不谈这个。秦泽身子向前，作为龙鹰卫的人，我们向你发出邀请。你应该知道，预授大学就是预备役，你们有义务参战，但也有权利选择要加入的战场。大家都是魔都人，我们龙鹰卫也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怎么样？有条件你可以提。苏雨陷入了沉思。按照上官灵的说法，在9校联盟交流赛后，就会决定参战魔窟的先后顺序。那时任何御兽师都不得不进入魔窟参战，这是享受着全社会超高待遇所必然要承担的责任。选择战场，一般人都会选能守卫自家的魔窟。苏雨点头。秦少校，我愿意加入龙鹰卫的战斗序列，但我有2个条件。秦泽眸子一亮。你说。苏雨苦笑道。一个是我的待遇，你知道的，御兽师都是无底洞，我背后没有御兽世家，资源紧张得很啊。我之后还会参加9校联盟交流赛，到时候肯定还有别的9位来找我，我希望我的待遇至少别比其他家低。秦泽嘴角一抽，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但他能理解，强大的御兽师哪个不是海量的资源喂出来的，我答应。苏雨继续道。好，第2个就简单了，我希望能保护好我的家人。秦泽道。那是自然，只要你加入龙鹰卫，你的亲属会搬进我们龙鹰卫家属附属院，有专人巡逻警戒。苏雨点头。好，那我同意加入。另外，秦少校，我想先预知一些生命灵液。按现在的进度，艾莉亚晋升蜕变境还需要97天，苏雨需要大量的生命灵液来改善体质，提升气血。秦泽有些为难。生命灵液，那东西很稀有，就算是我们龙鹰卫的库存也不多。一般大夏潜力榜前10的御兽师进入大夏9位，每月才会分配1滴生命灵液，其他的都要用战功来换。苏雨直接开口，我要预知至少10滴，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40滴。秦泽下意识脱口道。什么？苏雨还真不客气，直接狮子大开口啊，这是40滴，那就是40亿。尽管这个价格是大夏预售物资补贴法案抬起来的，但实际价值也极高啊。苏雨才不会放过这个狗大户，目前别的地方买不到生命灵液，也就前线拥有的最多。苏雨服下10滴灵液，需要100天才能让艾莉亚进阶。若是能再服下40滴，只需要20天不到，就能赶在进入魔窟前晋升到蜕变境。唯有实力，才是在魔窟战争中活下来的底气。秦泽有些头大，谨慎道：这也太多了，我需要跟上面请示一下。他不敢把话说太死，万一别的大夏9位真愿意给呢？苏雨知道，想要拿到好处，就要证明自己的价值。秦少校，我很需要这件东西。这样吧，明天的预选赛如果不出意外，我大概会跟你们潜力榜上排行第3的李牧抽到一起。如果我能赢，你帮我申请40滴如何？只要有这40滴生命灵液，我有把握拿下9校联盟交流赛大1的桂冠。秦泽瞳孔紧缩，如果是9校联盟第1，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好，我答应。秦泽起身伸出手，期待你的表现。苏雨伸手紧握。龙鹰卫的人走后，上官灵笑道：你还真敢夸下海口啊，哪怕你有艾莉亚，可这届新生真的不一般。苏雨无奈耸肩，老师，我没有御兽世家撑腰，资源也就这么多，只能争了。上官灵颔首，这正是我叫你来的第2件事。这届预选赛是实战系主持，明天的抽签结果其实已经出来了，你的对手就是李牧。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李牧的情报，以及他背后的李家。苏雨接过上官灵递过来的资料。上官灵道：夏族御兽已有100年历史，其中诞生了一些强大的御兽师，他们凭借自身掌握的力量和知识，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御兽世家可按御兽师的力量划分为1流、2流、3流世家，单是3流世家的家主就需要轮回境的实力。中阶御兽师3境：涅槃、转轮、轮回。唯有轮回境的御兽师所在的家族才有资格称之为世家。上官灵继续道：在众多家族中，有9个家族脱颖而出，我们称之为支柱家族，他们是大夏的支柱，与御兽大学、大夏9位共同组成了对抗魔窟的主要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对抗魔窟的力量是整个大夏的方针，也造就了一些家族的问题。李家就是9支柱家族之一，而这位李牧则是这一届特招入学的最优秀的 S 级学员，仅次于帝陵大学的空幻渊和江河大学的石少龙。根据我的推测，他想要稳赢你的话，毫无疑问他的家族会给他准备第2只宠兽，以及能对抗艾莉亚能力的魔窟武装。这一届的大夏潜力榜前10几乎大半都是来自支柱家族的子弟，其天赋实力或许远比上一届要优秀得多。上官灵看了一眼艾莉亚，若说苏雨有什么绝对赢过李牧的地方，那除了他那奇特的天赋能力，就只有艾莉亚。艾莉亚漫不关心地玩着苏雨的手，看不出一丁点的紧张。
苏雨浏览了一番李牧的情报，结合上安之水用灵眼观察到的东西，大致理解了李牧戒断交错的天赋能力。这是一种控制和攻击性天赋，利用细线本身的锋利来达到攻击和限制对方移动的效果。说起来，穆长威那种近战系的天赋面对苏雨很不讨好，但若是换他来面对李牧就简单的多了，一力破10会，这种细线拦不住简单粗暴的力量。在外人看来，李牧的相性似乎很克制苏雨。上官灵道，怎么样，对付他有信心吗？苏雨微微颔首，我更期待秦少校能不能把我的40滴生命灵液给带回来了。上官灵先是一愣，旋即失笑，能把苏雨挖进异兽系，兴许是他今年最正确的决定。好，那我就等着你的表现了。苏雨离开办公楼，往返斗技场，一来看看队员们今天的赛果，二来他爸妈带着妹妹来观赛了，结束后去接一下。路上，艾莉亚见苏雨有些沉默，便问道：小家伙在想什么呢？是在想明天的比赛吗？苏雨轻轻摇头。艾莉亚的能力，苏雨了解的越深，越明白神代序列的存在有多么强大，也越发确认了一件事：艾莉亚，当初袭击你的人是想要活捉你，对吗？艾莉亚轻轻颔首。怎么，小家伙，你有什么线索了吗？苏雨隐隐有了猜测，可还缺乏一些证据。刚才导师的话给了我启发，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还需要印证。艾莉亚抿了抿嘴，这件事苏雨一直记在心里吗？被袭击差点陷入死眠，是艾莉亚和苏雨的开始，也是笼罩在他心头的阴云。如今他不需要独自承担这一切，而是有人和他并肩战斗，生死相依。艾莉亚如释重负，在苏雨脸上轻轻啄了一口。本王想不明白的事，就交给你去想了。嗨，一阵熟悉的咳嗽声传来，苏雨看见一个背影站在身前，认出来后旋即眉头一皱。不是说好了，你输了后禁止出现在艾莉亚面前吗？那背影赫然是大2的穆长威。他发现了一些事情，想来报信，恰巧碰到了刚才的那一幕，有种心痛的无法呼吸的感觉，但他不能表现出来。穆长威厚着脸皮冷冷道：所以我这不是背对着你们，并没有面对面，也不算违背诺言。苏雨，我靠，这也行？不是，你们能不能有点尊严？穆长威脸上有些挂不住，赶紧转移话题道：哼，我不是来跟你扯淡的，我是真有要事。诺，拿着这个。他往后抛了一枚小圆牌。就算队长选择了你，那也曾经是我们的队长，尽管不愿意承认。3天前我们交手后，我去酒吧买醉，有人趁我喝醉时想跟我买关于队长的情报，我听他口音很奇怪，就随口糊弄了一番，之后想跟着他看看情况，却发现跟丢了。于是我返回魔窟，我们小队有一人的天赋能回溯一片地区之中尘封的记忆，我们找到队长遇袭的地方，那里的痕迹都被清理干净了，但在记忆回溯中，我们发现有一个人身上掉落了一个小玩意，作为礼物送给你了。既然队长选择了你，就别让他再被袭击了。苏雨看了看穆长威丢来的小圆牌，那是一个族徽，一柄妖刀斩断了鸟语的图案，爱戴族徽的也只有花英国的人。仿佛一片迷雾的阴谋照进了一丝光亮，一些猜测渐渐有了印证。苏雨道：行，我不欠你人情，你的宠兽只是被我的鲜血魅惑屏蔽了精神，短暂的追逐本能才听从我的命令，并非是背叛了你，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穆长威长舒一口气，仿佛解开了一个心结。明天还有9校联盟可别输了，队长可从来没有输过。另外，我才没有放在心上。他迈步离去，仿佛脚步都变得轻盈了许多。艾莉亚眉梢微动，右上嘴瓣轻轻翘起，一脸嫌弃。男人都这么嘴硬吗？苏雨轻笑一声，他是特地来寻求这个答案的吧？御兽师和宠兽之间的感情大于一切，若心中有隔阂，何谈当一位御兽师？苏雨和艾莉亚来到斗技场的休息室，此时柳轩他们已经结束了各自的战斗。兄弟姐妹们，结果如何啊？柳轩微笑道：16强出来了，咱们小队进了4个人，你我、江心月和陈萌萌。苏雨回头道：哇，李旭、魏刚，你们2位男同胞怎么这么不给力啊？李旭、魏刚带着伤，有些无奈。柳轩道：队长，他们俩的对手很强，还刚好都是象性被克制。苏雨脸色一沉，又是王月搞的鬼吗？几人也有同感，今天抽签被针对的厉害，多半是因为主持抽签的实战细分院院长王月。明天我的抽签结果已经出来了，是今天和小安对战的李牧。其余6人抬头瞳孔一凝，这种针对已经是明目张胆了。苏雨见众人脸色严肃，轻声道：无妨，让他们来，明天我会把他一切的自信给击溃，连带着让他们在团队战中也不敢直视我们，一劳永逸地干掉实战系的骄傲。穆长威的来访让苏雨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能力会让宠兽和御兽师之间产生信任裂痕，
这对御兽师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李旭捂住受伤的腿站起来道：我相信你队长，可你能不能治疗下我受伤的腿啊？苏雨摆摆手，去，我的艾莉亚可不会给其他男人疗伤，你自己去找治疗系的御兽师去。李旭悲催道。哇，说好的队友情呢？苏雨严肃道。小李啊，我不得不批评你几句，就这么点小伤还嘟嘟囔囔的，真丢我们男同胞的脸啊！你看人家魏刚都不吭声。李旭看向魏刚，魏刚拍拍他的肩安慰道：老李啊，因为我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扑哧柳轩，安知水几人忍俊不禁。苏雨的话让大伙信心提振了不少。本身大一的个人战名额几乎都是 S 级学员，学校抽签一般也会考虑规避一下。斗技场上，随着最后一场的结束，现场进入了抽签环节。苏雨看着休息室内的屏幕，尽管已经知晓了对手是谁，姑且听一下外界的声音。屏幕内，今天的预选赛前2轮已经结束，明天会决逐出8位学生代表魔都玉林大学参加9校联盟交流赛大一赛段。让我们看看抽签结果。明天第一场是苏雨 vs 李牧，现场一片哗然，网站的弹幕也不停划过。我去，我还寻思着魔灵大学是不是要内部抽签规避一下，这直接硬碰硬了。最公平的一击，潜力榜第3对潜力榜第9，还好我抢了明天的票。谁会赢？有没有御兽师大佬分析下？现场导播室中的主持人道。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宠兽协会的专家涅槃禁欲兽师陆允先生。陆允先生，你怎么看这一组对决？陆允自信道。或许许多人以为这是一场龙争虎斗，但我认为明天李牧将轻松拿下苏雨。弹幕一片片刷过，放 NM 苏雨会8强16强，轻松。虽然李牧是潜力榜第3的天才学员，可艾莉亚还是去年最强呢。马德，虽然苏雨夺妻之仇不能原谅，但艾莉亚学姐是不可能输的。陆云扫过一眼弹幕，分析道：你们不要云御兽，御兽师的对决讲究境界、序列和相信。李牧和苏雨的境界相同，2人都拥有上位序列的宠兽，那胜负的关键就在相信。很明显，根据这几次出场记录来看，苏雨的能力需要以鲜血为媒介，需要一定的拉扯空间，而李牧的能力恰恰就是克制这一点的控场能力，在相信上李牧优势过于明显。而且李牧出身名门，难保他不会有第2只宠兽，你们说优势在谁？艾莉亚再强那也是去年，更别说还跌落了境界。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别拿以前当永远。陆允一通分析颇有说服力。艾莉亚去年虽然名头很大，但有录像的出场记录极少，情报严重不足，人们对于艾莉亚的认知更多停留在天才校花的外貌协会上。合理的，一针见血的。赔率开出来了，还真是。李牧赔率只有1.4，苏雨直奔4.7去了。2大潜力榜的天才的对决，再加上御兽师专家的点评，直接引发了新一轮讨论狂潮。导播室内，结束导播的主持人轻声道：老陆啊，李牧的优势真这么大吗？我想着一会儿要不要去买点试试。2人是朋友，关掉直播后自然闲谈一会儿。陆允嫌弃道：老铁，你怎么也跟着云？依我看，2人也就是5-5开。我那是故意带节奏拉高赔率的，要买当然得买苏雨啊，记得帮我买点，我们协会查的严。主持人嘴巴张大，不愧是专家。另一侧的休息室，被治疗系御兽师治疗好的雷赫躺在病床上，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李牧和其余几人来到他的旁边。雷子，明天我会替你报仇的。李牧低声道。雷赫眼中充满了恐惧，那是对苏雨的恐惧，那是对今后御兽师之路的恐惧。雷鸟刺穿的是自己的身体，他已经不敢再召唤出雷鸟了。尽管知道那是受了苏雨能力的影响，可一想到自己无条件信任并肩作战的伙伴捅了自己一刀，那份信任和安全感似乎荡然无存。这种隐性的伤害几乎击溃了一名御兽师的一切。雷赫颤抖道：李，你一定要赢啊，记得小心艾莉亚，艾莉亚能控制人体内的鲜血，7鬼人偶不足以抵御她。雷赫近乎哀求地看向李牧，李牧握住他的手，相信我兄弟，会赢的。为了对付这只吸血鬼，李牧今晚就会契约第2只上位序列的宠兽，还会有一件对抗吸血鬼的特殊鬼舞送达。他要打败苏雨，为了重振挚友的精神，也为了老师的请求。尽管他不太清楚王月和苏雨之间的恩怨。魔都某处地下室，石川秀次生气道：八嘎，王先生，你们承诺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到？艾莉亚和苏雨获得的关注越来越多，要是一路拿到你们所谓的潜力榜第1，被大夏9位和魔都总督保护起来怎么办？我现在非常怀疑你们王家的诚意。王月有些焦头烂额，他刻意打压苏雨，就是为了尽可能在苏雨下魔窟前削弱他的影响力和实力。在魔都的地面上，他和花英国人还真不敢对一位大夏的御兽师下手。没想到
雷赫不仅没拦下苏雨，还让苏雨给撵了。王悦郑重道：“石川先生，请您相信我们的诚意。明天我已经安排李牧出战，一定会阻拦苏雨参加9校联盟交流赛。而且不管谁保护苏雨，他也必然会参加魔窟的战争。大夏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这里是最勇敢的人上战场。”石川秀次愁容渐消：“好吧，我再相信你一次，希望我们的初次合作能继续下去。我保证，以后这样的合作会源源不断。”王悦微笑道：“那我就拭目以待了。”苏雨几人看完了抽签，离开休息室。柳轩陪着伤员去找治疗系的御兽师，苏雨则去接前来观赛的家人。大致等待了半小时，苏启帆和宁淑婷以及苏雨的妹妹苏婉容才从斗技场的人山人海中挤了出来。苏婉容看见苏雨，蹦跶着跳了过来，一把跳进苏雨怀里：“哥你好厉害啊，那个人完全不是哥你的对手啊！”一旁戴着鸭舌帽不想引人注目的艾莉亚烟眉微蹙，尽管知道这好像是苏雨的妹妹，但她的鼻子总感觉酸酸的，这就是书上说的吃醋了吗？她咬着大拇指尖，自从苏雨带她领略了世间百味，她对于味道也渐渐有了感觉。苏雨拉开苏婉容：“好了，你都18了，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苏启帆和宁淑婷笑着走来，两人既有欣慰也有担忧地看着苏雨。御兽师和普通人已经是2个世界，儿子的优秀固然让人欣慰，可年纪轻轻就如此娴熟地掌握杀人技，意味着上战场的日子也不远了。苏婉容嘟着嘴道：“哥，我不小了，我也要和你一样当一位御兽师。”苏雨果断道：“想都别想，没门！为什么？咱家有我一个职业御兽师就行了。你要是喜欢宠兽，回头给你买一个，但不准你当御兽师。”苏雨一家就2个孩子，苏雨上战场的底气多半来自于艾莉亚，不然也得做好视死如归的准备。神代序列多稀罕的东西，能有一个都是天上掉馅饼了。苏雨坚决反对苏婉容成为御兽师。宁淑婷和苏启航也是一个想法，家里出一个御兽师已经光宗耀祖，对得起大夏。就连这一个，宁淑婷晚上都会做噩梦，怕苏雨如果真的上战场了会回不来。苏婉容嘟囔着嘴，拽着自己的双马尾，闷闷不乐。宁淑婷笑了笑：“好啦，蓉蓉，你哥也是为你着想啊。你看，有你哥在，现在家里也富裕了，就算明年契约仪式上不顺利，也够钱给你买得起天赋事迹和宠兽了。你哥明天还要比赛呢，咱们就赶紧回去吧，别耽误你哥备战了。”苏婉容点了点头，有些担心道：“哥。”话未说出口就被苏雨打断：“别担心，我不会输的。我是说，你别受伤了。”说完，苏婉容转头离去。宁淑婷和苏启航嘱咐了几句，也跟着离开。苏雨望着他们的背影，略有些茫然。艾莉亚提醒道：“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何？等你去魔窟的时候就会知道，魔窟通向蓝星的入口每过几年就会增加1条。”什么？艾莉亚语重心长道：“这是你们人类逃不掉的灾难，所以哪怕你想保护他们，也不要因噎废食。”苏雨轻轻颔首：“我考虑考虑。”艾莉亚搂住苏雨的脖子：“先不说这个，明天就要比试了，你先给本王补一补。”艾莉亚，对付区区李牧用不着全力以赴吧？鲜血女王和死屠圣哥消耗的血量并不算多，唯有不灭会消耗大量鲜血，需要事先补血。艾莉亚轻咬苏雨的耳垂：“谁知道呢？怎么，你不想吗？”苏雨咬咬牙：“那你今天得穿 JK， 还得戴眼罩。”“哼，你确定？”呼，服用过生命灵液的苏雨体质早已大幅度改善，即便从深夜战至天明，依然精力饱满。艾莉亚，今天火力全开，不要留手。昨天艾莉亚的话让苏雨思考许久，尽管隐瞒自己和艾莉亚的天赋会在之后的战斗中占得先机，可魔窟的威胁依旧存在，苏雨需要更多的资源，就需要展现自己的价值。斗技场，今日空中下着沥沥的小雨，却依旧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观赛。大夏潜力榜前10之间的战斗可不多见，不少普通学生甚至旷掉了早上的课，蹲在直播前。别吵别吵，要开始了。龟龟，李牧的赔率普遍这么看好李牧吗？昨天很多专家都预测李牧会赢艾。据实战系放出来的小道消息，李牧契约了第2只宠兽。难怪，这么看苏雨和艾莉亚危险了。快看，今天大夏魔都总督也来观战了。卧槽，他居然也来了！魔都总督兼龙鹰卫卫戍司令，灾厄魔窟的守护神居然亲临。观赛席上，宁汉文亲自迎接这位贵客的到来。夏总督，学生之间的比示范得着让你亲自跑一趟吗？夏廷恩微笑道：“这不是特地来看看宁校长藏起来的1年天之骄子，看来发生了让你始料未及的事情。”宁汉文道：“人算不如天算啊，所幸这个学生的天资也不错。”夏廷恩好奇道：“哦，
那我可要擦亮眼睛，好好看看了。请，宁校长觉得谁会赢？宁汉文的白须轻轻飘起，却并不言语。夏廷恩笑了笑，看来宁校长颇为自信啊。李家的这位我见过，堪称一代人杰，可不是任人拿捏的省油的灯。是啊，李牧这孩子也是可塑之才啊。夏廷恩摇摇头，宁汉文嘴巴严得很，指望猜到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是痴人说梦。谈笑间，比赛已经准备开始。由于昨天闹出了些许风波，尽管热度消退得很快，可裁判依然换成了妖职系院长林堂。林堂通过精神力将声音扩散开。魔都玉林大学预选赛名额战决胜轮，第一场李牧 vs 苏雨。漫天呼声，鲜花着锦，在灯光与欢呼中，苏雨和李牧从两侧的通道中走出。老李，加油啊！别给咱们实战系丢人。艾莉亚学姐，我永远支持你。两人如同没有听到一般，目光看向对面的彼此。林堂站在二人中间，低声道：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如果我判断有人濒死，那我会出来阻拦，不过也意味着有一方要输掉，明白了吗？苏雨和李牧相继点头。林堂道：好，尽情展现自己的天赋吧，年轻人。人类面对魔窟要争，你们年轻人更要争。放心，只要没咽气，就能给你们救回来。林堂高声道。第一场比试开始。林堂的话让现场的喧闹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两人的出手。李牧冷冷道：雷赫被你废了，他居然会畏惧自己的宠兽，你的能力还真阴险。之前他们都轻视了苏雨的能力，比起被自己宠兽打穿的伤口，心中的那份天然的信任缺失，才是摧毁一名御兽师的利刃。苏雨道：彼此，想针对我冲着我来就是了，还连累其他人，我看不出阁下有一点武德。李牧双手伸开，武德那不过是败者的托词，我会替我的挚友夺回他失去的一切。苏雨背后易容双翼振翅。是吗？可惜你不会如愿。斗技场上空的一滴雨珠滴落在地面的清脆响声，成为了二人进攻的号角。咆哮吧，赤炎魔！现身吧，银武明鸦！如同岩浆撕裂了地表，赤炎魔的真身是一尊6米高的赤炎巨人。而李牧也果然如外界猜测的那般，契约了第二只宠兽。阴影潮汐狂涌，从阴影的黑河中垒起一尊手握奇特幽冥魔杖，戴着黑紫色兜帽的人形，人形的脸庞却长着如同乌鸦的鸟喙。夏廷恩立马认出了这只宠兽，李家还真舍得下血本啊！来自米利卡的幽影魔窟 ，No。16影民族被誉为诞生于阴影的刺客，曾在和利卡国的大战中袭杀上万御兽师，造成幽影魔窟战线崩溃的元凶，居然让李家捕获了一只。这下苏雨麻烦了。序列的规则是绝对的，序列 No。16已经无比接近神代序列，其展现的力量也远超一般的上位序列。支柱家族的底蕴展露无遗。作为出色的嫡子，李家对李牧的培养可谓不遗余力。李牧丝毫没有轻视苏雨，战斗一开始，他便启动戒断交错，无数薄如蝉翼的丝线铺撒在整个斗技场内，细丝锋利且极具韧性。缺点是畏惧强化身体的力量系的宠兽，它们可以依靠蛮力突破。艾莉亚打响响指，鲜血化作雨幕滴落在丝线之上，那不易察觉的丝线瞬间化作一片赤潮。李牧眉头紧皱，单凭戒断交错无法拿下苏雨，但只要能限制他的活动空间，这个念头还未落地。艾莉亚右手紧握，那沾染在丝线上的鲜血幻化为螺旋刺啦刺啦戒断交错的细线，完全无法抵御鲜血的切割。李牧瞳孔紧缩，什么？这真的是吸血鬼能做到的事吗？戒断交错得线韧性十足，真不是很怕锋利的利器，结果根本无法面对艾莉亚操控鲜血的力量。苏雨在空中俯瞰道，说了这么多大话，结果就这么点本事吗？李牧嘴角抽动了一下，却并不回应。苏雨擅长心理战，不理睬才是上上之选。依靠戒断交错，苏雨的想法落空，但戒断交错不只是攻击型能力，还具备引导魔力的效果。李牧身旁的赤炎魔肺部映透出暗红色，随后张开魔口，魔焰焚天。暗红的岩浆咆哮在戒断交错的细线引导下化作岩浆火蛇，瞄着苏雨以不规则的曲线从四面八方包夹。李牧厉声道，还没有完。暗潮，银武明鸦高举魔杖，地面化作一片黑紫色的冥河，黑紫气泡涌动炸裂，冥河涌出10余道漆黑的水柱，水柱幻化为漆黑的骑士，在细线的指引下配合着魔焰合拢包围，仿佛要将苏雨彻底吞噬在黑暗之中。苏雨和艾莉亚并没有躲闪，更没打算退后。李牧身上必然有能削弱死徒圣歌和鲜血女王的鬼舞，但这只是针对一般状态下的技能而言，不用顾虑，火力全开吧，艾莉亚。艾莉亚双手合十，两种力量开始叠加，低沉的颂唱声回响在斗技场的空间之内。觉醒吧，沉睡在死亡的血之狂涌，聆听自真祖的圣歌呼唤。艾莉亚的身后，
由鲜血化作一道道血色长琴、长笛，以鲜血女王柱就完整的鲜血交响乐团，以不灭赋予圣歌。在永恒的不灭面前，真正的圣歌即将奏响。神圣但代表着死寂的音符将一切的轰击停留在苏雨的面前。鲜血随着圣歌的音浪灌入所有的魔焰、漆黑骑士之中，而那些无生命的物体此刻成为了艾利亚一时的死徒。音浪的波动仿佛凝为实质，在李牧不可思议的眼神中，漆黑的骑士踩踏着岩浆竟向他杀来。甚至于在不灭的圣歌面前，赤炎魔和银武明鸦都陷入了头脑混乱。李家给李牧了一件用月光使徒的头骨制成的月骨项链，都无法消除不灭圣歌的影响。观战台上，夏廷恩深吸一口气，永恒居然是……呵，宁校长，你隐瞒的可太深了。不该说是苏雨太幸运了吗？宁汉文抿了一口茶水，颇有些感慨。幸运的真的是苏雨吗？夏廷恩道。什么意思？呵呵，天机不可泄露。夏廷恩白了他一眼，在这方面他最讨厌的两个人就是魔灵和地灵两所大学的校长，老谋深算却从不多说一句话。之前秦泽上报苏雨狮子大开口要预支40滴生命灵液，他还觉得这小伙子不知道世界之大，魔窟之间，现在看来倒也不算夸下海口，在他身上值得一赌。其余观众更是看傻了眼，这对决的烈度已经远超其他所有比试，甚至斗技场偌大的空间已经无法容纳两人的攻势，若非有结界的存在，恐怕两人的攻击已经足以摧毁整座斗技场。现在麻烦的是李牧，艾利亚的能力超出了所有前来观战的人的最高预期，这才是去年那个天才校花真正的实力。李牧深呼一口气，心中做出一个决定，手中丝线催动扎入银武明鸦的体内，用外力的方式催动宠兽发动能力。冥影狂舞。李牧事先想过宠兽有可能陷入被苏雨控制的情况，所以才契约了银武明鸦，不只因为它足够强悍，还因为它的种族天赋能陷入失去理智的狂暴状态，连狱主都不能控制，你也无法控制。在他失去理智前收到的最后一条命令，摧毁他们。明鸦极为接近神代序列的隐民族挣脱了不灭圣歌的影响，代价是丧失理智，化作只会杀戮的机器。明鸦将暗潮的明水掀起，洗刷了轰击向李牧的烈焰，漆黑的骑士被银武明鸦自行分解。狂化的银武明鸦不再拥有庞大的魔力，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物理破坏力。艾利亚那宝石般的瞳孔闪过一丝光泽。哦，能摆脱不灭的影响吗？不错嘛，可惜你还差一点，不然就给小家伙抓来当宠兽了。地面的暗潮忽然被涌出的鲜血刺穿，漆黑的冥河眨眼间被血河取代。昨晚补了一碗血的艾利亚冥父其实处于巅峰状态，狂涌的鲜血在他身侧化为无数剑盾和全副武装的血之铁骑，伴随着他双翼的震动，血骑追随着王一起冲锋陷阵。砰！明鸦被无数血剑贯穿，可其狂化后强悍的生命力依然能短暂拦住艾利亚的狂轰滥炸。而此时李牧捕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赤炎魔被圣歌影响无法动弹，但李牧的戒断交错可以操纵。李牧的细线扎穿赤炎魔，控制着赤炎魔一跃而起，趁着艾利亚无暇顾及苏雨的间歇直取苏雨。同时戒断交错的细线再度蔓延，封死苏雨的一切躲闪路线。苏雨震动双翼，在尖啸龙卷的干扰下，赤炎魔没能命中，但戒断交错的细线将擦过苏雨的手臂，割开一大道伤口，血液滴落。李牧终于寻找到了破绽。观战台上一阵阵惊呼，艾利亚不是序列 No 99吗？居然摁着序列 No 16打，变异一定是变异了。李牧找到机会了，苏雨要麻烦了。刚才我还以为李牧要输了，果然不愧是潜力榜第3，还留有底牌啊。李牧的绝地反击似乎让人看到希望，苏雨也的确受了伤，而艾利亚短时间内似乎无法解决银武明鸦，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向李牧有利的方向倾斜。李牧此刻丝毫不敢大意，艾利亚的强度超过了他的最高预期，连狂化后的银武明鸦竟然都在艾利亚的面前如风中残烛，只能当一个纯纯的沙包。他必须在银武明鸦还能维持狂舞的时间内击溃苏雨。赤炎魔身形缩小为人形，在丝线的控制下，于空中喷吐出一波又一波的岩浆咆哮。然而血壁拔地而起，艾利亚忽然杀至了赤炎魔的面前。李牧大惊失色，他不是被银武明鸦拦着的吗？目光一扫，发现银武明鸦在刚才和艾利亚交战时，李牧割伤苏雨手臂后忽然滴落的血液诱惑了狂舞状态下的银武明鸦。失去理智的银武明鸦只是在追李牧最后的命令和本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银武明鸦放弃了拦住眼前的艾利亚，却选择了苏雨那充满致命诱惑的鲜血。换人了。在这一瞬间的间隙，艾利亚近距离捕捉到了赤炎魔，
鲜血女王完全掌控了赤炎魔的一切。而苏雨追随着自己射出的暮色长弓箭矢冲向李牧，李牧事先准备好了应对暮色长弓的鬼舞，并未因此自乱阵脚。可赤炎魔被控制，银武明鸦突然转向追逐苏雨的鲜血，却让他刚刚慌了神。原本以为大事不妙，可苏雨莽撞地冲来的这一瞬间，胜利的希望重新燃起。苏雨，你竟敢笔直地冲过来，找死！借断交错切不开艾莉亚，还切不开你吗？无数细线蔓延，在苏雨震动奸笑龙翼突进至李牧面前的那一刻，细线已经将苏雨彻底包裹。噗呲，胜利近在眼前。然而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苏雨身上闪耀起夺目的赤红色光点，戒断交错本应完美的将苏雨的身躯割开，可在那赤红光点的影响下，苏雨犹如贯穿一切的利剑，击穿了戒断交错。以身为剑，艾莉亚的不灭附着在苏雨的身上，将化为无解的力量。且不说你无法切开苏雨，即便真有强悍的力量切开苏雨，不灭也会迅速让苏雨弥合，而流出的鲜血将成为血之冠冕和致命诱惑的启动物。在李牧的瞠目结舌下，艾莉亚将苏雨手臂上的鲜血凝出一道细小的血针，刺入了李牧的身躯。一瞬间，李牧的脑海仿佛被一种力量掌控，血红的冠冕在他的精神识海中回荡。那磅礴的王者之息令其精神为之震慑。失神的李牧呆呆地望着苏雨，苏雨下达了王的命令：结束了，实现我的诺言吧。他赛前的诺言，剜掉你的髌骨。李牧的右手抵在心脏，看不出丝毫的不悦，一脸虔诚道：是，荣耀尽归吴王。在一旁的灵堂这才意识到不妙，想要出手阻止，可为时已晚。李牧用自己的戒断交错切掉了自己的膝盖，砰，血雾爆散，失去了髌骨的李牧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上，浑身颤抖。赤炎魔和银武明鸦渐渐消失，回归宠兽空间战斗在任谁都无法预料的场面中戛然而止。沉默，全场死寂，鲜少有人看懂最后发生了什么。在那电光火石之间，在苏雨看起来风雨飘摇，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被赤炎魔的岩浆打中的时候，局面仅仅在3秒之内惊天逆转。银武明鸦突然不再纠缠艾莉亚，戒断交错没有给苏雨造成任何伤害。李牧突然放弃抵抗，砍掉了自己的膝盖，灵堂冲到李牧面前，焦急地召唤出一株晶莹剔透的妖植，滴落充满生命力的露珠。苏雨轻声道：我有留守，他没有生命危险的。对这个世界而言，断胳膊断腿真是小伤。灵堂长舒一口气，李牧没有大碍，要不了半个月就能痊愈。只是被自己的能力砍伤，这种感觉恐怕并不比雷赫好受多少吧。恐怖的天赋。灵堂高声道。李牧确认败北，预选赛第1位晋级选手是苏雨。全场沸腾，当然也有人垂头丧气。赢了，到底是怎么赢的？龟龟，我最后压根没看懂，只要流血就在他的掌握之内吗？简直像操纵鲜血的主宰。李牧居然输了，我日，我买了10个啊！我去，你怎么买这么多？还不是那个沟槽的专家信誓旦旦，输麻了。苏雨和艾莉亚之前一直都在放水。龟龟，大夏潜力榜更新了，苏雨取代李牧成为潜力榜第3，不是第1，还有人能比这强？前2个也是妖孽，不好说啊。王月的脸色一会儿铁青一会儿发紫，如同猪肝色。李牧居然输了，这只吸血鬼到底怎么回事？这下彻底要惹怒那群花英国人了。连夏廷恩都来观战，必将引起重视，对其下手的难度恐怕更难了。果然还是要从他家人身上想想办法。观赛席上，夏廷恩起身道：宁校长，很有意思的比赛，看来轮到我兑现诺言了。宁汉文意外道：什么诺言？夏廷恩叹息道：苏雨赛前说，如果他能赢，就预支给他40滴生命灵液，他就有把握夺取交流赛的桂冠。结果居然是这样，居然是神代。嘘，反悔了。夏廷恩笑了笑：那倒没有，今年的神代可不止这一个，我开始期待他和空幻渊的对决了。宁汉文若有所思：帝陵大学里那半个空灵魔女血脉的小姑娘吗？呵，如果是这样，这次要轮到老姜吃闷亏喽。夏廷恩古怪地看着宁汉文，不知道这老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另一边，帝都御林大学的会议室，校长江怀仁以及其他导师全程观看了赛况星辉导师王敬道，果然还留有后手，没想到他真的打赢了李牧，那今年岂不是？几位导师心领神会，目光齐刷刷地看向角落里一名女子。如果帝都御林大学大一之中有人能战胜苏雨，也只有这位帝陵大学的大一校花，半人半魔，继承了空灵魔女血脉的她。帝都之下，永劫魔窟中，序列 No。100空灵族每100年会诞生一位神代序列 No。009空灵魔女。
而其掀起的魔女之夜也被称之为魔窟10大天灾之一。角落处，她支起胳膊看向屏幕，一头介于白金色和银色之间的长卷发散在肩后，前面留有美人尖，精致无瑕的面庞如同白玉雕琢，水蓝色的瞳孔就像平静的湖面，一平一降就能撬动任何男人的心房。空幻渊轻声道：“能赢的。”苏雨返回休息室，柳轩几人激动地围了过来。哇，太强了吧，队长！干得漂亮啊，队长！这下实战系的人完蛋了。就李牧那伤，恐怕连团队战都参与不了。就算能好，他下次以后还敢在队长面前避吗？难怪队长说会连带着团队赛一并解决掉，还真是。实战系的3个 S 级学员2个都被放倒了，那今年的团队赛毫无疑问是我们小队了。几人都很激动，原以为还有一场团队赛的恶战要等着他们，结果苏雨一人就摆平了这一切。安之水眼中挂着泪珠：“苏雨，谢谢你。”苏雨摇了摇手：“你是被我牵连的，我只不过做了该做的事。”安之水羞赧一笑。苏雨为了给他报复回去，不惜把实战系的人往死里得罪，他心中有些过意不去。苏雨伸了个懒腰：“这一场可给我累坏了，就不看你们的比赛了。柳轩、陈萌萌、江心月，你们几个要加油啊！”3女轻轻颔首，她们余光瞥着苏雨和艾莉亚的背影。苏雨这一战透支的厉害，脸色都有些苍白，而艾莉亚似乎感觉身形都小了几号，只剩下1.5米出头的样子。也许这就是过度使用血液的代价吧。艾莉亚趴在苏雨的背上，现在她只想对着苏雨嘬一口。刚刚的战斗中，当苏雨的鲜血滴落在艾莉亚和银武明鸦面前时，那充满了致命诱惑的鲜血让她都有些控制不住。若非已经品尝过多遍这种美味的鲜血，恐怕她当场就要跟银武明鸦争夺一番。苏雨的伤痕已经被不灭给疗愈如初，她回头摸了摸艾莉亚的下巴：“能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我也一样 ，Master。”刚走出休息室，苏雨便见到了等候多时的龙鹰卫少校秦泽。秦泽手提着一只黑色的皮箱，见到苏雨时不禁感慨道：“恭喜你，苏雨。老实说，一开始我对你能否战胜李牧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你真的赢了下来。按照我们事先说好的，这40滴生命灵液全部提前预支给你。”秦泽又凑近小声道：“这是司令今天在现场直接下的令哦。”苏雨回头望向观赛席的位置，若有所思。今天他和艾莉亚几乎没有藏招，这位有机会触碰圣域的实权人物恐怕已经看出来了吧。一般人没见过神代序列，认不出艾莉亚不足为奇，而夏廷恩这才是他这么爽快批下来40滴生命灵液的理由吧。序列之中也许存在着他不知道的隐秘。苏雨毫不客气接过：“多谢了，我会尽力夺得今年9校联盟的桂冠。”秦泽轻轻颔首，识趣道：“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等着10天后的交流赛。”告别秦泽，苏雨又拿出手机给家里报了平安，之后就跟艾莉亚返回宿舍。一回到宿舍，苏雨打开皮箱，4瓶阳之玉瓶中闪耀着夺目的星芒，毫无疑问正是生命灵液。一滴在市场上能卖到足1个亿的珍贵战略资源，每一滴都能改造御兽师原本孱弱的身体。人族之所以排在序列 No.999，除了天生不具备魔力回路之外，肉身强度也远远不如魔窟万族。在之前服用过10滴生命灵液后，苏雨的皮肤表面已然泛起光泽，似乎有了超越普通人肉身的象征。没有犹豫，苏雨干了这阳之玉瓶中的生命灵液。吨吨吨，丝滑的顺过喉咙，40亿入肚，味道不好那也是好。这一次40滴的效果远远超过上一回，那灿若星辰般的生命灵液改善着每一寸的肌肤、血肉和骨骼。苏雨的皮肤如鳞片一样脱落，继而长出新的皮肤，浸透着光泽与柔韧，再不像普通人一般柔弱。这是苏雨感受到了一种质的蜕变。一旁的艾莉亚眼中更添几分亮色，饥饿的她伏在苏雨身后轻嗅几下：“更香了呢，主人。”苏雨笑了笑：“喝吧，今天辛苦你了。”艾莉亚眉飞色舞，皓齿轻轻一咬，累计饮下50滴生命灵液，足够在不影响苏雨健康的前提下，通过活化造血细胞，每天饮下150升。苏雨都觉得自己成了活生生的超级血包。还好生命灵液的功效足够逆天，气血早已超出人类极限数10倍，否则真顶不住。脑海内，艾莉亚的进阶进度开始加快。叮，吸血鬼女王饮下了你的鲜血，位阶进度加150，位阶2阶超凡境300、3000。这次和李牧一战，苏雨缺少一只宠兽，成为了巨大的劣势。寻找第2只宠兽虽刻不容缓，但苏雨和艾莉亚还是觉得宁缺毋滥。除非是神代序列，或者像银武明鸦这般接近神代序列的存在，否则就是在浪费宝贵的精神力。稍稍恢复后，上官灵打电话让他去办公室一趟。办公室内，上官灵看到苏雨和艾莉亚，笑容渐展：“恭喜你拿下了李牧，
已经确定晋级9校联盟交流赛正赛。另外，你气色很不错嘛，看来龙鹰卫的人兑现了承诺。苏雨道：我感觉很不错，好像……上官灵微微一笑，好像蜕变了一般，对吗？苏雨猛地点头，对，感觉像整个人都蜕变了。上官灵笑着解释道：其实，这本来是以后才会给你们讲的，毕竟你们大一新生在去地窟前几乎拿不到生命灵液。不过，你既然率先蜕变了，那一会儿先给你讲讲。先说另一件事。上官灵将一份材料递给苏雨，你晋级到了9校联盟正赛，按照学校规定奖励你50学分，这是你在正赛里可能遇到的主要对手。咱们学校今年能不能拿到优先参战名额，其实还真得靠你们大一赛段。苏雨眉毛一抬，似有疑惑。上官灵解释道：因为其他3个年级的成绩和去年相比不会出现太大波动，我们在大2赛段有优势，江河大学大3的学生比较厉害，地灵则是大4，所以今年争夺的焦点其实是你们新生。苏雨若有所悟，难怪学校给的奖励还不少。学分平常上课表现好的学生也会给予奖励，一般也就是1分2分的样子，还得是这种比赛啊，参加就有50学分。苏雨随便翻看了下资料，打开第一页就被一张女性照片吸引住，那白金色的长卷发和水蓝色的瞳孔让人一眼就愿意沉醉其中。若说艾莉亚是魅惑的深渊，那这就是雪国的冰湖。上官灵微笑道：苏雨，她会是你在交流赛上最强的对手。最强的对手。苏雨看向他的资料，姓名空幻渊，性别女，年龄19，来历父亲是人类，母亲是永劫魔窟中空灵一族每100年诞生一代的空灵魔女，拥有一半的神代序列血脉，具备强大的精神力和对一切魔窟武装秘宝的完美适应性，并能像人类一样成为御兽师。境界2阶超凡境。天赋未知，宠兽 No， 36血腥蔷薇，来自于毛熊国雪原魔窟，具备无尽增值能力和冰之造型能力的妖值。苏雨略微一惊，除艾莉亚之外，苏雨在公开资料中见到的第一个神代序列后裔，本身就具备神代序列的战力，还能像御兽师一样契约宠兽妖值，难怪名列这一代大夏潜力榜的头名。艾莉亚颇有兴趣地瞄了一眼，随后苏雨和他相视一笑，仿佛彼此想到了同一件事和同一种可能。上官灵古怪地看着两人，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苏雨赶紧摇摇头，转移话题。没有，这份资料太笼统了，没有详细的交手记录吗？上官灵无奈道。没有，帝都御灵大学对他保护得非常好，我们只知道他1天之内和帝灵大学大一其他14名 S 级学员连战14场，无一败绩，被帝灵的学生称之为不败的魔女，也是整个帝灵奉若瑰宝的美人啊。苏雨看着他的照片，眉头扬起，听起来蛮唬人的。不过根据上官灵的说辞，不难得出空幻渊的实力恐怕远远凌驾于李牧之上，想要将他恐怕并不容易。上官灵继续道，至于大夏潜力榜第2名来自江河大学的石少龙，与你的胜算恐怕也是5-5之间，他倒是有战斗影像流出，这份影碟你拿走看看吧。苏雨接过收下，回头研究。说完了交流赛上需要注意的对手，上官灵道，你心里有数就行，距离交流赛还有10来天时间，刚好你接触到了生命灵液，那就跟你说说这肉身蜕变的力量。上官灵将自己的袖口捋开，他那纯白的藕臂上渐渐点亮了星辰般的色彩。苏雨身为御兽师，超凡境之后的境界名为蜕变境，在之后则是涅槃境。何为蜕变？我们人族并不具备魔力回路，也无法汲取魔窟中的魔力增强肉身，单论天赋，我们也许是魔窟序列种族之中最弱的一族，但前辈们走出了御兽师这条路，让宠兽的突破带动我们突破。蜕变和涅槃就是我们人族重塑肉身力量和魔力回路的境界。肉身有3境，金银玉，其具体会体现在皮肤之上，你看看你的手臂上是否泛着银光。苏雨低头一看，手臂间的光泽中果真有淡淡的银丝流动。上官灵继续道，通过魔窟之中的秘宝来增幅我们的肉身，一旦肉身达到密银境，御兽师就达成了进阶涅槃的最低条件，突破之后就会具备相应的魔力回路，届时将再度觉醒先天天赋。魔窟秘宝的等级划分和武装相同，或者是武装就是根据秘宝来定级的。你喝下的生命灵液可是龙级秘宝，50滴也不过一口多一点的量，就足以让人类的肉身进阶为密银境，所以它才那般珍贵。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因为这代表着你涅槃后魔力回路的资质。若你能达到白玉境的肉身，在涅槃就会像老师一样，肉身被星辰之力祝福，从而奠定之后的半神之路。苏雨恍然大悟，难怪之前和穆长威对战时，他能凭借天赋硬抗宠兽的攻击，不单单是他力量系天赋带来的加持，还有肉身的蜕变。
苏雨道：“我明白了，老师。”上官灵道：“你的进度远比其他人要快，那就提前为蜕变和涅槃做好准备吧。距离交流赛还有10几天，趁着这个时间熟悉一下秘银镜的肉身力量，说不定能成为制胜的秘诀。”苏雨点头：“好。”回到宿舍别墅后，艾莉亚凑在苏雨的耳边道：“小家伙，看来第2只宠兽有着落了啊。老实交代，是不是看她长得漂亮，心动了？”苏雨脸颊一红：“嗨，艾莉亚，我这纯粹是觉得她很适合，不是吗？神代序列，可遇不可求啊。你不是也说魔窟里面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你说的那个神代后裔也只是可能性之一吗？”以删减删除300字讨论空幻渊的对话，好看还是神代序列？哪个御兽师不想啊？不过地灵大学肯定严格保护着他，很难有机会啊。唯一的机会也只有……苏雨和艾莉亚异口同声道：“交流赛。”艾莉亚嘴角勾起：“啧，你们男人是不是就喜欢让这种外表冰山清冷的美人成为独属于自己的？”苏雨汗流浃背：“你最近又看什么奥造书了？别说，想想还真不错。只是……”苏雨恢复了平静：“这很难办吧？”艾莉亚蹭着苏雨，一脸宠溺道：“啧，谁叫你是本王的男人呢？我的天赋和你的天赋，未尝没有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偷到啊！”随后，艾莉亚把她的计划在苏雨的耳边轻声呢喃。苏雨小心脏猛地跳动，真行，只不过这可真是把地灵往死里得罪了啊！算了，债多不嫌愁，有艾莉亚在，已经不受魔灵大学学长们的待见了，再搭上一个地灵又何妨？就这么干。随后数日，苏雨都在潜心适应着蜕变后的肉身力量。团队赛，由于实战系的雷赫、李牧都身负重伤，对上异兽系的苏雨小队直接选择了弃权。苏雨小队又和妖质系分院的小队打了一场团队赛，再也没有抵挡艾莉亚死屠圣歌的力量，几乎是摧枯拉朽的一边倒。于是苏雨小队顺利成为代表魔灵大学参加9校联盟交流战的代表。10日后，9校联盟交流赛于帝都举办，由上官灵和副校长古义亲自带队，一行人踏上了前往帝都的旅途。魔灵前往地灵的专线列车上，苏雨饶有兴致地欣赏着窗外的景色。自从100余年前魔窟现世，这个世界的发展与原本的世界已然天壤之别。农田中除了稻米小麦，还栽培着一种妖植珍珠稻，虽未入序列门槛，可这种珍珠稻的果实一株就有10几斤，还不怎么消耗土地肥力，而是吸收空气中的魔力，每亩地栽培个几百株，亩产就轻松数千斤了。魔窟带来的不只是战争，否则大夏这般高昂的对魔窟支出还真顶不住。列车上的气氛有些紧张。大一还好，除了苏雨小队外，还有几个其他系的 S 级学员参加个人赛，相处还算融洽。大2、大3的学长却对苏雨虎视眈眈，目光极其不友善。原因无他，艾莉亚躺在苏雨的腿上吃着葡萄，还时不时地喂苏雨一个，令人心碎。穆长威跟苏雨对了一眼，就撇开视线。他身边的血灵小队是大2这一赛段的主力，也全部都从魔窟中归来。阿威啊，你真和他干了一架？穆长威无奈叹气。而且是我输了。啥？其余6人纷纷回头。穆长威虽说是血灵小队的老七，可也不至于输给一个大一新生吧？哪怕队长现在是他的人。穆长威瞥了6人一眼。你们想去跟队长打一架，就自己去，别拉上我。老五吴新豪似乎想起了某些恐怖的事情。不了，你都输了，说明队长境界跌落的不多，我还是不去找虐了。其余6人深以为然。当初听说艾莉亚跌落境界，才有点摆脱了被虐了1年的大恐怖，并重新拥有对他的憧憬。可穆长威毫无斗志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像艾莉亚依然能拿捏他们啊。最终只能咬牙切齿的酸酸的瞪着苏雨。苏雨心里觉得有点搞笑，他们这到底是酸啊还是怕啊？不管了，艾莉亚靠近道。苏雨轻声，这东西我前几天找朋友去查了一下，刚刚他回了消息。苏雨手中赫然是当初穆长威给他的小圆牌。艾莉亚面色凝重，这意味着当初偷袭他的人有了眉目。那小圆牌是花英国石川家族的族徽。苏雨拜托在海关上学的朋友帮忙走后门查了下大夏海关的记录，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近1个月内有大量的石川进入大夏，艾莉亚遇袭很可能与他们有关。这件事艾莉亚一直觉得很奇怪，她遇袭的地方距离红石城并不远，按理说属于比较安全的地界。结果在那天她遭到了上百御兽师的围攻，4名女士全部战死，打得惊天动地。结果红石城的龙鹰卫没有丝毫动静，就好像没发现一般。艾莉亚重伤之下逃向魔窟和魔都的通道，那里居然也是伏兵，这才导致艾莉亚几乎以陷入死眠的代价逃离，然后遇到了苏雨加入龙鹰卫，
也有想调查一番那天真相的意思。艾莉亚烟眉微蹙，你怎么想？苏雨低声道，我有一个假设，假设他们是为了杀你，那完全不需要在红石城附近动手，魔窟深处岂不是更好的选择？就在10天前，我忽然想通了，就像我想要神代一样，别人也想，所以他们是为了活捉你，所以他们才选择了在红石城附近动手，为了捉住你之后迅速脱身离开大夏。艾莉亚轻轻颔首，如果下手的人是花阴人，有2条路可以返回花阴国，一个是先从灾厄魔窟回到大夏，再返回花阴国，另一条路则是穿越危险的禁区。所有魔窟是相连的，这是人类花费巨大代价才得知的情报，但魔窟连接着极为危险的禁区，神话之下有去无回。苏雨的假设最为合乎情理。苏雨继续道，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内应，还是大量内应。龙鹰卫的内应也许不是龙鹰卫的人，但一定是能施加影响力的人，不然无法在龙鹰卫眼皮子底下无声无息地打一场针对自己人的伏击，甚至能替换掉把守魔窟通道的守卫，可见此人地位不低。熟悉学校的内应，不然无法查出你的情报，从而判断出你是神代。但这个内应本身应该不知道你是神代，否则他或许更愿意独吞，只是花阴人从别处掌握了其他的情报，两印证才判断出来。想想穆长威的话，你的血灵小队也有内应，不然无法把握你的行踪，更无法单凭学校内应提供的情报就判断出你是神代。艾莉亚的眼神猛地看向血灵小队，深紫色的瞳孔如蒙上了一层阴霾。这个谈不上任何感情，但相对熟悉的小队里面暗藏着一条想暗害农夫的毒蛇。同时苏雨也颇为惊讶，为了神代序列居然如此大费周章，序列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艾莉亚想起身，却被苏雨拉住，小家伙让开，梅兰竹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才死在魔窟里的，本王答应过他们要为他们报仇。苏雨摇了摇头，不要打草惊蛇。艾莉亚，你是我的一切，你的仇就是我的仇，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让你现在发作的，我们要将他们连根拔除，不然有人跑掉了怎么办？艾莉亚冷静下来，怎么做？告诉您老头吗？苏雨摇摇头，可以说，但暂时不合适。苏雨锚定的3类人身份都有些棘手，你跟校长说你的学生和老师里有内奸，再跟大夏总督说你保家卫国的战士里有问题，再说苏雨的推测范围太广，还有御兽世家在，单说龙鹰卫那边兴许就不是龙鹰卫核心的人，可能是世家对他们在龙鹰卫的家族子弟施加影响干的，那怎么办？苏雨笑了笑，试探，先从最小的目标试探。血灵小队打完交流赛就会返回魔窟，所以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机会，可别露馅了，艾莉亚。艾莉亚识趣地抿着双唇，表示自己直接闭嘴，这种费脑子的事情太难为吸血鬼了。苏雨满意地揉了揉他的头顶，这件事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小安，苏雨轻声道。安之水在和小姐妹们聊天，听到苏雨的声音后走来。怎么了队长？苏雨挥了挥手，低声道，帮个忙呗。安之水的 A 级天赋灵眼能观察人魔力、情绪等一系列的波动，若要试探的话，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安之水道，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尽管说。他很感激苏雨之前帮他报复回去，对于苏雨的请求自无不应，甚至和柳轩几个姐妹的私下讨论里也对苏雨颇有好感。苏雨低声询问道，小安，假如我想知道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的灵眼能不能帮我辨别出来？我不太理解你的天赋能力，如果涉及到隐私的话就不必告诉我。安之水浅笑一下，没什么，我的天赋不像队长，当然是可以说的那种。队长，辨别真假固然可以做到，但并不绝对，毕竟善于伪装的人可是连自己都能骗到啊。苏雨缓缓点头，这倒是。安之水又道，不过队长，在判断一个人真话假话前，我的灵眼可以先判断一个人的成分。哦，此话怎讲？安之水一本正经道，天赋。队长，天赋是我们人类心灵的写照，你觉醒了什么样的天赋，就代表着你是怎样的人。力量型天赋的人简单单纯，像队长一样能精神控制天赋的人则心思很重。我不是那个意思啊。苏雨一愣，随后道，没事，你继续说。安之水有些羞赧道，总之能从他们的天赋窥探到他们是怎样的性格，若能产生极强的情绪、魔力波动，甚至能窥探灵魂。苏雨轻轻颔首，相当强大的观测类天赋啊。之前苏雨没想到这一点，人类觉醒的天赋是心灵的写照吗？若如此，穆长威那种纯粹的力量型天赋便意味着他比较粗线条。这货脸皮厚，直来直去，有话不藏着，还真挺符合的。再加上他主动找到苏雨告知那梅族辉的事，他应该不是内奸。好，我知道了。艾莉亚，你帮小安确认下
他们各自的天赋，我去试探。小安，拜托你了。苏雨起身向大二那伙人的血灵小队走去。血灵小队除穆长威外，其余6人顿时一愣。好啊，我们没去找你麻烦，反倒是你来找我们了。苏雨丝毫不露怯，正对着坐在7人对面。认识一下，我叫苏雨。7人正中，一位身高2米的巨汉见状主动伸手道：血灵小队现任队长独孤明。独孤明的宽脸上有2道刀疤，看起来颇为凶狠。苏雨伸过手，顿时手间握力传来，强烈的挤压力仿佛能将普通人的手掌一瞬间碾为齑粉。苏雨手上银色流光流转，抵住了握力。独孤明诧异地看了苏雨一眼。秘银镜？什么？秘银？其余几人同样惊愕，这个刚踏上御兽师之路的新生，本指望着老大能给他个下马威，结果独孤明松开手道：难怪队长会。他叹了一口气：老7穆长威，你俩见过；老2聂良，老3许平，老4侯生，老5吴兴豪，老6刘京。苏雨一一点头示意。独孤明道：明人不说暗话，老7认可你了，不代表我们就认可你了。你是有点能耐，但能不能在魔窟里面活下来还两说。御兽师的世界是战争的世界，这里不欢迎弱者，尤其是夺走他们奉若女神的弱者。苏雨面不改色：很遗憾，我并不需要你们的认可，有艾莉亚认可我就足够了。仿佛踩在了尾巴上，独孤明6人有些脸色不悦。真相才是快刀，艾莉亚和苏雨那你侬我侬的样子，真不知道他们到了哪一步。当几人出现明显情绪波动的时候，另一旁艾莉亚道：怎么样？安之水发动灵眼，眼中朦胧的水雾呈现出异彩纷呈，3个力量系，2个控制系，1个精神系，1个特殊系。艾莉亚微微颔首，跟他记忆中的差不多。不对，那个人有2种颜色，他有2种天赋能力吗？艾莉亚顺着安之水目光的方向。老5吴兴豪。艾莉亚柳眉微蹙，本王印象中他似乎是以妖值和灵体宠兽的御兽师，天赋好像叫断崖锁。安之水摇摇头，除了控制系独有的色彩外，还偏向精神系一些。按照安之水的说法，天赋是人类心灵的写照，具备控制能力的人类往往更为贪婪，更为强欲，而精神系则是心思重。显然他的这份天赋连艾莉亚都不知道，那说明了什么？有鬼。苏雨和几人简单攀谈了一番。当苏雨聊到那个小圆牌的时候，独孤明等人同样面色沉重。不管他们怎么看苏雨，艾莉亚遇袭这件事本身就怪异得很，在这一点上我姑且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独孤明点头道：我们也不愿意看到队长被人暗算。你有什么想法？苏雨眼神诡谲道：我怀疑有内鬼。当说到这一点时，苏雨快速扫过7人的目光，有困惑的，有迷茫的，有惊愕的，有若有所思的，既敲山震虎，又不刻意点出是血灵小队的人，后面还能圆回来。独孤明眉头紧皱，什么意思啊？苏雨隐去了怀疑血灵小队有内奸的部分，将其余部分信息说出。独孤明深吸一口气：你说的不无道理，龙鹰卫鱼龙混杂，虽说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对抗魔窟的力量，也确实各方势力穿插其中，我们会想办法调查一下的。另外，独孤明把话题绕了回来，如果你在交流赛上输掉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离开队长，不为别的，我不想看到队长带着一个累赘在魔窟里送死。苏雨起身：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了。看着苏雨的背影，独孤明若有所思。苏雨回到自己位置：怎么样，小安？苏雨关切地问道：怎么样，小安？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安之水悄声道：吴兴豪，他的颜色波动有古怪，明面上是一位控制系的御兽师，实质上隐藏起了精神系的天赋。另外，刚才不清楚你们聊了什么，还有一个人的情绪变化与他人不同。苏雨回想起刚才扫视过6人的眼神，是许平妖。刚才老3许平的眼神有些飘忽，显然在想一些别的事情。对，安之水惊讶道：队长，你也有观测能力吗？苏雨摇了摇头：不，只是看他眼神有点不对劲。安之水道：哦，不过也只有1瞬，很快就恢复如常了。苏雨点点头：这2人有鬼。目标从7人缩小到2人，算是个好消息，比起在龙鹰卫和魔灵这2个茫茫大海中捞真强得多。多谢你了，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安之水笑了笑：啊，能帮到队长就好。他又回到了姐妹们之中，柳轩还好奇地问起他和苏雨聊了什么，安之水只是微笑着含糊过去。柳轩尽管有一些在意，也没有继续追问，眼珠流转，似是在盘算着什么。艾莉亚静静躺在苏雨腿上，把他们俩抓起来拷问一下。苏雨失笑：别急，让他们先动起来，
说不定能顺藤摸瓜，一股脑的全抓出来。怎么做？交流赛后找个机会跟院长、校长通通气。另外，苏雨也看了柳轩一眼，柳轩和苏雨目光对视，又不好意思的挪开。这也有个御兽世家的大小姐在啊。上次和上官灵聊完后，苏雨找个机会旁敲侧击了一下，柳家和李牧所在的李家一样，同为9支柱家族。联想到柳轩对自己的示好，也许自己还能借用一下他的力量。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苏雨有足够的价值。这一次9校联盟交流赛，苏雨势在必得，否则他和艾莉亚下次进入魔窟之时，背后的黑手多半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对别人而言是一场比赛，是镇压魔窟的先后顺序，对苏雨来说亦是性命攸关。艾莉亚闭上了双眸，就全靠你了，小家伙，毕竟你是我的骑士啊。列车很快来到帝都，魔灵大学一行人又乘坐专车赶赴帝都御灵大学。帝灵大学坐落于永劫魔窟的入口，这里是大夏最惨烈的战场，也是大夏9座魔窟中唯一的主攻方向。与灾厄魔窟中只有一座前线红石城不同，永劫魔窟里面筑成3座互为犄角，对抗万族7城。帝灵大学近些年也经常豪取9校联盟第1的桂冠。一下车，帝灵大学映入眼帘。与魔灵大学的现代化不同，帝灵大学则是古朴大气的宫廷设计，唯一一座高楼是面向4方的钟楼塔。塔楼上撞击指针的钟声并不代表时间，而是魔窟进攻的信号。这极具尚武风气的设置，也代表着一旦钟声响起，整个帝都将全面备战，全民皆兵。一行人在工作人员的迎接下进入帝灵大学。隐约间，苏雨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艾莉亚将望远镜递给苏雨，看塔楼。苏雨接过望向塔楼，只见一名白金色长卷发的少女，身穿淡蓝色短裙，光着脚丫，坐在塔楼的边缘。她犹如从冰雪中走出的雪女，纯净的不沾染一丝俗世的尘埃，平静如湖面的目光在向她投递而来。空幻渊饶有兴致地在塔楼上吹着清风，看向从校门外走来的魔灵队伍。那个最近冉冉崛起的新星空幻渊嘴角勾起，原来你也是神代的后裔吗？独属于神代序列的后裔之中，会存在一种微妙的感应。艾莉亚笃定魔窟之中还存在神代后裔，便是基于此。两女分出两地，却异口同声道：猎物来了。简单安置之后，上官灵召集魔灵大一学员简单开个会。都坐吧，交流赛时间安排得很紧，咱们长话短说。参加交流赛的大一学员围坐一圈，拿着交流赛手册细细观摩。上官灵道：正赛明天就会开始，先是个人赛，依然会向全社会公开。个人赛第一场是闯关，具体的规则当天才会公布，但9个学校72名学生最终只会留下8人进入淘汰赛。个人赛的对手我就不多说了，大概率是大夏潜力榜上前列的人，他们的资料相信你们已经观摩很多遍，有什么疑惑和困难随时找我。至于团队赛则会在个人赛结束后进行，具体规则靠抽签，有攻守类和团战2种。一般大2、3、4赛段的成绩与往年不会有太大区别，所以你们大一其实才是最被关注的赛段。我要说的是，为了学校也为了我们的魔都，拜托大家了。魔窟的战争即将开始，交流赛的结果将会是9大御兽大学战力投送序列先后顺序的重要参考。谁都想先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家人，这也分不出来对错，最终唯有一战。这里不是谦逊者的世界，强者必争，争者必胜。另一方，江河大学也在数位星辉导师的带领下抵达帝陵。江河大学驻地中，导师凌厉道：少龙怎么样？被问及的赫然是大夏潜力榜第2名的石少龙。石少龙轻轻颔首，运气很好，千湖魔窟那传闻中的一族果然有消息，校长亲自抓来了一只。凌厉深吸一口气，好啊，这样一来，不管是空幻渊还是苏雨，你都有不小的把握战胜他们。石少龙身旁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可爱少女笑着道：龙哥，你在我眼里才是整个交流赛毫无争议的第1名。石少龙柔声道：放心吧，妍妍，我一定会拿到交流赛的桂冠，然后去你们家提亲。在这之前等我好吗？颜莲儿点了点头，满眼都是情郎。夜幕降临，苏雨在睡梦中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夜幕的梦境。苏雨从未有过在梦境中如此的清醒，并清晰地知道这是梦境。那是一片死寂的旷野和鲜血铸就的古堡之上，一只张开漆黑羽翼，身穿铠甲，宛若战场女武神的女子正与来犯之敌殊死搏斗。她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会倾覆，可又如屹立不倒的王，一头酒红色长发洒在身后，弹指间鲜血凝结成了成百上千的血之骑士为他而战。古老的圣歌更是让敌人纷纷倒戈，哪怕只剩他一人依然在坚守。敌人有很多，异兽、妖植，简直像万族图鉴。只是在这记忆中，
他们都如同灵体穿过苏雨。苏雨渐渐走近，那女人的面庞异常熟悉，和艾莉亚极像，不同的是多了一丝成熟的韵味和岁月的风霜。苏雨看过艾莉亚的日记，她会记录一些琐事，但关于她的过去却鲜少提及。回想起艾莉亚模糊的记录，这成熟又俏丽的面庞，莫非是岳母？她怀中抱着一只小吸血鬼，柔声道：“艾莉亚，妈妈以后不能在你身边了，血族的未来，这对你来说太过沉重。妈妈只希望你能幸福地活下去，跑得越远越好，离开禁区，去起始之地吧，那里拥有着一切。”话音未落，梦境开始崩塌，天空的血月，嘶鸣的龙啸，飞禽异兽的惨叫声贯穿红月。而那最后的画面中，艾莉亚的母亲就好像看到了苏雨一般，她对着苏雨微笑，推着艾莉亚向她的方向，轻轻颔首：“拜托你了。”苏雨猛地醒来，一旁的艾莉亚睡得正香，吮着手指，轻声呢喃：“这是她的过去吗？”苏雨不禁想着，血族真祖不死不灭，但进入濒死状态后会陷入死眠。艾莉亚的母亲下落不明，但那些敌人又是什么？起始之地又是什么？为什么他会看到我？这是他的能力吗？这个世界充满了秘密。苏雨轻轻撩拨着艾莉亚酒红色的发丝：“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总有一天我会和她找到您的。”艾莉亚的日记中有许多的思念，这份感情作为她的男人理所应当帮她传达过去。当阳光照入窗户，洒在她的脸上时，沉睡的美人渐渐苏醒。她揉着眼，伸着懒腰：“小家伙，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巧了，我也是，而且我还答应了梦里的人一个誓言。”艾莉亚歪着脑袋，满脸的困惑：“我答应了一个女人，她好像穿过了梦魇，看到了梦另一侧的现实。”艾莉亚深紫色的眸子顿时睁大，好像想到了什么。“你……”艾莉亚的眼角划过一滴泪珠，有些不知所措。苏雨将她搂了过来：“艾莉亚，让我们去寻找吧，一起变强，抓出那些幕后的黑手，然后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的。”“走吧，小家伙，今天的本王状态拉满哦。”苏雨惊喜地扫了一眼脑海之中那古老的契约。宠兽艾莉亚·彩佩西，位阶2阶超凡境2999 3000。经过了苏雨持之以恒的以身饲虎，甚至赶在交流赛之前来到了这一步，距离位阶晋升也仅差一步。血之冠冕的返祖现象一直没有激活，苏雨认为这次的返祖觉醒应该是在位阶晋升之时。如果这次能够应付，苏雨就不着急在大庭广众之下进阶。如若不能，两人起床前往会议室。上官林带来了交流赛第1阶段的安排，参加大一赛段个人战的8人围成一圈。上官林开口道：“同学们，刚刚上层联合主办方帝陵大学公布了第1场闯关战的赛况，地点将在帝陵大学的魔库拟泰场。你们72名个人战选手将会各自为战，以积分制为规则，积分前8的人将进入淘汰赛阶段。具体为魔库拟泰场之中设置的关卡，每过一关，魔库拟泰场将会自动打分。当然，如果淘汰一名竞争对手，也将获得积分。”众人面面相觑，这是鼓励不同大学之间的学生对抗啊。苏雨亦若有所思，说是积分前8的人可以晋级，那反过来讲，如果把所有人都淘汰掉，岂不是上官林轻声道：“虽然是个人战，但我想大家心里也清楚这次交流赛意味着什么。”妖直系的 S 级学员陈飞道：“老师我们明白，我建议苏雨来当我们几人的临时队长，进入淘汰赛前大家尽量合作，如何？”上官林满意的点点头，其他几人也没有反对。苏雨在个人战中的表现有目共睹，只有实战系的元朗有些不自在，但也不好违逆所有人的意思，勉强答应。上官林道：“好，那就期待众位的表演了。走吧，我们去传送阵。”今日的帝陵大学人山人海，特地为了这场9校联盟交流赛而来，甚至包括许多海外的知名御兽大学的御兽师前来观摩。御兽师已经成为了每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尽管人类暂时达成了共同对抗魔窟的共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又怎会停止？御兽师学生间的对抗赛也隐隐成为各国角力的场合。帝陵大学的月季广场容纳了足足7万余观众，直播间连带海外的在线人数更是节节攀升，还未开始便已达到1000万的峰值。老生们的比试估计大差不差，倒是新生之间，你们说这次谁会第一？空幻渊吧。帝陵大学这次的阵容很强啊，魔灵大学本来不弱的，可惜最强候补之一的李牧被苏雨内部淘汰了。苏雨也很有机会吧，他跟艾莉亚的组合配合的天衣无缝啊。天真，虽说是个人赛，但第1场可是混战，我要是帝陵的人，直接围攻苏雨。石少龙也有机会吧，
他的天赋也很吓人。对，江河大学这次有机会争夺第一啊，他们的天赋过于特殊，地灵和魔灵还真不一定稳吃他们。外面人浪声山呼海啸，直播间的弹幕一条接着一条。可魔窟你太场的传送阵前却无比的安宁。地灵大学的星辉导师林丽给每人发了一个预评：来自9个学校的同学们，我是地灵大学的导师林丽，负责这第一场闯关战的裁判。你们将被传送至魔窟你太场永劫魔窟。我向不了解永劫魔窟的同学们介绍一下，永劫魔窟是帝都之下镇压的魔窟，也是我们大夏唯一主动进攻的魔窟。该魔窟之中，除了我们大夏，还有5个上位序列种族在此盘踞：空灵族、赤蟒族、双头狮鹫、三眼金尼和鬼夜叉。种族之战没有对错，而永劫魔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春夏秋冬会有不同的劫难。如今深秋，永劫魔窟的劫难为风雪劫。你们传送之后，里面将会有寒冷彻骨的冰寒和如刀般的疾风，在里面活下去，走过风雪劫下风雪路，并斩杀我们用魔窟你太场在风雪路上生成的5个种族的异兽来获得积分。走完风雪路将会获得100分，斩杀1个异兽10分，淘汰1名竞争对手10分，时间期限为3小时。3小时后，积分前8名的学生将进入淘汰赛。当然，魔窟之中危险异常，如果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危险，只需要捏碎玉瓶就能传送离开。我建议大家不要逞强，如果死在里面，是真的会死的。林丽将比赛规则介绍完之后，在场的众人神情凝重。他轻叹一声，毕竟是才入学半个月的新生，哪怕是一群天才学员，可这么快就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多少有些为难他们。然而，战争不会等着人类。林丽心情有些不佳，昨日收到禁区之中的消息，某一个序列排行前20的上位序列种族正在策划一场突破大夏9位防线、入侵蓝星的战争。苏雨低头若有所思时，站在他身旁的一人道：我原以为魔灵大学的苏雨和比赛里的一样，是一位锋芒毕露的狠人，可看起来倒颇为平平无奇啊。苏雨扬眉一望，隐约中有些记忆。江河大学石少龙。石少龙与苏雨身高相仿，被誉为这次交流赛另一位冠军候补。苏雨无聊时看过他的比赛，天赋属于战斗型，在宠兽的掩护下，他自身的破坏力就不亚于一些上位序列，所以他的宠兽更偏向于防御。石少龙轻轻点头，对，输在你手下的李牧和在下刚好有一点私交。苏雨眉头一皱，所以你是来替他复仇的？石少龙目光瞥向一处，不，他输给你是他没本事，我有个提议，要不要我们先联手，先干掉那位？苏雨追随着目光看去，那一头白金色长卷发的少女站在地灵代表队中显得那般耀眼，和艾莉亚一道简直是全场最亮丽的风景线。苏雨道：没兴趣。开玩笑，那可是我的猎物。老实说，这第一场的赛制真的帮了大忙。苏雨和艾莉亚的计划如果在外面的赛场上有裁判导师的插手，还真不好办，可在这里太场中，一切皆有可能。苏雨轻笑道：谁让我是一名绅士呢？联手欺负一名女孩子的行为，我作为绅士坚决反对哦。怎么，你没有信心的话，我允许你在我赢了他之后过来试试，你能不能从我手里摘桃子？石少龙脸色一僵，他有想到苏雨也许比较狂妄，但这种近乎于施舍的言辞，那是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你行，那我们就各凭本事吧。如果你和那只吸血鬼还是跟李牧交手时的实力，那我只能不幸地告诉你，你没有一丝获胜的可能。他同样充满了自信，转头离去。石少龙回到队伍中，严灵道：龙哥哥，你跟他说什么去了？石少龙柔声道：没什么，跟传闻的一样目中无人，我会让他见识到什么叫做天才的壁垒。另外，替李牧兄弟打回去，他不是你表弟吗？严灵笑着颔首。石少龙离开后，艾莉亚附在苏雨耳旁，小家伙，本王闻到了另一股香香的味道啊！苏雨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艾莉亚说的是血的味道。谁啊？艾莉亚目光锁定刚才找你搭话的杂种旁边的女人。苏雨回想起上官玲给他的资料，等等，那不是石少龙的未婚妻吗？艾莉亚琴手道：虽然没有小家伙你的香，但是总是吸你的血，本王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总得有人替你分担下。之前艾莉亚也有梅兰竹局4个女士供她吸血，苏雨只是唯一的男子。苏雨微微捂住额头，这种事真能干吗？好，苏雨应了下来。事后的麻烦，事后再考虑。艾莉亚以后需要的血会越来越多，寻找合适的血包总是要提上日程。这里是弱肉强食的战争世界，一切的道德都抵不过一条血的法则，生存，强者才能生存，唯有去争才能变强。苏雨牵起艾莉亚的手，在一阵阵光幕之下，
传送阵启动，72名来自9校联盟的学生被传送至永劫魔窟拟太场。白皑皑的雪花遮盖了视线，呼啸又凛冽的寒风如同刀子，稍稍一动都有可能被切开肌肤。风雪路上风雪节，闻名不如一见啊！幸运的是，在苏雨来之前，特地找到后勤处的白如回请教了一下，花了50学分买了一件能应对风雪节的鬼级魔窟武装。魔窟武装，烛影，等级，鬼级，备注：以赤炎魔的心脏作为蜡烛烛心，其散发的温度将消融带有魔力的冰雪，能力融雪，会散发方圆10米的烛光倒影，在这范围内带有魔力的冰雪将会消融。副作用：有时他的心脏会过于狂暴，烛心会化作熔岩，请小心持有。苏雨拿出烛影，走吧，同学们，为咱们魔多尔战的时候到了。柳轩和其余几人紧随其后，踏上风雪路，闯关战正式拉开序幕。所有被传送进永劫魔窟的学生手中都有一份风雪路的地图。风雪路在一片绵延的高山之中，越脱离山体，空气和魔力会越为稀薄，往往脱离山体100米之时，涅槃境以下的御兽师和宠兽就会抵挡不住魔力枯竭带来的影响。想靠飞行系的能力直接翻山并不现实，而终点在山顶处，抵达终点就将直接获得100分，再加上路上斩获的分数，大概率直接晋级淘汰赛。踏入风雪路之后，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漫天冰雪遮盖了所有视线。柳轩当即认出来道：是风雪乱流。风雪乱流会将所有人吹散到随机的位置。苏雨眉头微微一皱，主办方地灵大学也早有准备啊。苏雨果断道：大家各自行动吧，恐怕不会给我们组团的机会。其余6人凝重地点了点头，能被吹散到哪里全凭随机，就意味着只能各凭本事。拟太场外面月季广场上，负责担任解说的地灵大学的教导主任于成点频道：永劫魔窟总会不定期引动风雪乱流，所有踏上风雪路的人都会被风雪乱流卷进随机位置。在魔窟中，任何人都随时会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甚至是绝境，如何应对，是否足够的幸运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咦，似乎有人不太幸运啊。苏雨和艾莉亚被风雪乱流卷入雪山山脚的某处松林，和他一起被卷到这里的还有其他学校的5人。这5人，苏雨隐约间认出来2个，来自大漠御兽大学大夏潜力榜第7的朱伦，来自雪原御兽大学大夏潜力榜第9的罗红。其余几人看校服，似乎也是这2个学校的。2人睁开眼，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苏雨，也看到了彼此。朱伦果断道：罗红，联手吗？罗红回头一望，本校的算上自己有3人，大漠的有2人，可那苏雨1人的战力就让他心悸不已。平心而论，3个一起上也许机会都不大。他并没有准备应对苏雨的魔窟武装。好，罗红瞄向苏雨，很遗憾，要是单独遇到，我可不敢对付你。可惜运气似乎站在我们这边。2校的学生瞬间达成一致，5人列阵，共同应对苏雨。苏雨并未感到意外，多说无益。月季广场上观战的人议论道：完了，5个打1个，运气太差了，别的地方好歹都有1-2个自己人，就苏雨这儿被围攻。完了，我还以为苏雨有机会夺魁呢，一开始就要记了吗？朱伦和罗红不敢大意。苏雨在和李牧一战之中展现的力量无比强悍，2人都没有很好的应对精神系的魔窟武装，小心别被那只吸血鬼的能力影响。根据推测，那歌声会直接控制实力弱小的宠兽，同级应该只会受到影响。还好这里是雪山。来自雪原御兽大学的罗红的宠兽是一只雪狐，在这种特殊地貌当中相当有力，也许能抗衡艾莉亚的死徒圣歌。5人摆开阵势，换出自己的宠兽。吼！朱伦和另一位来自大漠御兽大学的学生控制着沙漠血蝎，钻进雪地当中，企图从地下杀向艾莉亚。罗红的雪狐则化作风雪之中的白影，肉眼完全无法辨认。另外2人则是身长5米的雪怪，雪怪抓起巨木，以松树为兵器，横扫向前。苏雨嘴角轻轻扬起，之前始终没有暴露艾莉亚全部的力量，就是为了这种时刻。你们还真以为李牧和雷赫的那些小玩意抵挡得住神代序列吗？艾莉亚，砰！艾莉亚背后的漆黑羽翼甩开风雪，鲜血和白骨凝聚的竖琴在赤红色光点的加持下，不灭的圣歌再度奏响。与之前所有对决都不同的是，艾莉亚的圣歌的力量不再是影响、控制，而是支配。魔音贯耳，在不灭加持下的死徒圣歌甚至刺破了疾风暴雪，那风雪仿佛在被魔音的音波一波波弹开。砰！雪怪、雪狐、沙漠血蝎在还没有接近艾莉亚30米之内时，就已经处于艾莉亚的支配之下。罗红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宠兽竟然和自己切断了联系，无论他如何呼唤，雪狐再也没有理会他的命令。朱伦更为惊愕，
这歌声不是只能魅惑那些如同入学测试的弱小宠兽吗？跟苏雨同级的对手不都是只被影响吗？怎么可能？苏雨轻笑一声，不好意思，运气似乎在我这边。不幸的是你们居然敢不做任何准备站在我的面前。不好意思，你们被淘汰了。死徒圣歌能一使的死徒刚好是5个，你们刚好是5个宠兽，就拿来吧你。雪狐、雪怪和沙漠血蝎调转过头，对着5人展露凶芒。罗红、朱伦胆怯地后退2步。没有宠兽，御兽师几乎大半战斗力都丧失殆尽，这还怎么打？艾利亚轻蔑道：杂种们，这些小畜生本王先借用一会儿，不想死的话自己滚吧。艾利亚的身后上百道血毛凝聚，对准了5人。朱伦和罗红不甘地相视一望，只得捏碎玉瓶，我们放弃。天空中传来播报：魔灵大学苏语选手淘汰朱伦，积分加10分；魔灵大学苏语选手淘汰罗红，积分加10分。谁都没有想到，交流赛的个人战一开场，苏语面对围攻直接瞬杀，豪取50分。月季广场上，于成惊讶道：难以置信，那只吸血鬼的能力不是只能支配比自己位阶更低的宠兽吗？不管是去年还是今年，艾利亚在公开场合展现的力量都是支配更低一阶的宠兽，这次直接撕下了伪装。苏雨的确是想着尽可能的隐藏艾利亚和自己的能力，从而造成对手的混淆。但这次大赛有着比冠军本身更诱人的奖励，这是苏雨和艾利亚面对的第一个神代序列对手，万万不敢大意，一开始便全力以赴。观众们纷纷一惊，居然藏得这么深，果然玩战术的心都脏了。没有对抗精神系的能力，在苏雨面前果然是送了。看，雪原御兽大学那边香槟开早了，还真以为这雪原是你们的主场啊。天空中巨大的实时积分板显示着所有人获得的积分，苏雨一马当先夺取头名。第1名苏雨50分，第2名空幻渊20分，第3名石少龙20分。刚一开始就有不少人被淘汰出局，普通天才和顶级天才之间的差距犹如一道叹息之墙，无法逾越。风雪路能阻挡凡人，却阻挡不了天才的脚步。苏雨坐在雪怪的肩上，艾利亚则坐在苏雨腿上。相传杀死特殊的空灵族能获取空灵心来提升精神力，可惜这拟太场里的空灵族毕竟只是模拟的。苏雨和艾利亚干掉了一只空灵兽，又获得了10积分，却没有爆出空灵心。艾利亚道：你在做什么？他看见苏雨咬破手指，在沿途滴落了几滴鲜血。山顶上恐怕会是一场混战，先做些准备。艾利亚恋恋不舍地看着自己的口粮要喂给这雪山里的畜生，他也清楚，这是为了对付那传闻中的空灵魔女。走，去山顶。雪山约3000米，对于有能力的御兽师来说如履平地。大约用了1个半小时，苏雨和艾利亚成功登顶。与此同时，苏雨看到山顶的另一侧，几个略有些眼熟的面庞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天空中的巨屏播报再度响起：魔灵大学苏雨成功登顶，积分加100分；江河大学石少龙成功登顶，积分加100分。先上来的居然是他，而且他身边还跟着江河大学的严灵以及另一位潜力榜前30的好手。石少龙同样有些意外，旋即警惕地看着苏雨。苏雨没有着急动手，轻声道：艾利亚，能感应到吗？艾利亚轻轻颔首，他在附近，却没有现身。神代序列之间存在着微弱的特殊感应，虽然没有感应到空幻渊的位置，却所离不远等。另一边的严灵小声道：龙哥，他只有1个人，不打吗？如果能在这把他淘汰掉，今年咱们江河大学至少能前2，不是吗？石少龙摇摇头：不，我们的援兵在后面，而且你看那边。严灵儿顺着石少龙的视线方向望去，风雪中有一片不规则的魔力流动，似乎是一片伪装。严灵儿心领神会，直接道：大名鼎鼎的地灵天才，何必要躲躲藏藏呢？在他话音刚落之际，那片风雪顿时消融，空幻渊于风雪中走出，长卷发随风而舞，双脚浮空，仿佛举手抬足之间就闪烁着虚幻的波动，淡妆装点了最美的年华，任何男子在他的面前都难以轻易保持镇定。空幻渊柔声道：小女子还以为你们会先打起来呢，如果你们能在这静候闯关战的结束，小女子倒是乐意看的。他又看了苏雨一眼，眸子流转，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老实说，苏雨和石少龙的分数已经足够晋级淘汰赛，然而没有人想就此止步，能早一步干掉竞争对手就不能等。大家都肩负着自己城市和战区的希望对峙，悄无声息的对峙，仿佛那呼啸的风雪都静止了一般。月季广场上，原本喧嚣的观众都纷纷噤声，埋头低语道：喂，我还以为淘汰赛上才能碰到这仨人的对决，看这架势，
是准备在淘汰赛前就要一阵定胜负啊？还真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登顶的，大部分人都在山腰附近徘徊。首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时间还有一半，恐怕要打了。谁能赢？不好说啊。解说台上，另一位来自锦城预售大学的星辉导师庄区道：没想到3位夺魁的热门选手会在此地相遇。于兄，你认为这3人谁获胜的机会更大？于成谨慎道：从实力上来讲，兴许是伯仲之间。原本我认为空幻渊和石少龙会比苏雨略强一些，可刚刚的苏雨撕下了伪装，展现了他宠兽的力量，现在无法预测。当然，空幻渊获胜的几率依然很大，毕竟他个人的战力就不亚于宠兽，本身就拥有强大的上位序列妖值，再算上他的个人战力，会让他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对峙并未持续太久，苏雨隐隐感觉到那些喝下了自己鲜血的异兽们正在向着山顶靠近。他不确定石少龙和空幻渊到底准备了什么样的后手，但属于自己的机会要把握住。严离儿身后的另一位男子附在石少龙耳边轻声说了几句，石少龙会心点点头。旋即在毫无征兆之下，石少龙随手折断身旁的枝桠，立马化作了破空利刃，贯穿风雪，朝着苏雨和空幻渊掷去。属于他的 S 级天赋贯穿之鹰，任何物品在他手上都会被赋予无与伦比的贯穿破坏力，在同级之中甚至先有宠兽能够抵挡。战斗一触即发，艾利亚在苏雨身前凝聚了血盾，贯穿之鹰突破了3层血盾才被鲜血溶解，而空幻渊的面前则是剧烈的魔力波动，犹如空间扭曲，硬生生撕碎了掷来的贯穿之鹰。在这一刹那，3人径直杀向了山顶中心处。空幻渊脚下序列 No.36 血星蔷薇急速增值，如一道道冰雪蔷薇在雪山上绽放，每一道蔷薇附带着韧性极强的荆棘，仿佛要将所有人扣在荆棘之下。艾利亚身后用血与蛊铸就的竖琴再度响起亡灵的波动，他没有一开始就赋予其不灭属性，毕竟空灵魔女的 SSS 级天赋就和精神力有关，这种力量对其作用有限。使用圣歌的目的在于逼迫他和石少龙分出精力来应付。石少龙亦有所准备，他的宠兽 No.14 天命玄龟是能隔绝一切力量，包括减弱精神力侵袭，号称魔窟最强防御的种族，缺点自然是进攻能力的匮乏，然而却和他的天赋相吻合。魔音扩散，蔷薇绽放，玄龟灵体护盾凝聚，3方混战开始了。血腥蔷薇增值的荆棘抽打在天命玄龟的龟壳上，甚至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空幻渊柳眉微蹙，这龟壳的硬度超乎想象，再配合上石少龙的贯穿之鹰，可谓是最强的矛与盾之间的组合。艾利亚的圣歌亦未能影响玄龟，序列排名第14，比隐民族更接近神代的种族，没有不灭的加持，自然无法起效。这还只是试探。艾利亚羽翼张开，双手朝向2人。鲜血女王尽管早已准备了对抗艾利亚能力的魔窟武装，可是少龙和空幻渊身体内的鲜血还是被一定程度的操纵，身形出现了迟滞。这一瞬间的空隙，苏雨张弓搭箭，暮色长弓，一道血箭以肉眼无法识别的速度贯穿而去。砰！玄龟的龟壳过于坚硬，哪怕是暮色长弓的贯穿力都无法刺穿，而空幻渊那一侧则更加诡异，血箭在他面前不足10公分处急速迟缓，最终在一阵空间波动中折断消融。指望用血箭制胜是不可能了，只是以此招来分析双方的能力。石少龙和他宠兽的能力简单粗暴，但也从未展现过玄龟的特殊技能，这其中兴许存在着陷阱。而空幻渊的宠兽血腥蔷薇以其无限增值的蔷薇和荆棘作为主要战斗力。在艾利亚的认知中，空灵魔女的 SSS 级天赋正是劫难本身，魔女之夜。但空灵魔女的2项能力每一届却各有不同，空灵族擅长空间和精神2种属性，而空幻渊刚才的表现也与此相关。那折断血剑和石少龙贯穿之鹰的能力，应该就是其扭断空间的力量。至于另一项能力，还需要试探一番。空幻渊上嘴唇轻轻翘起，他的 SS 级能力凌空魅影，超凡级的凌空魅影能扭曲3片10厘米方圆的空间，成长上限极强，但如果被判断出来被密集轰炸的话，会应接不暇。所以空幻渊才选择了血腥蔷薇，能补足面对密集轰炸的防御力。无论如何，不能被其他2人牵着鼻子走。正如苏雨计划的那样，空幻渊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他的精神力甚至比苏雨还要高1级，是灵狐境的精神力境界，却迟迟没有契约第3只宠兽，就是为了等待神代序列，亦或是极为靠前的上位序列。如今机会出现在眼前，空幻渊特地为了捕捉他契约了第2只妖之要等，要先把石少龙解决掉，再发动魔女之夜。否则一旦启动魔女之夜，会被迫让这2人联手，届时这不完全的魔女之夜恐怕困不住2人。3方的对决尽管你来我往，却仍然保持着相对克制。
你太场外的月季广场，星辉岛市庄区道。苏雨面对这两人完全不落下风啊，谁先被联手针对，恐怕就意味着他们与本次交流赛桂冠无缘了。于成笑了笑道：是吗？不一定哦，你别忘了，除了苏雨和空幻渊外，石少龙那边可还有2个人呢。这时观众们才注意到，在3位天才大打出手之际，颜灵儿和另一人联手布下了临阵，难怪率先发起攻击的是石少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怎么说？我就说为什么江河大学的队伍要混进来一个 B 级天赋的狒狒，原来他的宠兽是为了布置传送阵的。江河大学在这一轮梭哈了。我懂了，颜灵儿的天赋是灵体分魂，能将自身灵体分出来寻找其他人的下落，看似 1v1v1， 实则马上要变成江河大学代表队的围殴了。你太场内，苏雨注意到另一边的颜灵儿在悄悄布置着什么，自己这边还需要15分钟左右，正有一群追逐着苏雨鲜血的5足异兽攀爬风雪路。难道艾莉亚？先打那边。苏雨的奸笑容易振翅而起，长挽弓，血剑疾驰。空幻渊同样注意到颜灵儿和另一人一动不动，似乎偷偷布置传送灵阵。到了关键时刻，血腥蔷薇拔地而起，企图破坏灵阵的地表。石少龙扬起嘴角，已经完了，当我动手的时候，你们就没有机会了。很遗憾，你们突破不了我的防御。玄龟，天命玄盾。天命玄龟的龟壳腾空而起，于空中泛着金光，一道金光夜夜的能量盾横亘在了颜灵儿的身前。饶是血剑的贯穿力再强，饶是血腥蔷薇的增值速度再快，都无法蔓延到玄盾之后，绝对防御。颜灵儿双手一拍，大功告成。苏雨、艾莉亚和空幻渊注意到一道淡蓝色光晕直冲云霄，颜灵儿分魂的灵体早已寻找到了江河大学全部参赛的8名选手，并且在他们那里同样复刻下了这边的传送灵阵。传送灵阵根本不适合战斗，绘制极慢，也容易被打断，而且只能单向传送，还需要提前找到所有人的位置，在同一时刻进入传送阵。但这恰恰适合颜灵儿，他的分魂能力在魔窟中能做到通讯和传送的绝对安全。一道道光晕升腾，雪山的山体中，原本正在和异兽战斗的学生，正在与其他选手单挑的学生，都在同一时刻迈入布置好的传送灵阵。嗖嗖嗖，一道道光晕砸在了雪山的山顶上。石少龙从怀中拿出了一件奇形怪状的钵盂，自信满满道：看来是时候给这场交流赛画上句号，你们没有机会了。这是江河大学的校长在千湖魔窟之中找到的龙级秘宝千湖鱼。低阶御兽师固然无法使用龙级武装，但此为天生的神代秘宝，被誉为神代之一，本就不需要加工成武装，自然不会对御兽师造成副作用，更不会有使用的等级限制，可谓魔窟之中梦寐以求的秘宝之一。为了击溃苏雨和空幻渊，石少龙和他的江河大学全力压住这第一场的闯关战。在这极端恶劣的风雪节中，千湖鱼倾泻的千湖之水将化作雪崩雪啸，彻底淹没两人。而处于上风位置的江河大学成员亦将毫发无损地包揽全部淘汰赛名额。局面急转直下，原本平衡的三方对峙一下子变成了苏雨和空幻渊的大危机。月季广场上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石少龙赢得冠军的实时赔率从1比4，武一路猛涨至1比1。灵体分魂的直接传送，龙级秘宝的千湖道观，江河大学为了赢下这一场准备的很多啊。石少龙位于上风口，手握千湖鱼。投降吧，我刚才在等援兵，你们在等什么？石少龙身后，颜灵儿和其余6人也纷纷唤出自己的宠兽，站在天命玄龟之后，丝毫不惧艾莉亚的死图圣歌。似乎他的千湖鱼一倒下去就意味着对方的败北。然而艾莉亚抬起手，赤红色的光点在玄盾之上闪耀。空幻渊心领神会，此时他需要稍微配合苏雨，阻止千湖鱼的发动。凌空魅影，不灭鲜血女王。苏雨的血剑虽然被龟壳所阻，但鲜血留在了龟壳上。空幻渊的凌空魅影扭断了些许的龟壳。咔嚓时，少龙难以置信地看着玄龟上的缺口，那不灭的赤红光点将苏雨血剑的鲜血化作不灭的鲜血圣枪。砰！血枪穿透石少龙的右臂。啊！他无比坚信玄龟的绝对防御，自然没有应对玄龟的防御被击碎的预案，甚至他完全无法没有料到有力量能在一瞬间撕碎玄龟的龟壳。千湖鱼从手中滑落，艾莉亚的鲜血凝聚成血爪抓向千湖鱼，石少龙顾不得疼痛，也摧毁不了血枪，干脆趁势发动贯穿之音，将血枪定向血爪，左手再次抓向千湖鱼。这一点点的空隙时间，艾莉亚用圣歌控制的5名死徒，也就是2只沙漠血线、2个雪怪和1只雪狐，已经冲上去与颜灵儿6人缠斗。反正不是自己的宠兽，苏雨丝毫不心疼，让他们以伤换命，杀出血路。砰砰！
沙漠血蝎不适应环境，率先支撑不住，被打成一滩血水。可雪怪和雪狐在风雪中起舞，拖住了沙河大学其余几位 S 级学员。石少龙没有犹豫，引动千湖鱼，形似湖泊的波鱼从空中倾泻而下千湖之水。那些被湖之精灵祝福过的湖水，能消融世间一切的邪恶。千湖之水灌注而下，在极低温的风雪节中顿时化作冰雪，俨然要将苏雨和艾莉亚淹没。艾莉亚不再留手，双手合十，轰！一声声剧烈的爆响从地面炸开，她如今能操纵的全部鲜血化作一道鲜血之壁，正面撞上千湖之水凝做的冰雪。鲜血进入冰雪，当无生命的物体掺杂进鲜血之时，就是艾莉亚掌控它的时刻。虚实数放是这样，千湖之水亦是如此。于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月季广场爆发出阵阵惊呼。那千湖之水在艾莉亚的操纵下，从地面跃起到流卷向石少龙。石少龙大为惊愕，这千湖水竟完全不受自己掌控，而是在艾莉亚的驱使之下。艾莉亚的嘴角轻蔑一笑，神代之仪又如何与真正的神代相抗衡？刷刷，千湖水倒灌天穹，石少龙被自己召唤出的千湖之水席卷进漩涡。玄遁，天命玄龟将其护进体内，可依然遭受重创。颜灵儿赶紧接住被击落的石少龙。月季广场上的2位星辉导师都难以置信的惊呼，居然能反过来操纵千湖之水，那可是神代之仪。不，他是将血液融进了千湖之水。刚才那一瞬，我还以为石少龙已经要赢定了。艾莉亚展现的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 99吸血鬼的范畴，甚至比月光使徒还要强一些。难道是月光神使？石少龙呕出一大口血，胸腔遭受剧烈震颤，起伏不定。空幻渊美眸睁了睁，望向艾莉亚的狂热更多了3分。颜灵儿心疼地抱着石少龙，当最强的矛不再锋锐，当最强的盾无法抵御，他心中第一次滋生了崇拜的天才也有无力的时刻。石少龙血气狂涌，对着身边人道：替我挡一下，我还有第2只宠兽。几人原本失落的心态这才为之一振。没错，他们还没有输，学校的王牌还没有展现全部的力量。再说他们人数依然占据优势，而那艾莉亚刚才亲力一击抵挡神代之仪，已然耗费大半鲜血，必然难以为继，就连身形都缩小了几分机会。可这时一声声长啸撕破了风雪，仿佛那呼啸的寒风在那此起彼伏的长啸中都显得并不凛冽吼。众人心中一凛，纷纷望向苏雨的背后。从阴影中走出来了遮天蔽日的异兽，形同人形灵体的空灵族，趴在地上喷吐着不惧风雪火焰的赤蟒族，飞翔在空中的双头狮鹫，疾驰于松林的3眼金泥，和震动着双翼手持叉子的鬼叶，插着庞大的数量，恐怕数千只都打不住。而且这些异兽聚在一起，并未发生冲突，亦没有发狂，尽管境界都很低，许多甚至还是一阶觉醒境。拟态场并没有生成强大的异兽，这却正好方便了苏雨。苏雨的血之冠冕如今只能让强大的异兽发狂，却无法有效控制，但对于低等级的异兽，那随便支配。苏雨看向石少龙，轻笑道：我在等援兵，你们在等什么？那几个虾兵蟹将，不会就是你嘴里的援兵吧？睁开眼睛看看，什么才叫援兵？震撼！数千异兽追随着苏雨致命诱惑的鲜血，被苏雨的血之冠冕支配，成为了苏雨绝对忠诚的血士。就连空幻渊都瞪大了双眼，他这才想起苏雨好像在入学测试的那场战斗中，曾利用鲜血创造了极为逆天的记录。起初他和地灵大学都分析认为苏雨的能力只能支配约100只左右的低端异兽，毕竟那时的嗜血已只是发狂，那么就不足畏惧。然而他就像行走的天灾，尽管已经不影响战局，可天空中的播报不合时宜的响起。魔灵大学苏雨支配异兽3277只，积分32770分。还未登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学生惊愕地看着天空，仿佛认为这个世界出现了什么 bug。 哈，这你太场抽风了吧？3万分，沃特，不是，怎么控制了这么多异兽啊？你有所不知，苏雨的天赋好像能控制低阶异兽啊。这下好了，雪山中恐怕没有拦路的异兽了。还真是，那岂不是我们也能去山顶了？走走走！天空中的巨型屏幕显示的分数怎么看怎么诡异。第1名苏雨32990分，第2名空幻渊260分，第3名石少龙230分。分数在苏雨的离谱操作下已经失去了意义。除了场内不明就里的学生外，其他人都在关注山顶上的战况。面对着苏雨身后铺天盖地的异兽群，石少龙几人脸色有些难看，颜灵儿更是脸色惨白。原本持有神代之仪千湖鱼的他们相当有自信解决苏雨的这项能力，然而艾莉亚击溃了千湖鱼，导致他们面对这异兽群竟毫无办法。
苏雨背后那些异兽将苏雨和艾莉亚托起，苏雨自上而下的俯瞰道：“我的能力，序列之王。匍匐在王的脚下是生物的本能，你们几个一起上吧。”几人仰望着苏雨，面对他的狂妄，心中愤懑，可不得不承认，此时的苏雨犹如黑云压城，压迫力十足。你太场外。星辉导师装屈道：“看来是苏雨要赢了，他简直就像移动的天灾。”无数观众也深表同感。石少龙歇菜了，谁还能抵挡住这一兽群？于成则摇头道：“不，还不好说。”庄屈诧异道：“哦。”于成道：“天灾可不只有苏雨一人，魔女之夜，空幻渊和苏雨一样具备引动天灾的力量。”伴随着于成的点评，观众目光纷纷看向了场上的空幻渊。空幻渊面对这数千异兽，身形缓缓上升，双手结印，念念有词：“述说永夜，黎明将至。纵，漆黑的夜遮蔽天穹。仍，希冀的灵欧歌乐园。唤醒吧，魔女之夜。成成成，立立立。”以空幻渊为中心，漆黑的丝带刹那绽放，笼罩天地。丝带上涂绘着晦涩难懂又令人压抑的图画，在夜的漆黑上刻绘着属于魔女的梦。艾莉亚跳到了苏雨的身旁：“来了，属于空灵魔女一脉的力量，魔女之夜。”魔女释放出的固有结界，将自己的星象空间完美的覆盖周遭千米范围内的一切生灵，拉入另一重结界空间中。在这片空间中，属于神代序列空灵魔女的力量将会完全施展。天空、大地、远方，唯有那永夜的漆黑和露着诡异笑脸的抽象图画小人。那些小人似乎记录着一段尘封的过去的记忆。擅长空间和精神类力量的空灵族100年诞生一位的空灵魔女，将会使这两项能力合二为一，即让幻想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绝对障壁不再绝对。那漆黑的夜构成的画布上的东西，都能化作他的力量。苏雨并未感到畏惧，相反，心中愈发的狂热。如此才不愧于神代之名，如此才不枉我决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捕捉你。空幻渊的力量完全展开。除此之外，他的另一妖值天雷鸣烛与血腥蔷薇全面爆发。苏雨身后那群低阶异兽在被两大妖值的绞杀中痛苦的哀嚎，鲜血染红了大地。同时，那画布上死神的镰刀、精灵的长弓、龙的崩啸脱离了幻想，化作现实，一波接着一波毁灭又无情的杀戮，俨然一幅灭世的画卷。石少龙睁眼看着天空，他自以为拿到了神代之遗，神代序列的力量似乎不过如此。可这一刻他才明白，是自己管中窥豹，根本无法对抗苏雨呢。那只吸血鬼就算再强大，莫非能对抗神代的结界吗？星象空间不受外界干扰，外界完全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山顶空空荡荡，空无一人。但结界内，空幻渊浮空而至，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在这里，学校给的小瓶子可是无法脱离的。小女子的精神力已经到了灵狐境，所以你能乖乖把它让给小女子吗？你们无论如何已经出不去了，乖乖让给我，如何？苏雨仰着头看着他那精致如画的面庞，原来我们打的是一个主意啊。苏雨轻轻摇头，空灵魔女名不虚传，但是你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吗？艾莉亚伏在了苏雨的身后，小家伙，让我们来逮捕魔女吧。他轻轻咬在了苏雨的脖颈上。空幻渊原本平静如湖面的心绪顿时方寸大乱。不好！可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艾莉亚饮下了最后欠缺的一点点鲜血，越过了蜕变境的门槛。艾莉亚的漆黑双翼变换出了漆黑的倒影，倒影构筑了地基，地基之上鲜血的王座屹立不倒。艾莉亚彩佩西进度满级，完成进阶，位阶3阶蜕变境。蜕变境，身体与灵魂开启蜕变。鲜血女王将赋予鲜血体以生灵的概念，施术范围扩张至500米。死徒圣歌亦使死徒的数量增加至10只，连带着苏雨同样越过蜕变境的门槛，身体素质大幅度跃升。尽管人类依然不具备魔力回路，可此时的苏雨若是在面对那低阶的异兽，已经能凭借自身力量对抗。同时，苏雨的 S 级能力致命诱惑获得了全新的效果。致命诱惑，您的鲜血对所有异兽拥有致命的诱惑，吸取您大量鲜血的异兽，您可以将其体内的鲜血转化为致命毒药。苏雨和艾莉亚的双双提升超出了空幻渊的预测。同为神代，尽管他坐拥主场优势，且刚才艾莉亚为了对抗神代之未大幅度削弱，可他此刻恐怕无法稳操胜券。苏雨看出了他波动的内心，轻声道：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你以为我带这些低阶异兽来是为了对付你吗？苏雨振翅而起，侧身伸出右手。畜生们，为了王自尽吧，你们的鲜血将会成为鲜血女王的力量。空幻渊猛地看向地面，那数千的异兽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们对着苏雨
用奇特的声音模拟出人声。是，荣耀尽归吴王。噗呲，数千异兽粉碎了自己的魔力回路，捏碎了自己的心脏。鲜血，无穷无尽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染红了漆黑的魔女之夜。苏雨走到了艾莉亚的身后，将手轻轻放在艾莉亚的头顶，那一根摇晃的呆毛被苏雨轻轻一拔。轰！蓦地，所有鲜血向上，不停地向上，即便在漆黑的魔女之夜，依然化作一片照耀天地的血月。以异兽的白骨垒起骨架，以血肉凝聚壁垒。嘎嘎，乌鸦、蝙蝠、鹰，一切的黑暗生物滋生，它们融入了鲜血，融入了鲜血铸就的神殿。完全解封的艾莉亚再没有丝毫的保留，将属于神代的一切复刻。SSS 即不灭神殿。鲜血的神殿轰然一响，血旗践踏着大地，血鹰翱翔于天穹。艾莉亚浮在空中，隔空对峙，天有绝海，地有冥府，大地将与海景系苍穹。沉睡于冥府的亡灵们，聆听真祖的圣歌，击碎魔女的夜。完整咏唱的不灭神殿，让无边无际的魔女之夜千疮百孔，无数血之眷属不顾死亡的冲向空幻渊。空幻渊拥有主场的加持，这里是空灵族的风雪山，大地的魔力能够供他驱使，也是他认为一定能战胜艾莉亚的关键。可这一刻，献祭了所有风雪山上异兽的蜕变境艾莉亚，已经能将神代的能力发挥的与他坐拥大地魔力不相上下，难以置信。更恐怖的是，不灭神殿扎根于结界之中，竟然能跟他争抢风雪山的魔力。魔女之夜的无数利刃穿过幻想的世界砸向艾莉亚，可无边无际的鲜血同样被艾莉亚捏成血刃回敬。两女的互相攻伐丝毫没有留手，天穹、大地、山峦，一切的一切都被二女攻击的余波撕裂，大地出现裂缝，山峦被荡平山顶，结界的天穹犹如碎片一片一片掉落。无尽的幻想武器却无法击穿同样无穷无尽的鲜血军事，连苏雨都看得眼花缭乱。艾莉亚之前跟他说过，不能轻易碰他头上的呆毛，那是限制器，一旦触碰，属于神代的他将会追逐于猎杀鲜血的本能，当然也将释放全部的力量。只是这逆天的对攻已经超出了苏雨最高设想，这就是神代序列，与其他序列完全不同，难怪任何势力都想要神代序列，这还只是低阶的功法，若有朝一日成长到了圣域，苏雨无法想象。可眼前艾莉亚仍旧无法拿下空幻渊，坐拥风雪山的魔力，空幻渊的力量源源不断，他能从那些漆黑中跃动的画卷小人中借来不可思议的力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数以千计，可同样他也无法击败艾莉亚。这数千异兽的鲜血足够艾莉亚战至黎明，需要突破口。位于神殿之中的苏雨冷冷地观察着神代之间的对决，若说有什么决定性的力量，那依然需要苏雨去突破。只要能将苏雨的血打进空幻渊体内，就算无法一瞬间签订契约，但凭借着血之冠冕的能力，就足够让艾莉亚获得碾压性优势。这依然需要苏雨去实现。艾莉亚，不知道解除了限制的艾莉亚还能否听到他的呼唤。在雪与夜的生死对决中，苏雨依然看见了那绝美的回眸。艾莉亚深紫色的瞳孔已经被鲜血染红，但似乎并未丧失理智，反而对他宠溺的一笑，带着安心，带着自信。苏雨轻轻颔首，一切顺利。尽管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波折，但按照两人事先的预案，仍然能捕获对方。忽的，苏雨想到了一种可能性，他好像还有一个天赋，也许这个不起眼的废柴天赋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苏雨腾跃到空中，将一件东西塞到艾莉亚的手上。艾莉亚起初不解其意，可随后反应过来，露出一种难为情想拒绝的表情。不过这还真的有望打出致命突破口，最终轻轻点了点头，计划商定。苏雨返回地面，艾莉亚的不灭神殿无穷无尽的血缘怪物诞生，迎着空幻渊魔女之夜的恐怖火力一点一点的向前。空幻渊带没紧簇，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风雪山的魔力已经被不灭神殿侵蚀了20%，他本身的境界又低于艾莉亚，如果风雪山被艾莉亚掌控一半，届时他将毫无机会。回想起了之前的人生，回想起了之前的话，月儿，娘是空灵一族的罪人，月儿，不要怪你父亲，他没有抛弃我们娘俩，你的降生是他拿命换来的。月儿，我在禁区等你回来。空幻渊目光闪过一抹狠厉，为了他的愿望，他不能失败，这只神代他必须拿下。双手一合，那些在漆黑的夜的画布上跃动的小人仿佛越过了幻术与现实的壁垒，一个又一个身高100米，手持死神镰刀的巨人降临在空间之中，以他的魔力完全无法支撑他们的降临。风雪山的魔力在一瞬间被空幻渊汲取一空，这最后一击将由这些夜之巨魔来完成。而此时，艾莉亚的不灭神殿中走出的一只血鹰中藏着苏雨的身影，那血鹰是艾莉亚亲手捏造，并赋予了不灭特性。
血鹰与其他的血鹰、血鸦、血蝠并未有太多表面上的不同，依然穿过了空幻渊的轰击，冲向了他面前不足100米。在空幻渊随手让叶之巨魔斩向血鹰时，意外发生了。当一声尖锐的金属轰鸣声传来，意识到不对劲的空幻渊这才发现，这血鹰似乎与众不同不好。血鹰急速突入，空幻渊直接发动能力凌空魅影，3重扭曲的空间撕碎了血鹰的外表，露出了里面的真容，是苏雨。空幻渊一阵惊愕之下，苏雨已经来到了和他不足50米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满足了一个看似很不起眼，甚至除了让艾莉亚享受外毫无用处的天赋。同时，艾莉亚也拿出了苏雨给他的东西。苏雨要做什么？空幻渊脑海中的危险信号疯狂作响，他下意识地发动了另一项 S 级能力幻魂念化，捕捉范围100米，任何靠近他的生灵都会被侵入精神识海，制造如梦魇一般的幻觉。擅长操纵精神力的空灵族的在幻觉领域的手段出神入化。但是艾莉亚早就等着你这一手。空灵族的力量无外乎空间和精神，只要是幻觉就能被打断。鲜血女王操纵苏雨大脑中的鲜血，瞬间击碎了那如梦魇般的幻觉。凌空魅影的扭曲空间尚未完全消失，在消失之前无法再一次发动。苏雨向前伸手，味觉链接。艾莉亚同时将一粒东西塞进嘴里，那是最普通的盐。然而若没有同步苏雨的味觉的吸血鬼是无法感受除了甜以外的其他味觉，任何其他味觉都会在这一刻化作最苦涩的味道。苏雨以自身为媒介，将艾莉亚的味觉同步给了空幻渊。艾莉亚尽管相当不愿回忆那般味道，可毕竟感受过许多次，勉强能忍耐一下。空幻渊就不同了，那一瞬间，空幻渊顿时发觉，他的口腔中涌出令人作呕的人间绝苦。这种苦味搅扰的他，整个娇躯都在不停颤抖，仿佛丧失了味觉一般，喉咙、舌头、胃都在激烈抵抗。空幻渊完全没有料到苏雨准备的手段竟然如此的超乎想象，这并非难以抵挡的东西，空幻渊只需要使用幻魂念化的幻觉覆盖自己的感知即可消除。然而在战场上，任何犹豫就会败北。仅仅这一刻，苏雨摧毁了空幻渊全部的注意力和集中度，立马收回味觉链接，转而恋上艾莉亚，让艾莉亚能从绝苦中摆脱出来。艾莉亚率先恢复状态，而魔女之夜失去了空幻渊的操纵，对于风雪山魔力的掌控出现真空期，对于互相对轰的结界也出现了空档。神代之间的对决往往1秒钟就足以影响一切。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神代序列的对拼中，苏雨的废柴天赋完成逆袭。艾莉亚动用全部的鲜血，不灭神电咒燃间拔高至数百米，侵蚀风雪山的魔力将魔女之夜的结界空间撕成碎屑。当空幻渊缓过神来的时候，魔女之夜的结界到处飘荡着空间碎片，那漆黑的永夜，那幻觉和现实的障壁重新恢复平静。倏，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从未设想过的可能。不，结界还能维持片刻，他还能奋力一搏。不是因为别的，因为苏雨近在眼前，只要他控制住了苏雨，就能逼迫艾莉亚就范。为了近距离用味觉链接，现在的苏雨距离空幻渊更近一些，不足30米。这个距离，就算是艾莉亚也无法赶在空幻渊动手之前救下苏雨。敏锐捕捉到最后制胜可能后，空幻渊动用全身魔力，凌空魅影，嗖嗖嗖，3重空间撕裂，将空幻渊拉近到了苏雨的面前。两人面对这面不足半米的距离，苏雨终于看清了他的面庞。那白金长卷发不再披至身后，战斗的狼狈让他的发丝颇为凌乱，洁白的脸庞也染上了黑灰。消耗魔力过度导致嘴角溢着鲜血，鹅蛋脸，驼峰鼻，一双天生的桃花眼，妩媚动人，犹如月牙勾人心魂。但此刻的他目光无比坚定，决绝抱歉了陌生人，为了我的愿望。空幻渊的眼中露出一抹杀意，甚至准备好了苏雨敢反抗就用凌空魅影扭断他的四肢。谁知苏雨压根没有退缩，更没有打算束手就擒，他的身上泛起荧光，企图对抗。空幻渊心知苏雨这是肉身突破到了秘银境的象征，然而在凌空魅影的空间折断下，秘银境肉身是没有用的。既然你不肯坐以待毙，那你就吃点苦头吧。空幻渊心一狠，3重空间扭向苏雨的双臂和左腿，砰！一阵血雾爆散，肉身强度在空间力量面前难以抵挡。苏雨的血溅到了他的身上，绝美的面庞也染上了鲜血，褪去了黑灰。只是这连1秒钟都没有，苏雨甚至还没有感受到疼痛。赤红色的光点闪耀了整片残破的魔女之夜，那断裂的双臂和右腿迅速弥合。空幻渊身上的鲜血散开，化作成千上万的绵密血针，血针从无数个方向瞄准了他的身躯。嗖！空幻渊花容失色，血腥蔷薇和天雷明烛正在和不灭神殿中走出来的怪物绞肉。凌空魅影扭断苏雨还未消失，他惊讶地发现此时他竟然没有任何抵御的手段。最致命的一点，
这些绵密的血针都是苏雨的血刺刺血针刺入。血之冠冕发动，空幻渊的精神识海中，一尊赤红的王冠散发着属于王者的恢宏气息，任何想要反抗他的灵魂都会被冠冕震慑。空幻渊方才明白，最后关头以为能够拿捏的苏雨，反而是诱捕他走入陷阱的致命诱惑。鲜血染红了一切，苏雨在他的娇躯不停地颤抖中，轻轻伸手轻抚着他的脸庞。空灵魔女，你是我的了，仿佛胜利者的宣言。空幻渊伫立在空中，无法做出任何的挣扎。男人手心的温度在他冰凉的脸庞上残留，而他的灵魂化作一封透明的契约，钻进了苏雨的识海。空灵的契约与那血色的契约交相辉映。苏雨捉到了自己的第二只宠兽。叮！恭喜宿主捕捉到第二只宠兽，解锁全新的天赋 S 级天赋奇异赝品。奇异赝品，任何被你熟知解构的秘宝武装，你都能消耗体力将其复现。复现之后等级会下降1级，效果削弱。除此之外，一切的作用与原品相同。注：所有 S 级天赋在进阶涅槃境后将会迎来一次飞跃。请宿主继续提升精神力，捕获更多的宠兽来解锁更多的天赋能力。第二只宠兽，系统赋予的全新的力量，在这一瞬间全部到手。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这一只神代序列、半人半魔的空灵魔女。苏雨望向了那空灵的契约，姓名空幻渊，姓名空幻渊，种族空灵族，序列 No 009，空灵魔女，位阶2阶超凡境，精神力灵狐境，天赋魔女之夜 SSS， 能力凌空魅影 SS， 幻魂念化 S， 好感敌视神代序列空灵魔女。空幻渊的双眼朦胧着水雾，最后的失败导致他自己也成为了对方的战利品。他完全不了解苏雨，更不知道未来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更绝望的是和娘亲的约定，似乎就像风吹掉了沙砾搭建的城堡，一切的野望终结于了此刻。苏雨望着他，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失落，还带着一点点的怨恨。苏雨揉了揉他的脸庞，放心吧，我会好好对你的。血之冠冕已经解除了控制，艾莉亚也站在了苏雨的身边。空幻渊攥紧了拳头，轻咬着下唇，把手放开。苏雨笑盈盈道：我拒绝，你透支太严重了，连那契约都忽明忽暗。不过你也意识到了一点吧，我的鲜血是不是很……苏雨话没有说完，可空幻渊已经感受到了。苏雨的血很香，好想喝一口。致命诱惑对序列越高的存在越是无法抵挡，身为神代序列的他自然无比渴望。苏雨用手指擦掉了他脸上被苏雨刚才见到的血，然后放到了他的嘴前。怎么样，想吗？空幻渊的呼吸顿时局促起来，这种态度，这种方式是要让他从身心彻底的臣服。不可以，我可是空灵族的魔女。可是那香气沁人心脾，透支的过于严重的他急需要补充能量。最终他闭上了双眸，哪怕心灵在坚守，可身体的本能驱使着他张开嘴，向前咬住了苏雨的手指。艾莉亚有些吃味的捏了苏雨一下。让你得逞了。苏雨笑着亲了艾莉亚一口。好了，等结束后喂饱你。那不是还有一个目标吗？艾莉亚心领神会，拿着事先储存的一些苏雨的血吨吨吨的补充了一下，而后飞向了疲弱的石少龙和颜灵。魔女之夜的结界即将崩塌，当事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不知会作何感想。恐怕少不得要对苏雨施加压力吧。不过很遗憾，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另一侧，石少龙等几名江河大学的学生完全被不灭神殿中走出的魔物制住，毫无反抗之力。石少龙眼见艾莉亚走向了颜灵，焦急道：你要干什么？颜灵浑身在发抖，他自从被卷进这魔女之夜，仿佛置身于噩梦。艾莉亚调笑道：别紧张，成为本王的女士吧，对你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喝下本王的一滴血，从此以后你的体质将成为月光神使，现实容不得他们拒绝。你太场外地灵大学的某间办公室。老东西，多少年你没来过地灵了，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啊？地灵大学的校长江怀仁端起一杯茶水，神态自若道。窗外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魔都玉林大学的校长宁汉文。宁汉文眼神一眯道：我不来，怕一会儿有件事你不好处理啊。江怀仁深邃的目光一凝，望向窗外，脑海中分析了无数种可能，应该不是在讲魔窟，旋即想到了9校联盟交流赛。你是说……他又恢复镇定，怡然一笑。幻渊不会输的，他毕竟是……忽的，江怀仁回想起了艾莉亚的资料，这老家伙
又千里迢迢赶来，顿时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心头滋生。难道他既不是吸血鬼，也不是月光神使，而是血族真祖？江淮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不会的，幻渊没说过他。随即话锋一转，就算是这样，难道你就不怕最终是幻渊赢了吗？宁汉文掏出一壶佳酿，那就让我们静待最后的结果吧，尝尝我从天灾魔窟的醉魔井中偶得的佳酿。看着宁汉文神情自若的模样，江淮人心里打着嘀咕，精神力穿过校园，看向月季广场。拟态场内，魔女之夜结界外，由于苏雨拉走了全部的异兽，一波又一波的学生成功登上了山顶。最诡异的是，风雪山的雪不下了，风也停了，只剩下银装素裹的山顶。魔灵大学的人，地灵大学的人，约30几人聚集在山顶，他们各自聚成一团，冷冷地对峙着。柳轩困惑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苏雨呢？这积分板又是怎么回事？妖直系的陈飞也摇了摇头，不知啊，可刚才这里的确爆发了一场大战。难道说苏雨已经打赢了，提前晋级了？毕竟他那个分数。柳轩轻轻颔首，有这个可能。另一边，地灵大学实战系的杨氏加轻笑道：呵呵，无知，他们显然被拉进空幻渊的结界中了。很遗憾，不管你们那个苏雨有多厉害，想在空同学的结界中获胜，那就是痴人说梦。看来这一次的交流赛又是我们地灵大获全胜。地灵的人极为自信，空幻渊可是半公开的神代序列，完全无法想象他有输的可能。柳轩面色有些难看，眼前的人是大夏潜力榜第22的杨世家，在柳家赛前给他助力了一波后，柳轩其实已经有了击败他的实力。可是如果苏雨输给了空幻渊，那这次交流赛恐怕就杨世家身旁的另一位地灵大学学员孔吉道。也没看到石少龙和江河大学的人，难道他们都被空大校花拉进结界给解决掉了？其余几人道：很有可能，不愧是我心中的女神啊，强大又美丽，真希望用一辈子的御兽师生涯换她一天的男朋友啊。杨世家敲打了下，嘘，可别让幻渊听到了。不过话说回来，真想不到有谁能打动他的心，他实在太清冷了，这次交流赛我都没跟校花说上话。几人深表同感。忽的咔嚓咔嚓的稀碎声音响起，山顶上的所有人和月季广场的观众都意识到结界破碎了，是空幻渊他们要出来了。拟态场外，所有人屏住呼吸，要出来了。到底是谁赢了？空幻渊吗？可恶啊，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急死我了。负责点评的星辉导师庄曲紧张道：于兄，你觉得是谁赢了？于成深吸一口气，不确定道：应该是空幻渊吧。如果他的结界被突破，那应该是一瞬间被击碎，而不是这样缓慢展开。这意味着是空幻渊主动解除的结界。于成的话顿时引爆了地灵大学那边观赛的学生们。奈斯，石少龙和苏雨都败了的话，还有谁能阻拦我们地灵大学？还有谁没跑了？肯定是空学妹赢了。我就说学妹是不可能输的。队长，我强烈要求我们队伍里不能少了空学妹，以学妹的实力，哪怕在我们大三也不弱啊。哼，休想！我看你小子就没安好心，想趁机接近校花是吧？有我王某人在一天，你就别想接近学妹。魔灵和江河的人听到没？赶紧乖乖认输吧。你们已经连输6年了，万年老二老三，孟获孟优你们是当定了。就是，快过来给丞相磕一个。魔灵大学和江河大学赶来观赛的人心中一紧，焦急地盯着屏幕。血灵小队的几人面色各异，有人担心，有人面色不定，上官灵更是捏了一把汗。苏雨，你不会输吧？尽管宁汉文并没有跟他明说，可上官灵已经隐隐猜到，艾莉亚恐怕是吸血鬼之中的神代序列。序列91-100，这10个编号极为特殊，他们一族之中的王会成就神代之名。同为神代，难道血族真祖不敌空灵魔女吗？拟态场内，伴随着结界的层层展开，令人惊惧的魔力波动从结界中传出。结果会是如何？走出来的会是谁？这极大程度决定了9校联盟交流赛大一分段，甚至整个交流赛的最终结果。出来了！杨世家率先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万众瞩目，世界聚焦于结界出口。是谁？最先出来的是面色苍白的石少龙。怎么是他？他的神代之仪不是已经被苏雨击溃了吗？难道他在结界中逆袭了？不对，你们看他的眼神。石少龙的眼神无比呆滞，恍惚的神情摇摇欲坠。他不是走出结界的，而是被一群黑暗生物扔出结界的。支撑他的一切仿佛在刚刚悄然破碎。砰！刚走出结界便昏倒了在地上，甚至除颜灵儿之外的所有江河大学参赛选手也紧跟着被甩出来倒在了地上。地灵和魔灵的人都长舒一口气，原来是石少龙败了，吓他们一跳。
反而是你太场外江河大学的人面如死灰。石少龙在闯关战中就倒下，意味着最终的胜利与他们彻底无缘。众人继续盯着结界，等待着最终胜者的出现。终于，结界空间完全破碎，露出了里面的真实情况。只是下一瞬，他们都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从结界中展开的人影。艾莉亚坐在用白骨和鲜血铸就的王座上，苏雨则站在王座前，向前伸出右手，右手的食指上沾染着鲜血。而苏雨的身前，那折翼的天使，帝陵大学的瑰宝，无数人心中的女神校花空幻渊，此时正跪坐在苏雨的面前，陶醉地准着苏雨手指上的鲜血，似是挣扎，似是迷离。苏雨的另一只手则肆意地抚摸着她柔软的脸蛋，轻轻抚过那柔顺的发丝，又捏了捏她的耳根。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空幻渊不仅没有反抗，反而予取予求，任苏雨施为。恐怕现在苏雨提出一些更过分的要求，他都不会拒绝吧。空幻渊耳根发红，内心羞赧不已，这个动作简直无比羞耻，可他的本能却让他无论如何拒绝不了苏雨鲜血的致命诱惑。所有人都傻眼了。柳轩、杨世佳、你太场外、庄曲、于成、上官灵啊，所有观众啊，这发生了什么？官方直播间甚至瞬间被掐灭，却已经阻止不住无数人截图传开，网络热度在一瞬间登顶。困惑、不解、震惊无数的情感交织。这帝陵的校花怎么跪在苏雨的面前俯首贴耳，就好像他的宠兽一般。苏雨看着那一片惊讶的目光，心知这才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抢走了帝陵大学的高岭之花，他并不后悔。魔窟之行即将展开，为了自己的小命，他都必须拿下这只神蛋。杨世佳率先从惊愕中反应过来，咬牙道：魔灵的狗杂种，放开我们的校花！身后几人也纷纷恍然。苏雨，把你的脏手拿开！你给幻渊同学下了什么迷魂药？就是，快滚开！卑鄙无耻！你作弊，不然空幻渊怎么可能输给你？就连柳轩几人都面面相觑，他们相信苏雨能赢，可万万想不到结果竟然如此的诡异。月季广场上，无数的观众、星辉导师、学生都在等待着苏雨的解释，尤其以帝陵大学的学生，他们咬牙切齿，恶狠狠地瞪着苏雨，居然和他们的校花学妹如此的亲密，如此的色。苏雨背过身，轻笑道：作弊？不，这是我的能力，序列之王，他输给了我，自然就会成为我的宠兽。同时，苏雨脑海中那空灵般透明的宠兽契约具现化浮现在雪山山顶上，无数人都看到了那属于苏雨和空幻渊之间的宠兽契约。轰！仿佛一道惊雷炸响在了所有人的耳畔。大夏潜力榜第一，半公开的神代序列，天选之女的空灵魔女在面对苏雨时败北。比败北更加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她自身还成为了苏雨的宠兽，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空灵魔女名花有主，苏雨是她的主人。无数人张大了嘴巴，惊愕得无法言语，甚至帝陵的无数男性同胞们连呼吸都困难，全场死寂。寂静持续了10几个呼吸，旋即爆出冲天华声。卧槽！校花她居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我这是在做噩梦吗？无数男性同胞们瞪大了双眼，抓狂地看着屏幕内发生的事情，恨不得当场杀进你太场。帝陵大学的教导主任于成更是哑口无言，他们这一届最出色的学生竟然成了魔灵的苏雨的宠兽，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荒诞？一旁的庄曲仙是震惊，随后看到于成的表情，心中反倒滋生起一种快感。呵呵，让你们帝陵的人天天自诩大夏第一学府，这下翻车了吧？负责担任裁判的星辉导师林立万万没有想到，魔窟你太场内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大惊失色下，林立打开你太场通道，进入其中与之相对。魔灵大学观战的学生则五味杂陈，能踩一头帝陵大学固然令人愉悦，但是马德怎么好事又是苏雨的啊？卧槽，你这么说还真是，凭啥我家的宠兽长得都这么磕碜，他偏偏又契约了一个女神？我不服，我抗议！凭什么大家都御兽，你特马在御女神啊？完了，又一个女神沦陷了。原本艾莉亚的事就让魔灵的男性同胞们极为不爽，故而这次看到苏雨又拿下一位大夏潜力榜第一的女神，心中更是羡慕的快酸死了。当然最愤恨的当属观战席的一角，魔灵实战细分院院长王月，他看向屏幕的表情愈发阴沉。苏雨一步登天，必将进入大夏高层的视线，花英国那边少不了又要责难王家。王月旁边本指望跟他来看苏雨笑话的王虹熙和江颖脸色蜡白，王虹熙的脸扭曲的不成人样，看到苏雨又契约了一位女神，而自己连当一个男人都紧咬牙关，都快咬出了血。江颖的情绪更加复杂，嫉妒、怨恨，无数情绪交织，
王洪熙对他越来越粗暴扭曲，可偏偏他已经不是男人。苏雨，都是你害的。帝陵大学的校长办公室，江淮人的手一松，酒杯掉落在地上，啪嗒，他怒视宁汉文，老匹夫，你欺人太甚。他终于想明白了，苏雨的天赋有强行将人契约成宠兽的力量，一招不慎，自己精心培养的神代魔女成为了他们魔灵学生的宠兽，难怪这老匹夫不远万里还要特地跑来啊。宁汉文强忍笑意，老江不要生气，再喝一杯啊。江淮人顾不得他老一辈强者的身份和矜持，喝你妈的头，你太场内。杨氏家几人再也忍不住愤怒，唤出自己的宠兽，他同样契约了双头狮鹫，一跃而起，冲上天空，他们要夺回自己的女神。苏雨冷笑了一声，不自量力，刚好试一试空幻渊的能力。他和苏雨之间可没什么感情，但有御兽契约的存在，不妨碍御兽师对宠兽下达命令。幻渊，把他打下来。空幻渊尽管不愿，可御兽师的命令大于一切。他抬起手，凌空魅影，一阵空间螺旋转动，砰的一声，杨氏家的双头狮鹫就有一只头被空间折断拧了下来。杨氏家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下手的竟然正是他们想夺回的女神。苏雨张开双臂，离考试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呢，就不要浪费时间了，等一起上吧。艾莉亚和空幻渊两个神代宠兽在手，我有何惧？众人心中一凛，连潜力榜22的御兽师一个照面就被空幻渊给秒了，再加上苏雨和艾莉亚，这还怎么打？太惨了！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打起来，将会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就在这时，林丽拍马赶到。作为踏入轮回境的星辉导师，林丽心痛地看了一眼空幻渊，立马宣布道：住手！我宣布第一场考试结束了，前8名晋级淘汰赛。另外苏雨，你跟我走。事态紧急，在苏雨宣布契约了空幻渊后没多久，校长江淮人、大夏高层、大夏9位联名下达命令，交流赛立马结束。事情大条了，外面已经舆论沸腾，无论如何这场考试都没法继续了。他第一次处理这么棘手的事情，可不管怎样，先封锁起来苏雨的消息，平息舆论总是没错的。苏雨自无不可，乖乖罢手。柳轩等人惊魂未定，也没有上前和苏雨搭话。但是好像魔灵捡了大漏，空幻渊成为苏雨宠兽，石少龙被击败，都相当于被淘汰。江河大学全灭，潜力榜前11半被苏雨顺手解决，帝陵大学1半被苏雨干掉。此时除苏雨外，积分榜前8竟有5个魔灵的学生。陈飞小声道：喂，晋级了，而且这次对手都很弱啊，稳了，要夺魁了。察觉到这个事实的魔都御林大学众人立马对着帝陵那边叫起来：叫啊，你们帝陵继续开香槟啊，好肆虐，喜欢半场开香槟是吧？给你们瞅完了。嘿，我听说他们最强的校花吹得震天响，以后还是不是他们学校的啊？想啥呢？宠兽随主，以后是咱们的了。他们羡慕嫉妒苏雨，但并不妨碍以此来攻讦死对头帝陵。帝陵观赛席面如土色，味如嚼蜡，简直比吃了谢特还难受。外面的喧嚣不停持续，网络上更是顶起了好几个热搜，短短10几分钟搜索量瞬间破亿。你太场内。苏雨、艾莉亚和空幻渊跟在林丽身后，当然还有颜灵儿。林丽愤怒地看向苏雨：你个混蛋，你知不知道他是我们帝陵的人？该死，这要是在魔窟，老子早把你这混蛋的头给拧下来了。苏雨强行憋笑：骂吧，你不骂狠点，哥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你骂我又不能掉块肉，反而帝陵这次要亏闷了。再严苛的骂声和惩罚，苏雨也认了。毕竟苏雨报了帝陵一波史诗级的金币，现在你骂得越难听，苏雨反倒觉得越好受。幻渊，你别怕，学校一定会给你做主的。空幻渊脸色蜡白，做主灵力不知道，与其他宠兽不同，神代契约一经签订是绝不容许反悔的。一离开魔窟拟态场，苏雨就听到隔壁月季广场上山呼海啸般的群情激愤，俨然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骂战。黑子白子串子什么都有，逼得帝陵大学不得不让10余位星辉导师火速赶往现场，制止这无休止的骂战，并疏散观众。林丽满脸的黑线，硬着头皮带苏雨几人走后门前往帝陵大学的钟楼塔。苏雨回到现实后，还偷偷瞄了眼手机，果不其然，全网沸腾，到处都是刚才苏雨的切片和讯息，只是当着林丽的面没好意思光明正大的看。几人来到一间办公室，林丽黑着脸道：先在这等着，我们校长马上就到。我警告你，别乱跑，也别乱嚷嚷。苏雨轻轻颔首：我疯了我才会乱嚷嚷呢。苏雨尽管契约了空幻渊，可一旦帝陵的学生知道苏雨在这，恐怕大几千号学生、上万宠兽就要杀过来，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苏雨淹死。林丽离开后，
办公室一片死寂。空幻渊极度失落，就像灵魂离体了的空壳。颜灵儿则一脸的茫然，他都不知道为何最后艾莉亚要瞄准他下手，而他的身体也发生了潜在变化，他似乎感觉到自己拥有了魔力回路，隐隐间不再是一个人类。艾莉亚从一件储物魔屋里捞出一串葡萄，又用手指点了点苏雨。苏雨心领神会，发动味觉链接。大战之后，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趁这个闲暇，苏雨掏出手机看一看网上人们的反应，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热搜第一赫然是搜索量超3亿的校花猎人苏雨，一点开就是交流赛最后一幕的切片。空幻渊跪在苏雨的面前，吮他的手指。苏雨能力大揭秘，原来他真正的天赋是利用鲜血缔结契约。这老色皮简直是盯着校花下手啊！前有艾莉亚，后有空幻渊，劝其他学校的友友们保护好自己学校的校花，千万不要放苏雨过来。我们大漠预售大学男生团体实名反对苏雨，魔灵队伍里但凡有苏雨拒不招待。还有一群顶着地灵大学认证的学生们留言：苏雨，我跟你拼了，夺妻之仇不共戴天。我的心都在痛，不杀苏雨不解恨啊。据小道消息，苏雨好像被星辉导师带到了 A 区。前面还在憋笑看乐子的苏雨顿时打了个冷战，抬头看向窗外，确认了钟楼塔在 C 区，才稍稍平复。不只是大夏再热议，这次月季广场前来观瞻大夏年轻一辈御兽师的还有其他国度的导师。苏雨契约空幻渊的事情在某推上也一跃前3，稍稍激翻了下。除了羡慕嫉妒恨外，花音人、韩明人还怀疑是大夏在故意造假骗取全球魔窟战略的支持。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前年他们自己干过苏雨，干笑了2声，不再关注。该想想怎么度过眼前的难关才是。是啊，先进门的是上官灵。上官灵来到苏雨面前，又好气又好笑。苏雨，你差点把天给捅破了，你知不知道？我的天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反正我是兜不住了，校长都亲自赶来。刚才地灵的校长办公室，地灵校长江怀仁跟咱们校长在圣域结界里还干了一架。大夏93位总督联袂赶来，甚至还惊动了大夏军部，军部的柳司令也在路上了。苏雨眨了眨眼，卧槽，这么严重吗？一个学生竟然能惊动这么多的高层，还大有一番前来问罪的态势。更可怕的是，刚才还风靡全网的热议顿时被清空了，显然是有人在封锁消息。苏雨轻轻扶额，我让地灵的校长狠狠骂我一顿，能解决吗？如果可以，我让你们大骂3天3夜都行。上官灵失笑，那不美死你了？你占了这么大的便宜，能是骂一顿就解决的了？他心里也蛮忐忑的，这件事非常棘手。名声先不提，苏雨原本在魔灵除大以外就人人喊打，这回在地灵也彻底烂完了。关键是你抢走了人家的神代序列，9校联盟也是维系9大魔窟防御力量的重要一角，哪个学校是肯轻易吃亏的？最差的结果他不敢想象。灵力推门进来，怒容未消，人都到齐了，你们几个跟我来吧。一行人来到一间宽敞的会堂，偌大的会堂却只有寥寥几人。会堂正中有一张大圆桌，不知是什么材质打造，通体浅灰色，冒着淡淡寒气，应该是从永劫魔窟中开采的某种晶石。圆桌明显坐着4方人，圆桌右侧是魔灵校长宁汉文和副校长古义，左侧是大夏9位的3位总督和柳司令，正中是地灵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偏侧似乎是江河御兽大学的人。哪怕隔着老远，苏雨都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震慑，仿佛一双双眼睛在窥探苏雨的一切。只是在契约了空幻渊后，那空灵透明的契约让苏雨的精神识海包裹上一层淡淡的幻烟，哪怕是强大如眼前之人都不禁面露一色。这还是苏雨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顶级御兽师。平常连御兽师中3阶涅槃、转轮、轮回境的御兽师见的都少，更别提上3阶半神、神话和圣域境的御兽师了。可这会堂之中，恐怕连圣域境的御兽师都有几个吧。苏雨头一回额头上冒冷汗，这真捅了马蜂窝了。不过事已至此，生米煮成熟饭也没什么可怕的。苏雨硬着头皮上前，凌厉道：校长、总督、司令，人我带来了。江怀仁紧皱眉头，手颤了颤，冷声道：入座吧。一旁的柳司令似乎是一位中年人，比起几位老家伙颇为年轻，而且似乎有点眼熟。柳司令朝苏雨会心一笑，苏雨反应过来，好像是柳勋他爸。柳家似乎也是9支柱家族之一，他爸果然位高权重啊。宁汉文则面色如常，既没有看苏雨，也没有吱声，仿佛老神在，事不关己。江怀仁先是轻声道：幻渊，你……江怀仁关心道：幻渊，你没有受伤吧？千言万语最终无奈地先问了一声。空幻渊的双眸异常空洞，
被呼喊的时候方才反应过来，轻轻摇头。尽管没有人知道结界中发生了什么，可明眼人都清楚，里面必然爆发了惨烈的战斗。根据灵力提供的魔窟拟态场报告，整个风雪山的魔力都被空幻渊抽取一空，就这都没能打赢苏雨，可想而知里面的烈度恐怕不亚于中三阶狱兽师之间的战斗。江怀仁又看向苏雨，说说吧，年轻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要想着隐瞒，我们这群老家伙的脑子还没有糊涂，这里没有外人，绝对可靠，任何事都不会传出这个会堂，躲是躲不过去的。苏雨也不缺乏面对的勇气，这些位高权重之人哪个不是人精中的人精，包括艾莉亚的身份，这群人估计早已知晓。真正给苏雨吃下定心丸的还是宁汉文的态度，自家校长都这么风轻云淡，估摸着不会太惨。爸，苏雨坦言道，几位前辈，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艾莉亚是神代序列 007的血族真祖，神代序列之间会存在着特殊的感应，所以从一开始我和这位空同学就互相知道彼此的身份。巧合的是，我们俩抱着同样的主意参加这场比赛，区别只是我和艾莉亚赢到了最后。苏雨此言一出，众人缓缓颔首，和他们判断的大差不差。江怀仁道，幻渊，他说的对吗？空幻渊低着头，校长，小女子的确也想抢走他的吸血鬼，只是我输了。江怀仁猛地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糊涂阿幻渊，我知道你想变强，然后横渡境界海前往禁区，可你太急了。如果只是苏雨单方面的觊觎，他完全有理由借机发难。可现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就算再占理，又能怎么对付苏雨呢？杀了他！别闹，人家也是大夏的一份子，宁汉文也不可能做事不理可嗨嗨。江怀仁猛咳了几声，宁汉文赶紧催动魔力，替他梳理一番道：老江，别着急啊，年龄这么大了，要懂得心平气和。江怀仁怒视他一眼，要不是当着小辈的面在，他恨不得一巴掌扇过去。感情吃大亏的不是你魔灵，得了便宜还卖乖。江怀仁凶狠狠道：别的我不管，小子，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把幻渊的契约解除了，这是我们地灵的人。宁汉文不乐意了，强人所难了吧？柳司令，夏总督，你们都清楚，神代序列的契约可是无法解除的，就是空幻渊准备的方法也是依靠幻觉强控苏雨，从而达到支配艾莉亚。江怀仁满腔的怒火，气愤道：老东西，你什么意思？你是打算就这么算了？幻渊也是大夏的一份子，你们这是强抢，就算你是御兽师，也要遵从大夏法律。这时柳司令柳生元道：好了，消消气老江，你现在就是想让他解除，他也办不到啊。江怀仁讥讽道：你女儿跟他一个小队的，你当然向着他了。柳生元尬笑了一声，还真是。夏廷恩不关心那些，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苏雨都算变相完成了当初加入龙鹰卫时说的话，击败了空幻渊，名副其实的大一赛段桂冠。夏廷恩道：先不谈这个，我好奇的是，苏雨你的天赋究竟是什么？神代序列的存在，如果不愿意，任何人都无法契约。显然空同学并不是自愿成为你的宠兽的吧？这话说到点上了。柳司令、其余总督、两位校长、几名星辉导师纷纷看向苏雨。时至今日，他们仍然无法完全猜透苏雨的天赋究竟是什么。苏雨在契约空幻渊之后，解锁了新的 S 级天赋奇异赝品，那老的天赋似乎可以适当透露一点点。苏雨深吸一口气道：血之冠冕，喝下学生少量鲜血的会被学生暂时控制，喝下大量鲜血的能强制订立契约。至于返祖效果和致命诱惑，苏雨并不打算提。众人心中一凛，面色各异。难怪苏雨肯定没有说全，但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苏雨不知道的是，这群位高权重的人不只是在争夺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还要确保整个大夏的安全，确认苏雨不是歪门邪道，亦或是其他国家暗中的支持。夏廷恩满意的点点头：很好，感谢你的直言相告，依照前言，龙鹰卫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江怀仁道：别打岔，重点是这件事，你们什么打算？众人互相看了看，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还能怎么办？柳生元道：要不宁校长，你赔给老江5只 S 级天赋事迹，算苏雨头上，怎么样？江怀仁讥讽道：5只？柳司令，我用50只跟你换，你愿意吗？柳生元嘴一闭，当我没说大夏军部要见证神代序列的归属，这事关重大，可从自身利益来说，苏雨加入大夏9位势在必行，他们怎么算都不亏，只是来劝着江怀仁别真动手杀人。驻守帝都的镇魔卫总督乌马明道：老江，你说你想怎么办？镇魔卫跟其他几个军部人不一样，空幻渊离开那可是镇魔卫的损失，当然不能这么算了。江怀仁叹气道：算了，
老头子，我退一步，这样让苏雨转学加入地灵，这事就算过去了。这样焕渊哪怕不愿被他驱使，老头子我也能看着，也算两全其美之策。否则，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带走焕渊的。众人纷纷一惊，卧槽，你这老鬼，这么不要脸的话，你是怎么说出口的？林丽也懵了，刚才说要给空焕渊做主呢，这是哪门子主啊？他都不好意思看空焕渊了。宁汉文那云淡风轻的老脸唰的一下红了。哈，侬在说啥？江淮人，我告诉你，休想！什么？宁老鬼，你是打算试试我的宝剑还锋利吗？我剑也未尝不利。苏雨也惊了，不是啥情况。柳生元轻咳一声道：嗨嗨，两位别让孩子们看笑话，这哪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的老家伙啊，孩子气一点不比年轻人少啊。江淮人重新落座，脸色阴晴不定。宁汉文却心情愉悦，能让这老东西狠狠吃一次亏，当真是平生快事。宁汉文道：归根结底，这只不过是年轻人之间的义气之争嘛，只是牵扯到了神代而已，抛开身份不谈，诸位还会如此兴师动众吗？几位总督面面相觑，此言有理。闹得这么大，终究是因为艾莉亚和空焕渊是放眼整个蓝星都极为罕见的神代后裔。江淮人知道今天拿不了苏雨怎样，毕竟空焕渊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动手，苏雨并没有做错什么，单纯是他咽不下这口气。宁汉文继续道：而且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江淮人眼角一抽：好事？好你妈个头！柳生元见宁汉文难得不卖关子，便问道：什么好事？宁汉文颇为神秘道：过去大夏不是没出现过神代序列的御兽师，但这是第一次出现天生双神代的情况吧？柳生元、江淮人几人似乎反应过来什么，忽的目光一凝。苏雨更是一头雾水：大爷们，神代序列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咱能明说吗？显然这几人对此事讳莫如深，不愿多说。江淮人叹了口气：焕渊，你说你愿意跟他走吗？空焕渊一脸茫然，去禁区的梦想如泡沫般幻灭，仿佛漂浮在大海上的小船失去了航行目标，充满了对未知的迷茫。苏雨想跟他说些什么，可当着这群老登的面不合适啊。反倒是艾莉亚炫完了葡萄后，轻声勾着他粉嫩的脸蛋：相信本王，小家伙和你遇到的所有人类都不一样。而后以任何人无法察觉的声线回响在空焕渊的精神识海，我等的悲愿会在他的身上实现，本王一直坚信这一点。听到后一句时，空焕渊的芳心仿佛被轻轻的触动，他看向苏雨和艾莉亚的目光不再充满敌视。原来你也一样吗？苏雨精神识海中那空灵的契约中有一条悄然改变：好感、敌视、好奇。空焕渊那空洞的眼神仿佛重新凝聚了光芒，他抿着嘴轻声道：小女子可以跟他走。江淮人，他本还想最后再争取一下的，那只吸血鬼跟他说了什么，居然能焕渊改变想法？不，那是让空焕渊重新振作起来，连眼中都有了光。其余几人也颇为意外。苏雨笑着握住空焕渊的手：我知道你有话想和我说，你放心，你们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空焕渊本能的想将手抽回，但又感受到他手心的温暖。空灵一族在冥冥间能感应到心灵的话语，他没有在骗我，这是空焕渊得出的结论。最关键的还是艾莉亚刚才的话，我们的悲愿嘛，那小女子就试着相信一下你。宁汉文眯着眼睛道：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江淮人冷哼了一声：你算了，懒得骂你，既然是焕渊自己的决定，那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但是苏雨，你要立刻退出九校联盟交流赛，且从此以后不允许再参加。退赛包括以后。几人眨了眨眼，似乎也合理。你苏雨双神代宠兽，同年级以后谁能赢你啊？交流赛是关九校联盟进入魔窟的先后顺序，也算为了公平起见。宁汉文笑了笑，但除了和其他国家的之间的交流赛，江淮人点点头，为大夏争光的话另算。他看向苏雨：年轻人，你接受吗？苏雨眼中金光大放：就这，他已经独占了交流赛最鲜美无比的奖励了，既不继续也无所谓，名声打出来了，也向大夏高层展现了自己的价值。苏雨甚至做好了被开除学籍的准备，已经赢马了，这根本算不得什么惩罚啊。好，江淮人又道：还有，焕渊是老夫从小带大的，要是让我听到你小子对焕渊有一丁点不好，小心老夫我收拾你。苏雨赶紧对天发誓：您放心，我保证他不会受一丁点委屈的。一旁的镇魔卫尉庶司令乌马明道：我补充一点，苏雨，焕渊原本是我们未来镇压永劫魔窟的重要战力，你既然这份责任也得担起来。除了龙鹰卫外，镇魔卫的行动你也必须参战。
当然，龙因为给你的，我们镇魔卫也不会少了。夏廷恩有些不悦，但最终没说什么。乌马明的要求不算过分。苏雨点头。保家卫国是每个大夏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您不说，只要大夏需要，我愿意随时参战。小虎 bot 文件防盗印，找点书机器人选小虎，稳定靠谱，不踩坑。柳生元笑了笑，好致歉。不过苏雨一会儿离开了，如果有记者问起，苏雨会心一笑，应付媒体这点他会。您放心，我懂你意思。外面那都是谣传，艾莉亚只是吸血鬼，幻渊只是有一丝血脉，并非真正的神代。柳生元放心的颔首，这种事啊，还是不要传出去的好，以免被人觊觎。这最大的难关总算是过去了。但事情并未结束。一旁旁听的江河大学副校长黄文波道：苏雨，另一件事，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我笑的颜灵儿是怎么回事？我听少龙说，他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被你的吸血鬼伤害了。该说不说，人都是现实的。空幻渊牵扯到神代之秘，才引起重视。颜灵儿同样是被艾莉亚抢走，似乎身体状况还有点奇怪，但关注的人明显少了许多。其他几人默默的不出声，事不关己，只做旁观和见证。艾莉亚烟眉微蹙，喂，休要诋毁本王，什么叫伤害？这是本王的恩赐。恩赐？颜灵儿和黄文波不解地看向艾莉亚。艾莉亚轻笑道，他喝下了本王的一滴血，已经成为了本王的眷属，不管从什么角度讲，他都不吃亏吧？甚至他还要感谢本王和小家伙，不是吗？颜灵儿懵懵的，他内心的混乱绝不比刚才的空幻渊少。艾莉亚话中之意不就是，颜灵儿，你已经不是人了？他略带求助地看向黄文波，黄文波有些尴尬，对苏雨和艾莉亚的态度都和善了不少，轻声道，那请问他变成了什么体质？艾莉亚脱口而出，序列 no。 19月光神使。嘶！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面色各异。苏雨有些困惑。上官灵小声传音道，苏雨，这是进阶涅槃需要的条件之一。涅槃境，下三境突破到中三境，已经不再光是宠兽带动域主，域主自身也需要涅槃。我们人类不具备魔力回路，所以目前主流的突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肉身飞升流，像你锤炼体质一样，至少锤炼到赤金境，以肉身蕴养滋生魔力回路；另一种是融合飞升流。融合飞升流就是融合万族的魔力回路，这种方法危险性不高，成功率极低，可一旦成功就能诞生万族的魔力回路。所以艾莉亚直接给他融合了序列极为靠前的月光神使，怎么算都是他赚大了。不然要是让他自己走融合流，不弄死几十只上位序列，很难做到。难怪上位序列的宠兽也不好抓的。别看这群天才们都是上位序列，人家可是大家族的嫡子，实际上一只上位序列宠兽有价无市，更别提拿几十只来融合飞升了，那更是极为奢侈。黄文波一时语滞，这就算放到任何地方，人家都会说是颜灵儿血赚。石少龙的指控没有人会认可的。黄文波笑道，既然是一场误会，说开了就行，那颜灵儿跟我回去吧。艾莉亚打断道，等等，本王话还没说完，月光神使需要每个月都喝下本王一滴血，否则在月圆之夜会暴毙而亡。难道你想看着他死吗？如果是这样，悉听尊便，否则他以后就是本王的女士，本王可没好心倒给外人当血包。黄文波惊愕地看着艾莉亚，其余几个老家伙也相互传音，这绝杀了。哪怕严家家主来也不会怪罪艾莉亚，相反会很感谢他，因为严家以后会多一位极其优秀的御兽师。颜灵儿被吓坏了，大眼睛一眨一眨地夹杂着泪花。我不想当月光神使，你把我变回去好不好？艾莉亚摇摇头，本王做不到。而后妖媚一笑，挑起他的下颔，你的灵体很香，虽然比不上小家伙的香，但你以后跟着本王和小家伙不会亏待你的。艾莉亚从蜕变境进阶涅槃境需要2万升的血，而苏雨体内鲜血已经换过快100遍了，弄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黄文波拿手机给颜灵儿的父亲发了讯息后，不久便收到了回信。颜灵儿，你父亲给你的。颜灵儿接过手机看完后，一脸苍白。黄文波安慰道，哎，既然是你父亲的决定，学校也不好干涉。你和少龙、宁校长、古副校长、上官老师，待会儿严家家主会跟你们谈谈。宁汉文已经猜到了，青缕白须道，我们魔灵当然欢迎这种青年才俊。好了，上官老师带他们离开吧。苏雨两眼一动，好家伙，颜灵儿的父亲就这么让女儿来魔灵了。别说还真是，颜灵儿获得了月光神使的血脉，严家恐怕高兴还来不及呢。细看下来，颜灵儿固然不如艾莉亚和空幻渊般天姿国色，可双马尾和卡姿兰大眼睛的合法萝莉还是蛮有一番味道。苏雨自嘲了一声，贪心了。
他失落地跟着苏雨一行人离开了会堂。离开后，几位老家伙脸色瞬间变得肃穆庄严，眼中充斥着无尽杀机。柳生元指着魔窟地图，该谈谈正事了。据可靠消息，从禁区而来的序列 No.006 深渊魔族的一位深渊魔王是这次入侵蓝星的策划者，主力是 No.33、武灵族等7大上位序列种族。10天后，大夏境内9魔窟12城将会同时遭到入侵。上官灵一路上清府心口，苏雨，你们真是把老师吓死了。好在顺利过关，甚至心中还有一丝窃喜。自己门下幸许要走出来一位了不得的御兽师。苏雨致歉道：抱歉啊，老师，没有事先跟你商量，只不过个人赛和团队赛我就……上官灵笑了笑，心情大好。没事没事，这次个人赛8个名额，咱们进了足足5个，厉害的还都被你给淘汰了。你上不上其实无所谓，这次大一赛段，咱们魔灵已经胜券在握了。苏雨忽然想到，那就好。对了，老师，我出赛不是破纪录了吗？赶紧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奖励啊，有的话赶紧提出来，帮我全换成生命灵液。趁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被取消了资格。上官灵连连点头，好，老师去看看。你带几位小美女先回去吧。然后又小声道，年轻人注意节制啊。苏雨失笑，老师你怎么也这么不正经？你老公呢？几人分道，苏雨几人返回分配给魔灵大学的宿舍。四下无人，终于能面对面谈一谈了。严玲在艾莉亚面前苦求道，我求你了，我不想离开龙哥，他要是知道我在这会被气疯的。他心知石少龙亦是心高气傲之人，要是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的女士，肯定会扛不住的。艾莉亚调笑道，这可不行啊，小姑娘，你难道不想活了吗？从今以后，你白天伺候本王，晚上伺候主人，不比跟着那个小杂种要强得多吗？严玲拳头攥紧道，不行，苏雨，我和龙哥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么对我？严玲提到这一点，苏雨忽然道，打住，你当我是容易被忽悠的小孩吗？那石少龙准备的神代之仪，如果不是艾莉亚和幻渊是神代序列，恐怕我已经死在那千狐玉之下了吧。我正想问你呢。石少龙提到过李牧，是不是李牧让他在你太场中杀掉我的？似乎被点到了心事，严玲脸色刷得变白。严玲眼神飘忽，没啊，你在说什么呢？苏雨轻笑一声，我一个朋友告诉过我，天赋是心灵的写照。艾莉亚说你的灵体分魂非常纯净，意味着你是个单纯的姑娘，所以你撒谎的水平真的很差。严玲心中不停打嘀咕。苏雨紧接着道，说说你和李牧是什么关系？他有没有让你们尽可能杀我，亦或是打残我？他有这么恨我吗？还是说他另有嘱托？苏雨靠近他，原本毫无精神的死鱼眼顿时锐利起来，与之前面对大夏高层时的纯真截然不同。不要试图对我说谎。严玲指尖打颤，闭眸回想起了参加交流赛前，表弟李牧特地来找石少龙和他，请求龙哥无论如何要击败苏雨，最好能让苏雨在魔窟之战爆发前上不了床，因为苏雨是他的梦魇。虽是有蹊跷，但鉴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答应了下来。严玲没有隐瞒，老实说了出来，但我和龙哥真没想杀你，真的。他鼓起气道。苏雨眉头一皱，来回踱步。艾莉亚没有打扰苏雨的思考，一旁的空幻渊更是一头雾水。苏雨低声道，如果李牧要报复我，杀了我岂不是更好？为什么只是要打伤我？李牧的老师是王月，王家。回想起之前苏雨推测的三方叛徒，似乎隐隐有了眉目。苏雨嘴角翘起，接下来只需要顺藤摸瓜，迟早把你们全都揪出来。随后看向严玲，很遗憾，你和石少龙的行为比想杀我更过分一点。小姑娘，如果只是单纯想杀我，兴许我心情好只会浅浅报复回去，但是一旦有人想伤害艾莉亚，那就是触碰了我的底线。不想石少龙死的话，你就乖乖待在这儿吧。艾莉亚需要血，相应的我会想办法给你弄生命灵液。严玲心中有些怨恨，可苏雨最后看向他的目光像愤怒。艾莉亚来到苏雨身前道，不生气，伤身体。苏雨收敛了下情绪，苏雨来到他面前颇为欣喜道，重新认识下，我叫苏雨，你想从我手上夺走艾莉亚，而我想夺走你，我们算是扯平了。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人了，你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愿望空幻渊的芳心仿佛被精准命中了一般，当即跪在了苏雨的面前，泪痕划过眼角，再不负清冷校花之名，激动道，我的悲愿，我的母亲在禁忌海的对面等着我，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能感应到母亲留下的空灵液越来越孱弱，3年，我最多只有3年。如果像真祖说的那样，像您说的那样，现在我唯一的指望就只有你了，我的一切，我的力量都愿意永恒地追随于您，只要
你愿意？苏雨拉起他，手揉着他的耳垂。我没记错的话，禁忌海的对面是禁区，横渡禁忌海需要什么境界？空幻渊黛眉紧蹙，至少是半神，3年成就半神，放眼蓝星都找不到几个。苏雨轻轻颔首，好，我答应你。艾莉亚道，妹妹，主人从普通人晋升到蜕变境只用了短短的15天，他的疯狂简直不像一个人类。15天？空幻渊惊愕地看着苏雨，再怎么天才，想从普通人到蜕变境起码也得半年吧？难道说真的有可能？删除了一段苏雨和空幻渊的互动，大意苏雨的 S 级天赋让空幻渊更喜欢自己，脑海中空灵的契约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好感、好奇、友善之上，我会让你相信，选择我不会后悔的。叮咚，门口铃声响起。您好，您的快递。空幻渊连忙起身，理了理自己刚才凌乱的头发。苏雨开门，一个小箱子以及上官灵发来的短信。难道说，短信上说闯关赛第一有1000点联盟点的奖励，相当于1000学分。上官灵趁着苏雨资格取消前兑换成了10滴生命灵液。苏雨打开箱子，那如星芒般的水珠和羊脂玉瓶安静躺在里面。来得好，10滴看似不多，但苏雨要尝试着使用刚刚得到的天赋 S 级天赋奇异赝品。生命灵液是龙级秘宝，也是苏雨接触过最多的秘宝。若他的天赋能制作灵液的赝品，那将一举解决生命灵液稀缺的问题，哪怕赝品的等级会从龙级下降到鬼级。苏雨回眸，幻渊，看好了，你的主人我啊，可不是只会躲在你们身后的人。不只是空幻渊和炎灵，就连艾莉亚都不明白小家伙要做什么。生命灵液诞生于神话境的妖值，稀有且强大，但内在结构却相对简单。他的资料到处都是奇异赝品，结构复现，体力大量流逝，仿佛和艾莉亚从夜晚战至黎明一般，呼吸都急促起来，如星辰般闪耀的光芒盈满了整个房间。艾莉亚、空幻渊和炎灵惊愕地看到，那原本只有10滴的生命灵液化作涓涓细流，缓缓流淌。第52章花阴人的必杀令，必杀苏雨。炎灵瞪大了眼睛，成长于严家的他比谁都知道苏雨能力的逆天之处。100滴，不，这起码有200滴。我从没见过这种天赋，纵使心有怨恨，可在苏雨展现的力量面前依然忍不住赞叹。只是这些生命灵液的星芒仿佛暗淡了许多，完全比不上原版的生命灵液。可那又如何？诸君，数量才是一切。空幻渊目光流转，原本暗淡的希望不仅没有变小，还变得更加夺目。艾莉亚凑近拿起来端详了一会儿，还浅尝一口后悄声道，你怎么做到的？空幻渊和炎灵也附耳听着。苏雨趴在艾莉亚的耳旁小声嘀咕，这让空幻渊有点不悦了。喂，炎灵是个外人，你不跟他说就算了，怎么还要瞒着我？我也要听。他想凑过来，却被艾莉亚一手拦住。停，妹妹，主人的能力秘密只有主人的女人能知道哦，能让你看看就知足吧，除非你打算。空幻渊嘟着嘴闷闷不乐。艾莉亚笑了笑，小家伙果然还是最向着他的，同时他心中极为震撼。这鬼级的生命灵液效能似乎只有龙级的1/10，可关键是苏雨只要体力充足就能无限复现，这绝对称得上能影响整个大夏预售物资的战略级能力。艾莉亚道，难怪你愿意把冠冕的天赋告诉那群老家伙，原来是这样。除了秘宝外，其他能做到吗？苏雨轻轻颔首，拿出暮色长弓复现了一柄，虽只有兽级力量脆弱了许多，可拿出去卖依然价值10个学分，整整1000万。只是忽觉眼前一黑，险些晕倒。艾莉亚赶忙拉住，就是说限制条件只有体力吗？艾莉亚满意的点头，也许等小家伙你涅槃境拥有魔力回路后会好上许多。空幻渊听着几人的对话完全听不懂，有种被孤立的感觉，而他如今必须仰仗苏雨才有可能前往魔窟，跨越魔窟之中的禁忌海找到他娘。删除500字，大意是空幻渊跟苏雨求情，两人不再互相提防，更加相信彼此。另一边，王桑，我们花阴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相信你们，可你们呢？现在又该怎么解释？石川秀次指着王月的鼻子质问道。王月大汗淋漓，石川先生，这是个意外。石川秀次怒道，可他苏雨已经是你们今年大夏潜力榜的第一，你们大夏肯定会不遗余力的将他保护起来。看来你们王家是真的想让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你的校长大人。王月急道，不，石川先生，你听我解释。根据大夏内部传来的消息，苏雨不仅不会被秘密保护起来，还会同时参加灾厄魔窟和永劫魔窟2场战争，这显然是你们的良机啊。哦，石川秀次大惑不解，在他们花阴国都是先用平民和常规武器填战线，
等摸清了敌人的情报，才会让御兽师上场。怎么大夏还反过来了？让强的人先上，平民在魔窟外看戏，这什么道理？但他也没有说什么。石川秀次道：算了，王桑，此事还需要你我通力合作。王桑，这次我们花阴国对苏雨下了必杀令，会有大批高手入境，只要你能配合我们杀死苏雨，捕获那吸血鬼和魔女，我们愿意再搭上30件龙级武装，以后也会助你们王家一跃成9支柱家族。王月眼神一动，9支柱家族，那是他们王家梦寐以求的地位啊。只是王月也明白了花阴人要干什么，艾莉亚和魔女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神代序列，但这与他无关。大夏怎么样？魔灵怎么样？关他何事？王月欣喜道：当真？好，我代表王家答应了。不知道这次花阴国打算派多少好手，我恐怕苏雨届时也会随龙鹰卫一支部队行动，太少的话不好下手啊。石川秀次自信道：哼，你放心，这次我们来了足足100人，10位轮回进御兽师带队。夜幕降临，苏雨回到房间，只是问题来了，帝陵招待的人太多，没那么多房间可分配。艾莉亚又坚决拒绝搬进空幻渊的别墅里，严玲儿想走又不让，只好打地铺。于是另外3人只能挤在一块。试炼考核之中，3人对打了一整天，魔力消耗极大，很需要休息。但是空幻渊闭上眼快要睡着时，听见了旁边的温声细语：莉亚，他们还没睡吧？我猜他们肯定睡了。小家伙，我贫血了，我想喝血。好。又删除200字，什么都没发生。大致意思是空幻渊也需要苏雨的鲜血，也更喜欢了苏雨。没办法，望亮姐她想回头看看，又怕被发现装睡，却又因为有些拥挤，自己显然无法入睡。而且艾莉亚吸血的时候，苏雨身上鲜血散发的幽香让人陶醉，越是体验过，越是想靠近。自己岂不是也成了吸血鬼？苏雨扭过头，看见空幻渊扭捏着轻动男道：他还没睡着。苏雨抱着艾莉亚，扭头暗示了一下。艾莉亚轻轻一点。在之前他就跟苏雨说过自己是会吃醋的，毕竟哪怕是女吸血鬼也不愿和人分享唯一的挚爱，但谁叫苏雨是他的唯一呢？比起这个，他更在意另一件事。你可以拥有任何女人，我不会介意，但是你不准讨厌我，因为我的心像薯片一样脆，你讨厌我，我的心会碎掉的。删除300字，大意思是苏雨和艾莉亚发现空幻渊没睡着，捉弄了他。不要欺负我。艾莉亚咯咯直笑，这空灵魔女也只有在外面才显得光鲜亮丽，回家里也是个不谙世事的姑娘。空幻渊平常跟男人说话都没说过几句，苏雨把他一下拽过来，还要抗拒吗？幻渊，妹妹，人类有句话叫做你这般矜持，我和小家伙怎么敢安心把后背交给你呢？空幻渊轻咬下唇，犹豫了好一会儿，轻叹一声：可以，但不能是现在。为何？娘说我们空灵一族极为特殊，你和我相当于采摘了空灵心，会让你的精神力境界无条件提升1级。主人的精神力还是灵犀境吧？灵犀境提升到灵狐境便已千辛万难，但小女子尚有办法，可灵狐境提升到灵海境就至少我不希望就这样浪费了，更不希望就这么随意，因为我怕你会。他的眸子映照着月光，极为好看，如冰雪消融，美艳异常。他也有自己的心事，苏雨承诺愿和他跨越远在魔窟的境界海，已经打开了他的心房，但是他害怕这么随意，苏雨会不会想她是一个很廉价很随意的女人？苏雨将她的衣衫重新拉上。你愿意跟我说，我很开心，我不会想别的什么，只是我要告诉你，我和艾莉亚有很大的麻烦，我们身边有背叛者，所以不得不小心再小心，想让你做我的女人，这样我们才能完全信任你。但至少我能感受到你说的实话，我的朋友观察过你，你的灵魂纯净无比，我愿意相信你，也愿意和你跨越境界海，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月光穿过窗子洒在他的脸上，在月亮的倒影下，空幻渊郑重地将双手伸向前，手面朝上，跪在床上轻轻磕头。我的主人，空灵一族的魔女，愿献上一切的忠诚，若我的力量能为您所用，将是我无上的荣耀，愿你我的愿望永恒交汇，小女子将永远忠诚于我的誓言，至死无悔。苏雨脑海中那空灵般的契约发生了细微的变动，好感，友善之上，无悔相伴，这是空灵族献上忠诚的最高誓言，亦是他想让苏雨相信他的象征。苏雨轻碰他的脸颊，那我就再等一等。这一夜并非也只有空幻渊一个人在装睡，严灵儿在地上裹着被子，心里五味杂陈。传言空灵一族有识别灵魂的力量，空灵魔女居然就这么，她对苏雨也产生了一丝丝好奇，但亦有怨恨，除了对苏雨的，还有对严家，对无力抗争家族决定的自己。另外，现在都凌晨3点了，你们还不睡吗？
当初就不该让龙哥答应李牧。还是说少龙，你有事情瞒着我吗？就算是再迟钝再单纯，他也反应过来石少龙或许并不像他眼中的那般坦诚，同时有些羡慕苏雨和艾莉亚，羡慕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一点点的隔阂。同一时刻，月光下，黄文波无奈地摇摇头：少龙啊，没办法，严家家主的决定，从今天开始，严灵儿转学至魔灵了。你，哎，不要去闹，好吗？参加那场会议，他签了生死契，绝对不能泄露艾莉亚和空幻渊的真实身份。两者的身份自会有人去运作传言，即便是流传最广的空幻渊有一半魔女的血脉，也从未被承认过。石少龙愤恨的一拳砸向旁边的柱子上，砰！石块裂纹丛生，他的拳头也渗着鲜血。赛前，严家家主说，只要他能拿到桂冠，就愿意摒弃门户之见，同意他和严丽儿的事情。结果更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阻挠他的时候那般严苛，可苏雨抢走时，这严家家主又这么轻易的就答应了。给他的解释只有一个，严丽儿在苏雨那里得到了大机缘，也要付出一些代价，给那吸血鬼当血包。石少龙心中的怨恨愈发滋生。知道了，老师。黄文波看着他的背影，想说什么，最后无奈摇头。等黄文波走后，石少龙拨通了李牧的电话。我当初真不该答应你。电话那头，李牧哼道：师兄，这从何谈起啊？我也是师命难违啊。而且苏雨不死，我永远无法再面对自己的宠兽。而且那千狐鱼的消息不也是我们李家给你的吗？那一战带来的心理创伤，让他看见自己的宠兽都有些畏惧。石少龙气愤道：可灵儿他。李牧好言道：表姐的事我知道，师兄冷静，这次我全都告诉你。其实计划是这样，有一位名叫石川先生的人，他第54章交流赛结果，苏雨都是谣言。翌日，柳轩兴高采烈地给苏雨发消息，希望苏雨来观赛，毕竟强敌拳都被苏雨干掉，仅剩的潜力榜上有名的选手都比他弱一点点，这就导致他能捡漏冠军。这个漏捡的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大家族子弟不缺钱，也不是很缺资源，缺的是名望。而苏雨给他搭好的舞台，让他获益匪浅。柳轩暗下决定，事后要好好感谢苏雨。结果，苏雨说他有急事，不能来。在柳轩追问之下，苏雨说要趁着魔窟战争爆发前，跟新宠兽好好培养下感情，和宠兽的感情是御兽师的基石啊。乍一听非常之合理，可柳轩突然想到，宠兽，你丫的，你宠兽不都是校花吗？回想起每晚在他隔壁传来的声音，肯定是在做那个。柳轩耳根一红，摇了摇头，不管了，今天比赛完再跟他说吧。偌大的宿舍只剩下苏雨和三女。空幻渊揉着下巴，颇为幽怨。苏雨和艾莉亚属狼的，嘴唇都啃破了，而且毫无联系啊，嗓子都有些哑。他照了照镜子，梳理着妆容。苏雨站在他身后，给艾莉亚梳完头后，又来帮他轻轻附在空幻渊的耳边道：我发现早上的你比昨晚还要美一点啊。空幻渊含笑道：那和艾莉亚比呢？一个致命的问题，一旁的艾莉亚尖耳都翘了起来。各有千秋，艾莉亚是我的太阳，你是我的月亮，无论白天和黑夜，没有你们我就看不见一切。艾莉亚冷哼了一声：哼，男人。苏雨笑了笑：艾莉亚，严灵儿真的需要每个月汲取你的一滴血吗？艾莉亚轻轻颔首：不然你以为月光使徒怎么灭种了？苏雨一愣，原来是真的。艾莉亚噗的一笑：只有你们男人会骗人，本王从来都是实话实说。苏雨有些尴尬，他还真以为这是忽悠那群高层的呢。来到饭桌上，苏雨将那瓶200滴的鬼级生命灵液递给严灵儿。从今天开始，每天都会有200滴，不过艾莉亚需要你的血，怎么样？你也不亏吧？当然，我的能力还请你不要说出去。严灵儿眼睛眨了眨，他已经做好了被艾莉亚白白吸血的准备了。结果苏雨还真给啊！尽管是劣化版的赝品，可功效是实打实的，这相当于原版每天给20滴，哪怕是9支柱家族的嫡子，每个月的配额也绝不超过5滴。这何止是不亏，艾莉亚吸他的血也是在不影响他健康的前提下进行的。若是这样，他有机会同时完成融合非生流和肉身非生流的涅槃。他握住这200滴的赝品灵液，百味杂陈，连他爹都没有这么大放过，更别说龙哥了。龙哥一直都只顾着自己修炼，他的心绪悄然发生了变化。苏雨又道：幻渊，你进阶需要什么条件？艾莉亚是鲜血，这点很容易满足。可空幻渊对自己的血只是馋，却并没有进阶的作用。空幻渊道：常规的血石虽然也可，但是小女子并不喜欢。他伸出手，一株血腥蔷薇在手心绽放，蔷薇的花蕊那浸透着妖质核心的果实，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能量波动。
妖质诞生的果实，灵液都可以，但必须是上位序列的果实，否则对小女子无用。苏雨心道又是个挑食的家伙，而且还是个吞金兽啊！上位序列的果实比血肉还贵，上位血肉每公斤10学分，果实翻倍，毕竟是妖质的精华所在，产出比异兽肉要少得多。等等，苏雨忽然想到，若我能接触到更高级的妖质并解构的话，凭借奇异赝品，岂不是迎刃而解？我知道了，包在我身上。此时，空幻渊的进阶进度为境界，2阶超凡境，1600、3000。饭后几人闲谈了一番魔窟，苏雨也需要加深对灾厄魔窟和永劫魔窟的了解。同时，苏雨还将自己和艾莉亚遇到的麻烦告诉了空幻渊。空幻渊请手表示道：“我已向主人立下誓约，不管有多危险，请让小女子相伴而行。”苏雨此刻信心爆棚，魔女之夜加不灭神殿，哪怕来的是涅槃境御兽师，苏雨都有一战之力。临近中午，柳轩打来电话：“苏雨，快来！怎么了？我们赢了，大一的个人赛包括团队赛，我们也赢了。”苏雨尽管退赛，可强敌真没剩几个。柳轩几人3下5除2就夺得了大一赛段的桂冠，而大二血灵小队不负众望，艾莉亚虽然不在，可这几人久经磨练，也不是一羽之辈。大三赛段则是江河大学、大四地灵、魔都玉林大学时隔6年再度拿下了9校联盟交流赛的桂冠，并且今日9校联盟当即决定将会优先解决灾厄魔窟的受潮攻势。你快来，我应付不来了，这群记者都急着采访你呢，你再不来，他们就要冲进宿舍区了。柳轩交心道：“好，马上来。”挂掉电话，苏雨道：“我去应付一下，等我回来。”月季广场人声鼎沸。苏雨来的时候，颁奖典礼已经完毕，所有奖项与他一个被退赛和终身禁赛的人无缘。好在苏雨得到了超过4届所有人的至高奖品。采访现场，眼尖的记者闻着味儿就捕捉到了苏雨。是苏雨，嘿，真是，快，我们魔都日报先采访。去一边，这是帝都，给我们帝都太阳报先来。哪怕没出席淘汰赛，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苏雨吸引住，无数地灵的学生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来跟苏雨真男人大战。跑得最快的太阳报记者已经将话筒伸到嘴边：“苏同学，传闻你强制契约了空幻渊，再算上艾莉亚，你的2个宠兽有传言都是传说中的神代序列，是真的吗？”所有人目光灼灼地盯着苏雨，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苏雨深吸一口气，直言道：“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关于这点我必须澄清，谣言都是谣言。首先，哪有什么强制，自愿懂不懂？看，这是我们今天一起做饭的合照。”苏雨展示出手机，照片上空幻渊换了一身厨娘的围裙，饶有兴致的烹调，苏雨还在背后抱着他，似是在夸奖他的厨艺。顿时，记者后面的男生群体顿时炸毛了，这2人亲昵的表情活生生像热恋中的情侣。地灵大学的男生们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大声哀嚎道：“不可能，屁的，这都是你屁的啊！为什么？幻渊，我的幻渊，我们没有，你可怎么活啊？”苏雨随便晒了一张合照，直接打崩了月季广场上无数男生的心灵防线，这甚至比在交流赛中战胜他们还要让人崩溃。一群记者们笔走如龙，大新闻呐，这可是苏雨化敌为妻，一代清冷校花，前潜力第一爱上了现潜力第一。苏雨清了清嗓子：“另外，我非常怀疑你们作为记者的专业素养和智商。”太阳报的女记者懵逼了：“啊！”苏雨鄙夷道：“只有小脑发育不完全的人才会听信什么神代谣传，真正具备独立思考的人都知道，如果像传闻所说，那早就严格保护起来了，轮得到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们总将努力归结于天赋呢？不过是小小之辈偷懒的借口。”众记者一愣，这好像说的是他们。死！别说，还真是。米利卡国、花英国的神代那可都深居简出，无人知晓，哪会像大夏这般高调？对啊。苏雨见效果起到了，便轻蔑地瞥了一眼，话不投机半句多地离开了。这帮记者没有继续纠缠苏雨，而是赶紧用手机敲新闻。反转了，神代是谣传。这届网友的智商不太够用。校花猎人苏雨，你不得不学习的3种男性魅力。采访之后，魔灵的宿舍被地灵的男生们围得水泄不通，纷纷要声讨苏雨。空幻渊脸红红的，他不喜热闹，也从不看网上的消息，有些忧心道：“主人，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艾莉亚剥开一个橘子道：“哼，你别想那么多，他心里指不定多高兴呢。外面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家伙。男人啊！”遍尝百味后，他也理解了酸为何物。苏雨尴尬一笑：“哎，这以后没法再来地灵了。”那张合照传出去，
说是人人喊打也不为过。关于神代的谣言也在大夏公关的运营下不攻自破，倒不用为此而烦心。只是这件事迅速被另一件大事所取代。大夏动员令。苏雨方才想起九校联盟交流赛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九校联盟御兽师的部署序列，而交流赛一结束就意味着战争。开始了蓝星历3066年秋，魔窟万族企图向我帝都、魔都、锦城、江陵、墨黄所在魔窟发起攻击，请所有百姓在各地总督府的帮助下尽早转移。此次攻势前所未有，但请所有人相信，我等御兽师将坚守防线，一寸山河一寸血，绝不会让任何魔物突入蓝星。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是，大夏在数十年抵御魔窟的战争中凝聚出坚韧的社会风气。魔窟战争动员令并未让人感到恐惧，相反，在动员令下达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5大总督府的调配下暂时向周围城镇转移。上官林来到宿舍，苏雨，魔都玉林大学紧急通知，所有学生1日内返校，我们该走了。苏雨应了一声道：老师，这次9校联盟的参战序列是不是？上官林皱着的眉头稍稍舒缓，笑容渐展。你做得很好，这一次9校联盟会优先解决灾厄魔窟的受潮，不管学校里的人怎么说，至少在魔都，你是大家的英雄。苏雨心中一暖，然后又摇摇头，分内之事义不容辞。走吧，老师。他为魔都赢得了参战的名次，也意味着帝都必须在灾厄魔窟战事终结前坚壁清野，等待支援。何谈英雄，让我见识下吧，所谓的魔窟还有那对艾莉亚不利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次日，一行人返回了魔陵。魔都已经处于戒严之下，人去楼空。苏雨父母发消息说已经转移到了隔壁城镇，一切安好。他们不求苏雨能建功立业，只求能平安归来。苏雨没说什么，只是宽慰了一番。妈，别担心啊，没那么糟糕。你儿子，我现在根本不怕那群异兽妖魔。儿子，注意安全，记得到时候带你的新女友回来见见啊。你这小子有一个还不知足。苏雨失笑，家里知道了。也难怪，苏雨和空幻渊的事传得沸沸扬扬。挂掉电话后，苏雨面色严肃。其实情况很糟糕。魔灵大学今日进行了誓师大会，大夏从不会向底层御兽师、战士隐瞒战争情况，所有人都有知情权，也有退出的权利。所以，哪怕大夏的魔窟数量是蓝星之最，也依然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副校长古义说明了已知的情报。目前探明，5大魔窟将会面临攻击，且每一魔窟至少要面临3个方向的妖兽潮，数量未知。灾厄魔窟、红石城将同时被青岩城、紫玄城、黑沙城的3族攻击，来自于禁区的神代后裔深渊魔族亦有可能参战。妖兽潮数量预计不少于30万，而御兽师力量只有9校联盟的2万名，龙鹰卫20个营的2万人，以及总督府、大夏军部、各家族联军1万人。乍一看敌众我寡，可已经是5个方向中压力最小的一个。大夏军部柳司令以及大夏总司令李司令下达命令，要求灾厄魔窟3天内荡平受潮，腾出力量驰援其他魔窟，可以说压力极大。秦泽少校发消息说会在下午就接苏雨前往灾厄魔窟。由于苏雨的出色表现，提前加入龙鹰卫，苏雨所在的小队包括柳轩几人也将一并前往。想起背后始终有一只黑手，苏雨需要做足准备。他来到了自己宿舍的隔壁，敲开了第一个要找的人。柳轩，苏雨，有事找。柳轩拉开门，穿着浴衣，湿漉漉的头发挂着水滴，干净的俏脸颇为意外。哟，队长，怎么不收拾东西？有空来我这儿啊？不好意思啊，刚洗完澡，还没换衣服，先进来吧。苏雨挠了挠头走进去。柳轩坐在沙发上，手拿吹风机吹着头发。队长，你个大忙人，连我夺冠的比赛都不看，今天来干嘛？言语间有一些小小的埋怨。虽说强敌都被苏雨解决掉了，可柳轩好歹奋力拿到冠军了，结果压根没太多人关注，这让他有点小小的忧桑。苏雨听出了他的埋怨，我这不是来登门致歉的吗？诺，我还带了礼物。柳轩随手接过，他什么好东西没见过？苏雨送的礼物估计也就等等。不对，柳轩拿出里面的阳之玉瓶，瓶内散发着星辰般的色彩。生命灵液，怎么这么多？柳轩身为柳司令的嫡女，每个月也才能拿到10滴，这东西是战略物资，哪里都很缺。然而苏雨给他的恐怕不少于200滴，只是这色泽似乎略有些暗淡。苏雨手指竖在嘴前，秘密，这是弱化版的生命灵液，功效没有真正的灵液强，但胜在量大。怎么样，我的诚意蛮足的吧？柳轩眨着眼睛，细细品着苏雨说过的话。首先，这东西哪儿来的？毫无疑问是苏雨鼓捣出来的，灵液是龙级秘宝，还未曾听说过鬼级的生命灵液，这就意味着苏雨的价值。
无法估量，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苏雨嘴巴严得很，竟然会向他透露自己的能力，那说明必有所求。柳轩嘴角勾起，翘着腿，那我就收下你的诚意了。说吧，队长，是不是有事找我帮忙啊？苏雨点头，你真聪明，和聪明人谈话就是省事。我还真有件麻烦事需要你帮忙。柳轩扑哧一笑，你说，队长，要不是你，这交流赛的冠军我是想都不敢想，只要我能帮得到的，绝不推辞。苏雨目光一凝，好，你能找到多少强力的御兽师？要值得信任的，至少要轮回境的御兽师数量越多越好。苏雨不敢猜测幕后黑手有多强，根据艾莉亚的描述，当初袭击他的是一伙中3阶御兽师，实力极强。柳轩本想打趣一下苏雨，却发现苏雨表情极为严肃。回想起之前水水说的话，他收起了戏谑，庄重道：“我有2个贴身保护我的轮回境御兽师，如果拜托一下家里，还能再来至少3位轮回境，10位转轮境。”果然，9支柱家族的实力不容小觑，哪怕是战争来临，依然有大量的机动人手。难怪大夏会容忍他们的特权，关键时刻，这些家族亦是大夏的支柱。柳轩犹豫了一下，捏着那羊脂玉瓶，意有所指。只是苏雨心领神会，5000滴。奇异赝品消耗的体力太多，苏雨一天能复现出500滴左右。若是能在魔窟一行中将肉身提升至真精境，甚至白玉境，打通晋升涅槃的道路，拥有魔力回路后，产量将不可计数。柳轩摇了摇头，长期交易，我不白拿，钱或是其他秘宝跟你换，每月5000滴，相当于原版的500滴生命灵液，哪怕是对柳家，也是一笔大生意。苏雨没有犹豫，成交，保命比什么都重要。柳轩笑了笑，那你不跟我解释下吗？苏雨犹豫了一会儿，我想你也知道，我和艾莉亚的相遇，是她被人袭击导致重伤，不得不选择我。这些隐藏在阴影中的老鼠，实力不容小觑，我身为大夏的御兽师，必须要参战。我想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柳轩颔首，我明白了，你放心，多的话他也不问。苏雨展现了自己的价值，值得柳家投资。离开前，柳轩又轻声道：“对了，队长，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他面红耳赤道：“你们晚上小点声，这房子隔音有点差。原本你们就，现在更大了。”苏雨尴尬一笑：“好家伙，这豆腐渣工程啊！不愧是学校，之前每晚都会有声音传来，尚且能忍受，可自从又来了个空幻渊，那真是嗨嗨。我知道了，该死，我要找后勤处去投诉。”柳轩一笑，关上了门。苏雨悻悻而去，他背着门，想起父亲说过的话，让他多和苏雨拉近下关系。未来的柳家，不，未来的大夏，他都会是支柱。除了找柳轩外，苏雨打算面见校长宁汉文。哪怕从未和校长面对面谈过，但苏雨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恐怕都逃不过这位传说中触摸到圣域的存在。另外，艾莉亚之前承蒙宁汉文照顾，他对神代的了解比自己只多不少。来到校长办公室门前时，苏雨被熟悉的声音叫住：“苏雨。”苏雨回头发现是上官灵。“老师，你怎么在这儿？”上官灵面色古怪道：“校长，他似乎早就知道你要来，他说现在还不是你和他面谈的时候。”啊！苏雨一脸错愕，早就知道。亲爱的校长，难道你会未卜先知吗？他让我转告你，这件事你需要自己解决，并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上官灵递来一个信封，拆开信封，发现是4句诗词：莫待白首空悲切，无悔春秋自风流，越王断剑魔窟处，昔日荣光不复还。苏雨眉头一皱，这校长真不靠谱，这个时候隔着当谜语人。等等，苏雨瞪大了眼珠，立马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好，多谢老师，替我谢谢校长。这4句中藏着2个人名，以及他们对应的2件事。校长果然没有老糊涂，他是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为何要我来解决？这就不知道了，也许是想给昔日立下过功劳的那间一个体面的收场。苏雨摇摇头，这他不关心。重要的是，宁汉文给他指明了一个方向，可以找一个人帮忙。后勤处，悠闲喝茶的白大爷白如悔也因为战争将至，忙碌起来。哟，苏雨，来我这儿兑换什么呢？你小子的学分攒了不少吧？白如悔品着名，虽颇为忙碌，却看不见一丝丝战争的紧张感。跟着苏雨一起来的还有艾莉亚和空幻渊，二女立于苏雨身后，仅仅是在后勤处这么一站，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雨手上的学分还真不少，交流赛前就攒到了150分。交流赛虽然是退赛，可魔灵依然偷偷给苏雨塞了100学分的奖励。毕竟没有苏雨的出色发挥，还真拿不下来大一赛段的桂冠。我学生证上的学分，麻烦您全帮我换成上位优质的灵液液或是灵果。另外，
我还真有件事要麻烦你。白如回眼睛一眯，笑咯咯道：是吗？那可不少啊。那个小刘，你去招呼下别的同学，苏雨你们几个跟我去里面拿吧。苏雨轻轻颔首。白如悔带着苏雨三人来到了库房。魔灵的库房建在地下，法不传6耳之外。白如悔嘴角扬起，颇为得意道：好啊好啊，你小子居然还真把地灵的魔女给拐回来了。啧啧，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早有预谋？那地灵的教导主任于成根他是老对头，一想到这死对头跟吃苍蝇一样难受，白如悔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得意。苏雨厚着脸皮牵起空幻渊的柔仪：绝对没有，是命运指引我们走到了一起。空幻渊脸颊一红，羞涩的甩开。白如悔端详了苏雨一会儿：呵，你小子有点我年轻时候的风采。诺，灵液和灵果不好找，但灵液有的是，我看看你卡上。250学分，大一里面恐怕也就你不缺学分了。苏雨按照价目表挑选了500片灵液和10枚灵果，再算上空幻渊自己在地灵的家当，应该足够晋升蜕变境。拿到了灵液和灵果，白如悔话锋一转，神情严肃道：是宁老头让你来找我的吧？算算时间，如果你要和小吸血鬼下魔窟，学校里的空闲人员似乎也只有老夫了。苏雨瞳孔一缩，不愧都是活了几十年的人精啊。还未等苏雨开口，白如悔倒很遗憾：苏雨，老夫我这辈子不会再去魔窟，帮不上你的忙。再说了，你也不缺一个区区轮回境的御兽师给你保驾护航吧？与其来找老夫，不如去找柳丫头。白如悔干脆了当的拒绝，丝毫没留余地。他的眼神似乎充满了死寂，那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平静。回想起宁汉文给苏雨的诗句无悔，如悔断剑，莫非断剑的并非只有王月吗？他以为诗句里的越王断剑，意思是那实战系院长王月有内奸嫌疑，且被宁汉文识破，暗示给苏雨。如今细想，也可指前面的白如悔。苏雨抬头看见了一柄挂在墙上的宝剑，尽管有些古朴，却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威吓。苏雨喃喃道：白老师，这莫非是一把断剑吗？白如悔那枯井无波的瞳孔中荡起了些许涟漪，又很快压了下去。宁老头告诉你的？猜的。白如悔叹了口气，那的确是一把断剑。他抬头看向断剑，犹如看见断了几辆的人生。你的老师上官灵是我的前妻，所以你明白吗？苏雨恍然，上官灵说过他的女儿在魔窟中失踪，那这断剑也许与那件事有关。苏雨走上前，将那一柄断剑拔出。白老师，告诉我这柄剑的构造，这柄剑缺失了什么？白如悔戏谑道：有用吗？有用。白如悔不知苏雨想做什么把戏，轻轻道：此剑名无悔，以魔级秘宝灭魔经铸造。此剑伴我20载，剑已断，人已毁。青岩城，我最后知道女儿消息的地方。但魔窟魔城，艾莉亚说过，每一座魔城都有一位神化境的城主和神化境的妖质镇守。整个大夏迄今为止，也只在永劫魔窟中攻陷2座魔城。苏雨闭上双眸，聚精会神道：明白了，断的不是剑，毁的不是春秋。校长只是给我写了一句莫待白首空悲切，无悔春秋自风流，原来是这个意思。白老师，我会杀掉青岩城主，找回你失去的一切，但也请你帮我一把，我同样不想失去最重要的人。我知道你不会信我，但是就像这把断剑，今天便是断剑重铸之日。白如悔瞳孔紧缩，他完全不知苏雨要做什么，可是他的内心没来由地荡起了浪花，那平静的湖面犹如酝酿着海啸，被唤醒了生命，朝着绝望的悬崖再次发起狂风骤雨。无悔断剑上青白色的光点凝聚，那断裂的部分竟一寸一寸地蔓延出剑锋、剑刃、剑舌、剑尖奇异赝品。3尺3的清风一扫斑驳的沉疴，再度露出峥嵘。白如悔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苏雨。他10年如一日地敲打着魔窟武装，作为顶级魔将，何尝没有想过修复这柄断剑？除了心病外，魔级武装是那么好修复的。然而白如悔上前拿起来了无悔剑，手指颤抖着细细端详，虽然跌落了境界，虽然从魔级跌落到了龙级，但是白如悔的眼角难得噙着泪。回来了，回来了。他能感受到剑的灵魂，那回应着他炽热的悲怨的剑魂。白如悔看着苏雨，就好像看到了奇迹。难怪宁汉文让他前来，这不是单方面的相助，对白如悔来说，苏雨的救赎对他更重要一些。当长剑出鞘，白如悔声音沙哑道：好，那就陪你走一遭吧。你先去魔窟，老夫我随后就到。他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宣赫的金芒。苏雨不知这意味着什么，但能让宁校长专门提及的白如悔诀，不只是普通的轮回境御兽师吧。离开后勤处，艾莉亚没来由地说了一句：那是灯神长街。还未来得及让苏雨细问，后勤处门口他遇到了2个熟悉的人，一脸阴鸷，
走路都有些别扭的王洪熙，以及跟在他身旁的江颖。王洪熙看到是苏雨，以及他身后的艾莉亚和空幻渊，双眸染上一抹狠厉。是你，苏雨！王洪熙的眼中充满了怨毒，身后的江颖更是幽怨，他下意识地拉了拉袖口。苏雨注意到他袖子里的皮肤似乎有些发紫。自从入学测试之后，苏雨还没有见过他，只是偶有听闻。面对着苏雨如今如日中天，身边的2个女子更是倾城倾国，江颖心中说不出来的难受。都是你的错，你就不能乖乖的当一个普通人吗？如果不是你，王洪熙才不会那样凶狠的对他，苏雨才不在乎他俩怎么想。空幻渊见几人神情不对，更是抱着一副吃瓜的表情向艾莉亚使眼色，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苏雨颇为戏谑的向下一瞥，王洪熙两股战战，痛苦的回忆涌上心头。哼，苏雨，你很得意是吧？咱们走着瞧，我就不信你还能。说到关键处，他心中大骇，差点下意识的说出口。昨晚王峰把他们王家和花音国合作的事告知了王洪熙，并且花音人承诺他们有一位半神级御兽师恰巧精通再生术，只要合作成功，这都不是问题。等魔窟大战开始后，王家在龙鹰卫某一个御兽世家组成的营中有人任职营长，届时他们会伪装起来一起行动，见证击杀苏雨夺走他宠兽的那一刻。一想到大仇即将得报，王洪熙才有种胸中快垒一扫而空之感。甚至花音人承诺给王家一些荣誉花音人名额，王洪熙也不是没资格竞争这2个神代狱主的名额。至于花音人如何绕开神代只能契约一次的法则，就不得而知了。王洪熙鼓起勇气，苏雨，等着吧，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你会后悔的。苏雨没说任何话，径直走到王洪熙的面前。在战斗中逐渐磨砺的苏雨，此刻甚至无需动用任何力量，那眸子里的冷冽让王洪熙将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忽然他两腿一软，瘫倒在了地上。江颖想去扶，又被苏雨一瞪瞪开。苏雨俯下身凝望着王洪熙，是啊，笑到最后才是赢家，期待在魔窟还能见到你们俩，王大公子，因为那样我就能亲手宰了你们。在魔灵碍于校规，终究是有顾忌，可在魔窟，在战争的无序之中，唯有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基石。苏雨抬头，走吧，艾莉亚、幻渊，魔窟会见证我们的传说。两女见苏雨心情大好，跟了上去。最终结果会如何，全看魔窟一战。可以预料到的是，不管苏雨还是幕后的这群人，谁赢都会在大夏掀起轩然大波。在最后收拾东西准备出发的时候，苏雨的房间传来阵阵嘤咛声。这灵果太多了，吃撑了已经。为了进阶，你要敞开肚子吃啊，这也才吃了500斤啊，没多少啊。妹妹是觉得味道不好吗？空幻渊连忙摇头，终于把最后一片灵果塞进了喉咙。咕咚，叮，空灵魔女吃下了银月之果，位阶进度加100。空幻渊进度满级，完成进阶。叮，由于空灵魔女饮下了你的鲜血，触发返祖现象，蜕变境 SS 凌空魅影，施术范围扩张至200米，能同时引动5重空间扭曲返祖现象，空间扭曲方圆从10厘米扩张至20厘米。蜕变境 S 幻魂念化，不仅能制造幻觉，还能强制塞入精神识海大量无用信息，造成思维迟滞。返祖现象，最大捕捉人数提升为5人。空幻渊轻咳了2声，差点噎住，却顾不得这些。他惊讶地发现，这次能力的进阶非同寻常，均触发了罕见的返祖现象。这怎么可能？即便是在神代序列中，想要完美触发返祖现象，并最终成就神代之位，也只能依靠命运的偶然。艾莉亚轻笑道：怎么样，知道跟着小家伙的好处了吧？现在你还想不回去了？空幻渊低头浅笑，不想了，再也不想了。或许遇到苏雨才是他能实现愿望的唯一方法。一旁的颜灵儿更是错愕。短短几天时间，他见证了这位空灵魔女从被迫到不排斥再到自愿的全过程。更惊讶的是，他也开始习惯苏雨一直在创造奇迹，并渐渐没那么抵触。甚至苏雨提出要一起前往魔窟行动，他都没有反抗，就直接答应了。苏雨伸了个懒腰道：好了，出发。龙鹰卫的秦泽少校亲自来接苏雨的小队，车已经停在门口。4人以及苏雨小队的6人一同登车，成为魔灵大学第一批赶赴魔窟参战的学生。各系院长、老师以及9校联盟将会在战争爆发后介入。路上，秦泽一边开车一边悠闲道：老实说，交流赛的结果让我瞠目结舌啊。苏雨失笑道：那真抱歉，没能夺冠。当初2人的约定是苏雨在交流赛夺冠，才拿到那40滴生命灵液的。秦泽轻轻摇头：不是夺冠，胜似夺冠啊。好了，废话不多说，我先跟你讲下你的职位、待遇以及任务。
秦泽递给苏雨一套龙鹰卫服饰，一枚肩章。按照规定，蜕变境遇兽师是连级职务，你还是第一个新生就获得上尉待遇的人。龙鹰卫有20个作战营，每营都由超过1000名御兽师和5000修筑阵地的普通战士组成。届时，你将隶属于龙鹰卫一营，这是夏总督的直属营。你的待遇极佳，每月将给予你200功勋点，价值和你们的学分等同。而且这里能兑换到比学分更多的好东西。当然，你们负责的地区恐怕也是最危险的。地图上，灾厄魔窟的前线城红石城附近有3座魔城，其中最近的青岩城距离红石城不足200里，以御兽师的速度，最迟2日内便能兵临城下。青岩这一切都让苏雨感到一种莫名的诡异感。刚要找人帮忙，就得知了白如悔的事情。刚得知了青岩城主是白如悔的仇人，就被安排到了青岩城方向。这一趟魔窟之行，生死一线啊！魔窟通道建立在魔都郊外30公里处，路上青草漫漫，可越接近魔窟，青草会变得暗淡发黑。等抵达魔窟通道时，那巨型犹如黑夜的能量漩涡让人不禁心悸。车上的安之水喃喃道：“这就是魔窟吗？”其实大家都做好了死战的准备，甚至写好了遗书，可真的站在魔窟面前时，不免有些发怵。艾利亚却显得稀松平常，毕竟他曾无数次踏足这熟悉的地界。秦泽耐心解释道：“是，这能量门便是魔窟通道，那漂浮的黑色颗粒物是魔窟里的魔灰。”苏雨疑惑道：“魔灰？”他道不出这魔窟，再压抑的魔窟也比不上空幻渊的魔女之夜中压抑，那可是被称之为魔窟天灾的能力。秦泽道：“在魔窟中动用魔力战斗后留下的灰烬，这种灰烬难以消散，虽能补充中接御兽师欠缺的魔力，但长久吸收的话也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反倒是普通人没什么大碍，一般情况下，御兽师质留在魔窟中最长的持续时间是1个月，1个月后必须返回一趟地面，清理体内的魔灰。”众人颔首，原来如此，难怪时不时有知名的御兽师从魔窟折返。到地方了，秦泽下车，众人紧随其后。艾利亚牵起了苏雨的手：“第一次，还是本王带你进去吧。”苏雨微笑着点头，空幻渊则牵着苏雨的衣角。身后的李旭、魏刚眉头狂皱：“过分了啊，队长，都要上战场了，能不能不要再秀恩爱了？”几个女孩子也颇为羡慕，队长这运气真是没谁了。艾利亚和苏雨步入魔窟通道，通道中光怪陆离的光影仿佛折射着某种密文，晦涩难懂的符号和声音随时都想侵入苏雨的脑海。什么都别看，往前走。艾利亚轻声道。苏雨屏住呼吸，在艾利亚的牵引下进入魔窟。灾厄魔窟以盛产灾厄而闻名，一进入魔窟，与你太场中截然不同的一面展示在苏雨面前。那满目迎天的魔灰让天空都被染成了灰色，颇有些压抑，而地平线的尽头依稀能看见一座伫立的城池。身后秦泽等人也纷纷进入。战友们，那便是我们魔都在灾厄魔窟中最后也是唯一的前线红石城。道路上人来人往，与和平的景象风格迥异，浑身染血的御兽师并不少见。苏雨回想起了第一次见到穆长威的时候，那浑身沐浴着龙血的男人笑得张狂又肆意，满脸的杀伐之气。这里人人都如他一样。苏雨嘴角轻轻勾起，怎么说呢，好像如鱼得水，来到了一片属于他的天堂。艾利亚，在这里杀戮非但不是一种罪过，反而是一种荣耀，对吗？艾利亚两眼熠熠，他知道苏雨心中所想，别人会畏惧杀戮，但苏雨不会。小家伙和他的相遇果然是命中注定。当然 Master， 空幻渊浅浅一笑，短短几天相处，主人内心的疯狂反倒让他无比安心。若有谁能在3年内做到横渡禁忌海，除了天才只有疯子，而天才与疯子不过1线之隔。视线尽头，有人乘着一片长20米的巨叶漂浮而至。秦泽，这是我们营的新人吗？秦泽仰头道。没错，李营长。巨叶上李灵牙道。听说我们的超级新人也在。秦泽一笑。苏雨，这位是李营长，你们小队从今天开始正式编入龙鹰卫一营。苏雨点头。营长好。李灵牙微笑示意。我听说过你们，尤其是你苏雨的大名，还没来我们龙鹰卫就预支了40滴生命灵液，然后在9校联盟交流赛上大放异彩，恐怕要不了多久你就会进入圣域峰。李灵牙欲言又止。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跟我回营地，都上来吧。秦泽道。那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慢走秦少校。秦泽负责接应新生，转身离开后，众人乘巨叶飞向红石城驻地。这位李灵牙似乎是一位转轮境御兽师，实力不俗。李灵牙正想给众人介绍一番龙鹰卫，结果咚咚轰隆，原本灰暗的天空被一道金光刺穿，沉闷的声响紧接着便是黄钟大吕的敲击声。一卷金色的绘卷在天空中缓缓展开，
似乎在魔窟中的任何地方都能看清楚天空上的文字。金色的字迹从模糊到清晰。苏雨一行人面面相觑，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李林芽笑道：“本想之后再跟你们介绍的，既然赶上了，那就听好了。”他指着天穹，那东西名为圣域风云榜，无人知晓其来历，更无人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但毫无疑问，这是神级之上的大秘宝。它的出现只意味着一件事：有能搅动风云的天骄在魔窟世界里留下了足迹，从而被他收录。圣域是这里的万族对魔窟的自称，也代表着御兽师走到尽头那至高无上的境界。圣域风云榜与秘宝位阶相同，分神魔龙鬼兽5榜，其中下3阶的御兽师努力，说不定能进万兽榜。众人仰望着天穹，一段文字浮现：雪域魔窟，人族蜕变境的叶卡捷琳娜越阶斩杀涅槃境大帝雪熊，登万兽榜第488位。雪域魔窟似乎是北方毛熊国，能够越阶斩杀涅槃境异兽，自然称得上一句天才。万兽榜似乎有500位，涵盖了包含人族在内的万族。人族最靠前的似乎是米利卡国排行第13的亚当，随后不远就是第19位血灵小队的独孤明。李林雅打气道：“呵呵，不用羡慕，以你们的天资，努力提升，将来都有机会名列万兽榜。届时，不要说我们人类，哪怕在魔窟万族，你们也算名扬天下了。”众人用力点点头，这比地面上的网络还要给力啊！相当于万族公告。就在众人收敛激动之心时，圣域风云榜万兽榜的金字继续罗列：灾厄魔窟，人族苏雨进入魔窟，登万兽榜第100位，其余人顺延1位。众人猛然一惊，啊！众人包括龙鹰卫一营营长李灵牙不可思议地看向苏雨，啊！队长，你做了什么？苏雨，你之前来过魔窟？苏雨摇了摇头。李灵牙心中大骇，这怎么可能？一个从未进入过魔窟的人，从未被圣域风云榜探查过，亦没有留下过任何战斗的记录，就凭借着我来了就能名列万兽榜的第100位。要知道，这万兽榜收录的是所有涅槃境之下的猛人，排行前100的，要么是肉身境界达到了白玉境，要么已经融合了魔力回路，准备冲击涅槃。难道是因为艾莉亚这只吸血鬼曾经来过魔窟，甚至名列万兽榜前列？可他不是跌落境界了吗？即便刚刚恢复到了蜕变境，苏雨以蜕变境初期的实力就能登榜吗？李旭再也忍不住道：“队长，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我们还是不是一个队伍里的好兄弟了。”魏刚道：“老苏啊，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来过魔窟？”苏雨无奈道：“真没有，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打算偷偷低行动，打那群幕后黑手一个措手不及呢。结果，圣域风云榜万兽榜直接将苏雨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真是丝毫不让人低调啊！”李灵牙缓了过来，好心提醒道：“嗨嗨，也许只是单纯的天赋评判吧。苏雨，你登榜之后，估计整个魔窟你的名字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能扬名，但意味着会有更多人来挑战你。是啊，名望在哪里都很重要。至于苏雨的名字，只需要轻轻抬头便能看见。”柳轩极为古怪地看了苏雨一眼，回想起他在自己宿舍内展现的那一手逆天能力，也许与这有关。明明大家都是新生，苏雨踏上御兽师之路不过1个月不到，便已让人有种深不可测的凌渊之感。选择帮他，果然没错。也许未来的事情也可以好了。先不提此事，我们到了，走，带你们见见我们一营的战友。李灵牙降下巨业。红石城说是城市，实际占地面积并不大，更像一座恢宏的堡垒，通体用赤明矿打造，就算是轮回境异兽也别想轻易轰开红石城的城墙。一营是有1000名御兽师和5000战士的合成营，营长和副营长都是转轮境御兽师，3位连长和3位副连长则是涅槃境。苏雨这种外来编入的小队将独立执行侦查、作战任务。在李灵牙带着苏雨等人参观驻地10境祭海的对面禁区深处，九王子各族已经做好准备，这一次是必打通往起始之地的道路。缠绕着漆黑魔物的深渊魔族，被众星拱月般立于魔殿之上的魔族九王子悠悠道：“风云榜有意思，刚刚踏足圣域就名列万兽榜吗？”一旁张开血盆大口的深渊魔虫道：“桀桀，人族这个序列之末的种族是有点奇怪，不过这种稍有些天赋的人怎么能跟九王子比？”另一位深渊魔鸟道：“正是，在万兽榜第1的九王子面前，此子不过是浮草之荧光，何须九王子关注呢？九王子，这次的战争将全权交由您来指挥。永劫、灾厄、千湖、大漠、春景5处边缘之地的所有城主均同意遵从圣域指令出兵人族。”九王子淡淡道：“我指挥。好，那就去灾厄之地吧。”或许只是觉得风云榜的评判极为有趣，
他随意地决定了万族的主攻方向。对了，遣使带点魔种送去风云楼，我不希望我等的消息被风云楼卖给人族。旁边的魔鸟嫌弃道：那该死的永久中立组织嘛，真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九王子若能打穿禁忌海和起始之地，风云楼必将被各族拿来祭旗，这帮人精着呢。送吧，至少这次要让他们袖手旁观。魔窟某处，风云楼，一帮戴着诡异面具，上面有着类似兽17龙24编号的人形，在一栋云雾缥缈的楼阁中忙碌着。记录在册：风云榜新人，人族苏雨，年龄20，御兽师，天赋猜测由2项 S 级天赋组成，均与血液有关，其2为宠兽，一为吸血鬼一族的血族真祖后裔，2为空灵魔女之女，此情报为绝密，暂时一律不卖。兽阁阁主，深渊魔族即将进攻起始之地，我等该如何应对？一穿着形似古代儒生戴着兽形面具的中年男子向云雾中撒出无数冰晶。如何应对？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按往常一样，先接触他，看他是否愿意加入。风云阁绝对中立，不会偏袒任何一族。若有族愿意跟我们做交易，只要价格合适，无有不允。是，属下明白。有风云榜在，苏雨来到魔窟的第一天便步入了万族的视野。红石城一营驻地。李林牙道：总之，苏雨有任何事可以随时来找我。你们是精英，你们小队也是被视为连级编制，随时要执行危险的任务。若是你们还有犹豫……苏雨等人摇摇头，七嘴八舌道：没有犹豫，营长，为国而战，马革裹尸而已。我爸妈都在魔都后面的城镇呢，我不上，难道让他们来扛吗？李林牙郑重地敬礼道：好，明天你们就将纳入任务序列。是。苏雨，你来一下。李林牙把苏雨带到安静处。营长，什么事啊？李林牙目光一凝。你听说过风云阁吗？苏雨道：没有。看来那只吸血鬼还没跟他提起过。李林牙道：风云阁来源不明，他们自称是为了守护天空上那道金榜行事。这群人行事古怪，但凡上榜之人，他们必会来接触。我先提醒你一句，和他们打交道，万事小心。苏雨眉头一皱。哦，为何？李林牙严肃道：许多叛逃的人类正式加入了风云阁，里面多为万族败类，为了生意，他们什么都能出卖，包括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你遇到了风云阁的人，敬而远之，多半不会错。毕竟，他们至少有一半的概率是……苏雨沉吟道：是来杀我的。李林牙点头。就算要和他们交易，也要慎之又慎。苏雨抱拳道：多谢营长叮嘱，我会牢记在心。魔窟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啊。李林牙拍了拍苏雨的肩膀：哈哈，别跟我客气，你可是大夏潜力榜的头名，为了让你加入一营，我可没少跟其他营长扯皮，有什么难处和需要尽管跟我提。苏雨轻声道：营长，我还真有件事需要问问你。哦，尽管说。苏雨看向魔窟通道的方向。营长，这灾厄魔窟的通道平常是谁负责把守？李林牙回想了一会儿，好像是17营的任务吧。你可能不知道，龙鹰卫前10个营都是征召入伍的，后10个营则在魔都中有其他职位，战时才会集结。而这17营便是一些魔都一流家族组建的。苏雨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没错了，当初艾利亚在魔窟通道的入口又遭到一次伏击，如果龙鹰卫不知情，那可太不合理了，说明这17营有内鬼。17营的营长是……李林牙爽朗一笑：老王啊，王志远，平常不太爱说话，有点内向，不过实力还是不错的。王不会这妖巧合吧？不，这世间没有巧合，一切都有因有果。哦，那营长，咱们一营跟外界能通讯吗？能是能，不过需要转接。那营长，假如我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有外界通讯传来，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行吗？李林牙有些好奇，但没有多问，兴许是人家的私事。可以，包在我身上。不过咱们人族的基站只铺设到了红石城和一些阵地前线，如果你离开前线，寻常的通讯手段肯定不行，得用这个。他拿出一枚令牌，令牌上刻着海棠的图案，递到苏雨手中。李林牙神秘一笑：还记得我今天接你们的巨业吗？苏雨一愣，没想到其中的联系，但这令牌浸透着魔力，似乎是妖职的一部分。李林牙道：不只是魔城有护城妖职，咱们红石城也有。夏总督的神话禁妖职青蓝海棠护佑着整个红石城，其叶片能载人，其枝蔓能隔空传递消息。届时你在这令牌上书写，只要还在这灾厄魔窟之中，就会被青蓝海棠感知到。苏雨恍然，这神话境的妖职当真恐怖如斯。好了，早点休息去吧，明天你们将正式执行任务。苏雨返回营帐，
一营驻地给每个人安排好了住处。夜晚，艾莉亚道：“怎么样，小家伙？”苏雨轻轻颔首：“问题也许出在17营，不过还要进一步查证。县市那边，我请海关的老同学帮我盯着，如果还有花衣人入境，会提前通知我们。似乎万无一失。”艾莉亚嘴角扬起，这些动脑子的事情有小家伙在，自然无需他操心。苏雨心头仍有疑惑，如果我是幕后指使之人，有没有一种完全绕开苏雨推测的方法呢？调动魔窟入口的那间埋伏艾莉亚，终究风险大了一些，也太过好查。随便一个营长一问就知道的事情，幕后黑手真的没想到吗？苏雨摇摇头，不做多想。翌日，柳轩神清气爽地出门，伸了个懒腰。很久没有美美的睡过一觉了，自从跟苏雨做了邻居，只有在这军营中，他们晚上才能消停。他就不懂了，有那么上瘾吗？苏雨也出来道：“哟，早啊，柳轩，昨天忘了问你。”柳轩回眸，手指置于嘴前：“嘘，已经到了，随时都能行动。”随后他又伸出了6根手指，颇为自得的样子。苏雨心领神会，来了6个轮回境的御兽师吗？九之助家族的底蕴当真强大。苏雨道：“那我就放心了，这2天应该还无事。大战不爆发，这群人想轻而易举躲过大夏的监视，在龙鹰卫的眼皮子底下动手是不可能的。唯有魔窟战争爆发，所有人应接不暇的时候才会出手。走，该执行任务了。”苏雨小队一行人来到一营驻地大厅，李灵牙正与各连商讨作战任务，一脸凝重。苏雨来得正好，几位，你们都听说过他，苏雨，我们营的新人。稍稍寒暄了几句后，李灵牙道：“苏雨，你们做好战斗准备了吗？”苏雨等人眼睛一眨，柳轩问道：“营长，有作战任务？一般情况下，新人不会一上来就领取作战任务，都要经历一番后勤的磨练。”李灵牙颔首：“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简单说下，我们营主要部放在青岩城方向的青石峡，青岩城的种族世序列 No.231鬼面湖，我们刚刚收到传讯，青石峡的9处前哨站同时遭到鬼面湖族的攻击，现在要支援过去，我们人手有些不够。营长、副营长和6位连长、副连长各带1队援军，还有1处前哨无法驰援。战争前夕的黑夜已经到来，试探性交锋，猜测人族的布防力量，寻找薄弱环节。在和人类的一次次冲突中，万族逐渐学会了战术，战略也愈发不好对付。我明白了，我们去。”李灵牙道：“好，一排长廖山，你跟苏雨一起去。这项任务来不及发布，暂定为 A 级任务，拜托了。”是 A 级任务，参与任务的团队会获得500功勋点，分到每个人头上也不少。苏雨小队除了苏雨和柳轩外，大家手头的资源都蛮紧张的，迫切需要执行任务来获取功勋。廖山及下属100名御兽师与苏雨一同奔赴青石峡。路上，廖山给苏雨等人介绍起了这鬼面湖一族。苏兄弟，千万要小心，这鬼面湖一族和青岩城一直是我们魔都人的大敌，其城主是神话境的鬼面湖，实力深不可测。这一族最擅长伪装，往往能伪装成人内心之中最薄弱的一环，令人精神崩溃。对付他们，千万不要被虚伪的假面所欺骗。廖山不免担忧道：“这次魔窟大举来犯，恐怕这鬼面湖一族又是进攻的主力，我们一营这次避免不了一场恶战啊。”苏雨疑惑道：“哦，不是据说主力是来自禁区的深渊魔族吗？”廖山解释道：“苏兄弟有所不知，哪怕是禁区的一族，也很难大量跨越禁忌海，不过是少数精英罢了。最主要的正面战场还是这灾厄魔窟的异兽们。”苏雨，原来如此。这么说，魔窟大战的主要敌人除了这鬼面湖外，便是苏雨曾在你太场中见到过的是雪蚁和青藤树人。不知自己的能力对现实的异兽们能有多大影响。青石峡距离红石城20里，峡谷和红石城中间便是平坦的开阔地，极易于妖兽潮展开，故而多数情况下，守红石城必先守青石峡。李旭、安之水等人亦是第一次上战场，心中很是忐忑。苏雨轻声传话：“别紧张，待会儿李旭和柳轩负责空中火力，魏刚顶在前面，陈梦梦和江心月在后面支援和远程打击。如果有预料之外的强敌，我来对付。”苏雨的话给众人吃了定心丸。安之水和陈梦梦紧张到略，有些颤抖的手松弛了不少。苏雨的强大有目共睹，哪怕是蜕变境的鬼面湖，在苏雨面前恐怕都要被砍瓜切菜。艾莉亚和空幻渊一左一右，颜灵儿跟在身后。艾莉亚回头道：“本王的血，你融合了多少？”颜灵儿尽管有些不情愿，可不得不说，艾莉亚给她的当真是一份不小的机缘。短短数日，她体内便诞生了强大的魔力回路，灵体分魂原本只能分离出不具备战斗力的灵体，现在分出来的灵体数量翻了5倍，且随时具备具现化实体的力量。
结合月光神使的力量，本体甚至能降临在任何一个灵体处，已经极为接近 SS 级的天赋。严灵儿道：一半，足够了，待会儿你就站在小家伙后面，有危险要替他挡枪，别担心，本王的不灭能活死人肉白骨，你不会有事的。严灵儿眉弯一蹙，有些心酸的一点。苏雨笑了笑，倒也不用，艾莉亚，我和你一起。又回头对着严灵儿温声道：你保护好自己。严灵儿的心房仿佛被触动了一下。苏雨没管这些，战场转瞬即至。青石峡的山崖峭壁，一座瞭望塔屹立于峰峦，无数鬼面狐从峡谷深处涌出，其身长1米，通体洁白的绒毛，尖锐的利爪能轻易刺穿岩石，攀爬而上，面目可憎，形如鬼魅。廖山喘息道：紧赶慢赶，赶上了。老刘，我们来支援了。天哪，这得有多少？起码得有3000只。如果9处前哨站遭遇同等规模的攻击，岂不是光探路就出兵近3万？廖山迅速分析道：运气有点差，我们这儿的是敌人主力。弟兄们，扛住！营长他们很快就会支援过来，绝对不能在青石峡被打出缺口，否则这就不是试探性的佯攻了。一旦青石峡被攻破，那立马就会演变成青岩城和红石城的战略决战，一步也不后退。杀！前哨站有御兽师20名，算上援军130人不到，要挡住近3000鬼面狐。苏雨没有着急放血，血之冠冕这项能力还未在魔窟中露面，苏雨不想让这强悍的出剑杀能力被浪费在此处。鬼面狐如潮水般涌了上来，御兽师们纷纷唤出自己的宠兽。苏雨小队一经亮相，便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柳轩和双头施救于空中喷涌火力，虚实竖放，光明盛宴。一枚枚凝结的白金色能量球砸下，轰！炸裂声此起彼伏。S 级学员均具备改变战场的战略技能力，着实让廖山等人开了眼。李旭在背后配合，风翼9刃，一道道风翼沙弧如麻。魏刚的巨力魔猿扛在前面，掩护陈萌萌和江心月的攻击。那如潮水般的攻势，竟被几人短暂扼住。廖山激动道：好样的，弟兄们，别给咱们龙鹰卫丢人，不能输给才入队的新人吧。一时间气势如虹，战意昂扬，凭借地利据守山崖。忽然一声怒吼呼啸而出，山崖上的树木被怒吼的音波震断，峡谷回响，震慑心魂。廖山瞳孔一凝，涅槃，是涅槃境的鬼面狐。苏雨目光望去，鬼面狐战阵中心有一只特殊的存在，白色的绒毛被染黑，身长3米，轻舞利爪便能掀开地面。涅槃，苏雨还从未真正的越阶而战，更别说面对这种关键的境界差距。但自己这边连蜕变境的御兽师都没几个。廖排长、柳轩，你们撑住阵线，我去对付他。苏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廖山极为担忧，蜕变和涅槃的差距极大，苏雨能行吗？他咬咬牙，好，拖住，等营长他们赶来就行。苏雨、艾莉亚和空幻渊直入敌阵，面对奔涌的狐妖视若无睹。而那群鬼面狐似乎也深知3人不简单，那来自于强大生物散发的本能威慑，让他们连靠近都不敢靠近。涅槃境的鬼狐嘴角滴着鲜血，一跃而至苏雨的面前，怪笑道：姐姐，你的味道很香啊，我从没闻到过这么香喷喷的人类。决定了，你们人类有一种东西发明的很不错，我要让你当我身边的太监，每天都要吃你的血肉。他仿佛踩中了艾莉亚的逆鳞，艾莉亚的双眸顿时化作一片血色。那是他的，都是他的，你什么档次的畜生，也敢惦记本王的男人？闭嘴，杂修！艾莉亚嘴角下撇，鲜血女王操纵着鬼狐体内之血，鬼狐不察之下，双膝一软，砰！双膝沉闷地砸在地面上，现出2个大坑。他懵了，身边的所有鬼面狐也懵了。堂堂鬼面狐鬼将，竟一个照面就跪在了地上。随即，吼！他尖锐又沉闷的吼声爆发。涅槃境的鬼狐挣脱了艾莉亚鲜血的束缚，盛怒地冲了上来，欲撕碎胆在族群面前折辱他的异类。仅一个照面，苏雨便明白，此对手并非强敌。难怪老师说过序列排名是绝对的，也难怪那么多人追逐上位序列和神代。鬼面狐巨大的狐身压迫而来，同时他的鬼面仿佛映照了苏雨的内心，转而一变。只见那丑陋的鬼脸逐渐扭曲，变换成了僵硬的模样，还念念有词：苏雨，都怪你。苏雨心头一阵恶心，哦，这特马的，这就是鬼面狐的能力，企图恶心死我吗？特马的，艾莉亚、幻渊，宰了他！在艾莉亚眼里，鬼面狐化成了当初袭杀他惨死的女士；在空幻渊眼里，鬼面狐化成了当着他的面掳走他娘亲的魔一个鬼脸，成功激怒了3个人。鬼面狐颇为得意结节，愤怒吧，痛苦吧，刺了！空幻渊扭曲了5片空间，
凌空魅影。砰砰砰，鬼面狐的手脚被空间折断，血雾炸裂，小腹处也炸开了一个宽20公分的口子。同时，苏雨将自己的一滴血交给艾莉亚操纵，飞入了那炸开的小腹。有空幻渊再无需想办法刺穿妖兽那坚硬的外表，三人的第一次配合便心有灵犀。鬼面狐惨叫一声：“吼！该死的人类！你们以为涅槃境这般脆弱吗？再生！何为涅槃？古有凤凰涅槃重生，涅槃境的异兽，人类完全掌握了血肉再生的能力，并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肉身力量。”鬼狐惊讶于苏雨身边的女子能炸开他强悍的躯体，却更加愤怒。几次三番折辱于他，在等级无比森严的妖兽一族是天大的羞辱。去死吧！鬼面狐一个瞬身杀至苏雨面前，利爪挥下，似乎转眼就要将苏雨劈成两段。身边的二女也未曾抵抗，鬼面狐心中阴冷一笑，尽管是有些力量的蚂蚁，但依旧被自己的强悍给吓到了。然而当他的利爪拍到苏雨脑门前还剩3公分之时，却怎么也不听使唤，悬在空中。鬼狐大骇之下，发现浑身仿佛被什么东西操纵，脑海中那巍峨堂皇的血之冠冕震慑了一切，在那犹如王者的冠冕面前，他如同卑微的蝼蚁，只肯屈膝不愿反抗。苏雨眉头紧锁：“畜生，把你的丑脸撕了！”周遭的鬼面狐都在怪笑，他们不知为何鬼将突然停手，但区区人族敢当着鬼将的面大放厥词，真是不知好歹。忽然，硕大的鬼将鬼面狐以一种滑稽的姿势，双腿笔直站立，另外2条腿上的利爪抓烂了自己的鬼脸。是，荣耀尽归吾王。什么？上千的鬼面狐都惊呆了。在鬼狐族中颐指气使的鬼将，竟像一个卑贱的人类，不惜抓破鬼面狐一族最神圣的鬼面，也要跪舔效忠。苏雨冷哼一声，对着他的身后：“我也觉得我们人类发明的那个东西很好。”阉了自己，然后把这群鬼狐全给宰了。是，吾王。手起爪落，嘎嚓，没有丝毫的犹豫，血淋淋的染红了大地，却听从着苏雨的命令扑向众鬼狐。啊啊！惨叫声此起彼伏，3000鬼面狐军心大乱。廖山不可思议地望着谷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本能驱使着他下令：杀，一个也不放过，给过往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屠杀，一边倒的屠杀！无数鬼狐妄图四散而逃，可染红大地的鲜血被艾莉亚缓缓抬起，整片山谷化作一片鲜血囚笼。唯有人类对鬼狐的肆意屠杀，血与骨的竖琴迎风弹奏，奏响了这杀戮的挽歌。天空中的风云榜、万兽榜金光一闪，刺破灰暗的云层。灾厄魔窟，人族苏雨屠3000鬼狐，顺斩涅槃，登万兽榜第67位。魔窟万族抬头望天。昨日刚进魔窟的新人，次日便越阶斩涅槃，屠戮3000鬼面狐远在青年城的鬼狐城主怒砸手中的夜光杯，一爪刺死了一个人族奴隶，暴怒道：“苏雨，查此人什么来头？悬赏，谁能抓到此人，赏5万圣金。”另一处前哨站的李灵牙错愕的嘴角轻撇：“靠，猛拿！他们这座前哨站来敌并不多，轻松解决。”他还想着要不要赶紧驰援苏雨，别真让好不容易讨来的天才夭折。现在看来，他想多了。真凭起命来，恐怕几位涅槃境的连长、副连长都未必能稳赢苏雨这小子。艾莉亚最后一发血枪爆了鬼狐的头，战斗算是落下帷幕。廖山和瞭望塔的负责人刘望赶来道：“苏兄弟，佩服，难怪营长一定要你来我们营，不愧是我们大夏潜力榜第一人，连这风云榜都为苏兄弟留名啊！”廖山整个一排的人都无比激动，这可是史诗大捷啊！3人重伤，8人轻伤，无一人死亡，却斩3000鬼狐，力挫青岩城的试探进攻。毫无疑问，下一回苏雨出现的地方必令其胆寒。苏雨笑了笑：“过了，此战也仰仗大家齐心协力，我不过运气好了点。”其余人脸上也洋溢着微笑，他们心知这一战本来蛮危险的，苏雨可以说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战局。苏雨小队其他人再不复出上战场的紧张感。怎么样，敌人也没那么可怕对吧？苏雨道。李旭笑道：“没办法啊，队长，我还以为魔窟的异兽都跟队长一样变态呢。”苏雨：“我哪儿变态了？”众人却深表同意。他们初上战场的恐惧有一半都是因为苏雨太强，觉得自己很弱，在战场上肯定是个菜鸡。结果连天赋不擅长战斗的安之水都靠着追风天马杀了20个鬼面狐。苏雨无奈道：“自信点，你们好歹也是团队赛的第一啊。不过别自大，这只是小股敌人。”众人渐渐收敛。3000妖兽已然密密麻麻，那30万妖兽潮呢？恐怕蔓延数十里，看不到尽头吧。这还是保守估计。廖排长，我们先撤了。廖山很会做人，立马应声道：“
放心，苏兄弟，这次缴获我会一个不落的给你送过去。我们一排能拿到龙鹰卫的战功已经很知足了，尤其是那个涅槃境的鬼面壶，说不定能爆出鬼级秘宝。立下战功的内部奖赏已经足够一排腰包鼓鼓，再者这一仗全赖苏雨，哪会有分润战利品之意？多谢。苏雨也不客气，自己小队都穷得眼巴巴等资源呢，打扫战场这活就不需要苏雨出力了。一行人返回途中遇到了驰援而来的李灵牙，李灵牙右拳轻轻敲了下苏雨的肩膀，好小子，早就知道你不一般，给哥哥我狠狠露了一手啊！这次要没你们，损失恐怕不小，我这就给你们上报请功。一支小队歼灭3000鬼面狐，战绩绝对傲人。李灵牙又道：任务完成，功勋点你们去后勤处领取吧。李旭、安之水等人面露喜色，缺乏资源的他们说不定能买一件趁手的魔窟武装。返回驻地后，所有老兵看苏雨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尊敬中带着一点点敬畏。苏雨大汉，这万寿榜夸张了，3000鬼狐也不是我一人屠的。功勋点苏雨拿了150点，柳轩100点，其余人50点，大家也没有异议。这两人杀敌最多，分得多也正常。战利品方面，那只涅槃鬼狐的掉落被苏雨收下，一件鬼级秘宝鬼狐画皮，苏雨将它交给红石城的魔将，一番改造之后，崭新的鬼级武装出现。魔窟武装，千变画皮，等级鬼级，备注：忠诚的涅槃境鬼面狐脸制成，由于其死亡时的绝对忠诚，您不需要承担副作用，画皮会自己承担。能力千变，能伪装成任何被你详细了解过的面孔。副作用5。司苏雨倒吸一口凉气，忠诚，莫非忠诚现死的异兽掉落的秘宝不会有副作用吗？倘若如此，那苏雨手上的这件鬼级武装，其价值将远远超出其他武装。不承担副作用的武装，这要是说出去，不敢想象。苏雨立马把艾莉亚和空幻渊拉进住处，在二女的不解之下，戴上面具。怎么样，莉亚，我像你吗？苏雨还故意捏尖了声音模仿道。他用千变画皮幻化成了艾莉亚的面孔。艾莉亚脸色变幻不定，滚滚滚，恶心！小家伙，你这捡到宝了，本王都没感知到，似乎你戴上之后，连味道、气质都变了。空幻渊附和道，连精神识海的颜色都更像艾莉亚姐了。苏雨神秘道，还有更特殊的地方。苏雨摘下来往艾莉亚的脸上扣，艾莉亚本能后退了一步。他想起白如悔说的，宠兽会承担更多的副作用和代价，但出于对苏雨的信任，最终又没有闪开。戴上后似乎没有副作用。空幻渊见艾莉亚不说话，半晌才反应过来，难道？艾莉亚轻轻颔首，怎么做到的？二女异口同声道，这非同小可。若苏雨掌握了无副作用魔窟武装的制作方法，将颠覆整个魔将界，甚至改变御兽师的战斗方法。届时宠兽也可以佩戴魔物，力量将远胜从前。苏雨和盘托出，低声嘱咐道，先不要声张，等我们再变强一点，能守住成果了再说。苏雨丝毫不怀疑人类那无底线的恶意，两女知道事关重大，纷纷同意。忽而艾莉亚轻声一笑，呵呵，小家伙，本王在想一件事。何事？你做这件魔物出来是干嘛的？说吧，是不是想本王在和你欢好的时候换成别人的脸，让你体验一把？苏雨连忙道，不，怎么可能？艾莉亚，我必须批评你，你的思想越来越不健康了。艾莉亚脸一切换，还记得之前我说过吗？这灾厄魔窟有一神代后裔，本王说过，他们一族可谓极盛域钟灵毓秀于一身。我依稀记得他的脸长这样。苏雨从未想过，一张出尘绝世的脸庞就这么照入眼球，华贵耀目，或是妖姬，一眼沉沦，一眼痴迷。艾莉亚切换了回去，嘟着嘴，你还说不是呢？本王看你都咽口水了。苏雨大汗淋漓，艾莉亚，我对你的爱天地可见啊，可刚才的脸蛋是不是有点犯规？突然苏雨觉得艾莉亚刚才的提议还真不错，艾莉亚倒没有真的生气。哼，不怪你，他们这一族天生就是会讨男人欢心的浪蹄子。空幻渊想起来，莫非是主人一定要抓住他？苏雨越听越糊涂。啊，你们说的是谁啊？两女同时捂住对方的嘴，嘘，不可诵其真名，会被感知到的。苏雨悻悻便不再追问这件事，恐怕要放在魔窟战争和解决幕后黑手之后了。夜深，当苏雨准备休息时，李灵牙传讯道，苏雨，现世转接的电话，听说是你的老同学。苏雨猛地坐起来，艾莉亚，停一下。艾莉亚烟眉一蹙，虽还未尽兴，可似乎是关于自己的事情。苏雨接起电话，喂，老高啊，我拜托你的事有结果吗？高泉是他老同学，毕业后在海关工作。有，今天中午有一架航班入境，
足足有200多个花缨人，虽说旅游记也说得过去，不寻常的视光，石川一幸就有30多个。苏雨目光闪过一丝锐利，来了，最坏的估计全都是敌人，但若我是花缨人，绝不会安排在一架飞机上，应该是分批次抵达才对。知道了，老高，这2天帮我监视着，一旦哪天没有大量石川了，通知我一声，到时候告诉我一共来了多少个石川。好，我想想办法。老高，拜托你了，你帮我这个忙，回头我给你弄一个至少 A 级的天赋事迹。苏雨，这太贵重了，我受之有。没事，我的命比这贵重的多，都拜托你了。是。高泉挂下电话，双手举起，颤巍巍道：我已经按你们说的做了，放了我爸妈吧，我不想。石川秀次一脸邪意的笑道：馊的死嘎，那可不行，接下来2天你要这样说。这个贱种还挺谨慎，居然查到我们身上了，还好王家提前查清了你的关系网。空幻渊微笑道：原来主人早有准备啊，这样应该万无一失了。爸。他忽然注意到苏雨的脸色有些凝重。怎么了？艾莉亚好奇道。苏雨笑着摇头：你们不懂。喂，转接魔都玉林大学的上官灵。喂，老师，请您帮个忙，我的一个朋友可能被人控制了。艾莉亚和空幻渊2双卡姿兰大眼睛不解地相互凝望。苏雨为何会这么想？不是明明很顺利吗？挂掉电话，面对他们的疑惑，苏雨道：我跟他上下铺的交情，他会跟我这么客气，明摆着有问题，不然他干嘛说受之有愧？话还不说完，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在宿舍中被叫了多少声义父。共鄂父子的交情下，他这么说多半有鬼。联想到那幕后黑手连龙鹰卫都能渗透，查清自己的关系网恐怕也并非难事。所以高泉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提醒苏雨。空幻渊古怪道：奇怪的男人。苏雨道：人家比我想象的谨慎，我怀疑他有个不成熟的构想，最终没说出口。他不想在战前给2女徒增烦恼。不说这个了，先解决眼前的麻烦。战争之下，焉有完卵？苏雨拿出那一张千变画皮，发动能力 S 奇异赝品，一张兽级的伪千变化皮符现在苏雨手中。复现鬼级武装明显没有龙级、魔级那般吃力，大约消耗1/10的体力。其信息汇入脑海，降级之后，伪千变画皮的能力是能力伪千变，能伪装成任何详细了解过的面孔，却无法伪装气质、味道等。能力明显下滑了一个档次，却也无妨。艾莉亚疑惑道：小家伙，你想做什么？苏雨诡谲一笑：得给魔窟万族们上强度。艾莉亚、幻渊，据说这场战争是禁区的深渊魔族指挥，你们知道深渊魔族化形后的模样吗？2人轻轻颔首。苏雨莫非想太危险了？苏雨皱眉道：想什么呢？关键时刻说不定能保命用，我还没蠢到直接伪装成魔族去青岩城送人头。2位姑娘，是因为最近动脑子的事都交给我了吗？你们已经不愿动脑，只负责美丽了吗？这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艾莉亚浅浅一笑，她从未有过如此的安心感。之前来魔窟纯粹凭借自身的强大，信奉力量能压制万族的她，头一回感觉到能依靠苏雨，依靠自己的男人真好。她总是有层出不穷的鬼点子。尽管苏雨说她不会冒险，可战争将至，她必然会冒险，却也一定会逢凶化吉。第3真祖的权柄命运，你与本王的相逢绝非偶然。翌日天蒙蒙亮，地平线的尽头，浓浓的黑烟滚滚上冲，尖锐的声响撕裂天地，惊醒了所有还在睡梦中的人。集合！号声响起，红石城驻地的所有御兽师、战士整装集结。苏雨轻轻探头望向远方，火焰焚尽了一切，云朵似乎都被点燃，一幅地狱绘卷正缓缓展开。毫无疑问，战争开始了，比想象中来的要快。李灵牙一边指挥集结，一边道：诸位弟兄，半小时前青岩城鬼面狐族、紫玄城是雪蚁族、黑沙城青藤树人族同时出兵，倾巢而出。换防的3营、6营、12营已与敌人短兵相接。传位戍司令命令，我1营开赴青石峡前，会同3营阻击鬼面狐一族。情况紧急，御兽师提前出发，战士们携带常规武器在后。与他国战法不同，常规武器如炮火一类对异兽、夭折的伤害微乎其微，但他国仍以常规兵力先消耗万族的体力，以减少御兽师的伤亡。可代价就是每一场激战之后，尸横遍野。苏雨无意评判战法的好与坏，但大夏的战法至少保证了他前20年的无忧无虑。柳轩等人脸上已褪去昨日的青涩紧张，战意凛然，甚至连普通的战士同样摩拳擦掌，早就等着这一天了。狗曹的死狐狸们，今天一定要炸死他们！御兽师老哥们先去，我们随后就到。
我们的火炮上不了刺刀，但耗一耗他们的体力还是能做到的。上千御兽师在李陵牙的带领下先一步赶赴战场。青岩城、紫玄城、黑沙城的中心位置是一片地中海，地中海中心的小岛上，3位城主单膝跪地，迎接一辆由黑绿色魔界明居拉着的马车自天际而下。参见九殿下。禁区之中，神代为尊。序列 No。92魔族的王族便是序列 No。006深渊魔族，被称之为九王子的深渊魔，一只手伸出马车，平静的湖面小岛转瞬化为一片幽冥墨域。3位城主心中一凛，他们能走到神话境的修为，早已突破了自身序列的限制，能够化形，亦能拥有超越种族的力量。可不知为何，会对仅有蜕变境实力的九王子产生一丝畏惧。那并非是来自于实力的畏惧，而是一种仰望上位生物的本能卑微。九王子缓缓走出马车，漆黑的面具遮挡住了面容。请起。胡风，让你查的那个人类结果如何？被点到名的青岩城主，鬼面湖的王。胡风道：殿下，此人就在青石峡附近活动，这一次我族10万狐兵进出，定能为殿下将其擒拿。九王子轻轻应了一声，又道：藤谦、世谷，交代给你们的事呢？两妖异口同声道：请您放心。两族各派遣了5万妖兵从正面施压，另外的主力将会从天而降，奇袭红石城。长久的缠斗，3城已经摸清了大夏人族的路数。前线往往是御兽师这块难啃的硬骨头，不妨以前线吸引敌人主力，而后空袭后方，占领魔窟通道，然后杀出边缘之地，直奔起始之地。届时人类首尾难顾，其他4个边缘之地同时发难，必将击穿通往起始之地的坦途。难怪此番大势禁区竟然让这样一个年轻的魔来指挥。九王子初到战场便展现了惊人的见识和天赋。3位城主，包括5个边缘之地的所有城主，都对这次的行动抱有极大期待，至少他们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灾厄之地还有7座魔城，7位神话境城主，即便正面兵败如山倒，区区人族亦不敢追杀，否则其他城主不会坐视不理。兴许是看出3妖的骄纵，九王子厉声道：收起你们的自满，近10年来你们边缘之地一直被序列末尾的人族蚕食，不觉得羞耻吗？20年前这边缘之地可有人族城，这次要还无功而返。3位城主心神微颤，守护在九王子身边的2位护法魔气迎天，灰暗的天空顿时化作炼狱红黑交织，毁灭的气息让3妖下意识的想要逃窜。神话之上，胡风、藤谦、世谷相继叩拜在地，谨遵殿下之命，此次必击穿红石。同时3妖亦感觉有些古怪，这万兽榜第一号称杀伐果断的九王子声线似乎并不像印象中那般雄浑。九王子淡淡道：去吧。3妖不敢再停留，四散而去。3妖走后，九王子道：魔鸟、风云楼的人怎么说？伫立在九王子身旁的鸟尊者愤恨道：他们拒绝了。兽阁阁主声称绝不偏袒任何一方，这分明就是在偏袒那些人类。殿下，我怀疑这个兽阁阁主8成就是个人类。九王子沉默了一会儿，等填平了禁忌海，第一个死的就是他们。是。青石峡一线，断臂残肢，血肉模糊，整个防线压上了7个营，7000多名御兽师，上万宠兽，其中不乏数百上位序列的强大宠兽。可鬼面湖的数量实在太多太多了，漫山遍野，那丑陋的鬼脸仿佛遮盖了整片大地，谁只要低头看去，就能看到10万张最令自己恶心的脸庞。苏雨小队负责固守一个山头，仅仅1个上午就打退了鬼面湖7次死亡冲锋，斩杀的鬼面湖数量迅速突破3000，杀得李旭等人心灵无比麻木，脸上全是污浊的鲜血，仿佛成为了一台杀戮机器。几番拼杀下来，纵使妖兽亦无法做到悍不畏死，渐渐退去。安之水气喘吁吁道：队长，他们终于撤退了。其余几人纷纷松了一口气，可算跑了。按照小队事先商量好的，让苏雨尽可能的保持体力来应对万一出现的强敌，整场战斗主要靠柳轩、李旭和江心月在维持。苏雨却提不起喜色，这仗打的不对劲啊！万族文化、宗教各不相同，但本性却是共通的，都怕死。鬼面湖是受了什么刺激？一波一波这么冲，好像每一只鬼面湖都不怕死一样。我们为了保家卫国，你们为了啥？苏雨道：柳轩，其他友军呢？柳轩疲惫道：都上来了，整个青石峡包括其他2个方向布置了整整18个营，毕竟总不能在红石城前的大平原上阻敌吧。苏雨说不出哪有古怪，直觉告诉他应该有所行动。这样下一次鬼面湖进攻的时候，你们把这个带上，记住不要问这东西从哪儿来的。苏雨将伪千变画皮发给了队友。
其余6人拿到手后，脸色一彩纷呈。苏雨并不打算解释。柳轩，联络李营长，我们要做一个尝试，请他配合。若是配合得好，说不定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好。正当苏雨计划搞事时，他们的后方红石城的方向传来一声惊天爆响。苏雨等人惊愕地回头，忽然发现云层上空密密麻麻的青藤树人旋转着他们的枝叶，带着一群是斜倚上了天空，从空中扑向了红石城。轰隆隆！由于大量的御兽师离开了红石城，红石城被迫使用常规武器阻拦，但效果寥寥。此时前线才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李灵牙联络柳轩，让苏雨等人回去支援，可为时已晚，地面上的鬼面狐们又涌了上来。为了拼下红石城，3城倾巢而出，不留余力。队长，我们还未等苏雨做出决定，山峰的天空，6匹漆黑的明驹踩踏着焰云，于风雷中疾驰而出，一眼看去就与寻常妖兽有莫大差异。艾利亚和空幻渊脸色一变。苏雨是深渊魔族。苏雨凝望着天空，当真好手段啊！红石城上空，桀桀、藤千、夏庭恩那个混蛋绝对想不到我们会从空中来吧？痴痴、噬骨，我们一族一直留着这一手，就是为了此刻。降下去，本城主今日要大开杀戒。痴痴，与其全杀死，不如留下当奴役。人类的奴隶也是极好的。5万是协议，5万青藤树人，在他们的感知中，此刻的红石城防形同虚设。忽然，两妖感知到魔窟通道处发生了些许变故，巨大的能量波动波及而来，随后成千上万的人从魔窟通道杀出，一只只奇珍异兽翱翔于天穹，甚至在一道疾风的吹拂下，在风沙的散乱下，一颗颗如同星辰般耀眼的光点急速拉近距离。藤千、噬骨大惊失色，咬牙切齿道：“宁汉文。”宁汉文的一只宠兽是一种元素灵，疾风遮挡了这群人类所有的动静和味道，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该死！人类不都是先打永劫之地的吗？怎么会先来灾厄之地？按照过往6年的习惯，人类往往先在永劫魔窟发起主动进攻，其他魔窟防守，所以他们才敢越过前线，肆无忌惮地奇袭红石城。结果，疾风之下，2万御兽师的亮相，数十个上3阶御兽师涌入灾厄之地。宁汉文、夏庭恩、江淮人真正上当的，难道是他们？巧合就在于此，6年来的灾厄之地一直都是固守待援，却在今朝一改常态，大下9位，9支柱家族，9校联盟，精锐齐出。夏庭恩一声龙啸，穿破云层。龙鹰未听令，联军已至，红石无恙，反攻！顿时，前线的龙鹰卫一片哗然，在最担忧、差点自乱阵脚的时候，卫戍司令如定海神针一般稳定军心杀。整片青石峡人族防线声威大振，鬼面狐的绝死冲锋不再奏效，人族渐渐有反攻之势。唯有一处除外，6匹魔界明驹拉着的华丽马车悬在空中，2位强者撕破空间钻出，立于马车两侧。山谷下的鬼面狐射于马车上传来的阵阵威吓，驻足不前，站立许久后竟反向逃窜。那是源自于生存的本能。苏雨几人直冒冷汗，局面逆转本应欣喜，可眼前的麻烦却足以置人于死地。苏雨轻声道：“柳轩，带着其他人撤，快！这深渊魔族没来由的降临，最大的可能便是奔着苏雨，亦或是艾利亚和空幻渊。别人在这群魔的面前犹如蝼蚁，大概提不起兴趣追杀。”柳轩没有多想，拉着安之水几人就往回跑。柳家奉命保护他的人距离不远，可这已经不是轮回技能插足的战场。那马车旁的双魔外表朴素，实则神华内敛，具伪立于自身，必然是半神之上。柳轩也看出来了，这伙人气息锁定着苏雨，为今之计唯有迅速脱身，向红石城求救。果然，双魔和马车的主人并未在意柳轩等人，只是居高临下俯瞰着苏雨。鸟尊者道：“殿下，藤千和噬骨似乎。”九王子冷冷道：“无妨，本就做了2手准备，借人族之手灭杀一些边缘序列，亦是计划的一部分。能打通起始之地的通道固然是最重要的，就算不能让这群边缘族群被灭族，亦能达到一些隐秘的目的。”重尊者看向下方的苏雨道：“殿下，这等小事让我等来便可，何须殿下亲自动手？再者，那群人类兴许是搬救兵去了，此地不可久留啊。”九王子目光一旁瞥：“你的意思是，我会输？”重尊者心中一寒，立马单膝跪下：“不敢。”“哼，记住，我决定的是不可更改。”“是。”九王子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魔族都是什么家伙？他会不清楚？”苏雨登上万兽榜的那一刻起，他便认为苏雨很有可能身怀神代序列，今日靠近，属于神代之间的特别感，因诚不欺我。若是让这2个老鬼知道了，别看他位高权重，
却也难免两魔会心生觊觎。他迈出马车，飘然而下。苏雨目光一凝，深渊魔族，莫非天空中那道圣域风云榜若隐若现，万兽榜上一串文字呼之欲出。灾厄之地，深渊魔族九王子 vs 人族苏雨。苏雨眉头紧锁，还真是一来魔窟就中了大奖。万兽榜魁首，毫无疑问的魔窟涅槃之下第一人。化形之后，身材并不高大，隐隐间有些苗条，身体轮廓也略有些奇怪。兴许魔族便是如此吧。他飘然而下，指着苏雨身边的艾莉亚和空幻渊道：“把他们留下，然后滚吧，人类。”苏雨冷笑道：“哪儿来的大放厥词的小屁孩，还是叫你那两个长辈来以大欺小吧。至于你，回你的老巢吃奶去吧 ，baby。”隔着面具的九王子散发出阴冷的气息，空中两位尊者轻轻摇头：“不知死活的玩意，胆敢如此违逆九殿下！若真华贵溜走，九殿下亦并非嗜杀之魔，兴许能饶这人类一条生路。可惜这人类不识好歹。”在两位尊者眼中，苏雨如同一副白骨，唯一的悬念只在于九王子杀死苏雨需要一招还是两招。轰！漆黑的森然如永夜般降临，地狱的明火与黑夜交织，周遭的一切都在被漆黑吞噬。空幻渊站了出来，心中完整咏唱了魔女之夜的颂唱词。固有结界，身为深渊魔王之一的九王子同样拥有。双重结界碰撞引起的空间乱流将苏雨、艾莉亚、空幻渊和深渊九王子一同卷入。两位尊者一愣，方才恍然，空灵族竟然也有固有结界，难怪九王子盯上了他。结界的规则是绝对的，想要从外部侵入固有结界，纵使是神话境的妖王，亦不免要大费周折。两魔摇了摇头，算了，九王子是不可能输的，静候即可。结界内，九王子在面具中露出一抹轻笑。空灵魔女、血族真祖居然如此孱弱的送上门来，不笑纳这份大礼便是亵渎天恩。结界对碰，一半是森然幽冥炼狱，一半是魔女之夜。艾莉亚不敢大意，早就被苏雨薅掉了头上的呆毛，双手一拍，不灭神殿伫立于魔女之夜下。可惜这一次没有支配风雪山的魔力，无法如同上次在你太场中一样肆无忌惮地使用魔力。血与液的融合，魔与魔的碰撞，无数的漆黑骑士手握魔女刻绘出来的神造利器，所向披靡。对面炼狱的岩浆翻滚出无数黑翼恶魔，幽绿色的双瞳刺破幽冥，投射而来。艾莉亚和空幻渊只是刚刚晋升蜕变境，可对面的深渊九王子早已站在了涅槃重生的大门之前，随时都能推门而入。同为神代序列，一境一天堑，巨大的魔力差距无法依靠数量来弥补。在固有结界的对拼中，魔女之夜被炼狱压制，在召唤物的毁灭之中，漆黑骑士被恶魔消手。九王子朝着苏雨一步步前进，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艾莉亚和空幻渊立于苏雨身前，念念有词：“怎么办？拼结界，我的魔力不如他。”苏雨轻轻咬破指尖，滴落鲜血。同为神代，这魔族九王子必然对空灵族和血族有所了解，唯一能撕开突破口的唯有自己。艾莉亚将苏雨的鲜血凝为一枚血针传射而去，速度惊人。九王子随手让一魔物前来抵挡，并不放在眼中。然而下一瞬，空幻渊发动凌空魅影，五重螺旋空间折断了恶魔的躯体，血针和恶魔之血凝聚的血剑飞射而去。此时他才方有一丝动容，轻轻扭身准备躲避，只是当苏雨的鲜血抵达他面前时，一种强烈的诱惑令他心魂震颤。序列编号，他比艾莉亚还要靠前一名，且事先毫无准备，自然无法抵挡这致命的诱惑。短暂的失神，他拼命控制住自己抵挡诱惑时，血剑刺破了他漆黑的面具，露出了面具之中的容颜。只是面具下隐藏着苏雨瞠目结舌的面庞，妖异冷艳。难道他是？不，他是深渊魔族的九王子，全魔窟万兽榜魁首，居然是一位女子。面具下隐藏的妖容，乍一看似乎并未如艾莉亚那般绝世，仔细一凝方才发觉，她的妖容如同万花筒，越看越会向着自己内心最渴望的美艳去靠近。九王子，不，九王女持木岩，双手捂住碎裂的面具，怒视着远方的苏雨。那是什么力量？她的血为何会如此的充满着诱惑，充满着欲？永远只有她露出真容时魅惑苍生，是人心魂。怎知今日却反过来被一个序列末尾的区区人类给诱惑了。刚刚他想要扑向苏雨鲜血凝成的血剑的那狼狈的模样，若是被外人看见，恐怕要大跌眼镜。他自圣域中崛起所向披靡积累的无敌之势，无畏道心必将碎裂。苏雨，他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地瞪着远方的苏雨，必须除掉他。不若他将自己是女魔之身的事情败露出去，深渊一族将不会再有自己取代魔神的机会。轰轰轰！一道道来自炼狱的幽冥火柱冲天而起，
仿佛代表着迟暮言的怒火。苏雨呆滞了一小会儿，就连艾莉亚和空幻渊都看呆了一会儿。深渊魔族的王位不是向来传男不传女吗？似乎听到了不得了的秘闻。艾莉亚轻声道：“小家伙，撤！现在的我们拿不下他，差距太过明显，连艾莉亚的不灭神殿和空幻渊的魔女之夜都无法压制迟暮言。即将涅槃境和蜕变境的差距远比前几个境界要大得多得多。苏雨也想跑，就算拼死打赢了又如何？外面还有2个恐怖的老家伙守着呢，怎么跑？”艾莉亚的眼神有些不忍，最终道：“我把不灭给你，待会儿幻渊碎裂结界，结界对碰一瞬间的空间乱流会把我们卷走。只是……”苏雨笑了笑：“我知道了，没什么指示。一会儿你跟幻渊躲在宠兽空间里，这个乱流需要我来扛，不是吗？”苏雨捏了捏他的俏脸：“别担心嘛，有不灭在，还担心我死了不成？”艾莉亚心一狠：“幻渊，动手！”空幻渊轻轻颔首，主动解除魔女之夜，永夜的画卷层层碎裂，被幽冥的炼狱吞噬之下，结界空间极为不稳定，呼啸的空间乱流风暴席卷而来。艾莉亚扑向苏雨，吻向了他，将自己的一切，所有的赤红色的不灭力量传给了苏雨。随后，苏雨将2女收入宠兽空间，那里面黑漆漆的，若非这次危险降临，他从不让2女待在里面此举，除了不让2女受伤外，一时不想被空间乱流卷分散掉。迟暮言似乎猜出了苏雨的想法，暴怒道：“苏雨，本殿下绝不放你逃窜！”他急了，真要被苏雨跑掉，又该去哪寻找？甚至不顾一切化作本体，女魔的尖笑穿破层层空间，可在抵达苏雨身前的那一刻，消弭于无形。不，空间乱流仿佛上千利刃，刺破他的血肉。他看向乱流的另一侧，龇牙道：“小魔女，你记住，疼死老子了！马德，只要你旁边没有你家的长辈，总有一天我要活捉了你，让你当着整个魔窟的面被我纳入房中蹂躏。这乱流虽不致命，但太疼了。若有朝一日不能在你这深渊魔女的身上报复回来，苏雨那是1万个不甘心。人生的第一次败逃，狼狈又难看。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可难看狼狈的是，眼前那尽管无比愤怒却无计可施的迟暮言。结界碎裂，结界外的2位尊者正准备恭贺九王子在收新的玩具时，天穹之上一道金色文字缓缓浮现：深渊九王子 vs 人族苏雨，九王子胜，苏雨败逃。然苏雨当着2位魔尊的面顺利逃脱，苏雨上升至万兽榜第36位。什么？2位尊者想直骂娘？什么叫当着我们的面跑了？他不是还没等魔鸟尊者和魔虫尊者反应过来，苏雨主动跳入结界碎裂的空间乱流，被乱流卷走了。真跑了！风云榜不会说假话，最糟糕的是，九王子轻轻遮掩着面庞，似乎面具都被打掉了，还受了点伤。这怎么可能？圣域绝对的天骄，就连万兽榜前10的家伙都未必能伤到他啊！殿下，2魔头皮发麻，赶紧上前。迟暮言变换声线，愤恨道：“传令全灾厄之地，7城齐出，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红石城，传令7位城主掘地3尺，也要把苏雨给本殿下找出来。什么战略、战术都不重要了，不杀了苏雨，自己女儿身的事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是，殿下。2魔还第一次见到这般失态的九王子，却不敢怠慢，赶紧传令去了。红石城，青藤树人和是学乙在9校联盟的驰援下大败亏输，兵败如山倒，超7万亿兽妖直被歼灭。藤千和噬骨被一众神话境人类混合双打，虽最终遁去，却受伤不轻。夏廷恩也在战后第一时间收到了柳轩的求救。他、宁汉文和江淮人都没有想到，深渊魔族的九王子居然如此重视苏雨，不惜亲自下场，甚至还带了2个魔尊，这几乎违背了双方战争的一条红线。3人立马准备赶过去，谁知正巧看到了天空上那万兽榜的金字，跑掉了。夏廷恩诧异道，在他的认知里，有魔尊在侧，怎么可能跑得掉？江淮人毕竟养大了空幻渊，立马反应过来，他们利用了空间乱流。找！夏廷恩点点头，感慨道：“这下可好，能在万兽榜魁首手中活下来，还在魔尊眼下逃走，苏雨怕是要全魔窟扬名了。”各地魔窟看向这万兽榜，心中心情各不相同。曾经和苏雨交手过的李牧、石少龙五味杂陈，企图暗中行事的王悦、王洪熙咬牙切齿，米利卡的亚当仰望天穹，端详着这陌生的人名。竞技海的对面，万族的天骄记下了这个名字，纷纷冒头，试图横渡竞技海，前往灾厄之地。风云阁中，龙阁阁主当即下令，让人以最快速度锁定的苏雨位置。等夏廷恩等人赶到青石峡时，迟暮言等魔已经离开。这座山头的树林被夷平，
小溪被蒸发，就连山头都被打成了凹形。来晚了，夏廷恩道。江淮人忧心道：空间乱流，方向不稳定，现在除了苏雨自己，没有人知道他被卷到了灾厄魔窟的哪个角落。宁汉文眼神一眯，若有所思。夏廷恩眉头一皱，不太妙啊，那魔族九王子不知发了什么疯，调动整个灾厄之地7成集结，青石峡前线告急。守护红石城的青蓝海唐正是夏廷恩的妖职，他能随时感知到各前线传来的讯息。江淮人脸色一变，既担心自家幻渊和那混小子的安危，又有些烦躁。这次赶巧埋伏了赤血蚁和青藤树人，本想着尽快结束灾厄之地的战事，去驰援永劫魔窟，可现在看来，当时交流赛的结果牵动了大夏战局的走向。帝都在永劫魔窟抵挡得相当吃力，其余3大魔窟日子也不好过，可又不能真不管苏雨。这小子带着2个神代宁汉文道：无妨，先去前线吧，他没那么容易死的。你们看，风云榜上不还有他的名字吗？人死名消，只要名字还在，就是活着。江淮人嘴角一抽，声音越来越小：你真心大。唉，幻渊，你没事吧？时不我待，灾厄之地7大城主集结，3人不敢逗留，折返前线。疼，太疼了。苏雨苏醒时只剩下了彻骨的疼痛，好在不灭天赋正在疗愈着一切。这次伤势过重，艾莉亚尽管身形缩到了1.5米，全力救治，依然有几个触目惊心的伤口。距离战后3个小时才勉强合上伤口，也亏喝过那么多生命灵液，不然真栽在这空间乱流上了。恢复理智的苏雨虚弱道：艾莉亚，我们在哪？艾莉亚呢？难道青岩城？在他治疗苏雨的时候，空幻渊带上千变画皮出门调查了一番。青岩城，卧槽，这不是鬼面湖的城池吗？感情我们被卷进了狐狸窝。透过窗外，苏雨发现窗外的城市建筑虽与人族迥异，却也能找到一些共通之处，更类似于古代的院落。空幻渊拿毛巾擦去苏雨额头上的汗，苏雨感慨道：哎，都是魔女，怎么一个这么温婉可人，一个这么凶恶暴力呢？空幻渊脸颊一红，摇摇头：我也没想到，那魔族9王子竟然是女的。苏雨疑惑道：怎么，这有什么禁忌吗？对于魔窟万族，苏雨的理论知识几乎约等于0。艾莉亚解释道：深渊魔族是魔族中的王族，亦是魔族中的神代序列，他们居住于深渊之下，信奉着永恒的魔神，而能继任魔王的必须是男儿身，且一旦新魔王继任，新魔王的兄弟姐妹会被全部杀死，由新魔王继承他们的力量。所以我们都没想到。苏雨回过味来，所以此女才女扮男装，甚至不敢被随行的护卫发现，因为一旦发现就会丧失继任魔王的资格，甚至必然失去生命。这深渊魔族颇有一种玄武门忌惩罚的味道。理清了这一点，苏雨明白过来，难怪他最后那般恼羞成怒，恨不得杀了我，原来是怕我说出去啊。艾莉亚和空幻渊齐刷刷点头，很有可能。苏雨摇了摇头，先不说这个，我们能离开青岩城吗？空幻渊黛眉一弯，我刚才悄悄溜出去，用幻魂念化催眠了几只鬼面狐，据他们所说，城门守备森严，没有城主命令任何人不得放出城去。我们本就和鬼面狐外表差距极大，就算是涅槃之上的异兽皆会化形，也很难混出去，也不可能指望龙鹰卫来救。这么多年了，大夏从未真的打到青岩城城下，不然白如悔和上官灵也不会因女儿的事而抱憾。出不去，没人救，一旦被发现身处敌窝，会被围攻致死，似乎死局了。两女气色有些消沉，这跟被卷入空间乱流前比，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苏雨眼珠一转，似乎发现了一个盲点。艾莉亚，幻渊，别泄气，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艾莉亚和空幻渊眼中闪过了一丝光亮，他们俩已经束手无策。苏雨的话仿佛点亮了即将熄灭的名为希望的蜡烛。什么办法？两女异口同声道。苏雨拿起千变画皮，根据记忆中的构想，模仿出了迟暮言戴着面具的面庞。如果说连九王子身边的护卫都未曾见过他的真容，那岂不是说我也可以是九王子？至少他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是九王子。就算我和他面对面，我敢说自己是男儿身，他敢承认自己不是男的吗？哈！两女先是愕然，随后瞠目，还真是。现在知道这九王子真容的可能只有苏雨几人，就算当面对质，迟暮言也会陷入政委的陷阱。他真的不能承认，一旦承认，跟自杀无异。苏雨越想越觉得可行，这是出城的唯一方法，假扮他，然后拿到城主令，甚至不用假扮的太像。我估摸着此时青岩城主可能也不在城中，别人也未必真见过九王子。空幻渊惊呆了，难怪艾莉亚说过苏雨的疯狂无可预料，又偏偏能行得通，未来的希望真的能在他身上实现。苏雨回想起迟暮言的穿着，
这不是秘宝和武装，奇异赝品复刻起来全无压力。艾莉亚用鲜血捏6匹民居，要办就办得像一点。幻渊用魔女之液和幻魂念画，把那民居和马车画得真实一点，样子要做足了。两女相视一望，纷纷动手。灰灰民居的嘶鸣声响起，又在撕破幻想与现实的魔女之液下，完美无瑕地复刻了九王子出行时的气场。艾莉亚和空幻渊立于两侧，假扮成随侍在侧的侍女。民居带着马车冲上天空，踩踏着焰云，直奔城主府而去。无数鬼面狐仰望天空中的民居马车，面面相觑，似乎听说过这莫非是九王子的车驾。艾莉亚的声线刺穿城主府，城主何在？祭见王子，为何不拜？城主府门前的鬼面狐守卫争相讨论道：真的是魔族九王子的车驾？呵呵，那还有假？谁不要命了敢冒充？咱们边缘之地可没人敢得罪圣域。就是，你看马车旁边的侍女，啧，这般模样也只有魔族九王子配拥有这样的女士吧。这些守护城主府的鬼面狐自然达到了涅槃境，突破了部分序列限制，掌握了化形能力，只是化形的并不熟练。万族文化迥异，唯独在审美上趋于一致。令苏雨惊讶的是，尽管他觉得这计划可行性极高，可鬼面狐居然无一壶质疑他的身份，仅凭外观和传闻便越发的相信。认知的局限锁死了他们的判断，就像古代农民觉得皇帝是在用金锄头耕地一样。边缘之地的种族从未真正见识过禁区来的大人物，尔等祭见王子，为何不拜？城主何在？如此怠慢，莫非尔等鬼狐不想立足于这灾厄之地不成？艾莉亚骄横的声线非但没引起这帮鬼狐的反感，一众鬼狐侍卫反而认为魔族的王子就该当如此，纷纷跪地见过九王子殿下。城主府的修筑类似于迷你版的古代宫廷，庭宇中一盛装女子提着裙子跑了出来，脸庞艳丽又妖娆，活生生一个熟妇，而裙子后又有着藏不住的狐狸尾巴。她跪地道：妾身是城主胡蜂之妻胡姬，夫君身在战场，妾身替夫迎接九王子殿下。苏雨心中稍安，赌对了，青岩城主果然大概率不在青岩城中。夏廷恩等一众人族大人物入狱，胡蜂等城主只能在前线和人族死磕，唯一有机会见过九王子的鬼狐都不在了，还不认他操作。艾莉亚扫视后传音道：似乎是一只轮回境鬼面狐。这轮回境固然境界领先了3阶，可苏雨早就想好了对策，在你太场中的经历证明他的血对轮回境也有用。告诉他我们要进去。艾莉亚凝望下方，平身。九王子殿下身份尊贵，为防止被卑贱的人类袭击，方决定移驾青岩城，尔等的防卫可否？胡姬当即表态：青岩城防坚固，能被殿下选中是我族荣耀，我鬼面狐一族誓死守护九王子殿下，请王子移驾府中，妾身为夫君略尽绵力。艾莉亚操纵着民居，驾6匹民居踏着焰云降临城主府。府中内厅的装潢颇具异族风情，点燃的檀香很好的遮住了狐族那掩盖不住的骚味，又清香淡雅。戴着面具假扮迟暮颜的苏雨负手缓步进入内厅，颇有威严又毫不客气地坐在了属于城主胡蜂的位置上。胡姬并未有任何不满，笑提提道：奉查九王子殿下产自天灾之地最魔境的家权，万族通用语并不难学，以苏雨的精神力在进魔窟前早就运用自如，与鬼狐交流自不在话下。好查，这是从起始之地的人类那里学来的习惯，殿下不嫌弃便好。胡姬看向苏雨的眼神直勾勾的，颇有一种魅惑心神的魅劲，言辞中将自己位置摆得极低，明明境界在苏雨之上，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逾越。原因无他，外貌尚且能伪装，胡姬认为气质是很难模仿出来的。九王子举手投足间的气势的确极像夫君的描述，他哪知道苏雨这是带着千变画皮，他更不敢猜测来自圣域的大人物会带着他们狐族的面皮。尽管苏雨漏洞颇多，若真是和九王子熟悉的人必然能认出，可胡姬不熟啊。别说胡姬，她老公胡蜂也不熟，更别说她身旁的女士个个倾城绝色。胡姬自叹弗如，这边缘之地就不可能有这种存在。没错的，必然是来自圣域。他的推测也不算全错，艾莉亚和空幻渊的种族的确曾在禁区苏语道。青岩城主此次颇为忠心尽力，鬼狐一族悍不畏死，本王子确实看在眼里。胡姬心中一喜，笑盈盈道：殿下谬赞了。苏雨冷冷道：你意思是本王子？胡姬又心头一惊，这魔族果然喜怒无常，当即道：不，妾身的意思是我族随时愿意为殿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苏雨起身走到胡姬的面前，用手捏起他的下颔。胡姬心神一颤，在青岩城还从未有鬼狐敢这么对他。
她可是青岩城的城主夫人。可偏偏被九王子这般轻薄，却并不恼怒，相反，他心里甚至刻绘出了一幅万一能攀上九王子的高枝，从此飞黄腾达的绘卷。他不是愚蠢，而是贪婪，哪怕只是这种大人物的侍妾，也远比在这边缘之地当成炮灰种族走得更远，也更安全。胡姬激动道：“殿下，殿下，妾身！”他颊间绯红染上，声线温柔媚人，仿佛能把男人的骨头给喊酥软。苏雨微微一惊：“我去，你们万族都这么奔放吗？可怜的青岩城主，真是胡风筝战夜难防。夫人已上王子床啊，这狐妖模样是挺不错的，虽远远不及艾莉亚和空幻渊，顶多可比人类社会的明星，却多了一份媚劲。可苏雨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要，这鬼面狐族身上总有种说不出的骚气。再说别的狐狸用过的东西，苏雨可不要。”一旁的艾莉亚不悦道：“城主夫人，你这可不是大不敬之罪啊！莫非你真以为你这卑贱的鬼狐能入得了王子殿下的眼，竟敢对殿下使用媚术？”胡姬花容失色，才反应过来是自己过于贪婪。“殿下恕罪，妾不是故意的。”苏雨哼道：“哼，念在初犯罢了。不过本王子说过，你鬼狐一族表现得不错，是该给你们一些奖励。既然胡风不在……”胡姬当即兴奋道：“夫君不在，妾可替夫君接受殿下的恩赐。”苏雨，你们可真是夫妻情深啊！苏雨轻轻咬破指尖：“好吧，本王子的血能让任何一妖脱胎换骨，拥有我魔族的伟力。只是……”胡姬双瞳紧缩，那无比香甜的鲜血，跨越序列的天赐良机，绝对不能错过。胡姬相当激动，眼中流转的金光溢于言表。脱胎换骨，魔窟之中序列的顺序是绝对的。胡姬饱受种族的限制，却又不会人族的御兽之法，始终无法再进一步。若能蜕变成魔族，成为上位序列，那道不可逾越的登神长阶也并非奢望。他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狐狸尾巴一摇一摇的无比温顺。此刻就算苏雨想在这城主府光明正大的当场办了他，恐怕都不会拒绝。苏雨拿出黄金器皿盛满了鲜血递给他，那鲜血中散发着的强烈芬芳绝非寻常，也侧面印证了这魔血价值非凡。他怎么会知道这只是苏雨鲜血的致命诱惑？艾莉亚和空幻渊自从来这城主府就心神不宁，一愣一愣的，生怕露出破绽。结果还真就当处处都是 bug 的时候，反而能荒诞的运转起来。巧合也好，意外也罢，胡姬咕咚咕咚地饮下了苏雨的鲜血。胡姬的脑海中，一顶鲜血铸就的血红冠冕震慑在精神识海，散发着古老又威严的煊赫圣威。胡姬这才意识到不对，他并未真的脱胎换骨，这致命的诱惑和内心的贪婪让他丧失了基础的判断力。当沉沦在贪婪的深渊时，为时已晚。你这不是魔血，你不是九王！胡姬瞪大双眼，怨毒的死死瞪着苏雨。苏雨嘴角扬起，掀开面具，说的对极了城主夫人，人族苏雨，参上，沉沦在血之冠冕之下吧。还有，您刚才真骚啊！胡姬脸色大变，花容失色。人族，人类，那个卑贱的种族，他竟然万般讨好，甚至不惜现身。你！他的骂声尚未出口，精神已经被血色冠冕震慑。他身为魔城城主夫人，竟然被区区人类给那怨恨扭曲的面庞，却说出了无比忠诚的话语王：“您忠诚的血誓，随时愿为您赴汤蹈火。”血之冠冕的持续时间不会太久，苏雨亦不想跟他签订契约，把城主令交出来。是，吴王。艾莉亚在一旁啧舌，无论看多少次，小家伙的这个天赋当真可怕。空幻渊深有同感，他就是被这项天赋强制契约的。苏雨拿过城主令，怎么样？顺利到手？甚至连苏雨暗地里最担心的事情，万兽榜也没有因此触发。兴许这风云榜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规则。艾莉亚调笑道：“哼，要不是本王在这儿，你是不是还打算尝一尝城主夫人的味道啊？”苏雨举起双手：“冤枉啊！别的狐狸用过的东西，我可不要。这狐族是不是都这样？”艾莉亚摇摇头：“也不是，鬼面狐算是狐族序列中的一个，还有上位的 No97 尾狐一族更是容貌非凡。至于他们中的异类……”苏雨一怔，莫非我们的目标就是……嘘，艾莉亚道：“本王上次感知到他正是在这青岩城以东的200里的望仙林中。尾狐的序列编号介于91-100，这一族也拥有一位神代序列。难怪艾莉亚说他们这一族天生就会魅惑男人。”空幻渊道：“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趁早撤退吧。”苏雨摇摇头：“撤？不急啊，还有一件事要办。”苏雨没有忘记，老师上官灵和白如悔的女儿似乎便是在青岩城附近失踪的。他对着胡姬道：“青岩城可有俘虏人族的御兽师？”胡姬忠诚道：“回禀吴王，有，
全城共有人族奴隶10600余人，其中御兽师2200人。苏雨嘴角轻颤，人族和青年城战斗10余年，必然会互相俘虏，没想到居然有如此之多，也许自己该为大夏做一点事了。号召全城将人类集结起来，押往青石峡一线，以9王子之令。另外，将人类俘虏的花名册给我。胡姬颔首，是。胡姬传令时，苏雨掏出了那一块青蓝海棠之叶制成的令牌，上面有许多人担心苏雨安危的传讯。苏雨轻轻一笑，立马回书：人在青岩城，已控制城主之妻，城主不在，勿忧。有解救全城人族俘虏的良机，我将会带他们赶赴青石峡一线。请问问我的老师他女儿名姓，我将全力营救。青石峡，人族驻地。魔窟7城跟发了疯一样，7城近70万异兽、妖植、死灵轮番狂攻，不计死活。哪怕人族主力布置在了灾厄魔窟，依然压力巨大。好在御兽师的战力远胜同级异兽，第一天的狂攻虽大量消耗了人族的体力和宠兽的魔力，损失倒是不大。柳轩等人刚从战场上下来恢复体力，也颇为担忧苏雨的安危。若当时不是苏雨拦下了那恐怖的魔族，恐怕几人已经陈萌萌抱着腿蹲坐在火堆旁。苏雨，不会出事吧？忽然，柳轩的令牌上传来动静。柳轩一扫颓废之色，有消息了。苏雨的消息。几人赶紧围过来，柳轩快速看完。不行，我要去告诉老师。不，要告诉夏总督。柳轩一溜烟朝着人族驻地的指挥部冲去。站住！守卫的士兵喊道。柳轩急切道：让开！夏总督，宁校长，紧急军情，有急事求见。指挥部里聚集着无数实权人物，不乏军部、支柱家族的强大存在。听到指挥部外的嚷嚷声，有些不悦。夏廷恩道：让他进来。毕竟是柳司令的女儿，夏廷恩并未阻拦。柳轩冲进来后，一旁的李家执事李宗盛不悦道：这里是军机重地，柳家的小丫头片子就这么不懂规矩吗？夏廷恩道：柳轩，你擅闯指挥部所谓何事？真要细查起来，这可不是件小事。柳轩欲言又止，有些犹豫。夏廷恩又道：说这里都是信得过的人。柳轩将令牌递给了夏廷恩，青蓝海棠本就是他的妖职，接过令牌便立马明白了所有。这怎么可能？大家快看！上面的文字被他一挥手符现在了指挥部。无数人张大了嘴巴，难以置信地看着苏雨的回话，仿佛在看一卷天书。全场寂静，无一人发话，就连宁汉文都不禁动容，似乎超出了他的心理预估。半晌，9支柱家族李家执事李宗盛率先道：你们说这是真是假？会不会是敌人俘虏了苏雨，强迫他写下的？有这种可能，但也有可能是真的。若是苏雨所说为真，那必将成为整个魔都甚至大夏的英雄。但我不信，这不可能，这事太匪夷所思了。一个区区蜕变境的御兽师突然出现在了敌人的魔城之中，还控制了城主的妻子，掌控了城主府，还能解救这些年被青岩城俘虏的人类，桩桩件件仿佛都在将他们的世界观摁在地上碾压。另一位李家执事李宗万道：还是兄长说的在理，怎么看怎么像是被俘虏了，甚至说不定已经背叛了。柳轩坚决道：苏雨绝不是那种人。李宗万冷哼道：哼，难说。另外，柳家的小姑娘，这里是军机重地，轮不到你插嘴，还不退下？柳轩轻咬下唇，这李家肯定是因为李牧的事才这般诋毁苏雨。夏廷恩冷声道：宗万，慎言，不要在未经查证的情况下随便说自己的同志战友叛变。李宗万感受到了夏廷恩的不善，心中一寒，立马赔罪道：夏总督说的是，我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是我考虑不周了。柳轩注意到一旁的上官灵掩面而泣，他竭尽全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若不是因为这是指挥部，恐怕会痛哭一场。夏廷恩回头问道：上官院长，您看？上官灵眼中夹杂着泪珠：我女儿的事，我只跟苏雨他们几个说过，知道的人并不多。我能？夏廷恩点点头，明白了，您来跟他回话吧。毫无疑问，苏雨说的是真的。我们虽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控制住了城主妻子，间接控制住了青岩城，但现在他在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刻，没有选择自己躲避危险，而是决定铤而走险，营救我等的同袍。此事绝密，严守消息，绝对不能走漏风声。要是被我发现是在座各位谁泄露了消息，那就是我大夏国贼。上万同袍，若此事攻城，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胜利。夏廷恩话说得很重，也在暗指各大家族的人不允许将消息传回去，至少在行动结束前。李宗盛只得表态道：夏总督放心，世家绝不外泄消息，协会也一样，九校联盟也一样。夏廷恩拍板道：好，
传我命令，龙鹰卫联盟军全线反扑，穿插分割敌人的战线，务必在明日之前将鬼面湖孤立在北方，而后由龙鹰卫12369营负责接应。上官院长，您告诉苏雨，灾厄魔窟的全体人族将全力配合苏雨的行动，但有要求，尽管开口。上官林擦去眼角的泪痕道：他虽然嘴上说还没放弃希望，其实心里明白，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近青年城，更打不过青年城主。失踪的人有很多，大夏不可能堵上整个魔窟乃至身后的万民为他开战。但苏雨听进去了，不仅听进去了，还潜伏进了青年城，甚至真的有机会找一找他家囡囡。困住他数年之久的噩梦仿佛照进来了第一缕光亮。苏雨，原谅老师的私心，女儿名叫白雅琴，求求你，如果能找到的话，夏总督说会全力配合你的行动，有任何要求随时告知。令牌上的文字渐渐语无伦次，苏雨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如果有朝一日离开自己的是艾莉亚，是父母很难想象那时的自己会是什么心情。胡姬已将花名册送到了苏雨的手上，苏雨快速翻页，找到了白雅琴的名字，果然还活着。事不宜迟，立刻让他们出发。苏雨让胡姬找的借口是前线攻击不顺，鬼面湖一族损失很大，需要一些炮灰，那没有比人族奴隶更好的选择，这才说服了一干妖将。是，巫王。苏雨给他灌的血不少，血之冠冕的效果还能维持一会儿，若超出极限，那时就算继续灌血也无济于事。控制轮回境的异兽对苏雨来说还是有些吃力，鬼面湖的效率极高，仅仅1个多小时，这帮人族就被送出了城外。等此地尘埃落定，苏雨将押运队伍的消息传出去后，对着艾莉亚道：“艾莉亚，幻渊，该我们走了。”艾莉亚问道：“还用九王子的身份吗？”苏雨摇头：“不了，九王子在青岩城的消息我估计已经传开，现在再用那民居出城太过引人注目，本就是奇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拿到了城主令，换身行头悄悄出城，跟在人族队伍后面即可。能稳妥的时候，苏雨还是不想太冒险啊。”正当苏雨准备换下迟暮岩的装束时，外面传来了破空之声，城主归来。随着城门呼声的响起，地面上无数的鬼狐共同呼喊：“城主归来！”苏雨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英雄是真不好当，偶尔想当一次，这青年城主居然此时回城。苏雨三人探出头去，只见天空的尽头，押运人族队伍的相反方向，一辆6匹民居拉着的马车和随侍在侧的2位魔尊，以及青年城主正马踏虚空疾驰而来。卧槽！苏雨差点叫出来，心中危机意识大盛。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不，他不可能知道，连万兽榜都未显示苏雨的信息，也许真的只是顺路来一趟青年城。糟糕，最糟糕的情况，苏雨这假的九王子正巧被真的迟暮岩堵在了城主府内。空幻渊一时失神，怎么办？苏雨，大危机情况，死局，又是死局。艾莉亚目光先是涣散，随后坚定。幻渊，我能相信你吗？带着小家伙走。一瞬间，他甚至做出了决断。苏雨断然道：“不，还有办法。你们2个听我说，成败在此一举，只有一次机会。”两女将目光转向苏雨，这等局面下还能有办法？苏雨来不及解释，直接道：“分2步，幻渊埋伏起来，等那妖女和她的随从一进来，你就开启固有结界，只捕捉她和胡姬，顺便把我也拉进去，一瞬间就好。然后你躲进宠兽空间，届时所有人的关注必然都在那妖女身上，没有人会关注艾莉亚的行动。艾莉亚，你现在就往地底打洞，打得越深越好。我们从地底逃走，具体怎么逃，听我命令。”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苏雨脑海中构筑。似是看出两女的担忧，苏雨柔声道：“我们不会死在这儿的，艾莉亚，我还要陪你尝遍世间的酸甜苦辣。终有一日，我要弄明白你的愿望是什么。幻渊，我还要陪你穿过禁忌海，去那禁区绝地。相信我，无需解释，一句信我就打消了艾莉亚和空幻渊所有的顾虑。”而后，苏雨瞄向了胡姬 ，S 致命诱惑，蜕变境的致命诱惑，不但诱惑，更加致命。苏雨的血会化作索命的厉鬼，虽不一定能杀死轮回境的胡姬，但效果是能制造出来的。短短数秒，便准备就绪。天空中，胡风道：“九殿下，您放心，我们在人类那边的内线证明了苏雨还没回到人类一方，只要还在我们7城的地界，他插翅难飞。”胡风好不容易抢来了让九王子暂居青岩城的机会，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说不定能抱上这条大腿呢。迟暮言闷闷不乐，一言不发。对他来说，魔窟战士顺位下滑到了第2，先找到并杀死苏雨才是最关键的，否则一旦消息泄露，深渊魔族那残忍的继承制度。迟暮言红唇一抿，攥紧了拳头，由于思绪过于飘忽，甚至连同为神代的艾莉亚、
空幻渊离自己不远，都下意识的没去主动感知一行妖魔刚迈入城主府大厅。胡枫看见胡姬正笑脸如花的想要迎接他，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宁静的时候，一道黑影顿时撕裂空间，转瞬蔓延。胡枫、鸟尊者、虫尊者吓了一大跳。谁？这可是魔城的城主府，谁敢出手？又是谁埋伏在此？可固有结界本就极其罕见，饶是3位神话境存在，也想不到青岩城居然藏着一位能用固有结界的人。一眨眼间，漆黑笼罩了胡姬，笼罩了迟暮言。迟暮言顿时反应过来，苏雨，苏雨就在他眼前，他居然没感知到，这是何等的松懈！迟暮言银牙紧咬，赶忙使用出自己的结界魔镜名花。那恐怖的炼狱其实是一朵朵生长在魔界的名花，名花的绽放将引动形如末日来临般的毁灭，以他现在的实力，还只能引动名花的前兆，无法真的绽放。饶是如此，引动的结界已然极其恐怖。妖女，我们又见面了。结界的尽头，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迟暮言的瞳孔中，就是他。迟暮言咬牙切齿，心中既有愤恨，也有喜悦，更有不安。他气笑道：哼，苏雨，本王子没去找你，你反倒自投罗网，去死吧！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必须速杀苏雨。苏雨出现在这极不合理，定然有鬼。苏雨咋舌道：啧啧，明明有一张艳丽绝伦的脸，却总是打打杀杀的，不如学学怎么取悦男人吧，小妖女。不过今天就算了，麻烦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就在迟暮言的攻击杀向苏雨的半途，一道弧影闪过，噗呲，迟暮言的魔爪贯穿了胡姬的小腹。迟暮言大惊失色，他明明没看见。空灵魔女，空幻渊的幻魂念化让他产生了错误的幻觉，可胡姬一个轮回境的异兽，他也不该能打穿啊。苏雨没给他琢磨的时间，戴上了千变画皮，又变做了迟暮言戴面具的样子。空幻渊解除魔女之液，钻入宠兽空间，结界破碎，前后不足2秒。胡枫、虫尊者和鸟尊者在短短2秒间又看到了令他们大脑宕机的诡异画面。有2个九王子殿下，其中一个打穿了胡枫的妻子胡姬。哈！胡枫满脸的难以置信。胡姬殿下你……迟暮言慌了，他自从遇到了苏雨，就一直处于被牵着鼻子走的懵逼状态。迟暮言赶紧摇头：不是我，是他，他是……苏雨打断道：他是假的。胡枫，二位，他是苏雨，他假冒成本王子潜入城主府，不巧刚好撞上了我们。迟暮言惊呆了：不，我才是九王子啊！苏雨这混蛋竟然当着他的面假冒他。迟暮言立马反驳道：不是，他才是苏雨。苏雨，呸，你才是那个混蛋！胡枫抱着重伤的胡姬，大脑呆滞。虫尊者和鸟尊者也懵了。从气息上来讲，迟暮言是真的，苏雨那边是假的，可是九王子怎么可能对胡姬下手？虽然顺手清扫边缘之地是秘密目标，可再蠢的禁区天骄也不会残杀这边的下属啊！虫尊者抱着头：等等，你让我捋捋，我认不清了。气息也是会骗人的，2位尊者深知这一点。迟暮言气急败坏：你们俩连本王子都认不出来了吗？鸟尊者问道：殿下，前些天你让我联系谁了？联系风云楼的事，只有他和迟暮言。虫尊者知道。迟暮言无奈脱口而出：风云阁。虫尊者反应过来：对对对，这是真的，那个是假的。迟暮言长舒一口气，这俩还不算太笨。鸟尊者神话境的气息转瞬压迫而来：你是假的。怎知苏雨下一句话就把鸟尊者大脑干懵逼了：哼，蠢货！苏雨上了风云榜，风云阁必定联系了他。你联系风云阁的是苏雨，就一定不知道吗？想起李灵牙的话，苏雨急中生智，补上了漏洞。鸟尊者深吸一口气：这还真是。那殿下，不管你们谁是真的，想个办法证明一下对用能力，用我们本族的能力。苏雨负手而立：你们2个简直蠢得无可救药，能力就不能冒充了，动动你们的脑子，我才是九王子。不信的话，那边站着的苏雨，我问你，我敢摘面具证明自己是九王子，你敢吗？迟暮言双瞳睁大。啊！迟暮言惊呆了。摘下面具，验明正身，绝对能迅速辨认出各自的身份。但这相当于苏雨拉着他一起爆了。苏雨故而必死无疑，可一旦被这2魔知道自己的女儿身，必然不会再效忠自己。一旦传开，丧失了争夺魔王资格的迟暮言，那等待着他的同样是死亡的结局。苏雨笑得张扬：魔是这样的，脑子笨不好使，千万不要去证明自己是什么，那永远有一点，与其证明自己，不如质疑他人。你敢摘面具吗？
反正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不赶你就一定不是九王子。鸟尊者和虫尊者面面相觑，好像这个才是真的。有道理，殿下向来杀伐果决，从不犹豫，我还没见过殿下真容呢。鸟尊者对着迟暮颜厉声道：莫非你是假的？迟暮颜他憋屈的肺都要气炸了，就算此刻他用出魔镜名花也无济于事，被苏雨轻飘飘的一句能力能模仿给带歪了。能模仿个鬼，他一个普通人类怎么模仿神代序列的结界？可是这不关键，关键的是鸟尊者和虫尊者信了苏雨的鬼话，敢摘面具的才是九王子。理论上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可偏偏他不能摘啊。迟暮颜愤恨地看着鸟尊者，你们！一时间他竟觉得自己束手无策，就算浑身长满了嘴，也不知道该从哪儿来辩驳。打残胡姬的是他，不敢摘面具的还是他。胡枫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了。苏雨还在一旁煽风点火，还愣着干什么？把苏雨这混蛋给我拿下！胡枫，难道你不想给自己的妻子报仇吗？胡枫起身，蠢蠢欲动。迟暮颜指尖打颤，他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人都骂了。他轻咬红唇，他认栽了。魔镜名花的结界再度展开，将苏雨捕捉进去。现在他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也无法速杀苏雨，又担心真的杀苏雨，他狗急跳墙，把自己的事抖出去，有点骑虎难下之感。结界内，迟暮颜紧咬银牙，强行冷静道：做个交易吧，我不杀你，你滚得远远地。还有那件事你不准说出去。苏雨摆出一副大爷的姿态。什么交易？我才是九王子，该滚的是你。迟暮颜嘴角一抽，还演上瘾了是吧？他真恨不得拼着暴露真容的代价，也要撕碎眼前这个混蛋。理智却告诉他，得忍见迟暮颜快忍不住了。苏雨轻轻摘下面具，小妖女，这可不叫交易。现在陷入麻烦的是你，而不是我。迟暮颜见苏雨有所松口，心中竟长舒一口气。如此污蔑他，他竟然因为对方愿意跟他谈判就安心了。迟暮颜为自己的妥协而感到惊讶，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心中蔓延。迟暮颜警惕道：你想怎么样？苏雨道：起码得先换个地方再说，不是吗？当着你手下两个蠢货的面，我能承认吗？咱们能谈吗？迟暮颜本想说些什么，可回过味又觉得鸟尊者和虫尊者确实是两个蠢货。苏雨继续道：等你解开结界，你9点钟方向100米处有个深坑，你假装成我往下跳，我假装成你去追杀，假戏真做，换个地方，你杀不了我，我也奈何不了你，我们再谈好条件，我原地消失，你继续当你的九王子，怎么样？苏雨的最终目的还是逃跑，光明正大杀出去多少有些引人注目，根本无法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还是钻地好啊。只要那3个神话境的不跟过来就是安全的，让艾莉亚提前钻地也是为了此刻。迟暮颜警告道：你最好不要试图欺骗我，条件必须得有一条，你永远不许说出我是。苏雨单手举天：好好好，无论如何我绝不把你小妖女的身份告诉给任何人。迟暮颜轻叹了口气，为了堵住苏雨的破嘴，他必须忍辱负重结界外。两位尊者尽管心中更偏向苏雨的话，但也踌躇不定。虫尊者：鸟兄，我们到底是信谁？鸟尊者挠头：静观其变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胡枫脸色阴鸷：伤我气的那个一定是苏雨。他一口咬定，既给了魔族一个台阶下，又让两位尊者挑不出毛病，这位城主必然要讨要一个说法。虫尊者道：放心，嫁的那个一定交给你处置。结界破碎，两个九王子战至一团。忽然其中一个健步如飞，拉开100米距离，然后朝着早已挖好的大洞跳了下去。苏雨追击道：都不许跟来，本王子要亲手捉住苏雨这个混蛋。鸟尊者和虫尊者原本准备追击的，凭他们神话境的力量，片刻间就能阻挠。可这个看着像真的九王子殿下发话了，他们又犹豫起来。毕竟以他们的立场，万一误伤了真的，那必然遭大罪，可不听真的殿下的话，回去也免不了严厉的苛责。魔族是一个阶级无比森严的种族，二魔的犹豫和纠结无法言喻。苏雨顺利的追击而下，两魔果然没有跟来，他悄悄松了一口气，这九王子的身份着实好用啊。地面上，二魔看向了胡枫，胡枫心领神会：二位当真交给我来处置，前提是假的。好。胡枫双手一拍：可恨的人类，你以为逃到了地下就能掩人耳目吗？你别忘了，每一座魔城除了一位神话境的城主外，还有一株神话境的妖植，妖植的根就扎根于地下，你们以为你们逃得掉吗？地面下，迟暮颜穿梭了数千米才见到底，
一张略有些脸熟的面庞映入眼帘。是你？两女惊讶相望，随即又恍然，紧跟着而来的还有苏雨以及溜出宠兽空间的空幻渊。艾莉亚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毫无疑问，苏雨又闯过了一道鬼门关。不仅如此，似乎还有意外收获。艾莉亚古怪地看向迟慕言，迟慕言冷冷道：“看什么看？要不是你们这群卑鄙的。”苏雨打断道：“行了，小妖女，要是不想被你两个蠢货手下反应过来，就赶紧的吧。”赶紧什么？打洞啊！苏雨指了指前面。迟慕言气的直接摘下面具，一脸惊讶地指着自己：“你让我干？”苏雨一愣：“不然呢？是你要跟我讲和的，总不能让我和我的女人干活吧？”迟慕言：“我……”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从出生开始就被母亲隐藏起来，任何人不知其性别，从小到大都是让别人给他当苦力，还真没干过这么卑贱的活，跟一只钻地的老鼠一样。迟慕言不停地告诫自己，隐忍等待到机会，一定要杀了这个混蛋。一旁的艾莉亚忍俊不禁，暴毙打量着这位深渊魔女。论姿色，越看越妖，连她一个女生都越来越想看，就是脾气倔得很。小家伙想驯服这匹烈马可不容易啊，不然让他当第3只宠兽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一想到能把深渊魔族的明珠压在自己地位之下，那感觉别提多爽。血族当初在争夺神魔井之时可是败给了魔族，这份记忆的作祟让此时的艾莉亚有种说不出的得意。迟慕言咬牙道：“行，你给我记住。”撂下一句狠话后，小妖女竟真的老老实实干活了，似乎是把对苏雨的愤怒全数发泄到前面的土石上，一番狂轰滥炸，短短几个呼吸就向前掘进了数百米，土石直接淹没，化作虚无的能量被送进固有结界内，连搬运功夫都省了。艾莉亚附在他的耳边：“又让你骗到了。”苏雨捏了捏他的穷鼻：“御兽师的事怎么能叫骗呢？你个小妖精，刚才的事回头我再找你算账。”艾莉亚心中一暖，她知道苏雨意思，在迟慕言一行人刚抵达城主府的时候，连艾莉亚都有些绝望，甚至提出了让空幻渊带苏雨带路跑路的提议。苏雨似乎对这件事略有些生气，说明他比起生死更在乎自己一点吧。谈话的功夫，迟慕言已经推进了2000多米，不愧是万兽榜第一，这份差距就算苏雨、艾莉亚、空幻渊正义的3打1都未必能赢，这是怎么做到的？魔力差距、肉身差距，还是别的？等推进到5000米时，前方传来了异动之声，轰轰隆隆，整个地下通道在颤抖，沙石碎裂。苏雨等人眉头一皱，怎么了？迟慕言的血压直接拉满。那2个蠢货，无药可救的蠢货，本王子回去，你们2个等死吧。迟慕言意识到了什么，狂骂鸟尊者、何虫尊者，是青岩城的护城妖职，肯定是那2个蠢货推卸责任到胡枫身上。我说这2个蠢货干嘛不跟进来？2位魔尊认不出谁是真的，那干脆把锅甩给胡枫，不让你打死，但护城妖职亦是神化境，打伤那不是轻轻松松，只要打伤了，揭开面具验明正身，就知道是不是魔族。若打伤了真的，就拿你胡枫来顶缸。苏雨深吸一口气，原来是装糊涂的高手，他俩可以当领导了。我去，那这护城妖职可是神化境啊，那咱俩不完蛋了？你别忘了，你被抓回去验明正身下场不会比我好多少。迟慕言冷冷道：“用不着你提醒，你们这群起始，你们这群乡巴佬就是没见识。实话告诉你们，护城妖职扎根于魔城，是汲取魔城子民散发的魔力成就的神话，故其无法离开魔城，且枝叶向魔城外蔓延的越长，实力衰减的就越多。这神化境妖职蔓延数千米乃至万米的枝蔓，最多不过涅槃境实力。”苏雨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就好，同时记在心里，这是个大秘密啊。不过换句话说，蔓延万米的枝蔓都有涅槃境，岂不是一个神化境妖职就能当成上千个涅槃境妖职的战力吗？神话果真恐怖。来了，迟慕言低声道。砰砰砰，地下通道的四壁，无数枝蔓穿破墙壁，袭向众人。3女纷纷出手，鲜血荆棘，碎裂空间，名气魔斩。砰，接连的枝蔓被斩落，迟慕言亦没有停下绝境的脚步。忽而迟慕言眉头一皱，大混蛋，让你的女人跟我一起往前打。前面不远就是那妖职的枝干。苏雨没有细问，轻轻点头。空幻渊甚至唤出自己的血腥蔷薇和天雷明柱加固通道。3女合力，鲜血和魔气的融合，在凌空魅影扭断了面前的土石之后，齐刷刷砸向对面的巨木枝干。唰，比核爆还粗的枝干被击穿，宛如星辰般的灵液奔涌渗出。苏雨一惊，生命灵液，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生命灵液。对啊，
灵液就是神话禁妖值出产的。瓶子，不，盆。卧槽，发财了！你这妖值不老老实实待在城里，还敢蔓延过来？拿来吧你！与此同时，胡蜂面色一沉，鸟尊者问道：“怎样，抓到了吗？”胡蜂脸色很难看，太深了，他们至少在5000米的地下，金雾松柏蔓延到那里，实力百不存一，连枝干都被打断了一截，亏大发了。神话禁妖值总共就10节儿主枝干，每一段都能蔓延出上百枝蔓，且里面蕴藏的生命灵液是边缘之地产量最大的龙级秘宝，主枝干的生成非100年之期不可啊！真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鸟尊者嘴角一抽，废物！重兄，怎么办？重尊者道：追！不管谁真谁假，要九王子真出事了，咱们俩都不住。甩锅计划失败，两魔被迫跳进洞坑。只是该死，怎么后面环给堵住了？他们往哪个方向挖的？胡蜂歇斯底里地离开城主府，寻找金雾松柏的本体。他必然知晓苏雨的位置。地下，苏雨狂捞生命灵液，捞得不亦乐乎。这是多少地？几千？1万？分不清了。总之，发财发到爆了。艾莉亚和空幻渊也跟着往容器里装，恨不得连这金雾松柏的枝蔓也带走。这把养尊处优的迟暮言都给看傻了。你们不丢人吗？哼，没见识，连这东西都抢着要。苏雨回过味来，哦，这么说王女殿下还有更好的？迟暮言嫌弃地瞥了一眼生命灵液，那是自然。他伸出一只手，掌心中浮现出深紫色枝叶、血红色花朵的曼陀罗，诞生自伟大魔界的名花，花蕊上滴落的9级明泉乃是魔级秘宝，能让万族的体质突破白玉境，直达星辰境，并强化魔力回路，最高能让回路增加足足60条，可不是区区生命灵液配比拟的。迟暮言的眼神中尽是骄傲，终于有稳压这混蛋一头的时候了。我族伟大的奇迹，你们这群乡巴佬羡慕去吧。苏雨又低声道：那么从哪能得到呢？迟暮言轻笑：唯有我王族的固有结界中诞生的名花才能。忽然他脸色一变：你套我话？该死，又被这混蛋给绕进去了。呵呵。苏雨干笑了2声，有什么属下就有什么主人啊，上梁不正下梁歪。苏雨观察到那名花花蕊上闪烁的暗紫色明泉散发着强大又神秘的波动，能增强体质和魔力回路，这就是他实力强过艾莉亚和幻渊的原因。一定要弄到手啊！魔级秘宝哪怕只弄到1滴，有 S 奇异赝品在，就相当于无穷的龙级9级明泉。苏雨眯着眼道：小妖女，这样，你给我1000滴，我保证今天发生的事我全都忘掉，只字不提。迟暮言瞪了苏雨一眼：1000滴？你当水喝啊？名花一天就只能制造出1滴，这1滴比你那生命灵液1000滴还好使。迟暮言恨恨想到，这混蛋果然动心了，可居然这么狮子大开口。他得骗骗这混蛋，9级明泉一天能产10滴，要利用这一点来取得谈判的主动。谁知苏雨不吃这套，少来，你这名花至少能产10滴。迟暮言一愣：啊，你怎么知？随后羞怒道：你！苏雨心中暗笑，真是撞大运了，活该我发财。蒙都蒙对了。苏雨伸手道：所以我要1000滴并不多啊，我可以指着落水起誓，这是我们人族最重要的誓言。一旁两女强行让自己不笑：是的，主人从不骗人的，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苏雨连连点头：看见没，信誉担当好吧。迟暮言权衡了一下利弊，这东西他不缺，用些资源彻底堵住苏雨的嘴，未尝不是件好事。好吧，给你，不过之后你得跟我一起挖洞。成交。苏雨美滋滋的又收下了这1000滴明泉，心中感叹，真不愧是来自禁区的顶级种族，资源要多少有多少啊。苏雨决定绝不把迟暮言的事情说出来，得用这件事从这小妖女身上挖掘出更多宝藏才行。地面上，气急败坏的2个魔尊一拳拳轰向地面，每一拳都能砸出一个数百米的大坑，却依旧找不到苏雨的逃跑路线。毕竟数千米的底下，想找到这条路无异于大海捞针啊。重尊者道：算了吧鸟兄，以九殿下的实力，真的那个还能输给区区苏雨吗？反正又没人知道，咱们安心等九殿下回来，认个错就是了。鸟尊者无奈颔首：是啊，反正没人知道。呲呲，灰蒙蒙的天空被金光刺穿，一道画卷于天穹展开，云卷云舒，金光满溢。当有人搅动风云的时候，风云榜便会再现。2位魔尊瞪大了双眼：卧槽，忘了还有这个。万兽榜的金字浮现，人族苏雨于2位魔尊青岩城主面前用计顺利逃脱，并成功挟持深渊9王子，苏雨上升至万兽榜第3位。噗，
鸟尊者一口老血喷了出来。他们2位魔尊被区区人类耍得团团转的事，被风云榜传遍了整个禁区，万族虫尊者两眼一花。那个用计或许是风云榜唯一的晚尊，但还不如不晚呢。这不是明着骂他俩是蠢货吗？关键是九王子还被挟持了，肯定是人类卑鄙的诡计。没错，狡诈的人类两魔恨得咬牙切齿。虫兄，这贱人肯定是想从地下逃出城外，并回到人类阵营一方。你去城西，我去城南，必然能堵住他们。有道理，鸟兄，无论如何殿下不能出事，否则你我难辞其咎。两魔不敢怠慢，分头行动，气机笼罩扩散。青石峡方向，无数人类错愕地看着天空，尤其是血灵小队，几人瞪大了双眼。队长独孤明道：“我严重怀疑风云榜可能出现了 bug。”几人深表赞同。老队长再强也没这么逆天啊。穆长威不确定道：“万一是真的呢？”几人陷入了沉默。他才来魔窟几天，就把灾厄魔窟搅得天翻地覆，屡次在神话境妖魔手上逃脱，更跟万兽榜第一的深渊魔族九王子斗智斗勇，这让他们这群前辈们情何以堪。队伍中有2人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不自然，甚至略带着阴鸷。峡谷正上方，宁汉文看着天穹，嘴角轻扬。他自信没有能超出他预估的元素，若有，那一定是变数，世界的变数。夏廷恩和江淮人互相凝望，这老淫逼又开始了，就不能彼此真诚一点吗？不过苏雨刷新了人族在万兽榜上的最高纪录，万兽榜从未给过人族如此殊荣。风云阁、龙、兽2位阁主正在对弈。2位阁主，我们没找到他在哪。龙12汗颜道。兽阁阁主轻轻落子：“不必了，我亲自去。”他化作一道冰晶，蓝光浮动，瞬息而去。龙阁阁主望向棋盘，落子、天元。在地底的迟暮言和苏雨并不知道万兽榜的事情，几人合力之下，从青岩城城主府一直挖到了城东。你要回青石峡，不应该去城西或者城南吗？苏雨眉头一皱：“谁说我要回去了？之后是我自己的事了。”小妖，嗨嗨，九王女殿下，该咱们谈谈了吧？苏雨可没忘城东200里的望仙陵，艾莉亚提到过的神代后裔隐居在那里。迟暮言不悦道：“刚才不是谈好了吗？”苏雨眯着眼道：“我刚才说的是忘记今天的事，我发现你是女儿身，可是昨天的事。”迟暮言一口气没喘上来，差点停滞了呼吸。卑鄙！迟暮言咬牙切齿道：“唯有人类才能如此卑鄙，他们高尚的魔才不屑于此等卑劣行径。”苏雨轻笑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王女殿下，这样的你能争到王位吗？就当给我交学费了，你也不亏不是吗？”迟暮言眸子流转着金光，罕见的没有生气，反而认真咀嚼着苏雨的话。明明他实力远胜于苏雨，却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这让一生都崇拜绝对力量的魔第一次产生了不同的思考。苏雨开口道：“我们做个交易，你答应我3件事，以后你女儿身的事情在外人面前我绝口不提。”迟暮言轻轻颔首：“你说。”苏雨伸出3根手指：“第一，有上万人族俘虏正在被押往青石峡，我的人会去解救，这件事你得认下来，对你来说区区人类你并不在意吧？第二，我需要提升精神力境界的秘宝，你得给我一份。第三，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一族争夺王位后就必须杀掉全部的兄弟姐妹？拯救人族同胞和精神力境界的提升至关重要。”望仙灵就在不远处，苏雨上缺乏灵狐境带来的额外宠兽契约位。迟暮言眉头紧蹙：“第3件事有必要吗？我们魔族的事情，为什么说给你听？”苏雨凑近道：“小妖女，我总感觉我们的合作不止这一次哦，听听对我没坏处。你说的没错，我是个缺资源的乡巴佬，说不定以后我能帮到你，然后找你换资源呢。”迟暮言妖异的面容泛起一丝红晕，他这是要帮我夺王位。在魔族的眼里，这与宣誓效忠无异。很快他又摇了摇头，这肯定是卑鄙的人类拿捏他的心理战术。苏雨一脸古怪：“你脸红的泡泡茶壶啊？”迟暮言轻咳一声：“告诉你也无妨，此事知道的亦不在少数。我族讲究万道归一，深渊魔族每增加一个魔，就会分走神魔境的一份力量。想要成就魔王，本就要将全部兄弟姐妹亲族全部杀死，使魔力重归神魔境，方能超越圣域之上。而历代魔王为了限制争斗内耗，规定唯有男子方能进入神魔境最深处。”提到此处，迟暮言的眼中露出一丝灰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就对着苏雨如竹筒倒豆子一样说出来了。也许是太需要有人倾诉了吧。苏雨恍然，将它记在了心里。迟暮言又将一个包裹扔给了苏雨：“我族特有的魔级秘宝圣魔2一果，能助你提升到灵狐境。”又是魔级秘宝，你身上可宝贝真多。
苏雨都想趁机拿下他了。苏雨扫了一眼，轻声道：“殿下这么小气啊？才一个，再送我一个呗。”才。迟慕言实在忍不住想破口大骂的时候，苏雨又补了一句：“再给我一个，我也送你一件礼物。”迟慕言黛眉紧蹙，又扔来一个，而苏雨同样将一个小瓶扔给迟慕言。好了，殿下，山水有相逢，我不会说出去的。以后你若有不懂之处，可以来寻我。当然，一个问题，一件秘宝哦。别忘了，你答应我要帮我把我的同胞送回去。你也不想破坏我们好不容易达成的约定吧？我可不对失信之人守约。另外，我给你的礼物留下慢慢享用吧，不要贪杯哦。苏雨豁达的转身，带着艾莉亚和空幻渊消失在视线尽头。迟慕言轻轻打开玉瓶，淡淡的血气散发而出，带着一种致命的诱惑，令人陶醉。这是他在和苏雨第一次交手时闻到的香甜与芬芳。序列编号越高的存在，越会被魅惑。他竟不自觉地将嘴伸了过去，咕咚咕咚，真的很香甜。那暖洋洋的感觉让冰冷的魔心荡漾，脸颊上红霞纷飞。浅尝了2口，赶紧止住。难怪说不要贪杯，就送我这么一点，好歹多给我一点啊！望着苏雨离去的背影，他又带回了漆黑的面具。不久，鸟尊者和虫尊者从2个方向绕过来，发现了伫立在平原上的迟慕言。九殿下，您真的是您吗？属下愚钝，到底哪个是您啊？两魔心里忐忑不安，尽可能的想推卸下责任。迟慕言伸手轻抬，起来吧，你们啊，一点也不愚钝。此事休要再提，就当全是苏雨的错吧。迟慕言潇洒的转身，平静的言语让2位魔尊面面相觑。比起之前的霸道和强硬，此时的九王子却有了一种让他俩看不穿的深邃和不怒自威。忽然，民居马车内传来悠悠之声：“你们2个，以后记住，人类可模仿不出我族的名花。”鸟尊者和虫尊者倒吸一口凉气，被他们当成是假的那个，原来才是真的。2魔汗流浃背，赶紧立于民居马车2侧。属下知错。胡枫呢？殿下，胡枫刚去找他的护城妖值，可能去追击那位人类了。迟慕言静静的回眸，看向苏雨离去的方向。别死了，混蛋！苏雨、艾莉亚、空幻渊来到旁边林地，他大口喘着气，呼，总算逃出升天了。艾莉亚和空幻渊一左一右紧紧抱着苏雨，这2天似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幻渊，你看看，这东西真的能提升精神力吗？闻所未闻的方式，苏雨不得不慎重。空幻渊仔细检查了3遍，能，而且毫无副作用，其中蕴含的精神能量不弱于我族的空灵星。禁区的霸主种族真是底蕴丰厚，爆了一波小妖女的金币，最麻烦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苏雨没有犹豫，拿起一颗圣魔两仪果吃了下去，并尽可能的感知其构造功效。之所以要2颗，便是为了完全理解解构之后，用 S 奇异赝品复现伪圣魔两仪果。脑海中一股强烈的精神奔流冲破灵犀，灵犀撑开了虚无的河道，化作一片大泽，周遭100米内不再是轻微的感知，而是一切的一切都清晰的在脑海中回荡。化息成湖，我融于自然，自然与我同在。精神力，灵狐境。空幻渊眸子一亮，恭喜主人突破至灵狐境。精神力的提升是全方位的认知力增强，一些原本察觉不到的魔力波动在此刻的苏雨眼中，无处遁形。苏雨笑了笑，伸手轻抚他光滑的脸蛋，等战事结束就给了我。空幻渊脸颊红彤彤的，轻轻颔首。艾莉亚说的没错，跟着苏雨，他的愿望将不再只是空谈。若是这样的男人，他愿意一生追随于他，好感无悔相伴，生死相随。历经生死，2人的感情不再有初见时的青涩。而后苏雨看向了艾莉亚，神情严肃。艾莉亚，你不跟我解释一下吗？艾莉亚眼神飘忽。什么啊？苏雨上前一把拥入怀中。疼，你干嘛？苏雨抬起手，当拳头在他无瑕的面庞前又停了下来，带着些哽咽道：在城主府，在那小妖女来之前，你是不是打算牺牲自己，让幻渊带我跑？回答我，这不是已经过去了吗？艾莉亚。苏雨将她推在树上，与她面对面。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是我的女人，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我不允许你再萌生这种想法，想都不可以想。哪怕真的会死，那我们就死在一起，生则同亲，死则同穴。你要是再敢这么干，我会很讨厌你的。兴许是连番生死之间起舞，苏雨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下来，情绪便如同冲破大坝的洪水，抑制不住。苏雨略有些哽咽，被艾莉亚抱住。艾莉亚心中喃喃道：是我欠你的，小家伙，但假如还会有这么一天，
我依然会这么选择，因为也是我最重要的人啊。苏雨和艾莉亚紧紧相拥，艾莉亚换了一身哥特裙，整理散乱的发丝，两人默契的什么也没说。好了，回去再说，这儿毕竟不安全。艾莉亚，是在这片森林里吗？艾莉亚有些不自然。对，本王之前在这附近察觉到了他的气息，断不会错。再者，你看这望仙林从远处看寻常的很，内里却被白蒙蒙的雾气所笼罩，似乎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伪装。苏雨颔首，我先把情报发回去，这些同袍能被救出来并不容易，小妖女为了自己考虑也不会下杀手，别让老师等急了。苏雨把大概经过、俘虏的运送方式以及最终营救地点和老师女儿的事情全数用青蓝海棠的令牌传了回去。传完后，苏雨抬头看了下天空，忽然脸色一变，卧槽，我什么时候成万兽榜第3名了？原以为秘密行动的苏雨，实际早已人尽皆知。青石峡指挥部，上官林收到苏雨确切的消息后，无声凝噎，泪水划过了眼角，激动的说不出话。半晌缓了过来，连忙找到夏廷恩。总督，苏雨急报。夏廷恩前前后后看了3、4遍，依旧觉得难以置信。不只是他，整个指挥部又被干沉默了，他是怎么做到的？魔族9王子亲自押运，但会放任我们去劫？我没有恶意，只是想问问，苏雨真的没问题吗？太过匪夷所思，甚至想破了脑袋都想不穿。这次魔窟战争的发起者竟然会听苏雨的。一旁的李家心思活络起来，这场战争已经被苏雨抢走了太多的名望和风头，自家李牧与他有嫌隙，而且李家的附属家族王家和苏雨还异常敌对，这不妙啊！李宗万静悄悄传音道：圣兄，我把消息传回族内，让他们在大夏悄悄的。李宗盛轻轻颔首，无论大夏如何，总不能再放任对家族仇视的因素继续发展下去，甚至必要时刻，哪怕把那上万俘虏给坑害掉，也在所不惜。在苏雨逃出青岩城前，胡枫在护城妖值前得知了一切。好，9王子和苏雨沆瀣一气嘛，这是联手演戏给我看啊！在地洞里，苏雨和迟慕言的确在联手对付金兀松柏。胡枫脸色阴鸷道：金兀，替我守好家，本城主事要把苏雨抓回来。无论如何，9王子必须给本城主一个交代，实在不行，我们就转投7王子门庭。金兀松柏摇晃着枝蔓，极为认同。别看胡枫吃了大亏，可若是能挖出苏雨和9王子之间的秘密，未必不是青岩城鬼面狐一族崛起的关键。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胡枫当机立断，一路朝着城东疾驰，穿过旷野与平原，一头扎进了望仙林。在胡枫身后，凝结着冰晶，踏冰而行的兽阁阁主目光一凝。小小的望仙林可真热闹啊！让我算算，苏雨、胡枫，咦，不对劲啊！这附近的魔窟空间障壁怎么这么薄弱？莫非是……有意思了，居然有人想强行撕开进魔窟的通道。兽阁阁主紧跟着进入了望仙林。望仙林内，苏雨轻声道：所以，能跟我说说这望仙林内到底是哪个神代的后裔吗？艾莉亚嘴角扬起，说起来跟胡姬那骚狐狸一样，都是狐族，只是档次完全不同。鬼面狐仅排序列 No 231，在其上位的尾狐一族是 No 97，而其诞生的神代则是 No 008雪与天狐。相传那狐狸的尾巴羽化如雪，至纯至净，但上天却给予了其勾人心魂的妖艳。小家伙，本王不反对你与他欢好，换句话说，只有这种美人才配侍奉本王的男人，但千万不要沉沦其中，否则很容易被其反噬。空幻渊补充道：主人一定要小心，相传100年前曾有一只雪羽天狐。是过主。苏雨一愣，这么危险，你俩还让我来抓他，感情是带刺儿的玫瑰啊！御兽师历史上先有弑主之事发生，不管任何种族，一经契约签订便终生无法违背，否则不为天道所容。是主悖逆的存在会被天地异象轰杀淹没，尸骨无存。拼着这样的代价，究竟是为了什么？空幻渊叮嘱道：原因很简单，狐妖一直以妖媚著称，魔窟皆以为狐妖放荡不堪，但雪羽天狐秉性刚烈，据说当初禁区一强大种族妄图占有强迫他，甚至不惜以同族性命相逼来签订契约，最终才……所以阿主人，妖狐无情，天狐有情，不能以寻常狐妖来审视他。之所以一定要抓他，主人从蜕变向涅槃进阶，那最好的魔力回路便是天狐的魔力回路。苏雨若有所思，极天地钟灵毓秀于一身，老天却也给他们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贞洁刚烈的秉性，却拥有魅惑众生的惊世之容，怎能不遭人觊觎？所以最终的结果都难怪要藏起来。苏雨轻轻揉捏着艾莉亚的脸，放心，这还不足以扰乱我的道心。
再妖艳的容貌也比不上清澈的爱。艾莉亚轻轻颔首，这也是艾莉亚带苏雨来的理由。她相信自己的小家伙一定能驯服这匹野马。越往深处走，越发现这望仙林的不寻常。地面上的樱花花瓣在逆向上升，仿佛从地面向天空散落着樱花雨。森林的中心是一片平静又清澈的湖面。艾莉亚和空幻渊将视线挪向了湖面之下，他就藏在湖面之下。别担心，这只天狐本王见他时不过蜕变境，捉住他倒并非难事，难的是如何让他真心归顺。根据苏雨的观察，所有见过的神代序列，无论是艾莉亚、空幻渊和迟暮言，都有不得不实现的愿望，甚至是悲愿。这应该才是攻破他心房的关键。忽而苏雨身后的丛林中，阴风习习，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横压丛林，鸟兽纷飞。苏雨的心头一瞬间被死亡的恐惧笼罩，那强烈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来气。苏雨猛地回头，只见阴影中走出一个身高3米化为人形，却也保留着洁白绒毛和丑陋假面的鬼面狐。此妖狐并非旁人，正是青岩城主胡枫。胡枫的尖嘴低落着狐弦，眸中血光四射，既有仇恨又有贪婪。结，还真让本城主听到一个不得了的秘密啊！这湖底原来藏着一只天狐，你们能感应到，肯定也是神代。没想到吧？你们以为跟那9王子勾结上，就能从本城主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卑贱的人类，打伤我妻，屠我族人，今天你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老老实实交代你跟那9王子什么关系？9王子有什么秘密，说出来，本城主留你一个全尸，否则被本城主搜起魂来，那般滋味儿，哼！苏雨脸色一沉，这都能追上来，到底是他小觑了这神话境妖兽的本事。艾莉亚脸色极为难看，想掩护苏雨从神话异兽的手上逃脱，只有一种方法。苏雨深吸一口气，他需要拖延时间，赌一种可能。苏雨在传回给老师上官灵的任务简报中有提到自己前往了望仙林，如果有可能，是会有人来支援自己的才对。苏雨全然无惧，直面胡枫的压力走上前去。不，胡枫，你说我打伤你妻，可有证据？莫非是你压根不敢得罪魔族，才想拿我顶缸？胡枫脸色一变，仿佛被戳中了心事。你可真能找死！苏雨嘴角勾起，将兜里手机扔给了胡枫。呵呵，青岩城主，实话告诉你，你妻根本不是我打伤的，而是她自愿的。好好看看吧，看看你的妻子对我谄媚的样子，看看她趁着你不在城中那卑微的讨好，甚至想现身的样子。你非但不该怪我，相反，我可是让你免被戴上一顶绿帽啊！苏雨当时悄悄让空幻渊把视频录了下来，等着回人类阵营后曝光一波，瓦解掉青岩城的士气。没想到在这提前用上了。拖延时间不一定有意义，但比什么都不做强，至少让苏雨思考一下逃脱的手段。胡枫看到来自人类的小玩意上，那画面上胡姬主动又放荡的面容，心脏狂跳，一口老血没忍住溢出嘴角。胡姬，你为何要这样对我？毫无疑问，是胡姬主动在向苏雨献媚，尽管那是伪装的苏雨。这个贱种，回去我宰了你！胡枫脸色极为阴鸷，凶狠地瞪着苏雨，仇恨、愤怒吞没了理智。如今的他只想把苏雨活生生撕烂。苏雨思考许久，或许这湖面之下可能会有一线生机。正当苏雨准备行动时，天空中一柄蛇形短笔仿佛割裂开天穹，散落的樱花雨被驱散，漆黑的空间裂痕震颤四方，狂雷奔涌，疾风大作。就连胡枫都短暂的呆滞，这是什么鬼东西？苏雨更是惊讶，此为何物？似乎割裂了空间，裂痕的背后，那光怪陆离的光影就像灾厄魔窟的魔窟通道一般，莫非是裂痕撕开，里面传来了人声？王桑，情报没有出错吧？苏雨是在这里吧？石川先生，这可是李家从指挥部直接传来的消息，千真万确。我已经感觉到了苏雨的存在。哼，苏雨和大夏的那群老家伙一定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花阴国有自己进入魔窟的方法。等等，这里怎么有一只神话境的大妖？莫非是苏雨找来的帮手？遮盖着面容的杀手们通过不为人知的方式涌入了灾厄魔窟，降临在了望仙林。超出他们预计的是，这里群魔乱舞，并非只有苏雨一人。鱼贯而入的上百蒙面人伫立在了苏雨、胡枫的对面，三方的气息顿时凝固，似乎都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艾莉亚认出了那群蒙面人，心神一颤，传音道：苏雨，当初埋伏我的人就是他们。苏雨目光一横，紧紧盯着那群蒙面的黑衣人。果不其然，里面有一些熟悉的气息。这隐藏在大夏境内的幕后黑手，终于在苏雨远离青石峡的时候，露出了嗜血的獠牙。艾莉亚在苏雨身后抓紧了他的胳膊。小家伙，我们……苏雨轻轻拍了拍。别怕。苏雨嘴角上扬，仿佛想到了什么，轻轻传音道：也许你不相信，若是他们不来，咱们还真不好
从胡蜂的手下逃脱。偏偏他们来了，意味着盯着他们的人也来了。胡蜂警惕地看向王月、石川秀次一行人，心中打嘀咕：这帮人是来救苏雨的。2位半神，10位轮回带队，还有数十位转轮涅槃好手。就算胡蜂是神话境大妖，也未必真的能赢。可听刚才他们的语气，胡蜂厉声道：你们哪儿来的？这个人类是本城主的仇人，若你们不识好歹，本城主不介意连带着你们一起收拾。石川秀次脸色不悦，怎么每次跟苏雨扯上关系的事都会出意外？这次筹谋许久，计划之周密，堪称天衣无缝。他们在血灵小队、龙鹰卫中的案子，时刻监视着夏廷恩、宁汉文等人的动向，甚至主动揽下了支援苏雨的任务。本以为万无一失，却偏偏杀出来个神话异兽。石川秀次谨慎道：青岩城主，不要误会，我们无意与您开战，您尽管杀死苏雨，只是他旁边的2个女人，我们要带走。胡蜂冷冷道：他们也是本王的。开玩笑，2个神代序列岂能拱手相让？石川秀次面色一沉，果然和禽兽无法沟通，那就只能先下手为强。石川秀次和王月对视一望，2人同步出击，一左一右，2位半神配合10位轮回杀向胡蜂，另外的数十转轮涅槃好手则为向苏雨。石川秀次念念有词：记住，杀死苏雨，捕获神代，向天照大神献上忠诚。一众黑衣人异口同声：向天照大神献上忠诚。胡蜂冷冽一寒：找死！局势陡然一变，苏雨从必死之人反而成了被2方争夺的香饽饽。只是花阴人人数占据优势，石川秀次可以先拖住胡蜂，让手下来完成对苏雨的围杀。在他眼中，苏雨不过区区蜕变境，一众转轮涅槃的高手在，你必死无葬身之地。就算再发生上次艾利亚的意外，还有他们这群轮回半神的来收拾残局。苏雨眼中渐生凶戾之色，这群人与胡蜂不同，胡蜂和苏雨多少有些仇怨在，可这群花阴人妄图活生生从苏雨这儿把他最重要的人抢走，可叹自己的力量不足，有朝一日刀在手，必将尔等尽数屠灭。苏雨认出了石川秀次身边人的战斗方式，戏谑道：七，这不是王院长吗？我本以为你我只是私人恩怨，没想到你们王家甚至甘愿沦为花阴人的走狗。一切的猜想都得到了证实，花阴人、王家、李家有一条潜在的利益链在。王月见苏雨认出自己，也懒得再伪装，揭下面罩。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和花阴人不过是合作关系。你肯定很好奇吧？自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让人在海关监视石川先生他们是否入境。可惜啊，我们从来没打算从大夏的魔窟通道进入。你的位置，你谈好的援军的位置，也都被人盯着。你的那点小聪明，在大人面前太过幼稚。今天你必死无疑。那群黑衣人中走出了几个熟悉的身影：王洪熙、王峰、江颖。苏雨失笑道：都来了，都盼着亲眼看见我死呢。好好好。王峰冷冽道：苏雨，你残害我家独苗，老夫怎么可能放过你？王洪熙一脸阴鸷的死死瞪着苏雨。苏雨，我要看着你被千刀万剐，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女人被我们掳走。要不是你，我也不会。他身下没来由的一阵吃痛，那痛彻心扉的疼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苏雨轻笑道：那就祝你这个大夏最后一个太监能如愿。王洪熙脸色苍白：你死到临头还嘴硬。苏雨又看向江颖，江颖恶狠狠道：苏雨，假如没有你，我的人生就不会这么一团糟。你死了，对所有人都好，你就不该活着。他幽怨的眼神，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满是怨恨。艾莉亚和空幻冤站在苏雨身旁，轻声道：不，在本王眼里，能遇到小家伙是本王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主人，换冤宁死也绝不换主。江颖的紧咬牙关，愤恨感更加强烈。苏雨回以微笑，仿佛在说：你看，似乎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呢。王洪熙凶狠道：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把他那里剁了。王峰挥挥手：上！嗖嗖嗖，数十黑衣人唤出自己的宠兽，36株樱花树拔地而起，分布在以苏雨为中心的36个方向，刻绘着晦涩难懂图案的阵势渐渐凝聚，其力量非同寻常。苏雨的脑海中那血色光辉和空灵般的契约都为之一颤，能影响神代契约的手段。神代宠兽只能签订一次契约，一经认主不可更改。这花阴人究竟用的什么方法？怎么办？苏雨疯狂思考着对策。王月的话他并不在意，故布迷阵的可不只是他，但需要时间用结界规避吗？幻渊，空幻渊应声而动，魔女之夜侵入现实。王峰冷笑道：早就猜到你会用这招，可惜只是蜕变境的神代，
若是涅槃，我们恐怕也阻止不了。轰！轮回镜的王峰身上绽放出金光，死死压制着固有结界的展开，似乎一切都阻止不了众人对苏雨的围杀。艾莉亚将手伸向了心口，若真濒临绝境，他还有瞒着小家伙以死绵为代价的杀招呼。天空中阵阵冰晶凝结，那逆向散落的樱花雨都被冻成冰晶。所有妖人猛地抬头，只见一戴着兽形面具、踩踏着祥云、穿着袍服的男子不屑道：“真热闹啊！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辈，也不觉得羞耻吗？”冰蓝色的冰晶风浪仿佛凝为实质，随着戴着兽形面具男子的降临，一阵阵扩散开来。无论是苏雨，亦或是胡枫、王月，还是石川秀次，都感受到莫大的压力，来自上位者的绝对威压。这般气势，仿佛捏死众人，如同捏死一只蚂蚁。噗呲！王虹夕这种实力低微的，直接口吐鲜血，神志不清。一众人类和胡枫分列为两侧，警惕地望着天上来人。胡枫端详了一会儿，惊恐道：“风云阁，兽阁阁主。”什么？众人恍惚，号称在魔窟这种混乱之地保持绝对中立，没有人知道总阁位置的神秘势力，五大阁主之一的兽阁阁主竟然于今日亲自降临灾厄之地。苏雨心中一惊，回想起营长李灵牙的话，下意识地后退两步，说是神秘无常，实则臭名昭著。石川秀次心中一沉，怎么又有意外？谁能料到兽阁阁主会出现在这儿？莫非也是奔着苏雨来的？石川秀次蹩脚地开口道：“阁下来此所为何事？”风云阁一向保持中立，难不成今天要破戒下场？石川秀次和王月两位半神如临大敌，10位轮回站在二人身后，严阵以待。兽阁阁主冷笑道：“哼，本阁主行事何须下尔等解释？苏雨，本阁主问你，可曾听过我风云阁？”忽然被点名，苏雨颇有些意外：“是冲我来的？”苏雨礼貌性的抱拳道：“略有耳闻。”兽阁阁主在祥云上负手而立：“那便好，本阁主再问你，可愿加入我风云阁？只要你点头答应，今日在场的所有妖，本阁主替你一并收拾，绝不留一个活口。当然，加入我阁你必须抛弃掉身为人类大夏的一切立场，并对风云榜立下不可违背的契约。”兽阁阁主的狂傲宣言立马让众人目瞪口呆。五大阁主之一亲自出马，就是为了接引苏雨。一旁的江颖、王虹夕更是脸色难看的吓人。他无数次在深夜诅咒的男人，如今已经进入了魔窟大能的眼中，再不是他这个档次的人能够触及。换句话说，只要苏雨点点头，踢死他就像踢死路边的一条野狗。石川秀次愤怒道：“阁下，这苏雨是我们花阴人的目标。大夏有句老话叫做时系武者为俊杰，阁下如此狂傲，就不怕得罪我们花阴国吗？如若阁下就此退去，那您将收获我们花阴人的友谊。”兽阁阁主眼角一瞥，不屑道：“你们花阴人的友谊？那玩意儿就跟你们的膏药旗一样，拿来如厕都觉得恶心。”石川秀次咬咬牙，八嘎，不识好歹！你若执意如此，风云阁以后就是我们花阴人不死不休的仇敌。兽阁阁主对石川秀次的威胁当作耳旁风，根本不在意，目光看向苏雨：“我在等你的回答。”苏雨目光一凝，放弃立场，出身可不是说说而已。立下誓约，自然无法违背，意味着今后哪怕和大夏为敌，甚至做出对大夏不利之事，也无法逃脱。苏雨摇摇头道：“多谢前辈厚爱，可惜大夏生我养我20载，哪怕晚辈今日埋骨于此处，也不敢当下监。”他腰间的青蓝海棠令牌在异动，如果没有猜测，这是有人即将赶到的信号。兽阁阁主的意外下场，反而给苏雨赢取了宝贵的时间。兽阁阁主摸了摸下巴，似在思量。一旁的花阴人和王家人、胡枫都松了口气。虽说石川秀次嘴上说的厉害，可面对风云阁5阁阁主之一，多少有点发怵。没想到苏雨竟然拒绝了。王虹夕喜出望外，讽刺道：“呵呵，苏雨，没想到你还是一个蠢货，到手边的救命稻草都不要，我看看谁还能救得了你。”花阴人队伍中走出一个戴着头巾、手握苦无的花阴人。哼，万兽榜第3，名号还怪响亮，机会难得，让我来看看阁下的斤两吧。在下木响使，千鬼榜第216位，前万兽榜第28，我就不信如此孱弱的大夏人能骑到我们花阴人头上。苏雨拒绝了兽阁阁主，致使围攻苏雨的人恢复了进攻姿态。然而兽阁阁主嘶嗖大笑道：“哈哈，有意思，我们风云阁最喜欢的就是倔脾气的人。不好意思，本阁主才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这人我们风云阁要定了。”卧槽！众人一惊，苏雨也微微一愣。都说风云阁的想法无法揣摩，今日一关果然任性。砰砰砰，冰晶接连碎裂，一朵朵湛蓝色的冰莲于空中绽放，而兽阁阁主的人影
转眼间就从空中坠落而下，直奔苏雨。石川秀次大怒之下也管不了那么多，拦住他，不能让他抢走苏雨。青岩城主，你我之争延后如何？先赶跑这风云阁主。胡枫目光一亮，单打独斗，他也不是兽阁阁主的对手，连连点头。可原本因为争抢苏雨打起来的双方，立马联袂杀向了兽阁阁主。只是风云阁5大阁主之一的威吓远超常人，一个照面，胡枫的右爪便被冻成了冰块。石川秀次身后一位轮回境的御兽师还未搞清楚发生了什么，连脖子带头被冻结，然后被兽阁阁主活生生拧断。咔嚓，血雾爆散，疾风顿时大作，天地都在哀鸣。踏足轮回已经触及了法则，他的陨落会引发天地共鸣。石川秀次大喊道：夏目、王峰，杀死苏雨，抢走宠兽，快！2个回合，石川秀次就自知远非兽阁阁主的对手，能期待的唯有王峰这边能拿下苏雨。王峰点点头，上，动作要快，那2个女的打残了也行。一众转轮涅槃境的御兽师蜂拥而上，苏雨攥紧拳头，正要迎战，脑海回想起了熟悉的传音。苏雨轻笑一声，哼，王院长、王洪熙，还有那些杂种们，很遗憾你们的愿望又要落空了。谁告诉你们只有你们会掩人耳目，故布疑阵了？蹭蹭，一口寒光飞溅，划破天穹，青芒穿破魔灰的浸染，将一个花阴人钉死在了他自己召唤的樱花树上。砰，脑浆碎裂，众人惊愕的抬头。谁？3尺3的清风，诛灭贼球的残响回荡在望仙林中。紧接着胡枫、石川、兽阁阁主登场的第4股力量，让苏雨感到了久违的安心感。谁？给我滚出来！一只白鹤，一只鸾鸟，一艘旱地行舟从视线远方转瞬即至。枪！一声激昂的鹤唳刺破魔灰，白鹤之上略有些老态，却又如枯木逢春的中年男子，神采奕奕，目光如炬。年轻人可真能乱跑，要是再被你这么使唤几次，老夫我这条老命都得搭进这魔窟里了。王月，魔灵对你不薄，你这吃里扒外、勾结外敌的狗东西，我今日就替魔灵清理门户。还有你们王家，当真以为你们做的天衣无缝，无人知晓吗？王月目光一凝，惊愕道：白如悔，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死也不进魔窟吗？上官灵、古意，你们……王月心神一颤，难道说他的小动作从来没有逃脱校长的法眼吗？明明做得那么谨慎，想起宁汉文那寡言少语和能看穿一切的眼神，王月不禁不寒而栗。他的自信是有原因的，因为除了他们这支队伍外，还有2路人马。王家家主王长林和他兄弟王平、王清等人潜藏在17营，17营营长王志远还是他的堂兄。几个小时前，龙鹰卫秘密召见各营营长，商定秘密接应苏雨的队伍。王志远义无反顾地争取到了这个危险的任务，此时正磨磨蹭蹭地在路上徘徊。另外，血灵小队中有1人追随魔灵大学的队伍战斗，时刻监视着上官灵等人的动向，怎么没有提前报告？王月歇斯底里道：不可能，你们不可能知道的才对。王月的嘴角愈发扭曲，一脸阴鸷道：对，只要在这把你们全部杀死，就没有人会知道。苏雨此时站了出来：王院长，哦不，王月小儿，你是不是以为只有自己会布局？是不是跟你身边那个花阴人蠢货，以为你们能瞒得过所有人？你以为你们暗中控制住了我的同学高泉，我就对你们一无所知吗？很遗憾，我的老同学早用他自己的方法告诉了我，然后我请老师悄悄将他救了出来，并一路跟随你们，观察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王家还有这群花阴人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的视线。不过你们还真有点东西，居然有强行破开魔窟通道的方法，差点翻车了。王月和石川秀次傻眼了。是你？他们以为至少也是魔灵的校长在暗中布置了一切，却没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被区区一个苏雨给识破了。这是何等的耻辱！输给宁汉文不是不能接受，但一群半神轮回境的御兽师竟然在苏雨这个新生面前栽了跟头。王月看向一旁的石川秀次：石川先生，我们怎么办？石川秀次一抹冷冽道：王桑，别慌，我们人多，只要在这杀了他们，你回去就还有解释的余地。王月深吸一口气：好，你们既然找死，那就别怪我们了。魔灵的副校长古意摇摇头：不可救药。诸位，按蓝星国际公约，擅闯他人地狱魔窟者可视为敌寇。王月，别痴心妄想了。王长林、王志远已经被一营营长李林牙带人拿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乖乖束手就擒，否则及时诛灭。王月状若疯魔：我不信。大一声令下，
两伙混乱的队伍战至一团。苏雨这边除了白如悔、上官灵和古意外，柳轩许诺的6位轮回境御兽师同样赶来参战，另有还有10数名苏雨颇有些眼熟的学校老师。人数上虽是劣势，但境界上却高上一筹。不少人路过苏雨时报之以微笑和敬意。在苏雨困惑时，上官灵来到身旁。苏雨，他们和老师一样，有亲自培养的学生，甚至是孩子失踪的。你传来的消息对我们这些人而言都是莫大的鼓舞，所以他们听说你有危险，都自告奋勇的前来帮忙。老师也想对你说一句，谢谢你。上官灵的眼角挂着泪珠，声音略有些哽咽，而后轻轻一抹，驾着鸾鸟义无反顾地冲入战阵。苏雨那一瞬间的犹豫，既成全了别人，也帮到了自己。他再回头看向江颖和王洪熙，两人已经彻底傻眼。苏雨轻笑道，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我死啊，我亦不是孤身一人。江颖几乎崩溃地跪在地上，就算是再蠢，他也知道被人发现勾结花阴人意味着什么。王洪熙身子止不住打颤，夏目兄。夏目祥使不屑道，哼，废物。苏雨，难道你以为来了点援军就赢定了吗？人数上你们才是劣势。砰！夏目祥使话音刚落，身后爆裂声传来，只见苏雨用奇异赝品打造的伪无悔剑在白如悔的手中犹如真剑，不，继承了真剑意志的他本就只需要剑意的魔力，而那搅乱道心的梦魇也被苏雨在青岩城的行为给粉碎。无悔剑一瞬间贯穿了石川秀次的弟弟石川秀和的胸膛，不只是他身后的另外6名轮回境御兽师和10名转轮境御兽师纷纷炸裂。砰砰，血雾如雨，天地哀嚎。石川秀次瞪大了双眼，明明白如悔只是一个轮回境御兽师，居然在他这位半神眼皮子底下击杀了10数人，犹如无人之境，这完全违背了常理，不，违背了整个御兽师的法则，这不可能。一时间，石川秀次有一种荒谬的想法，白如悔兴许实力在自己之上，白如悔长剑拔出，沾染着鲜血，轻声道，滚开，我要找的不是你。他这10余载的梦魇便在石川秀次的身后，那夺走了他女儿并重伤他的青岩城主胡枫。至于王月和石川秀次，则由上官灵和妖直系的灵堂隔空对峙，古意则紧盯着那兽阁阁主。苏雨眼中绽放着光芒，果然这位蛰伏了10余年的白老师绝非寻常的轮回境。在夏目祥使一顿错愕后，听到了苏雨恶魔般的声音，现在你们的优势呢？高端战力一剑全灭，甚至无需召唤宠兽，这般实力差距真的只是一位轮回境的御兽师。夏目祥使觉得这似乎哪里不太真实，别说是他，石川秀次和胡枫都傻了眼。胡枫微微一愣，半晌才认出来这是谁。你是那个去年孤身一人杀入青岩城的混蛋。胡枫猛地想起，去年大战刚刚结束，便有一位人类妄图杀入青岩城，并砍死了他数百族人的狂徒。白如悔目光如炬，去年？不，你们鬼面狐一族欠我们家的血债太多了，往事不堪回首。白如悔和上官灵育有2女1男，其中女儿和儿子都死在了和青岩城的战争之中，唯有小女儿是在去年失踪。这漫长的战争是无数血与泪的悲歌。从晴儿死在你们手中的那一天起，我等了整整13年，去年的覆辙不会再度重演。胡枫冷冷道，去年你败在本城主手中，今年也一样，拿命来吧。白如悔那枯井无波的瞳孔骤然紧缩，身后一株遮天蔽日的猩红冠藤拔地而起，万千血腥藤叶如飞刃暴雨扑向胡枫。无悔剑一点白芒先到，尖锐的刺鸣声如光束坠落。胡枫展露真身，白色的绒毛化作漆黑，庞大的躯体超过100米之巨，巨大的利爪抓向那一点寒芒。轰！爆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胡枫的右爪鲜血飙射，一块块血肉模糊，神情扭曲。不可能，你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这是灯神之后才会有的。难道你断裂了灯神长阶？从轮回踏入半神，有一道无可逾越的灯神长阶，跨过了便超凡入圣，形如陆地神仙，这亦是有着巨大差距的境界。故而石川秀次方才感觉到白如悔的实力违背了这个世界的铁则。石川秀次恍然大悟，这家伙居然放弃了成神的所有希望，只为了这一次的爆发碎裂灯神长阶，不再有未来，亦不再有封神奇迹。对普通人来说，成为半神单单是寿命便能悠久延长数百年，这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了的诱惑，而且还必须是已经有能力成为半神的人才能如此选择。空中的兽阁阁主不免意外，自言自语的呢喃道，居然有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千百年来的魔窟，你是第2个。后方的上官灵颇为担忧地看向白如悔，3个孩子2死1失踪，让2人无论如何回不到过去。可现在白如悔回头淡笑一声，别担心了，老婆，
我们的儿子是被这畜生杀死的，我们的囡囡是在被他掳走的，我再也不想后悔一生。苏雨仿佛察觉到了他眼中的决绝，似有疑惑。艾莉亚在一旁小声道：灯神长街是心灵的窗户，断长街无异于碎心，无异于自绝生路，以一生蹉跎换一瞬绽放，以长生为代价换无悔的一生。苏雨一瞬间有些失声，传声道：那有法可解吗？艾莉亚刚想摇头，忽然回想起什么：小家伙，也许你有办法，我之后再说，先活下来。苏雨收束心神，夏目想使这群花阴人已经杀向面前。夏目想使喃喃道：是你，都是你，只要抓住了你，哪怕死再多人也是胜利。这群花阴鬼已经想通了，他们的目标是捕获神代，只要拿下苏雨，并通过那割裂魔窟通道的魔级武装逃出去，任何一个人都算胜利，哪怕其他人全死在这儿也在所不惜。苏雨，去死吧！夏目想使背后，一株樱花树和一只人面蛇身鸟翼的异兽浮现，此为花阴人最常见的宠兽。No 282花语音和 No 108已经真天。苏雨身旁几位柳轩请来的轮回境御兽师同样立于他的身后。小伙子，小姐让我们护你周全，你先退下吧。苏雨笑了笑，多谢好意，但这几个人就交给我吧，我还没弱到不堪一击。几位柳家人纷纷颔首。小姐的这位同学，他们亦有耳闻。几位涅槃境虽然境界领先，可苏雨拥有神代宠兽，纵使不敌，亦不会被杀死。至于其他的转轮境和轮回境，便由他们包圆了。艾莉亚和空幻渊同时启动能力，各个战场打成一片。上官灵的青鸾与王月的紫英于空中激战，灵堂的灵海星堂与石川秀次的花语音对撞纠缠，白如悔一剑又一剑凌厉地刺中胡枫的血肉骨骼。古意面对兽阁阁主不敢稍有松懈，古意额头冒着冷汗，他是神话还是圣域？有种捉摸不透的神秘，亦看不穿他的心思。兽阁阁主完全没在意古意，就仿佛这神话境的御兽师对他没有任何威胁一般，全程目光紧盯苏雨，偶尔看向白如悔。白如悔凌厉的攻势让胡枫头皮发麻。胡枫内心无比憋屈，他只是来杀苏雨的，怎么会遇到这么多混账事？又是九王子，又是别的人类，又是风云阁，又是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的白如悔。可恶的人类，去死吧！胡枫身后一根根尾巴强制浮现，超越了神话境的他已经拥有了部分上位种族尾狐一族的特征。湖光万丈，将整片灰蒙蒙的天空照耀得如同烈日之下。死在湖火的炙热之下吧！白如悔一抹决绝之色。灯神长街现，一节结金色的长街如实质一般凝聚，随后在白如悔的弹指间，金色长街陡然碎裂，用一生的力量换取一次的光辉，刹那芳华，破湖神灭。钻研了10几年的蛰伏，在去年失败后的下定决心，在苏雨重铸断剑后的无悔选择，在这一刻斩断了湖光，斩断了湖尾。轰！天地哀嚎，血雨倾盆，犹如天翻地转，日月失色。兽阁阁主眼中迸发着狂热，真让他做到了。神话陨落，圣域哭嚎，古意以及所有人猛然看向白如悔的方向。那鬼面湖的巨大身影，那屹立于灾厄魔窟的7大魔城之一的青岩城主胡枫，被一位区区轮回境的人类一剑决死。一剑封喉。风云榜上风云现，风云榜分榜命魔榜，血色魔光乍现。人族白如悔剑斩青岩城主胡枫，以轮回之境破格升入命魔榜第308位，成为唯一一位命魔榜上轮回境的生灵。胡枫陨落，魔窟哀嚎，白如悔最后断绝灯神长街，斩落神话，自身亦成为一团赤白色的烈焰，从空中坠落。正在和王月交战的上官灵击退王月，驱使着鸾鸟而去，将白如悔从赤白色的烈焰中救出。为了这一剑，他轮回境的身躯承载了神话的魔力，几近崩碎，双手如同烧焦了一般。灵儿，我替咱们孩子报仇了。白如悔声音如线，如一只风中残烛，随时熄灭。上官灵满目哀容，当初那是气话，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白如悔道，我知道，这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不要为我伤心。我还能挥一剑，带我过去，我去斩了王月。王月瞳孔紧缩，心脏猛地一颤。这后擒住的老白平常从没觉得如此凶戾狂傲，这突然间的暴起令他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甚至止不住的想要逃跑。上官灵轻轻摇头，青鸾，保护好他。王月，我来对付。白如悔生命的火焰即将熄灭，可应该还有一些时间，若再透支力量，恐怕今日喜事要变丧事。至少上官灵希望让他亲眼看到女儿活着回来，而不仅仅是苏雨的一个消息。从青岩城押往青石峡的队伍，由于人数众多，还有至少2天的路程。
这2天无论如何要让白如悔活下去。青鸾吟唱，碧海波涛，上官灵完全没给王月逃跑的机会，且处处以伤换命，丝毫不顾己身。受阁阁主冷眼旁观了这一切，忽然笑道：哼，这才是人类，这也是我喜欢人类的原因啊。古意试探性道：阁下若能退去，我大夏必承阁下的情。受阁阁主轻哼道：呵，急什么？之后他再没有吱声，让古意心中极为不安，主动出手。不，他既然不想发难，自己就不要轻举妄动。这可是风云阁神秘的5大阁主之一，魔都之中可迎战者唯有校长。受阁阁主看向地面的另一处战场，苏雨和夏目祥史的对决愈发激烈。6位涅槃围攻苏雨一人，艾利亚和空幻渊火力全开，魔女之夜和不灭神殿同时催动，将6人拉入固有结界，魔气纵横四溢。无数的漆黑骑士手握魔女的死神镰刀，一刀刀斩断花语音，一支支以金针天深陷血族的城堡和魔女永恒的夜。苏雨不屑道：哼，你们花阴人不都这副德行？除了会恃强凌弱，碰到真正的硬茬子，你们还会什么？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你以为压制我一个境界就能取走我的性命？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都多大年龄了，靠时间熬了一个千鬼榜，不知道多少名的垃圾就在这盈盈狂吠。砰砰，风云榜上的这些名字收录的人只论境界与战力，着实会出现些靠年岁熬出来的水货。花阴人便是如此，小小之国又何来天之骄子？夏目祥史的瞳孔被恐惧填满，他做梦也想不到，他跟苏雨的差距居然会这么大。受阁阁主的魔眼看穿了结界，里面发生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果然，这一切都是命运的指引，那就让本尊来推你一把。他暗暗下了一个决定。结界破碎，夏目祥史和6个花阴人的尸体被扔出了结界。苏雨看向远方的石川秀次，哼，你们花阴人的确是垃圾，杀死你们甚至无法引动风云榜。一众轮回境御兽师暗暗心惊，苏雨这万兽榜第3果然不虚，越阶强杀6位涅槃，竟看不出有苦战的模样。究竟是他太强，还是花阴人太废物了呢？思来想去，觉得苏雨说的也有道理，这般战绩竟然无法引动风云榜，只能是对手太没有含金量。石川秀次心中一沉，这次石川家族全力出动，为了这个计划筹谋许久，甚至调动了一些别的家族的眼线和资源，结果人数死亡过半，王家暴露，兵败如山倒，还眼睁睁地被大夏接连逆伐上位，境界压制的情况下，被屠得如杀猪狗为今之计，似乎唯有撤退。可大夏明摆着不想善罢甘休，他一旦被捕，就会酿成严重的国际事件，到时候一时间石川秀次心乱如麻。古意虽忧心白如悔的伤势，却仍道：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人，全部抓住，敢反抗者格杀勿论。甚至若非担心受阁阁主，他早就下场参战。只是许久不见动静的受阁阁主伸开了双手，古意心神大骇，一种强大的威压让他甚至难以抬头。这位风云阁的阁主要在此时出手了吗？受阁阁主的身后，一声激昂的龙啸撕天裂地，嘶鸣之声让人鼓膜震碎，震耳欲聋。一头苍龙与日月同辉，身长100丈有余，遮盖天穹。古意眼神一凝，御兽师受阁阁主是御兽师，莫非是人类，亦或是拥有人类的血脉？苍龙张开血盆大口，冰蓝色的光影汇聚，径直瞄准了苏雨。被受阁阁主的气机锁定，苏雨一瞬间感受到了死亡来临之感。这是不同于在青岩城亦或是出到望仙林的情形，是一种无可逃脱的死亡锁定。苏雨一旁的艾利亚深紫色瞳孔逐渐暗淡，这一瞬间连他都反应不过来。古意焦急道：住手，而是要和我大夏全面开战吗？受阁阁主并不理睬，苍天龙啸的冰晶咆哮无情地贯穿而下，10丈宽的冰晶咆哮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单单是一口咆哮便堪称神话在临。苏雨，苏雨，上官灵、古意，无数人惊愕又无力地看着这光束降临在苏雨、艾利亚和空幻渊的头顶。苏雨的脑海中如走马灯一般，短暂的人生开始回放。真没想到终点来得这么快，来不及感慨，但庆幸的是，他紧握着艾利亚和空幻渊的手。艾利亚一抹微笑以对，死亡来临已是绝路。空幻渊亦放弃了挣扎，虽有牵绊，却无后悔。受阁阁主的回音回响在了苏雨3人的耳边。了不起，面对死亡还能如此坦然。别那么着急着去死，年轻人，我有预感你终会加入风云阁，今天让本尊来帮你一把。无情的冰蓝色光柱砸在苏雨的头顶，地面崩塌碎裂，连带着3人卷入了望仙林中心的寒潭，荡起的水花高达数百丈，与漂泊血雨融合在了一起，历历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古意倾尽全力的阻拦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寿阁阁主的实力深不可测，远远强于他。饶是如此，古义愤然道：“阁下此般举动，视为风云阁对大夏全面宣战。今日老夫就算埋骨于此，也绝不会让你安然身退。”一旁的石川秀次也惊呆了，这苍天巨龙不正是神代序列喏？005龙族，这般力量，捏死他们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这帮大夏的人居然还敢挑衅这位杀星！只是苏雨和2位神代都被打沉进了寒潭，尸骨无存，也宣告着这一次花阴人的秘密行动彻底破产，大败亏输。寿阁阁主冷笑一声，坐在苍龙的龙首上盘旋升空。本尊行事虽从不向他人解释，可看在风云阁的立场上多一句嘴，那并不是杀人的招数。巨龙盘旋，风起云涌，风云榜、万寿榜的金字依稀浮现。苏雨的名字依然在万寿榜上，并没有被抹除。上官灵一众人原本灰暗的目光再度泛起光泽。苏雨没有死，那样的招数，苍天龙啸，莫非可恢复了平静的寒潭湖面，完全看不见苏雨的身影。寿阁阁主御龙而去，望仙林中只剩下了10几个花阴人和王月一行人瑟瑟发抖。古义攥紧拳头，全部拿下，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上官，你何白？你们2人之后留在这里接应苏雨，注意隐蔽气息。古义立马做出了判断。上官灵轻轻颔首，具备压倒性战力优势的大夏一方风卷残云般的解决了战斗，自知抵抗无望的王月等人举手投降。石川秀次妄图切腹自尽，也被灵堂的妖直定穿了4肢，为保险起见，顺便凿穿了琵琶骨，令其无法动弹。这群人要押回去好好审一审。龙鹰卫、魔都究竟潜伏着多少个花阴国的钉子，谁也不知道，不拔出来寝食难安。回望着寒潭，众人心中一沉，苏雨千万不要出事。黑暗，举目无光的黑暗。最后一刻，苏雨听到了寿阁阁主的传音，仿佛幻梦。原以为生命走到了终点，但急速的下沉和身体传来的剧烈疼痛让苏雨明白自己没有死。不仅没有死，甚至在龙啸之下连创伤都没有，有的只是寒潭的水压和坠落的水流割裂肌肤的疼痛。可苏雨的身躯完全能抵挡，寒潭深不见底，足有1000丈，寻常人用任何办法都无法抵达寒潭深处，唯有被人击落。触底之后，反而如穿梭了魔窟通道一般，光怪陆离于眼中一瞬而过。随后，苏雨3人出现在了天空，那是距离地面足足500多米的高空。千湖魔窟被誉为大夏2大奇景魔窟之一，景色非凡，上千湖泊，百草丰茂。一女子怀抱着古琴，拨弄着琴弦，琴声悠扬。湖中的鱼儿似乎被这琴声吸引，雀跃而起，翻滚不停，甚至有锦鲤跃上了岸边，却因为缺氧不停抽动。女子抬抬手，锦鲤落到了她的手中。小鱼先生，可不能这样哦。随后放生到了湖中。女子享受着世间春满园，感慨着先祖们的神奇。先祖们的奇思妙想果然非凡，将2条魔窟通道打通，将唯一的入口放在灾厄魔窟，再把千湖魔窟的地狱化为绝对静止的空间。可惜啊，时间久了也有点寂寞，光有小鱼先生陪着，多少无趣了些。他身后的惟羽如雪，羽化登仙，面容祸国殃民，却又清丽无双。你说，如果这世间没有背叛该多好。如果我也能有如意郎君，我希望他能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成为解救我们这被诅咒一族的盖世英雄。他痴痴地自言自语着，对于外面的花花世界有着憧憬，却没有期望。历代天湖要么被负心人背叛，要么被强大的存在霸占，最终越来越少，最后的独苗不得不隐居于此。琴弦轻动，曲终则尽。50琴弦，一弦一柱，仿佛在诉说着1000年来天湖一族的悲凉。屈玄英伸出手，一条鳕鱼尾划过手心。那只是妄想，对吧？忽而平静的天空坠落下几道人影，屈玄英的心跳陡然加速，抬头望天，那属于神代之间的特殊感应回响在灵魂深处。有人闯进来了。天湖仙祖们打造的一片净土，隐藏在望仙林与千湖魔窟的秘密，100余年来从未被人踏足，亦从未被任何生灵发现过的存在，今天闯入了陌生人。屈玄英如临大敌，可视线的尽头，伤痕累累的3人坠落而下，似乎完全没有力气腾空，甚至有可能被活活摔死。他轻轻抬手，雪雨化作软垫将3人接住，而他则轻飘飘地飞去，一脸的茫然。一男2女，2女昏厥，却恢复力惊人，还散发着神代特有的波动。男子似乎是一名人类，纵使满身伤痕，亦强撑着没有昏倒。2人四目相对，男人嘴角勾起了笑容，艰难地拿出一个玉瓶。我们还活着，请救救我的女人。迟慕言赠给苏雨的9级冥拳，能增强肉身的秘宝，用来疗伤自然是极其浪费的，可如今顾不了那么多。说完这句话，苏雨同样陷入昏迷。曲玄英愣愣道：喂，
我还没有答应呢。三人身上伤势不轻，能穿越望仙灵的寒潭，必然是被外力打进来的，这份外力必须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但凡用力过猛，就会直接将人杀死。那岂不是说望仙灵的秘密暴露了？一时间，曲玄英遐想纷飞。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和他的理想型差距极大，可还真是从七彩祥云上掉下来的。而且他就不顾着自己的伤势吗？明明作为人类，比神代的身体孱弱得多啊！曲玄英叹了口气，叉着腰嘟囔道：“哼哼，你就感叹自己运气好，遇到的是本姑娘吧？但凡换成别人，你的2个女人都是神代，早就被人抢跑了。”苏雨苏醒时，感觉身体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艰难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被包成了一个粽子。苏雨很想吐槽，这是哪个小卡拉米包的，连嘴都给堵住了。这要是有个鼻炎，不得直接窒息啊！忽而，一张清丽的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略偏瓜子一些的脸型，饱满的苹果肌和完美的线条轮廓，在这幅容颜上无暇地组合在一起。仅仅是略微靠近，便会被其绝代风华的妖娆面孔所俘获。他的身上又仿佛散发着白蒙蒙的白芒，任何污浊略微靠近就会被驱散。没有任何珠银宝饰，没有华丽的装点，却能展现出这世间最美好的仙梦，如坠幻境。苏雨的喉咙有些发干，怔怔失神。出尘绝世，华贵耀目，或是妖姬，毫无疑问，这就是雪雨天狐。喂，你不可以乱动哦，你受的伤比他俩严重多了。怎么没声音了？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喂，曲玄英黛眉微蹙，打量着苏雨刚才给他的玉瓶。你一个人类居然有9级名泉，怪哉怪哉！反正是你自己的，喝下吧，刚好重塑一下你的肉身。你们人类就是麻烦，体质太孱弱了啦。未等苏雨反应过来，曲玄英掀开包着苏雨的绷带，将一瓶200滴的9级名泉尽数灌进了苏雨的喉咙。咕咚咕咚，与生命灵液不同，9级名泉前所未有的辛辣感溢满了喉咙。来自名花的灵露，口感完全无法和生命灵液相比。但是9级名泉这般珍贵的魔级秘宝，又远非生命灵液能够比拟。苏雨的每一寸经脉，每一寸肌肤，每一根骨骼，每一滴鲜血，都在疯狂汲取着9级名泉的魔力。苏雨蜜银色的肌肤碎裂，被灿金色所取代，紧接着灿金色的金皮脱落，一抹晶莹剔透的白玉浮现，肉身境界连破2境，白玉境。同时9级名泉将自身的气血抬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样是白玉境，苏雨的气血仿佛是服用生命灵液的足足2倍。最逆天的是，苏雨的身体中仿佛诞生了魔力，虽只有一种极为模糊的感觉，虽然完全无法形成魔力回路，可是魔力就是魔力。外表的伤势痊愈如初，就连精神上的疲惫都一扫而空。迟慕言没有骗苏雨，他是真给啊！曲玄英坐在自己的狐尾上，漂浮在空中，静静地端详着男人的一举一动，对从没见过雄性的他充满了好奇，甚至帮苏雨包扎的时候，在某个地方观察了很久很久。你好了吗？曲玄英关心地问道。苏雨挣脱绷带，来不及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连忙问道：艾莉亚呢？幻渊呢？我的女人呢？他们怎么样了？曲玄英脸颊一红，他们很好，不过你先把衣服穿上了。苏雨这才意识到什么，饶是脸皮赛城墙的苏雨都有点尴尬，连忙取出一件衣服换上，心中忐忑万分。自己和雪雨天狐的初次相遇竟然这么的不堪，可他来不及细想，穿好衣服后便道：带我过去，我要看见他们，求你了。死里逃生，苏雨虽有安心，却早已方寸大乱，思绪全无，见不到艾莉亚完全无法安心。曲玄英轻轻颔首，跟我来吧。曲玄英飘出竹炉，他一人隐居在此，只有简单的3个竹炉和最简朴的家居。外面几棵桑树下挂着许多蜜蜂窝，嗡嗡声不绝于耳。湖泊、水草、花田与蜂窝，一切无比的静谧自然。在里面呢。曲玄英推开隔壁竹炉的竹门，艾莉亚和空幻渊看见苏雨轻咬下唇，眼角溢出泪水。苏雨一把将他们抱住，天不绝人之路啊！那一刻，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3人簇拥喜极而泣，这第一趟下魔窟比一般人一辈子遇到的大风大浪都要多。苏雨和2人缠绵了一会儿，转过头躬身道：在下人族苏雨，多谢姑娘的大恩大德。姑娘恩德，苏雨没齿难忘。曲玄英笑了笑，没什么，我其实也没做什么。然而这种情况下不趁人之危，已然是莫大的恩德。曲玄英好奇道：对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隐居于此，一旦被人知晓，便不再安全。苏雨犹豫片刻，最终和盘托出：至少要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曲玄英默默听罢，对艾莉亚撅着嘴：哦，我说怎么感觉你有点熟悉？原来那次我跑到望仙灵玩遇到的是你。
无论何时，任何人都免不了对雪与天狐的觊觎。他有一点点伤心，亦有一点点的落寞。屈玄英蹙眉，略带些提防道：“所以你是来抓我的吗？”苏雨摇摇头：“姑娘救我一命，在下无以为报。我可以向风云榜立下不可违背的誓约，终我一生绝不泄露这里的情况。神代宠兽于我而言固然重要，但是我不能对不起恩人和自己的心。同样，如果我践踏了恩义，我的女人也会瞧不起我的。”艾莉亚和空幻渊虽然支持苏雨第三只宠兽选择雪与天狐，可此一时彼一时，从心底里更喜欢苏雨此时的做法，无愧于恩义，无愧于爱。曲玄英笑颜逐绽：“我能听到你的心声波动，你说的是真话。只是，据你所说，恐怕那所谓的兽阁阁主已经猜到了这寒潭的秘密，我无法待在这里了。”苏雨没有恶意，证明自己没有救错人。可惜的是，唯一的净土从此不再安宁。屈玄英想破脑袋都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究其原因，还是怪之前要不是自己贪玩，就不会暴露。苏雨惋惜道：“是，可惜了这片好地方，竟然连灾厄魔窟的魔灰都没有，真没想到这魔窟还有这般奇景。”曲玄英眼睛一眨一眨的：“不是，这里可不是灾厄之地啊，这里是千湖之地啊！”苏雨愕然的回头看向了那成片的湖泊，自己来到了千湖魔窟啊！苏雨惊愕地望着曲玄英：“你说什么？”艾莉亚和空幻渊同样愕然。这是千湖魔窟，三人异口同声道。千湖魔窟的入口位于江河市，江河市距离魔都可是有近2000里之遥，只是穿过千丈寒潭，为何就离开了灾厄魔窟？苏雨愣了一会儿，不禁感叹魔窟的神奇，这世间仍有无数的秘密尚未知晓。随后，苏雨反应过来此事的巨大价值，若有一条打通灾厄魔窟和千湖魔窟的通道，那将非同小可。大夏目前唯有在永劫魔窟拥有30%占据些许主动，其余魔窟全是在被动挨打。这次若不是苏雨拿到了优先征战灾厄魔窟的名额，恐怕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战果。若是大夏将主力放在灾厄魔窟，引起千湖魔窟的懈怠，再突然杀进千湖魔窟，岂不是有可能一举定鼎整个千湖魔窟的战场？反之亦然。感受到这一巨大战略意义的苏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屈玄英眨着眼睛道：“怎么了？你不舒服吗？”苏雨摇摇头，若真这么做了，这片净土恐怕便会沦为战场，这对曲玄英不公平。若是之前，苏雨必然毫不犹豫地执行，可现在，苏雨摇头道：“没有，想起了一些事情。哦，对了，还未敢问姑娘芳名。”屈玄英写写画画，几个白字符现在眼中。好名字，许姑娘敢问之后何去何从？这里恐怕不会安全了。屈玄英一想到这儿便耷拉着脑袋，9根鳕鱼尾巴摇摇晃晃，说不尽的苦恼和失落，最终道：“这都是你害得，你要帮我想想办法。”苏雨指着自己：“我？”苏雨开玩笑道：“那要我说，你跟着我一起走，从此以后当我的宠兽，那我肯定能跟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一定是安全的。不然我怎么帮你想办法？”苏雨轻松地调笑一下，结果发现曲玄英正在认真地端详着自己，他的卡姿兰大眼睛一眨一眨的，似乎正在绞紧自己的小脑袋瓜，考虑着这件事情。“不是，你当真了？”“嗨，抱歉曲姑娘，我只是开个玩笑。”苏雨赶紧扭开视线。不得不说，空幻渊提醒得很对，面对雪与天狐不能一直看下去，否则很容易沉沦在他们绝世的容颜之中。单纯又好骗，且长着一张任谁都想占有的面孔，哪个男人会不动心啊？要是一直看下去，恐怕真的会忍不住想霸占他。我问你，你真的想带我走吗？”屈玄英怯生生地问道。苏雨从衣服上咬下一块布条，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屈玄英诧异道：“你干什么？”苏雨道：“我不得不说，你的容貌会影响我的判断，也会影响我的本心。也许你有判别人是否说真心话的能力，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人类是连自己都能骗住的生物，所以至少我想让你听我的真心话。”曲玄英嘴角轻扬，他不太懂苏雨话中之意，真的有骗住自己的生物吗？不过苏雨能待他已成，让他很欢喜。那你真的想带我走吗？他又问道。苏雨轻轻颔首，只要姑娘愿意，我想带你走。这世间没有哪个男人不想拥有你。曲玄英悠悠道：“那我会是你最爱的女人吗？”声线幽蓝，空谷回响。艾莉亚心中没来由的一紧，尽管心中无比坚信，可被提及的时候仍然会有些。苏雨坦然道：“不会，艾莉亚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爱的女人，我永远不会背弃我们最初的爱。幻渊和我许下了重要的约定，我会陪她走到愿望的尽头。就算你愿意跟我，我最多也只能把你放在第3位，我不想骗你。”苏雨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另外的世界而来，之前的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这个世界，故而对家人的爱虽有很多，却少了一丝归属感。
直到遇到艾莉亚的那一刻，苏雨才觉得自己真正归属于这片星空之下。陪伴着自己历经生死的艾莉亚和空幻渊占据了内心的绝大部分。艾莉亚轻启红唇，心中暖洋洋的。空幻渊一嘴角轻扬，他不后悔跟着苏雨，也知道无人能取代艾莉亚在他心里的位置，但他依然觉得苏雨和他的距离在拉近，终有一天他兴许会和艾莉亚一样是他最重要的人吧。屈玄音笑道：你很奇怪啊，妈妈留下的笔记说雄性生物最会骗人了，我的听心术并没有那么全呢，你骗骗我，说不定我就跟你走了呢。苏雨摇头：也许你觉得不重要，但我绝不骗自己的女人，除了在那个的时候。毕竟大头儿子是要听小头爸爸的。屈玄音问道：最后一问，你是个好人吗？苏雨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不是，我最多算半个好人，另外半个是坏人。我可以当好人，拯救我的朋友，保护那些素未谋面的同胞，可我也是坏人，我的报复心很重很重。若是有人伤害到了我的家人，我的女人，无论是谁，我都会百倍奉还，哪怕血流成河，哪怕后果再严重，我也在所不惜。为大局考虑的这个选项必须让位于我的爱人。屈玄音闭上了眸子，嘴角浅笑，双手合十。如果这是你的答案的话，你觉得我会跟你走吗？苏雨蒙着眼睛，看不见他的动作和表情，轻轻摇头：不会，我这话又不好听，怎么可能有人轻信别人的话呢？但这是我无愧于心的决定。打扰了你的宁静，我很抱歉。你需要什么尽管提，如果我能做得到的话。曲玄音轻凝道：那就请你负起责任啊。什么？先祖只留下了这一片净土，如今已经暴露，我的家被你拆了，所以你要赔我一个？苏雨有些懵，天狐这么容易相信人类吗？屈玄音平静道：我的梦预示着某种未来，在梦中我的意中人会驾着七彩祥云来迎接我。苏雨失笑：你是让我帮你寻找意中人吗？拜托，我不是月老，这我可做不到。屈玄音摇摇头：不，虽然有些出入，但是你也是从斑斓的云彩上掉下来的我跟你走，但我有件事必须要告诉你，你知道了可不许反悔，关于我们一族那被诅咒的命运。苏雨倍感意外，眉头轻皱：什么被诅咒的命运？曲玄音悠悠道：圣域中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天狐一族是被诅咒的一族，凡是与天狐一族关系亲密者，千百年来无一幸免，全都死于非命。这一使天狐的血脉越发稀有，时至今日，这世间可能只剩我一位天狐，兴许圣域中会有一些，不过他们不是为奴就是。屈玄音哀婉一笑，他娘亲还在时就常常诉说命运的不公，让他也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有着本能的恐惧。苏雨一愣：就这？屈玄音呆呆道：这还不严重吗？难道你不怕死吗？苏雨解开了蒙住眼的丝带，轻轻伸手刮了一下曲玄音的穷鼻：别闹，谁不怕死啊？只是小姑娘我从不相信这种虚无缥缈的命运诅咒，完完全全的败者理论，胜者绝不轻言命运是何种存在，而是会强调命运该怎样存在。我不了解你们一族，但我了解贪婪和野心，这八成是将帽子扣在你们一族头上，粉饰自身堕落，修饰自身历史的谎言，就像亡国灭种的后人永远要给他们的末代君主编造一个红颜祸水的故事来掩饰他们自身的无能。这要不是你们一族的敌人散播的流言，要不是为了某种秘密的刻意针对，你们居然还真信了。要说你们有什么被诅咒了，就是你们一族纯粹的善良却被扔在了污浊的尘世。屈玄音呆滞地看着苏雨，他从未这么想过，可偏偏男人说的好有道理啊。苏雨笑了笑：别再轻信这种混账话了，如果真有所谓的什么诅咒，那来扛的人也是我。苏雨对着他的脑门弹了个脑瓜崩。屈玄音轻揉自己的脑门，心中一直挂念的事情仿佛愈发清晰起来。那为什么和我族关系亲密者？苏雨打断道：不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总喜欢怪自己？我们人类信奉有仇必报，十世之仇有可报也。你们的悲惨就是你们明明有力量却不去报仇，反而总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拜托，你把所有得罪过你们的人全都灭掉，让他们听到你的名字就两腿发软，膝盖打颤，怎么可能被迫害至此？我算是明白了，连我一个人类听说这里藏着天狐都想来碰碰运气，说明世间万族对你们一族根本没有敬畏之心，谁都想来霸占你们，更别说这诸天万族。屈玄音，跟我走，去找那些欠你们一族仇恨的敌人，一件一件索要回来。如果你做不到，你就继续陪着这些花草哀叹命运的不公吧。天狐是神代之中最不喜争斗的一族，但今天天狐的末代后裔被一个人类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艾莉亚和空幻渊微微扶额，连他们都听得一愣一愣的，这末代天狐肯定被主人给哄住了。不同的是，主人说到做到。屈玄音眼眸微眨：
这真的可以吗？苏雨轻轻颔首，当然可以，生命只有一次，是世间给予万族的公平，复仇亦是所有生灵的权利，夺走他们的生命，践踏他们的骄傲，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地狱中颤抖。你也说了，这世间也许就剩你一个天狐了，不去找找，怎么能如此断言呢？你的同族兴许正在哪里受苦，需要你来拯救。曲玄英美眸轻眨，轻轻捂着嘴，看了看艾莉亚，又看了看空幻渊。他相信他今天一定没有遇到错误的人，另外2位神代的眼光和脑袋一定比他好使。他第一次觉得狐族那诅咒的命运如此的虚伪。雪雨飘落，一根根尾鱼裹住苏雨的手，轻轻抬起。那就请带我走吧。主人说得对，也许还有同族在等待着玄音，玄音无法像主人一样内心坚定，那就让玄音用自己的一切来侍奉主人，请主人实现我的愿望。苏雨屏气凝神，交给我吧。轰！在契约签订的那一刻，一道金色光柱穿破了永恒静止的结界，直升天穹。千湖魔窟的魔物，人类在这一天看到了天空被金光刺破，整个圣域以及上百边缘之地都观测到了这一刻的天地异象。这世间不是没有神代异兽，这世间不是没有双神代与兽师，但当聚合的神代之力达到3个，意味着什么？唯有一群活了无数岁月的存在知晓。宁汉文抬头望天，哪怕身在战场中，依然是敌人于无物。果然，迟慕言在马车上眉头紧蹙。难道你去望仙林是因为？兽阁阁主坐在苍龙之上，对着明月举起酒杯。哈哈，本尊果然没有看错人，不是被命运选择的人是命运之子，而是敢跳出命运之环，打破宿命的才是命运之子。天狐的命运虽有杜撰，可并非完全虚假。你接得住吗？不是这世间接得住后来者的挑战吗？这沉寂1000年的圣域需要你来搅动风云，这世间需要英雄的史诗，但又绝不会轻易容许英雄的诞生。你必然会来我风云阁，因为我们才是一路人。苏雨的脑海中笼罩着白蒙蒙仙芒的契约虚空凝结。叮！恭喜宿主获得第3只宠兽血与天狐，解锁全新天赋 S 级天赋，天命道标我极浪潮。天命道标我极浪潮，没有任何存在能看穿你的底细，你将拥有特殊的魔力容器，即容纳所有神代序列的魔力回路。我一人即是这诸天万族的浪潮。咒在进阶涅槃境后将会进化为 SS 级天赋，请宿主提升精神力境界，捕获新的宠兽来解锁新的天赋。新的宠兽，新的天赋，同时那白蒙蒙仙芒的契约将曲玄音的信息展现出来。姓名曲玄音，种族伪狐族，序列 No 008，血与天狐，位阶3阶蜕变境，精神力灵犀境，天赋血与净魂天 SSS， 能力狐尾锁魂龙 SS， 洛生清明曲 S， 好感憧憬。艾莉亚凝望着璀璨的金光，笑颜逐绽。当初和自己相遇时的普通男孩，已经成为了傲立于世间的天骄，甚至能引动天地异象。小家伙就是这样，只要和他在一起，就能感受到无限的力量，那仿佛被某种特质吸引了一般，让人忍不住的想要相信他。艾莉亚觉得屈玄音一定是被苏雨击穿了心房，困扰了他们一族千百年的诅咒，在这个男人面前却得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对吗？不见得，但总比没有答案要好得多。至少苏雨让曲玄音第一次有了想走出这片净土的渴望，有了想融入这魔窟世界的决心和方向。也许未来我们一族的悲怨，苏雨静静地感受着身体的变化。新的 S 级天赋天命道标仿佛在心脏处种下了一颗种子，魔力之种源源不断地汲取天地间的魔力供给自身，只需要魔力回路就能将魔力传导至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同时适才提升到白玉镜的肉身强度凸显出来，如今的苏雨就算脸接巨炮都不会有太大损伤，更何况小妖女送的9级冥拳还能破格突破白玉镜，直达星辰境肉身。若是没记错的话，上官老师一个半神的肉身强度也是星辰境，想想就觉得可怕。白玉镜已经如此强悍，星辰境又当如何？难怪迟慕言当初以1敌3把苏雨3人压制的厉害，反而苏雨却能以1敌6杀死下木降使那种废废涅槃，是御兽师的分水岭，此言不虚啊。艾莉亚凑近道：小家伙怎么样？苏雨满意的点点头，好的不能再好了，等回去之后我再跟你们详说。艾莉亚和空幻渊都感受到了苏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好奇心同样被勾了起来。玄音，我们该怎么离开这儿？实不相瞒，我刚经历一场激战被人打下来，不过此刻外面应该已经安全了。兽阁阁主最后的话语和留情的出手，意味着至少暂时不是敌人。屈玄音指着天空道：当然是从寒潭出去了。
想要直接进入千湖之地，就要解开结界，一旦解开，就无法恢复了。苏雨轻轻颔首，我明白，暂时先不解开了，我们先离开此地，我带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屈玄英美眸睁大，我收拾下东西。他蹦蹦哒哒地跳进竹炉，脚步都轻扬了许多，充满了对外界的憧憬。艾莉亚轻笑道，哎，得亏是遇到了小家伙，要是遇到别人被人卖了，都在傻乐着呢。空幻渊靠近小声道，呵，姐姐也一样哦，主人，刚才你被问最爱的人时，姐姐整个人都绷紧了，那叫一个紧张啊。艾莉亚顿时脸色爆红，本王才没有。呵呵，真没有吗？那一瞬间，姐姐的心跳飙到了150呢。苏雨一惊，真的假的？艾莉亚扑了上去，你闭嘴啊！苏雨从身后抱住了艾莉亚，小妖精，这么不信任我啊？看来是以前补血的时候没能好好收拾你，我的肉身可突破白玉境了。等回去后，看我不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艾莉亚脸颊红晕异常，空幻渊在一旁咯咯直笑。你也逃不掉小魔女，我的精神力已经是灵狐境了，你没有推脱的理由了。空幻渊头一低，羞赧的默默点头。待取玄阴收拾完毕，便卷着三人一同飞向天空，通过了光怪陆离的通道，进入了寒潭底部。望仙林中，浑身烧伤的白如悔躺在上官灵双膝上，气息孱弱。老东西，再坚持坚持，算算时间，营救行动应该就在明天。哎，苏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一个白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若是明天黎明前还没有回来，我先带你回去。白如悔嘴轻轻张开，却说不出话。知道了，孩子也好，学生也好，没有一个省心的。要不说呢，这个学生可真不一般，第一次进魔窟就给大侠立下了赫赫功勋，甚至连寿阁阁主都手下留情了。可惜有些事不能传出去，不然苏雨可就真的扬名蓝星了。他简直就像浪潮一样，我们这些长辈希望能护持着他成长起来。话音未落，寒潭中转起了漩涡，上官灵眼神捕捉到了寒潭之下的异动，激动道：难道说……砰！激扬浪花溅起数十米之高，4道人影齐刷刷地冲了出来。苏雨和艾莉亚、空幻渊、屈玄英冲破了寒潭，这一次没有再受到太多伤痕，而三女也在艾莉亚的不灭加持下毫发无伤。苏雨站在水面之上，水珠挂在发间，颇有一种出尘之感。上官灵发现此刻的他竟然看不穿苏雨的深浅，就好像真正的蜕变了一样。老师，我回来了。4人上岸，来到上官灵面前。屈玄英躲在苏雨的身后，冒出一个头，好奇地打量着2位人类。上官灵道：好，回来就好。对了，你这位是？苏雨笑了笑，意外之喜吧算是。见2人亲近的模样，上官灵猜到了七七八八。新的宠兽。苏雨的精神力突破到灵狐境了。什么时候的事情？还有，这又是一个绝世妖姬，甚至单论对男人的杀伤力，恐怕比之艾莉亚和空幻渊还要妖艳3分。这个学生真的是苏雨看向了白如悔。白老师，您……白如悔已经说不出话，却颇为感激地望了苏雨一眼。苏雨给他创造了复仇的契机，如果胡枫依旧在众多鬼面狐的簇拥之下，他绝技无法创造出公平的1对1的机会，就算能赢，也会被其他城主干涉救走。白如悔断裂灯神长阶获得了暂时的力量，但损害是不可逆的，这并非伤痕，是一种生命走到尽头的油尽灯枯。艾莉亚的不灭能弥合任何伤势，却填补不了缺失的本源。艾莉亚，你说过我有办法救白老师。上官灵猛地抬头，她已经做好了和丈夫永别的心理准备，却在绝望中突然听到了希望。她激动的心口起伏不定。苏雨，此话当真？在上官灵殷切期盼的目光下，艾莉亚轻轻颔首。你从妖女那里敲来的东西也许有用。9级冥拳和圣魔2仪果吗？一个弥补肉身，一个弥补精神。我试试。艾莉亚又道，先用生命灵液，如果有效再用9级冥拳，至于圣魔2仪果，用你那招先试试。迟慕言给了苏雨2枚圣魔2仪果，一个被苏雨吞下，仅剩的一个是唯一的本体。如果副腺体有用，还是留着启动奇异赝品的好。苏雨轻轻颔首。上官灵听得一愣一愣的，生命灵液还好说，他也有一点。至于后面2样是什么东西，闻所未闻。这也不怪他，深渊魔族极少来灾厄魔窟，他们的特产魔灵的老师又怎会认得呢？在上官灵的一阵惊愕的目光中，苏雨从储物道具中拿出一个上百升的桶，整桶的宛若星辰般的生命灵液就在眼前，不是一滴，不是一瓶，不是一盆，是他妈一桶。什么时候这东西这么泛滥了？你是来治伤的，还是洗澡的？苏雨轻咳一声，嗨嗨，在青岩城略有些收获，老师勿惊。生命灵液这东西苏雨不缺，而且有9级冥拳在，这玩意过时了。
与其服用生命灵液，还不如自己手搓为9级冥泉，都是龙级，9级冥泉还能温养魔力回路。于是，苏雨掰开白如悔的嘴，直接搬着一桶往嘴里灌，咕嘟咕嘟，白如悔呛住了好几次，险些晕过去。可大量的生命灵液充斥全身，别人都是几滴几滴服用，白如悔连灌了4、5升，比体内的鲜血都要多了。苏雨眼神一亮，咦，有作用，用这个试试。苏雨拿出一个小瓶，上官灵从未见过的暗紫色的冥泉灌入白如悔喉咙里，白如悔顿觉辛辣感溢满喉咙，整个喉咙都要被烧掉了。管用，老师你看，白老师的烧伤完全愈合，气血也复苏了许多。上官灵已经懵逼了，这肯定有用啊！你灌了多少宝贝了？怎么可能没用？就算是快咽气的人，上官灵怀疑这都能救回来。最后，一枚阴阳流转，一黑一白的阴阳鱼流动着八卦图案，充斥着圣洁与黑暗的魔果，又被苏雨塞进了白如悔的咽喉。这是奇异赝品的副线品，没有强制提升一个境界精神力的逆天功效，但饶是低了一境，白如悔那快要熄灭的意识逐渐复苏，复苏之后反而向前迈了一大步。轰隆，白如悔身体内爆裂声不断传来，碎裂、弥合、碎裂，在弥合他的脸庞扭曲，苦不堪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在复苏。上官灵捂住了嘴，有用，真的有用。老公，你坚持住。苏雨的逆天治疗方案直接硬灌大量的天材地宝，上官灵发现里面甚至还有魔级秘宝。在如此资源的倾注下，白如悔彻底苏醒，疗愈如初。他吹着白须，如梦如幻，甚至身体都轻盈了许多。怎么样，白老师？我感觉很不错，甚至有点奇怪。白如悔体内的生命气息甚至远超过自身气血，虽然碎裂了灯神长阶，却冥冥中感觉到另一条道路。好小子，不枉老夫舍命来救你。苏雨笑了笑，老师你没事就好。随之话锋一转，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青岩城主的仇我帮你报了，女儿我帮你救了，咱们算扯平了。现在老师，你欠我5升生命灵液，100滴魔级的灵液，1枚魔级的魔果，我先给你记账上了，回去后记得还我。白如悔脸色一黑，突然觉得为何一命呜呼可能还轻松了点。不是，他哪有这么多资源还债的啊？白如悔求助般的看向上官灵，上官灵掩面一笑，我们已经离过婚了，前夫哥，你自己的债别来挨我。白如悔心中憋屈，刚才你不是这态度啊。完了，这一架打的杀死仇人大仇的报很满足，但把自己打破产了很难受。上官灵笑笑道，好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要赶紧回去了。几人点点头，有事还是回去再说。上官灵唤出青鸾，载着几人一跃而起。空中，屈玄英轻轻点了点苏雨的后背。苏雨一回头，发现屈玄英用自己的3根尾巴叠成了一个舒服的躺椅。苏雨大喜，躺在雪雨天湖的软软的尾羽上，舒适度拉满，且曲玄英自己会腾空飞行，以后赶路连专属座椅都有了。哇，不愧是狐族的妹子。上官灵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真的很感谢苏雨，挽救了他支离破碎的家。以后只要这个学生有危险，哪怕是刀山火海，他也一定会去相救。很快，一行人返回了青石峡前线。为了保险起见，在艾莉亚的建议下，曲玄英戴上了伪千变化皮，稍稍变换了下容貌。雪雨天湖的存在暂时遮掩一下比较好。降落到营地后，气氛似乎略有些古怪，好像每个战士的脸上都有些许的忧伤。连番血战是会给人极大的精神压力，可这灾厄魔窟的战士应该还好啊。人类起码不是被动挨打，高端战力并不弱于7大城主。甚至白如悔还斩了一位青年城主，打顺风仗，应该是亢奋才对阿苏雨想打听1、2，却发现哪怕是一营的战士看见苏雨的眼神都有些逃避的模样。发生什么了？弄得苏雨一头雾水。咱战功斐然，不该一起庆祝下吗？注意到气氛有些不对劲，上官灵道，苏雨，我带你去见下总督，你的事情事关重大，先不要乱说。苏雨颔首，正当几人准备前往指挥部时，仿佛收到了苏雨归来的消息。指挥部中，李宗万带人紧急围了上来，包围了苏雨等人。站住！李宗万负手而立，杀气凛然。上官灵困惑道，李宗万，你这是什么意思？李宗万凛冽道，什么意思？解救青岩城俘虏之战，我们遭到了袭击，损失惨重。苏雨，你有通敌嫌疑，按照前线军规，现在立马停止抵抗，接受审查。苏雨，上官灵耳边如同晴天霹雳炸响。什么？仿佛一道惊雷在几人耳边炸响。上官灵和白如悔自不必说，女儿就在那支队伍里。苏雨更是震惊，心中翻涌起一阵恶寒，生死一线搏来的绝佳机会。你告诉我，被袭击了，谁干的？苏雨第一时间联想到了迟慕言。是他。
很快便否决了这个想法。他疯了吗？以他的地位，会为了人类而不顾自己的性命？想想都不可能。一旦苏雨抖出那个消息，对迟暮言无疑是灭顶之灾。那是谁干的？一个恐怖的猜测令苏雨自己都不寒而栗。李宗万大义凛然道：哼，怎么？难不成你苏雨还敢说跟自己没一点关系吗？你传回来的消息，你提议的行动，结果呢？整个救援行动一开始，我们就陷入了是协议的包围，3大魔城精锐齐出，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战死了超过上千名御兽师。若不是我们拼死战斗，上万人质拼命就回来了一半，后果不堪设想。也许这从一开始就是你苏雨和外贼勾结，骗我们自投罗网的巨大阴谋。这数千人的惨烈牺牲，你拿什么来赎罪？苏雨如鲠在喉，险些丧命换来的是指责，是堆积着尸骸与鲜血的背叛。针对自己他并不怕，可是苏雨低估了某些畜生们的下限，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自己卑劣的目的，不惜让数千人惨死这其中的阴谋。苏雨缺乏情报，一时监理不清，可你李家绝对脱不了干系。上官林险些晕倒，但强忍着道：不可能，苏雨一路被人追杀，昨晚险些命丧敌人之手，你说他跟外贼勾结，我绝对不信。白如回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李宗万，李宗万可是看见风云榜的金字，白如回可是斩杀了胡风的狠人，心里不禁发怵，稍稍松口道：白如回，你们女儿是就回来了，可这不能洗清苏雨的嫌疑，兴许这只是他和敌人们上演的烟雾弹呢。听到了女儿获救的消息，上官林夫妇心中安定了许多，可仍坚决挡在了苏雨面前。我绝不允许你随意抓捕我的学生，他为了大夏出生入死，绝不可能背叛。李宗万身旁的族弟李宗全冷冷道：难说。苏雨，我来问你，凭你一人怎么可能在危险重重的青岩城安然逃脱？我再问你，有人质看到押送路上出现过魔族九王子，你跟魔族九王子是什么关系？你也许没有投靠灾厄魔窟的敌人，但你说得清你和魔族九王子的关系吗？风云榜上，你2次从九王子手上逃脱，甚至他身边还有魔尊护法，这根本不可能。说，你是不是暗中投靠了魔族？你和九王子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除了李家一伙人，许多龙鹰卫的御兽师、士兵也围得里3层外3层。事情发生后，他们当然不相信苏雨背叛了龙鹰卫，可李家人说的也不无道理，他们在等待苏雨的一个解释。苏雨心中一寒，一旦陷入自证陷阱，那你永远也证明不了任何事情。你就算剖开肠子，证明自己只吃了1碗粉，又有什么意义？苏雨并不打算回答李宗全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只能输出自己的意见。苏雨冷冷道：我真没想到，难道你们是一群蠢猪吗？我把人送到你们的脸上了，你们都能接丢，还反过来你说我叛变通敌，可笑。苏雨二话不说，从储物道具中将那1桶的生命灵液砸在地上，同时抖出来的还有金雾松柏的主枝干。枝蔓没有什么比1桶上百升、数以万计滴的生命灵液摆在人们眼前更具冲击力的画面。无数的龙鹰卫御兽师、士兵直勾勾地将头伸过来，眼睛瞪大，全然难以置信。你们可以去青岩城看看，看看那神化境的金雾松柏是否还完整。呵呵，说我通敌，我在前线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拼着被神化境妖值追击的死亡威胁传出来情报的时候，你特么连接应都做不好，你还有脸来指责我？通敌，通道青岩城的护城妖值受损，通道青岩城主被杀。若是你李家能这么通敌个7次，灾厄魔窟不早就被我们荡平了？我看通敌的人是你。苏雨扔出来的东西直接冲击了龙鹰卫将士的内心，他们交头接耳道：我的天，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生命灵液，我早就说过传闻不可信，这一看就是神化妖值的主枝干啊！有道理啊，就算真通敌了，还回来干嘛？找死吗？可李督军说的也不无道理啊。李宗万见情况不对，脸色一冷，不要转移话题。苏雨，回答问题，你跟魔族什么关系？苏雨摇头，我拒绝。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提醒柳轩封锁消息，让像你一样的蠢猪都知道了，才导致同袍惨死。从现在起，你别想从我嘴里问到任何消息。李宗万恼怒道：你说什么？苏雨，你好大的胆子，你这是要战场抗命吗？同时他又眼热地看向了那1桶的生命灵液。他们李家已然是9支柱家族，可储存的生命灵液加起来才能跟这1桶相媲美，让你一个小辈持有是何道理？得找个机会将它吞掉。李宗万盛气凌人道：我以前线督军的身份命令你，老实交代你的罪行，不许有丝毫隐瞒。另外，交出一切你的私人物品接受审查，否则你和你的家人将会被立刻逮捕控制，但有反抗，后果自负。苏雨失笑道：哼，你休想，我就算将这1桶生命灵液全倒掉，也不会留一滴给你。
好了，言尽于此。在宁校长和夏总督来之前，我不会再说一句话。李宗万攥紧拳头，那你就别怪。上官林和白如悔正准备挺身而出时，身后古义副校长的声音传来：我看谁敢！古义带着一众魔灵的教师，以及大3、大4的精英学员，还有其余9校联盟的星辉导师，全数迎面而来。古义冷冷道：李宗万，此事还没有定论，谁允许你在大庭广众下抓捕我魔灵学员？你李家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前公开威胁我校苏雨，甚至还拿其家人做要挟，9校联盟不会容忍，大夏学府联盟不会同意。今天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将如实上报总教长。李宗万，你才要后果自负。上官林轻轻拍了拍苏雨的肩膀，别怕，有老师们在。听闻苏雨归来又被李宗万带人包围的消息，古义连忙叫上9校联盟的星辉导师过来撑场子。不少星辉导师同样愤怒，虽然他们和苏雨没什么交情，可李家人二话不说就当众抓9校联盟的人，也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李宗万眉头一皱，话不能这么讲，古义，本人身为前线督军，本就有审查任何人过失的职责，难道仅仅只是审查苏雨和他的家庭关系就是威胁吗？如果他没有问题，为何这么抗拒审查呢？本督军的一切行为皆合理合法，反倒是苏雨军营抗命，倒打一耙，心里多半有鬼。苏雨，如果你跟此事毫无关联，为什么不肯接受审查？难道被审查的人只有你吗？我李家同样有人被审查，他们就没有像你一样抗命？真要证明你无罪，还会冤枉你不成？李宗万端地是大义凛然，公平公正，至少从程序上挑不出毛病。一众龙鹰卫将士挠挠头，感觉怪怪的，但似乎李督军说的也没太大毛病。也不只是苏雨被审查了，其他参与行动的龙鹰卫营长以及部分9支柱家族的御兽师也被审查。古义毫不退让，可你有什么证据指控苏雨呢？他传递的情报被证明是真实的，我们也确实就回来了数千同袍，且在战斗爆发的时候，苏雨在望仙陵和敌人大战，距离战场数百公里，如何通敌？苏雨是魔灵的学生，要调查也是我们组织调查，你有什么权利越俎代庖？李宗万背着手，他同样是龙鹰卫的人，我身为龙鹰卫的督军，自然在管辖范围内，而且这只是审查，又不是起诉，你们大可以派人来旁听啊。仿佛苏雨的控制权成了至关重要的争夺对象。李宗万原本并没有真的期望逮捕苏雨，他只是想在大庭广众下让苏雨名誉受损，这涉及到后面的计划。有人偷偷记录了下这一切，剪辑之后带回魔都公之于众，配合上一些他在魔窟的行动，只是苏雨搬出的那一桶生命灵液勾起了他的贪婪。这种战略物资当然要大夏来统一调配，而我们李家身为9支柱家族出力极大的一方，理应获得更多的份额。还有一个原因，你苏雨搞倒了王家这件事，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王家和石川涉及到李家的一个计划。古义讥讽道：我看你是眼馋苏雨手中的生命灵液，若不是我们学校替苏雨保管他的私人物品，你来旁观我们内部的调查。李宗万面色一变，苏雨是你们的人，你们偏袒他又能查出来什么？至于他的私人物品，当然要审查，除了他的一面之词，物证同样重要。苏雨身边的艾莉亚听他们针对苏雨，眼中充满了血丝，仿佛即将点燃的火山。苏雨挡在他们身前，暗示他们不要说话。苏雨需要从头捋一捋，有什么是他忽略的事情。就在双方争执不下，剑拔弩张的时候，一道金光从天空尽头划过，夏廷恩降落在指挥部前，环顾四方，一种莫名的威压盖在所有人的心头。见过夏总督，众人纷纷低头道。夏廷恩淡淡道，在指挥部前吵闹成何体统？李宗万、古义还不住口！重量级人物的到来，让李宗万的李家人和古义身后的星辉导师纷纷收起魔力。夏廷恩目光一凝，宗万，此事尚未有定论，你私自声称逮捕，言辞颇有过激之处，罚薪半年。李宗万激动道：我。随即被夏廷恩瞪了一眼，低声道：是。夏廷恩又看向苏雨，苏雨，从程序上而言你需要接受调查，不过你放心，我让林牙负责看守你，除我之外，你可以拒绝回答任何人的问题，你的私人财物当然归你自己保管，规则还是要遵守的，我保证不会真让你蒙受不白之冤，可以吗？苏雨看了眼古义，古义轻轻点头，夏总督可以信得过。苏雨便道：好，苏雨遵命。林牙，先和苏雨下去吧，让一营营长李林牙来看管苏雨，起码态度上是缓和的。夏廷恩又看向其他人，都围在这儿干什么？伤员还在等待救治，前线危机还没有解除，你们很闲吗？他话音未落，众人连忙散去。李林牙来到苏雨面前，无奈道：苏雨，还有你们几个，跟我来吧，放心，不会为难你们的。上官林安抚道：苏雨，别担心，老师们不会坐视你被人诬陷的。苏雨轻轻颔首，
和几女跟着李玲芽前往一营驻地。李玲芽虽然也姓李，但跟李家无关，是夏廷恩带大的锅。给苏雨安排的房间倒不算差，李玲芽稍稍宽慰了几句，便离开了。房间内，艾莉亚和空幻渊眼中满是替苏雨委屈，曲玄英也有些不知所措，她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苏雨躺在床上安慰道：“别露出这副表情嘛，你们让我想一想。”空幻渊道：“会不会是那个妖女？”苏雨断然摇头：“不，应该不会。艾莉亚、幻渊，以你们的视角来看，人类真的重要到需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吗？”空幻渊轻轻摇头，但又补了一句：“除了你。”苏雨揉了揉他的耳垂：“我需要知道一些事情，等吧，等一会儿我会问问夏总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小妖女应该比我更着急。而且我想通了一点，艾莉亚，也许王月和花音人并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艾莉亚和空幻渊一愣：“啊！”苏雨目光如炬，真正的阴谋背后的黑手兴许并未暴露。紫玄城是雪蚁的魔城，城主府中迟慕言正大发雷霆：“是谷，是谁允许你私自联系其他城主设伏的？他真的肺都要气炸了。区区1万人类，苏雨想要就给他。高傲的魔从不屑于背弃自己的承诺，可偏偏迟慕言更担心的是，万一苏雨以为是他策划的，是谁给你的权利，不经请示擅自开战的？九殿下，这是人族内部传来的消息，战机稍纵即逝啊！你是在叫我做事吗？”当世谷藤谦兴高采烈地向迟慕言邀功的时候，迟慕言的耳边惊雷连番炸响，差点把他气晕过去。他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不许主动出击，等待他的下一步命令。结果迟慕言浑身都在发抖，如果苏雨知道了这件事情，且怀疑是他干的，他就是有1万张嘴也解释不清。怎么办？而且事情真相偏偏是世谷接到了人类内部传来的情报，且这是大夏人族自己请求的行动，还为此支付了一笔不小的报酬，是谷才带领是雪蚁设伏的。我就算说给苏雨听，他会信吗？说他们人类自己要求袭击自己，他可能信吗？不，那大混蛋脑子瓜非常好使，只要他真的能表明这是跟自己无关，应该不会草率跟自己翻脸。迟慕言和苏雨是一种双向捆绑的情况，苏雨固然可以掀桌子，但同样意味着他和魔族合作的事情要被公之于众，这也许符合人族战略，却不符合人族情感。大混蛋不会那么傻。想到了这一点，迟慕言斥责道：“蠢猪，愚蠢！你们自作主张的愚蠢行为打乱了本王子的精心部署，让本王子的计划毁于一旦。现在竟然还恬不知耻的前来邀功，你们！”世谷等妖魔瑟瑟发抖，心中震惊不已。真的假的？别说，世谷的大脑还就这么一下子的自适应了，颤抖道：“莫非人类出钱让我们出动是为了？”殿下，饶命啊！我糊涂啊！迟慕言心中一顿，立马顺着世谷的话说：“哼，现在想明白了。那么庞大的队伍，安插几个心腹，潜入起始之地，执行绝密任务，并非难事。人类那群伪君子不敢公然出手，才道貌岸然的找你们买凶。结果你们……”鸟尊者和虫尊者相视一望，真有这回事吗？有吗？如有，九王子是在他们面前消失了一段时间，安排点事情再合理不过。再者，就算没有，借机对边缘之地的种族发难，削减他们的数量，甚至灭族，本来也是魔族的隐秘目的。于是两魔煞有其事的点头，仿佛真的有这件事一样。迟慕言怒发冲冠道：“你说我该怎么赏赐你们呢？”世谷面色一黑，虽然是雪蚁的脸本就是黑的。等待了约2个多小时，夏廷恩走进房间，三女在暖炉旁烤着红薯，不打扰苏雨和夏廷恩之间的谈话。两人面对面，这还是苏雨第一次和大夏的实权人物单独会谈。夏廷恩先开口道：“其实并不需要调查，我知道你没有背叛大夏，更没有背叛龙鹰卫，但你和魔族九王子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对吗？”他看得很透彻，仿佛一切尽在掌握。苏雨并未否认：“您怎么知道的？”夏廷恩淡淡道：“分析，而且就在刚刚紫玄城传来一个消息，紫玄城主世谷被砍了一条胳膊，灾厄魔窟的群妖彻底远离了青石峡，不出意外的话，灾厄魔窟的战事暂时结束了。我感觉这是那位九王子想向你示好，如果我所料不错，你肯定掌握了一件关于他的秘密，对吗？不然他不需要让你知道他的态度。”苏雨眼神一亮，人类的高层个顶个都是人精中的人精，仅从有限的情报和表象就能分析出许多。苏雨轻轻颔首，被埋伏的事情绝对不是他干的，这一点我敢肯定。夏廷恩沉默了一会儿，见苏雨没有想说出魔族九王子秘密的意思，便道：“我明白了，你用这个秘密换来了他对上万人质的保驾护航，但你无法告诉任何人。”苏雨心道这家伙太厉害了，
三言两语就仿佛身临其境。若非人族的绝对实力远逊色于魔窟，真不敢想魔窟群妖会被人精们玩弄成什么样子。夏廷恩眼神微动。从程序上讲，他们说你通敌，并非无的放矢，可自古圣人论迹不论心，事实是若无意外，你的行为将拯救了上万人质，拯救了上万个家庭。你是大夏的英雄，也是龙鹰卫的英雄，这点我向你致敬。夏廷恩拿出一份文件递到苏雨面前，苏雨拿起浏览了一番，面色一沉。但英雄拗不过权力，对吧？夏廷恩没有否认。文件上是王家王月以及石川家族的调查和处理结果。总的来说，王家被连根拔起，王月、王峰等人全部被捕，但王家家主王长林和17营长王志远失踪，下落不明。大夏境内石川全部被抓，大夏还没来得及向花英国问责，花英国主动联系大夏表示他们什么都不知情，并抓捕了全部石川家的人，让渡给大夏赔罪。然后一套主动切割、斯米马赛、火龙烧仓、愿意赔偿的组合拳让大夏目瞪口呆。呵，然后就没有了。血灵小队的那间呢？没有挖出来。跟这件事有牵扯的肯定有李家，却没有下文了。夏廷恩沉默地点点头。有一股势力想捕获艾莉亚，杀死苏雨，费了老大劲，结果只挖出来了一点点文件上，还介绍了被埋伏的前后始末。负责救援带队的半神中，李家占了足足一半。为什么救援行动要让李家的人去？就不能？夏廷恩接话道，就不能瞒着他们吗？很遗憾苏雨，这是军队，是大夏9卫，不是私人武装，要按规矩来。大夏的部队是铁打的部队，任何败坏规矩的事情都极难被允许。流程上没有任何问题，李家也遭遇了不小的损失。苏雨失笑道，我就不明白了，为了什么？为了针对我？夏廷恩面色如常，是也不是。令人痛心的是，数千人的死亡只是他们权力倾轧的棋子，针对的不只是你，而是整个9校联盟，甚至是学府联盟和大夏9卫。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注定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你、我，还有一切参与行动的都跑不掉。夏廷恩叹了口气道，哎，过早的让你掺和进这种事情里面，是我的疏忽，现在我需要给你讲明白。你应该知道，御兽大学和大夏9卫的崛起也不过是近10-20年的事情吧，可魔窟的存在却久远得多，具体什么时间出现的不得而知。李家他们为什么叫9支柱家族？因为他们曾经真的是大夏的支柱，只是近年来的影响力、权力都在渐渐缩水。权力的滋味一旦品尝，就永远走不出来了。原本他们是抵御魔窟的主力，他们的孩子轻而易举就能成为御兽师，大夏80%的力量都仰仗这些御兽世家。只是20多年前，惊才绝艳的总教长横空出世，开辟了御兽大学，让这一切发生了改变，至少给了每个人都成为御兽师的机会。夏廷恩指的便是觉醒仪式，觉醒仪式每年花费的资金不在少数，让许多幸运儿因此成为了御兽师，过上优渥的生活。9大名校，60多所普通御兽学院，培养学生的速度可比他们是家生孩子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20多年，一代人的成长让他们掌握了关键位置，9支柱家族的权力资源在一步步下滑，不可逆的下滑。尤其是最近3年，连续3年，大夏潜力第一可都不是9支柱家族的人。夏廷恩意味深长地看了苏雨一眼，苏雨耐心地听完夏廷恩的话，心中了然。苏雨成就大夏潜力第一，和李家的附属家族王家矛盾极深，对李家的观感也很差，长此以往，家族将不可逆的陨落，所以他们容不下苏雨。那柳家呢？莫非柳轩他们家也？夏廷恩摇摇头。9支柱家族内部也分2派，柳司令、严家都是合作派，主张顺应大夏趋势，共抗魔窟；李家、裴家都是世家派。苏雨深吸一口气，我明白了，军部和学府联盟会保住我，但不会替我彻查真相，也不会彻查李家，因为无论是死掉的人还是我，都不如李家重要，对吗？夏廷恩没有回答。真相从来都是残忍的，这些东西会被记在小本本上，等有一天大夏不需要李家的力量时，这些才会被翻出来。这是妥协，可是魔窟的防卫大于一切，一旦魔窟被攻破，将会是上千万人的罹难。花英国的火山魔窟防线失守，便是这等后果。没有人敢赌。李家仅这一场战争就往5大魔窟出动了3位神话，16位半神，还有数不清的精英，这就是他们在大夏心中的分量。苏雨轻咬下唇，最终平静道：我明白了。夏廷恩安慰道：不过你也放心，任何忍让也不是无限度的，如果为大夏出生入死的你都出事了，会彻底激怒其他所有人，所以他们要么走程序正义，要么只能偷偷下飞手，绝不敢光明正大的杀你。他们的目的恐怕是想借着这次事件将你赶出龙鹰卫，至少不让军部和大夏9卫站在你的一边。
我不清楚最后结果会如何，但你立下了大功，所以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稍稍违背规矩的条件。尽管李家散布了谣言，污蔑苏雨有叛变嫌疑，可龙鹰卫、魔都总督府以及学府联盟的不少导师都由衷地感谢苏雨，哪怕被伏击，哪怕损失惨重，依然救回了许多人。苏雨沉默良久，开口道：“我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说过 ，S 级学员有资格组建御兽小队，既然能稍稍违背规矩，那我想要组一支御兽团。”夏廷恩脸色一僵，这是稍稍违背规矩，这特么是毁灭规矩。御兽小队不超过50人，可御兽团的规模是500人啊。御兽团组建后会受大夏军部和宠兽协会的管辖，也是作战序列，可有一定性质的私人色彩在。能获准组建的都是极少数存在。苏雨又笑道：“我也不要别人，就要救回来的那5000人吧。”5000，超编10倍的御兽团，那特玛已经是1/4个龙鹰卫的御兽师力量了。夏廷恩的嘴角抽搐了几下，这不可能，军部不可能同意的。苏雨已经想清楚了，为什么李家能这么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拥有力量和权力，他们的分量在大夏重于泰山，暴力是他们的底色。苏雨一人势单力薄，任何势力会选择保护苏雨，却无法支持苏雨干掉李家。也许许多人会妥协，毕竟他们真的很强大，可苏雨就偏偏咽下这口气。你们干不穿，不敢干，我敢。为了艾莉亚，为了自己和家人，为了那些冤死的亡魂，我必须敢，且能做到。既然你们践踏了底线，选择用肮脏的手段，那苏雨也不打算再怀抱原来的热忱。他对曲玄英说过，他只有一半是好人，如果激怒了另一半，不好意思，我并不在乎任何后果。苏雨的面色平静得像一张扑克，仿佛一瞬间，夏廷恩感觉到苏雨发生了某种本质的变化，不再像是和一个热血青年在谈话，倒像是和一个阴沉的老银币面对面。放心，夏总督，不会让你为难的。我有东西跟你交换，是跟大夏军部交换，换他们在这件事上给我开绿灯。夏廷恩目光一凝，什么东西？什么能说服军部允许组建一支私人领导的御兽师武装，而且还是10倍超编的武装？夏廷恩道：“你说。”苏雨伸出一根手指，一条通道，我发现了一条从灾厄魔窟进入千湖魔窟的通道。您是龙鹰卫卫戍司令，它的价值不需要我再赘述了吧？如果没有这档子事，我是打算无偿上报的。夏廷恩瞳孔紧缩，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多少大风大浪没有让这位卫戍司令如此失态过？可这偏偏意义重大。操作得当的话，大夏有机会集中优势兵力，一举荡平2大魔窟。就算打得再差，2大魔窟也将像永劫魔窟一样占据绝对主动。在魔窟中地盘的扩大，意味着海量的资源被开发，意味着能培养更多的御兽师，好处无可估量。夏廷恩调整呼吸道：“此言当真？”苏雨回看曲玄英：“玄英，通道什么时候都能进吗？”曲玄英轻声道：“也不是所有时间了，必须是每月月圆之夜的前后5天，而其他时间空间障壁的力量会恢复，就无法通行了。”夏廷恩一拳砸在桌上：“足够了，别说10天，1天，只需要1天，大夏就足以打一场问鼎魔窟的战争。”夏廷恩开口道：“苏雨，你的条件我尽量斡旋，但名额只有3000人，再多军部不可能答应。不过御兽团建成后，你再偷偷扩招，估计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事事关重大，我这就去军部。另外，军部对于李家，我想他们的态度也会有很大的转变。你比我想象的要成熟得多。不，怎么说呢？现在的你不像是个英雄，李家某种意义上也算成功了。”他意味深长道：“成功杀死了英雄的苏雨，留下了一个魔鬼。”同一时刻，青石峡李家营地，李宗万不满道：“圣兄，我可是按照你说的去做了。你不是保证夏廷恩和宁汉文回不来吗？”他们原本的计划并没有真的打算控制苏雨，而是趁着夏廷恩不在，挑起内部冲突，以苏雨抗命为由动手，激怒古义等人，演变成营地内斗。再加上之前营救人质出现的差池，2罪并罚，是有可能一举将苏雨、夏廷恩全部捋掉的。结果夏廷恩的及时赶来阻止了这一切。李宗万最多把事情经过恶意剪辑下，扔到现世去污苏雨的名誉。李宗盛无奈摇头，谁能想到6座魔城的城主突然退兵了，前线没了压力，他自然来去自如。可惜啊，那么多的生命灵液留在了苏雨手里，这么争，为的不就是权力和资源吗？不过把苏雨逐出龙鹰卫应该问题不大。李宗盛补充道：“战争失败总要有人担责，而且这是苏雨提出整个灾厄之地配合的行动，你就算是清白的，一点责任不担也不太可能。”李宗万略有些疲惫地躺在躺椅上：“圣兄，我不是神话境，始终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对付一个小辈？昨天我才知道，
是家族内部通过花音人在委托王家捕获那只神代吸血鬼。至于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吗？李宗盛挥了挥手，屏蔽了营帐空间。小声点，李宗盛提醒道。宗万，假如以后你的孩子取消优先觉醒天赋，取消 S 级天赋世纪配额，取消上未序列宠兽配额，取消预售资源供给，去前线只允许从炮灰做起，一个营长的一句话就能压得你儿子抬不起来头，你愿意吗？李宗万当即跳脚。当然不行。凭啥？李宗盛耸耸肩。那不就得了？大夏的资源是有限的，学府联盟和大夏军部每多占一点，我们就少占一点。更何况九支柱会议中还出了柳家、严家这样的叛徒，家族处境不比以往了。若想止住这个颓势，有一个办法：圣域之上。而通往圣域之上，神代是必不可少的门票。借机打压苏雨、夏廷恩是为了权力，这没错，这是他们能容忍的。可捕获神代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却很难被容忍，甚至无数双眼睛盯着我们，所以只能绕圈子。另外，让你公开发难，也是做给其他家族看的。王家倒了，我们李家不是没有反应，甚至反应很激烈，必须让他们付出点代价，否则世家的威严何在？若任何人都能随意对一个世家连根拔起而不付出代价，那家族才真的要完了，我们也无路可退。李宗万心中一凛，是这么个道理。夏廷恩走后，苏雨来到暖炉旁，艾莉亚把烤好的红薯递给苏雨，嘴巴撅了撅。苏雨笑了笑，发动味觉链接。屈玄英有些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玄英怎么摆着一副苦瓜脸啊？屈玄英低声道：是不是因为把我带出来了，所以你才会背？苏雨三根手只敲了下他光滑的脑门。胡思乱想什么呢，小狐狸，我不跟你说过了吗？你们那沟槽的诅咒就是活脱脱的骗局。你们啊也不想想，人类明明是序列之末，既没有强大的肉身，也没有魔力回路，可居然能跟诸天万族打得有来有回，为什么？因为人类也有会无限进化的东西，那就是人类无止境进化的恶意。苏雨回想起这几天的经历道，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太高估这群人的底线，以为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这么卑劣的事情。现在想想，反而是我一厢情愿了。小妖女都把人送到脸上了，都能搞出这档子事。艾莉亚轻轻握住苏雨的手，小家伙，你想怎么做？空幻渊同样道，不管主人想做什么，我们永远支持你。屈玄英一边咬着红薯，一边摇晃着尾巴，表示赞成。这帮人类太坏太坏了，怎么能这么坏呢？虽然他听不太懂，但就是很坏很坏。苏雨冷冷道，听下总督的口风，多半这龙鹰卫是待不下去了。我要组建一个御兽团，有我的能力在，足以武装任何人。9级冥权和圣魔两一果，本来我是打算着弄些副线品给军部的，但现在以后我只会武装自己人。我们需要地位，需要超过李家，超过9支柱家族的地位。这笔血债是我低估了这群禽兽的险恶，我会用李家所有人的人头来祭奠，而且不搞死他们，艾莉亚、幻渊、玄音，你们都无法安全的在大夏生活。屈玄音低眉一蹙，哎，总感觉我不应该出来的，外面一点也不好玩。苏雨摸了摸他的头，哼，刚好赶上事情了，不然也没那么糟糕。回头带你去人类的世界看看，有太多太多你没见过的东西了。说到这儿，屈玄英的眼中再度泛起光泽，轻轻颔首。苏雨起身道，好了，该谈的也谈妥了，让我们去见一见我那些被救回了的人吧。苏雨走出营帐，李营长，行个方便呗。李灵牙无奈道，总督让我看着你别乱跑，你就老实待一会儿不行吗？苏雨笑了笑，不过是见见那些被救回来的人，又不出军营，算不上犯纪律。李灵牙撇了撇嘴，真的？苏雨点头，千真万确。我还能跑了不成？李灵牙最终道，好吧，你们换件夜行服，别让人认出来。好嘞。几人跟着李灵牙悄悄走出一营驻地，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时，李灵牙忽然悄悄道，苏雨，我听总督说你要组建一支御兽团。苏雨原本放松的心中猛地一咯噔，等等，不是夏廷恩会跟一个营长说这种事吗？李灵牙诡异的笑了笑，戴上了一副面具。别紧张，开个玩笑，我们有我们的消息渠道。阁主说过你这人不会服软，也不会甘心当一位牺牲自己的英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有了谈话的基础，重新认识一下。我的代号风云阁兽阁成员兽11。苏雨一愣，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备受信任的龙鹰卫一营营长曾提醒他小心风云阁的老兵，战功卓著的御兽师居然会是还是个四下无人的地方。苏雨失笑，这个世界还真是可怕，身边的人你永远猜不出来他们什么时候会给你来个惊喜。李营长，你就不怕我把你的身份说出去吗？李灵牙摘下面具摇了摇头，以前你会，但现在你不会，因为对你没有好处，
相反，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合作会非常顺利。苏雨脸色一沉，哪怕是现在，我也没想背叛大侠。李玲雅咂舌道：“你误会了，我并没有要求你背叛大侠。换句话说，你以为我的事下总督不知道吗？只不过他同样需要有人做件不得光的事。当然，接触你的事，我不会告诉他。”苏雨眉头稍稍舒展，这家伙时机把控的可真好。苏雨没好气道：“那就替我向寿阁阁主道谢，虽然我差点以为自己要完蛋了。”没有他把苏雨打进寒潭，凭当时的苏雨在没有曲玄阴的帮助下，还挺难穿过千丈寒潭的。穿不过寒潭，发现不了特殊通道和曲玄阴，就没有眼前的成果。总的来说，寿阁阁主帮了自己大忙，可也把自己吓个不轻。李玲牙轻轻颔首：“那倒不用，阁主猜到你一定很感谢他，便让我把这个给你。”一张刻绘着狮子图案的面具，面具眉心处有着寿99的编号。你不需要对着风云榜立下不可违背的誓约。你认为你是风云阁成员，那就是；你认为不是，那就不是。苏雨一愣，还能这样？你别看我，我也不懂。好了，言尽于此。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只要你付得起钱，一切都没有问题。一切？假如我想屠掉李家这种家族呢？李玲牙眉头一皱，拿出一张兽皮纸。可以，我看看啊。20枚神魔道种，还有……打扰了。虽然不知道神魔道种是什么，反正肯定付不起。那帮我送一封信吧。给谁？魔族9王子。李玲牙欣然道：“当然可以，尊贵的客人100滴生命灵液。”这么贵？李玲牙解释道：“送信本身不贵，可送的人有点危险。”苏雨眉头一皱：“哼，你觉得我真的会相信你们？”李玲牙道：“哈哈，你可以不相信风云阁的立场，但你不能不相信风云阁的交易信誉。我们做不到就不会接，只要接了，我们都会立下不可违背的誓约。不要总跟风云阁强调立场。你告诉我，人族给的生命灵液和妖族给的生命灵液，哪一滴是高尚的，哪一滴是龌龊的？”苏雨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有风云榜的誓约在，他才稍稍放心。挥毫书信一封，李玲牙当着他的面对天空上的风云榜立下了誓约。淡淡金光汇聚于心，一旦违背，绞杀灵魂。李玲牙手指立于嘴前，交易成立。苏雨在把100滴生命灵液给李玲牙前犹豫了一会儿。等等，能到付吗？家大业大，也不是这么挥霍的。迟慕言这个富婆可比他富裕得多。李玲牙脸色古怪，最终点点头，也可以，那就到付。再把这瓶东西也寄过去吧，省得他发飙。李玲牙收下后，拍了拍苏雨肩膀：“除了我戴面具来找你之外，我们就还是战友，请吧，苏雨。”苏雨苦笑着摇摇头。风云阁真会挑机会，掐准了苏雨不会像一位英雄一样牺牲时，那就可以成为交易的对象，甚至是潜在的成员。身后3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能感叹一句：人心真复杂。艾莉亚一想到那个小妖女收到苏雨的信，但要支付运费的表情，就觉得好笑。那场面一定很精彩。一行人来到了安置营，5000余人聚集于此。他们和常人不同，面色呆滞，身体多有伤残，被俘虏的日子可不好过。除了身体摧残外，最重要的是连精神都有些失常。也难怪他们命运多舛，在快要见到希望的曙光时，又被打了一场围歼战，一半的人命丧当场。空幻渊黛眉微蹙：“主人，这行嘛，身上的伤，姐姐的不灭应该能治好，可这些人精神都……”苏雨目光坚定道：“正因如此，我才要选择他们。他们饱受折磨，许多人心中唯一的念想是什么？”艾莉亚道：“仇恨。”苏雨点头道：“对，谁能点燃他们的仇恨之火，他们就是不顾生死的死士。自然里面也有些主动投降的懦夫和软蛋，刚好我也只有3000个名额，剔除掉这些人应该绰绰有余。还有一点，这里面没有世家的势力在，因为那些人多半已经被接走了。”空幻渊微微颔首，这么一想，这支队伍的立场至少是没任何问题的。苏雨站在安置营的教场中心，这个年轻人的出现让麻木的众人眼中泛起了光。又是谁的家人来了吗？也许吧，我的家人也都死在魔窟里了。有些人探头想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家人来接了，却最终失望地缩了回去。苏雨清了清嗓子：“嗨，诸位，你们也许听说过我的名字，我叫苏雨。”苏雨一自报家门，那些原本眼神灰暗的人纷纷起身，哪怕有着断肢，依然踉跄着爬起来，眼中仿佛看到了光。不为别的，他们都听说了，那个出生入死把他们从青岩城里救出来的人叫苏雨。他们没想到苏雨竟然这么年轻，境界也并不算高。您真的是？人们抬头，嘴片抖动。苏雨轻轻颔首：“是，
我想你们依然在困惑，为什么好不容易逃出魔爪，却又险些命丧青石峡？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很抱歉，我没有做到最好，让某些丧心病狂之徒有机可乘，最终只救回来一半人。在那些恶徒的眼里，你们的生命，我的出生入死，不过是他们用来斗争的棋子。即便身陷敌营，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人背叛大夏，我也一样。可这样的我们，最终得到的却是满地的尸骨和被污蔑的荣耀。很多人都劝我，让我忍一忍海阔天空，因为他们太重要了，因为他们对大夏来说重于泰山，想让我以大局为重。可我就偏偏咽不下这口气。我势单力薄，这笔血债，这份痛苦，我一个人讨不回来，所以我想要组建一个御兽团，一个用仇人的血肉，用那些道貌岸然高高在上自诩为旗手的残忍之徒的生命和灵魂来作为我们复仇胜利的宴席的御兽团。夜宴御兽团，无数呆滞的目光重新聚焦，在迎接希望的黎明前被人重重一棒，让他们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妖兽都充满了恐惧。恐惧之中还有怒，还有怨。苏语继续道，夜宴的存在是为了复仇，向那群卑劣的人类，向还在青岩城安逸的鬼面狐们发出复仇的怒火。你们告诉我，是选择做一个夺回自己尊严的斗士，还是做一个只想苟活的懦夫？或许会有人说，苏语，我只想活下去，我太累了，我再不想踏上战场了。是，你说的很对，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可对我们大夏人来说，有一种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尊严。我告诉你们，只要青岩城一日不灭，你们被奴役的尊严就夺不回来。只要那群高高在上的云端之人还能随意支配你们的生命，你们的尊严就形同虚设。只要你们自身没有手刃你们的仇人，你们的尊严就从未存在。乞求与逃避夺不回尊严，更守护不住你们的性命，只会表示愤慨和抗议的是没有骨气的懦夫之举。我们要用我们的利刃刺穿他们的咽喉，践踏他们珍视的一切。我问你们，愿意跟着我吗？赌上我们的仇恨与尊严，在我们心脏停止跳动前，我来带你们孙享这复仇的盛宴。原本麻木的人们心中仿佛钻入了一颗火星。实话说，不少人都想着逃避，想着隐居，可谁又能真的忘掉过去数年那屈辱的经历？苏语说的没错，只要鬼面狐一族没有灭亡，他们的尊严和人生就永远活在过去，他们的生命就仍然被人支配。一位断了条胳膊的男子走上前，苏语，我叫周整，元龙因为8营7连连长，我们全连90%的人都打光了，活下来的几个都跟我一样，胳膊都没了，宠兽也没了。我当然想像你说的一样，可我这，呵呵，呵呵。周整笑得悲戚，眼泪划过脸颊，说不出的悲伤。像他一样的人占据了大多数，鬼面狐为了奴役他们干活，基本都弄残，然后再处死宠兽，再振奋人心的话，没那份实力又有何用？苏语轻轻颔首，你当然可以，我的朋友，艾莉亚。艾莉亚轻轻抬手，赤红色的光点在周整的断臂上凝聚，无数人目光望着这一幕。令人震撼的是，周整的残肢在不灭的影响下重生复苏。周整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甩动着右臂，激动的颤音大喊道：回来了，都回来了，我的魔力回路也回来了，我。他抹干了眼泪。苏语，大恩不言谢，我周整在风云榜的见证下，愿意立下不可违背的誓约，从此以后跟定苏语刀山火海，绝不皱一下眉头。数千人一片哗然，断肢重生，这逆天的力量真真实实发生在了他们眼前。苏语笑道：好，你们放心，愿意加入的，我不管你受了多重的伤，我都能给你治回来。别看我境界不高，但也算颇有家资，多的拿不出来，一人100滴生命灵液的启动资金还是给得起的。苏语将那1桶的生命灵液搬了出来，数千人倒吸了一口凉气。生命灵液这种能强化肉身的战略资源，大夏9位的库存都不多，结果苏语竟然一下掏出来1大桶，这得有多少？100升，那100万滴打底了吧？这是颇有家资，他们绝对相信整个大夏没有比苏语在生命灵液上更富裕的存在。一阵沉寂之后，数千人争前恐后的涌了过来。苏语，不，苏团长，我刘强这条命交给你了。苏团长，我卫士原先是千鬼榜第102，给我一只宠兽就行，我全都能打回来。苏团长，我蒙前的天赋是 S 级引木之阵，我来当突击队的尖刀，就算是半神也绝对看不穿我的伪装。生命、尊严、财富、地位，他们失去的人生，失去的一切，灰色的绝望，在今天真正看到了名为希望的曙光。5223人，几乎所有人都斟酌想加入，且每一个人都愿意立下不可违背的誓约。约有700多人表示想先回家跟家人商量一下，并保证一定征得家人的同意。仅有不足300人虽然想出一份力，但受伤的部位不一样，是一种生命力的缺失。那些人白了发，掉了牙，
已经如风中残烛，心有余而力不足，遗憾退出。尽管如此，苏雨还是让艾莉亚尽可能的用不灭治愈了他们的伤口，没有让苏雨失望。大夏的战士敢于上战场厮杀的，没有真正的懦夫。真正的软骨头，要么没上战场就跪了，要么一被俘虏就选择了背叛，怎么可能饱经折磨留到现在？身后的李灵牙不禁感叹，苏雨就好像天生有魔力一般，让人止不住的想相信他。夏总督、寿阁阁主都是看中了这一点吧？苏雨拭去额头上的汗水，别急别急，大家别急，我手上只有3000个名额，多出来的人暂时还进不了队伍。不过大家放心，夜宴御兽团从今天成立之日起，绝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境界天赋足够高的先进入队伍里，其余人我发给你们生命灵液，你们回去换成资源修炼，等至少蜕变境后再加入也不迟。不细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当场表示愿意入团的4000多人中，光涅槃境就有100多人，其余一大半都是蜕变境。S 级天赋的御兽师亦有40多个，其中周整、刘强、魏氏、蒙前4人甚至在多年磨砺积累下突破到了转轮境御兽师，直接作战力量恐怕远远超过龙鹰卫任何一个营。一个营一般不到10位涅槃境御兽师，龙鹰卫明面上的涅槃境也不过300多人，暗地里或许还有隐藏力量。可不论如何，苏雨救回来的这股力量放在任何地方都是绝对主力，难怪当时夏廷恩直呼不可能同意。要不是那条通道的价值太过逆天，恐怕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苏雨笑道，今天11月7是我们夜宴御兽团的成立之日，从今往后，青岩城、灾厄魔窟、大夏九魔窟，总有一天我们要让这群畜生在地狱中都会被噩梦惊醒，任何敌人只能是我们的餐桌上的盛宴。李灵牙悄悄离开了安置营，这是他和苏雨之间的默契，御兽团一经建立，他一个外人不适合留在那里听他们的机密。苏雨除了给每个人派发了100滴生命灵液外，还附带着发了伪千变化皮，通过 S 级天赋奇异赝品伪造的千变化皮功能，虽然弱了许多，可适用性依然拉满。众人拿着狐皮面具，心中有些茫然。苏雨指着千变化皮道，诸位，这是我从鬼面虎脸上撕下来的鬼面，只要你们戴上，就能一定程度修饰你们的面容。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你们所有人要戴上面具，离开灾厄魔窟，回到魔都之后，化整为零，全员神隐。几千人聚集在一起，目标过于庞大，很容易像青石峡一样被人针对。我们只有在行动的时候听我号令聚集在一起，其他时候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提升，不顾一切的提升，暗杀也好，绑票也罢，只要是对魔窟的，你们想怎么干都行，甚至是对某些世家明着不好办，你们下黑手也成。不过具体针对哪几家，我会给负责人目标，原则只有一条，不准吃亏，更不准被俘。我的下一站是帝都永劫魔窟，我们在那里再会。人们纷纷戴上面具，却惊奇地发现苏雨提供的魔窟武装与寻常魔武不同，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甚至长时间佩戴都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不适。若如此，操作空间将是难以想象的大。众人高呼明白，请苏团长放心。安置营的5000人打从心眼里把苏雨当成了御兽团长，也许苏雨的实力境界仍有不足，可苏雨给他们治好了几乎不可逆的残疾，并许下了夺回尊严的誓言，人们俨然已经将苏雨当成了精神支柱。苏雨将第一批录入的3000人划分为3个营队，周整、刘强、魏氏各自负责一个营队的组织搭建工作，另外还有1000多人，苏雨将他们交给了蒙前。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天赋能做到群体伪装，这些人虽然拿不到编制，别人不认，但我认。你们的经费我来想办法，你们就是我夜宴御兽团的尖刀营。蒙前抱拳道，团长您放心，5年前我们连300人不到突袭了上万鬼面狐的营地，拖住他们整整1天1夜才落败，哪怕团长您再让我来一次，我也绝不皱眉头。苏雨拍拍他肩膀，那可不行，战场上是有人要牺牲，但绝不是我们夜宴的人要牺牲。跟我混，只准吃肉，只准赢。你的战绩无愧于战斗英雄，可我们团不需要英雄，只需要魔鬼。蒙前眼神一亮，右拳抵在心口，明白。苏雨用恩义做纽带，每个人都许下了不可违背的誓约。可实际指挥上，苏雨将权力下放给4位转轮境营长，又临时遴选出了15个连长、55个排长作为基层指挥。一股庞大的力量，短短1日之内便牢牢握在了苏雨手中。与此同时，大夏高层会议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老夏，这怎么能允许呢？一个大一的新生，就算战功卓著，这么年轻，又怎么能允许独领一支御兽团呢？还是超编了6倍的3000人编制，这不可能。柳生元被夏廷恩的大胆提议惊住，仿佛以为夏廷恩在开玩笑。除了柳生元外，大夏总司令李明、总教长秦渊，还有镇魔卫、龙江卫卫戍司令齐聚一堂。
不用想，这事传出去必然引起多方势力的激烈反对。夏廷恩冷静道：“柳司令，我话还没说完，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事关重大，也是苏雨拿来跟我们交换的条件。说之前，我必须要保证一点，这件事不能传出这间屋子。世间没有密不透风的墙，众人各自的立场错综复杂，难以厘清。哪怕是九支柱李家，也有不少人在学府联盟的名校中上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是大夏总司令。若说谁是夏廷恩完全看不透的人，总司令李明、总教长秦渊，还有魔灵的校长，这三人绝对名列前茅。李明是九支柱家族李家的偏远分支，却和李家关系极差，早些年还被李家逐出门庭。谁也猜不到他们这些老银币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李明淡淡道：“那就按规矩吧。”几人齐齐举手立下誓约。夏廷恩旋即道：“苏雨于前日发现了一条可以直接由灾厄魔窟进入千湖魔窟的通道，这就是他拿来交换的条件。如果没有青石峡那档子事，他原本是打算无偿献出的。”此话一出，全场死寂。一群老狐狸的眸子罕见闪着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夏完全可以把主力放在灾厄魔窟亦或是千湖魔窟的任何一处，然后声东击西，一举当平数座魔城，将大夏面对9座魔窟的压力减少至8座。也意味着海量的资源将纳入大夏的支配之下。唯一不利的是，苏雨似乎不太信任大夏军部，他宁可拿来交换。李明开口道：“这是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江伯，你们龙江卫什么看法？”镇守千湖魔窟的江河总督龙江卫尉庶司令江柏直言道：“必须要打。江河省比不上你们帝都和魔都，龙江卫承受的压力也远比镇魔卫和龙鹰卫要大得多。说实话，如果战局没有明显改变，5年内就算龙江卫全员战死，也守不住千湖魔窟。生源质量、家族实力，帝都和魔都都名列前茅，虽战事激烈，可人族的力量同样强大。其他魔窟的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李明和秦渊对视一望，最终道：“好，我同意了。夏廷恩，告诉苏雨，这些人交给他，他负责安置，名额给他了，但大夏财政堪忧，他得自己负责。”夏廷恩轻轻颔首：“是。”李明又道：“另外，柳生元去敲打一下李家，别闹得太过分，忍耐是有极限的。”柳生元感受到李明身上的冷冽，应声道：“嗯。”李明点头：“接下来让我们讨论讨论吧。通道开启后，先打哪个魔窟？”与魔窟惨烈的战事截然相反的是大夏内部的宁静与安详。至少硝烟没有弥漫到普通人的世界。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关注魔窟的战事，相反，他们几乎每日每夜守在屏幕前，等待着前线传来的消息。无论是官方的，亦或是小道消息，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刺激所有人敏感的神经。包括千湖魔窟的后勤公司被爆浆民众捐赠的瓜果在仓库放到发霉发烂，而千湖前线却只有战备干粮的事，直接引爆全网。一点微小的举动都会被人放在显微镜下挑毛病。毕竟花阴国火山魔窟的惨状历历在目。在大夏战事正酣之际，米利卡等国也在偷摸摸搞些小动作，让本就紧绷的氛围更加敏感。终于，一则石破天惊的消息震惊全网。据某灾厄魔窟某利益相关不知名人士在现场录制的一段小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李宗万作为前线督军怒斥苏雨存在叛变行为，又将苏雨反驳的话语给剪掉，只保留了苏雨错愕震惊的表情，简直就像面对问罪时的忐忑不安。同时，据小道消息，苏雨被龙鹰卫秘密逮捕，仅是考虑到社会影响问题暂不公布，可实际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此消息一出，迅速引爆网络。苏雨叛徒的标题仅用时12分钟登顶各站热搜头名。卧槽，真的假的？他居然是……我早就看他不对劲了。觉醒仪式失败的人，若没有魔窟势力资助，怎么可能跃居大夏潜力第一？利卡国的亚当都没他猛，肯定有猫腻。严惩，必须处死，不能让我们的税为了狗。在一些有心人的带动下，漫天的谩骂吞没了一切理智的声音。李家驻地中，李宗万饶有兴致地翻弄着论坛：“成哥，这招太损了点吧？难不成你提早预料到了苏雨要申请组监狱兽团？鱼轮宫是武器名誉，虽不致命，却很恶心人。但是……”就在昨晚，大夏军部传来了一则消息，在九支柱家族内部掀起了滔天巨浪。军部批准苏雨申请的夜宴御兽团编制，允许自行组建，御兽团归于宠兽协会和军部管辖，享受一切福利待遇，但御兽资源要自行筹措。一般要自行筹措资源的御兽团都在各大城市有不少产业，那这一招可就是毁灭性的打击了。李宗盛笑了笑：“哼，数字而已，一步贤妻歪打正着了。”苏雨以为他得到了夏廷恩的支持，
就想组建势力翻天了不成？他当是过家家呢？几千人的吃喝修炼不要钱吗？数千宠兽需要的异兽肉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上百亿都打不住。我看他没钱没资源，拿什么养活这群人？另外，米找人盯紧点，苏雨的人一旦离开魔窟，全程跟踪。李宗万笑了笑，那是自然。可两人的香槟还没有开半瓶，李宗盛突然收到了柳生元的传信，他慢悠悠的听完，脸色愈发的阴沉，最终咬咬牙道：“是。”李宗万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急忙道：“怎么了？”李宗盛一拳砸在了桌子上：“李明那个混蛋，他到底还是不是李家的人？”网络上的喧闹持续不到30分钟，忽然被某种神秘力量横扫一空。就在公众们茫然不知所措时，大夏总司令部亲自下场发布公开声明，告民众苏雨之事始末，大夏英雄不可玷污。仿佛是预估了那些不法分子的动作，官方文件中不仅详细揪出了走漏的视频有明显拼接变声的痕迹，且公布了前线发生的部分战事。我大夏9位所属龙鹰卫议员苏雨深入敌后不畏生死，冒着巨大的危险传递出关键情报，救出被困在青岩城的数千同胞，其对灾厄魔窟战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夏司令部再次重申，英雄不可辱，电告全国追根溯源，一定将故意歪曲事实的不法之徒严办。事实上，苏雨在魔窟征战四方，功勋卓著，高居魔窟风云榜万兽榜第3位，为人族第1，仅次于深渊九王子和胡之精灵，其功勋不容置疑。面对外部言论，大夏司令部从未真正下场过，其石破天惊的为苏雨证明，直接亮瞎全网。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言论风暴。我的天，我看到了什么？哇，是谁造的谣？刚才那群直人懂哥呢？大夏出个平民天才就是被魔窟勾结，利卡国就是天资聪颖是吧？不仅如此，大夏9位掌握的媒体喉舌也在发力，配合各地总督府逮捕了恶意带节奏的100余人。据他们供述，他们只是为钱办事，一张张丑恶的嘴脸毫无遮掩的被扔在了网上，被所有人口诛笔伐，不可谓不重拳出击。司令部的态度突然陡变，打了李家一个措手不及。尤其是李家控制的10几家媒体，喉舌全部被查封。柳生元还警告李宗盛不要再生事。司令部已经达成协议，按照程序处理苏雨的部分行为逾矩，且鉴于其和魔族的关系不明，同意督军的请求，暂时离开龙鹰卫。可很快，李宗盛才明白他中了一个陷阱，因为很早之前，在9校联盟交流赛后，地灵和魔灵达成了一份协议，苏雨将同时加入龙鹰卫和帝都的镇魔卫。他们想把苏雨从龙鹰卫驱逐出去，从而让他失去大夏9位的庇护。结果他特马好像还有一个编制，一番博弈，结果换来的就是这，他怎能不生气？据说李家驻地当晚鸡飞狗跳，附近的某个山头在次日被发现夷为平地。这一切苏雨仅一笑了之，外部言论他不是很在意。他的御兽团也不需要开办产业输血，唯一在意的是司令部的态度。苏雨笑着对屈玄英道：“看见了吗，玄英？就在刚刚，我还是被喷了数百万条的叛徒。然而，当你展现了价值的时候，一切都会逆转，我又成了英雄。所以，你们一族的命运就统统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吧。一切污蔑都来自于实力不足。”曲玄英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苏雨，里面仿佛有了光，好感、憧憬、信赖。苏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拳头大才是否定命运的底色。屈玄英在苏雨被无数人唾骂的时候感同身受，急得都快掉小珍珠了。反观艾莉亚和空幻渊却镇定自若，虽然同样很生气，可他们相信苏雨能扭转这一切。事实证明，那些污言秽语不过小半个钟头就被摧枯拉朽的扫清。又待了2天，苏雨终于得到李灵牙的通知，他解禁了。2份调令，一份是苏雨的计划造成了意料之外的重大损失，尽管非苏雨之过，但按照大夏的追责制度，暂时退出龙鹰卫的战斗序列。另一份则是夜宴御兽团的审批证明。李灵牙笑道：“哼，没想到我在这龙鹰卫干了快10年，被你一个新人给爬到上面去了。”苏雨接过证明文件，情绪颇为激动，这代表着他将领导一支势力正式进入大夏的权力结构网中。李灵牙又小声道：“你的事我给你办妥了，这是回信。”说完，他轻笑一声离去。回信有特殊印记，代表着从未拆封。这几天，苏雨也找人旁敲侧击地打听了下，风云阁这群疯批别的不谈，交易信誉一直名关魔窟。苏雨摇了摇头，轻轻摸了摸口袋里的兽格面具，他们究竟想干什么？2天前的紫玄城，迟慕言回到城主府安歇时，却发现房间中多了一个异样的存在。谁？一阵黑影凝聚，来者有轮回境实力，黑雾缭绕，甚至绕开了2位魔尊的视线，悄悄地出现在迟慕言的房间内。迟慕言警惕心大增，瞪着来者。黑影消散，
露出一个兽形面具。尊贵的深渊九王子，受人所托给您一封信。迟暮言话眉轻蹙，刚要伸手，面具人往回一缩。不好意思，送信人要求到付，所以请您给我100滴生命灵液或等价值秘宝。迟暮言嘴角一抽，这种讨厌的感觉，他似乎知道是哪个混蛋寄信了。这帮风云阁的人骨头硬得很，就算挫骨扬灰，这面具人恐怕宁肯把信撕掉。无奈之下，他甩过去1滴9级冥泉。面具人笑道：收到，尊敬的客人，这是您的信。另外，如果你想回信，只需写好后放在桌上，我会来取的。对了，送信人说他不接受到付。迟暮言咬紧牙关，实在受不了了，正准备捏碎一截玉蝶，让2位魔尊来教训教训这面具人出气，结果面具人又递过来一个小瓶，送信人还说，如果您想杀人灭口，就把这个再给您。好了，在下告退，请记住在下的编号，寿11。迟暮言直接进入了自己的结界魔镜名花中，躺在一朵名花的花瓣上，他先打开了那个小瓶子，极致诱惑的鲜血滋味令人荡漾。哼，这大混蛋！拆开信封，上来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让迟暮言心中憋屈。小妖女，你的脑子被你的猪下属同化了吗？若不是我慧眼识珠，早把你那点事抖得魔窟人尽皆知。我不管你们魔是怎么看人类的，但这笔血债是你欠我的东西，别想轻飘飘的接过去，你必须得还。我们是敌人，本就没有太多可以共情的地方，我们基于利益的交易，因为你的愚蠢给破碎了，现在是你该展现诚意的时候。我要知道给嗜血以报信的人类是谁。另外，你发动的战争很不对劲，就好像在强逼着这些中尉序列、下尉序列送人头一样，令人费解。你要告诉我原因。我不跟蠢魔谈合作，你几乎已经违背了我们的约定，要不要回答我？你自己决定，后果自负。迟暮言心底里一阵委屈，这真是100张嘴巴都解释不清。在青石峡那档子事爆发前，他的七王兄突然降临灾厄之地，令他无暇分心，然后才让是协议的尸骨钻了空子。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对苏雨这混蛋到底怎么了。也许是苏雨说帮他夺王位时那一丝丝的悸动，对魔族来说那是最忠诚的誓言，也许是不想被他冤枉。他决定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甚至稍微透露了一点点消息给苏雨。如果你们失守，伟大的魔会降临你们的星球；如果你们胜利，借你们人类之手消灭那些族群，也是我们的目的。你个混蛋，我把这个把柄告诉你了，你应该相信我没有骗你，也没有故意害那些人。灾厄之地已经停战了，可永劫之地不一样，那里的种族都是主攻派。我只能告诉你，我族七王子会接手永劫魔窟的指挥权，你们有5天的时间准备。迟暮言停笔之后，心中一叹，我们真的就只是基于利益吗？不是吧，不然他不会喊我小妖女的。苏雨拆开信，安静的看完。借刀杀人吗？魔族这么做的原因，恐怕迟暮言打死也不会泄露。能跟苏雨说这么多，已经是心防失守了。苏雨失笑，这小妖女对敌人的界限都模糊了，可只要苏雨记住就行。在你成为我的宠兽之前，我只能把你当成敌人。苏雨随手把信给烧掉。姑娘们，收拾东西，准备北上帝都，我们要抓紧时间赶往永劫魔窟，那里的局势不容乐观啊。艾莉亚想起来一件事，等等，小家伙，本王记得还有个女士在这儿来着，刚好看看她蜕变的怎么样了。对了，小家伙，你该准备冲击涅槃境了。涅槃是御兽师的第一个分水岭，强大与弱小在这一个境界的差距极为明显。苏雨毫不怀疑迟暮言能打穿20个夏目降使，这还是没有突破到涅槃的他。苏雨点点头，走之前我会找上官老师谈一谈。几人没有耽搁时间，来到原来的营地。苏雨的房间中，一个绑着双马尾的姑娘安静地在清理着灰尘。严灵儿知晓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她有点忘不掉强大的魔族降临时，苏雨让他们先走自己殿后的那个背影。战争洗刷着每个人的神经，也改变着每个人的想法。艾莉亚悄悄站在他的身后，双手绕过腋下。啊！一声尖叫回荡在营地中。灵儿，本王来看看你蜕变得如何了哟，好像大了不少啊。这回弹的触感比起之前丰满了许多。严灵儿惊讶地挣脱开艾莉亚，面色复杂。她切实体验到了月光神使的好处。序列 No 19月光神使，光魔力回路就超过280条，充沛的魔力让他很彷徨，怀疑自己还是不是人类，甚至还掌握了月光神使的 SS 级天赋银月业务。也难怪他的父亲严家的画事人欣然应允，让他跟着苏雨。这完全是人造的强大御兽师，仿佛察觉出他的烦恼。艾莉亚红唇轻启，怎么还在记恨本王啊？还是说你在想着你的前男友，不愿意伺候本王和小家伙？严灵儿嘴气鼓鼓道，什么叫前男友？我跟龙哥还没有。艾莉亚摁住他的小嘴，啧啧，
你是想说你们还没有分手吗？别傻了，你已经是本王的女士了，当然要听从本王的安排。你们家族不也乐得看到你跟着小家伙吗？严灵儿顿时哑口无言。这是实话，看似拆散他俩相当无情，可身为世家子女，打小衣食无忧，享受着万人之上的供奉，自然与寻常人不同，不能任由自己喜好行事。再加上苏雨展现的潜力，严家比起石少龙那个已经失败的天才，更看好苏雨。艾莉亚笑了笑，跟本王走，我们要去帝都了。上次你的血脉还未完全蜕变，就让你先撤了，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战力了。当时的严灵儿很弱，完全帮不上苏雨的忙，而现在的月光神使已经能展现出阶进神代的力量。另外，你真的是在想你的前男友吗？为什么小家伙的房间你还要亲自打扫啊？仿佛被戳中了心事，严灵儿头一扭，不搭理艾莉亚，自顾自地收拾着东西，跟艾莉亚离开。另一处营地，上官灵笑盈盈地看着苏雨，雅晴，这就是救你出来的恩人。苏雨看见上官灵身后一个面容姣好，身高1.7米出头，约莫26岁，长发披在身后，鹅蛋脸的年轻女子白雅晴穿着一件单衣，右侧袖套空空如也。谢谢你，苏雨。她轻轻鞠躬，发自内心道。苏雨连忙拉起，放心上官老师，我心里清楚。艾莉亚。被喊来的艾莉亚抬起手，赤红光点汇聚，在白雅晴的右臂断肢重生，连带着魔力回路重新续接。上官灵这几天难得睡了好觉，救回了唯一的女儿，破碎的家庭似乎被弥合了伤痕，这都要感谢他的学生苏雨。白雅晴捧住重生的断臂，激动得难以复加。我真的没想到噩梦还有苏醒的这一天，谢谢你。苏雨一笑，别客气了师姐，都是自己人，当然你爹爹欠我的东西太多，自己人也免不掉。苏雨调侃了一句旁边的白如悔，白如悔脸色一变，狗儿的，小命事就回来了，结果欠了苏雨一屁股债，5升也就是10万滴的生命灵液，还有不知名的魔果和100滴魔级秘宝，就是把它卖了也还不上啊。上官灵笑了笑，安心好了，我听说小道消息说你要组建一支御兽团。苏雨点头，是。上官灵指着白如悔道，那就让他给你打工还债吧，不然前夫哥这辈子怕是还不上这笔债了。白如悔一愣，老婆这是3言2句就把自己卖了啊。苏雨眉头一皱，掏出个小本本，我算算啊，一个轮回境御兽师每月按100滴灵液配额算，也就是白老师要给我打66880天的工就能还清了。苏雨救了他一命，他是打算报答的，以后安心给苏雨做免费的打手，反正欠的太多。白如悔突然想开了，以后你有架要打，喊老夫去就是了。另外，反正这辈子是还不完了，你小子好东西那么多，以后肯定会遇到很多半神敌人，干脆你那个魔果和特殊的灵液多给我来点，我给你兜底。苏雨眼角一抽，好家伙，这就是债多不嫌愁吗？去，一滴也没有，我是来问正事的。上官老师，都说蜕变和涅槃是一道分水岭，我想知道晋升涅槃要做什么准备？实力，缺的就是实力啊。上官灵失笑，入学1个月冲击涅槃，这传出去多少有些惊悚，也罢，对你来说是该考虑考虑了。上官灵抬手虚空，刻绘了2条路子。之前跟你说过，蜕变晋升涅槃有2种方法，锤炼肉身来酝养魔力回路，当你的肉身锤炼到赤金境，让你的宠兽突破，就能带动你晋升涅槃，并根据你的肉身强弱来生成魔力回路。普遍认为，赤金境肉身能生成80条魔力回路，白玉境能生成160条魔力回路，魔力回路的多寡决定了你晋升后的魔力底蕴，所以必须慎重。另一种融合飞升流便是移植万族的魔力回路，这种方法代价很大，虽不算危险，可成功率太低，一般不超过10%，但上限是比肉身飞升要强些的，甚至可以既锤炼肉身又移植魔力回路。根据利卡国的研究，移植下未序列的魔力回路进阶后总数会小于100条，中位序列则是100至200条，上位序列则是200条以上。目前已公布的人类魔力回路生成上限就是白玉境肉身，上位序列的移植能生成360条魔力回路，当然有许多战略级御兽师从未公布其具体情况，应该是远远超出的。苏雨目光微凝，此刻他才明白自己新觉醒的 S 级天赋天命道标我及浪潮是多么恐怖，上位序列就能生成200条魔力回路，那神代呢？最关键的是天命道标能创造特殊魔力容器，容纳全部神代的魔力回路，单单是艾莉亚、空幻渊和屈玄音就能提供至少700-800条魔力回路。另外，小妖女给他的9级冥拳能将肉身从白玉境突破到星辰境。苏雨呼吸陡然急促，若是如此，他叠加的魔力回路将会把所有人类甩在身后。魔力意味着一切，迟暮言的魔力远强于自己，所以他的魔镜名花能压制空幻渊的魔女之夜。
若是自己能做到脑海中描绘的一切，不敢想象。老师，那具体该怎么移植呢？上官林看了看苏雨身后的几个女孩子，不免一笑。看来你早就做好准备了。一种就是像颜灵一样直接成为眷属，一种是生物解剖，这种致死率极高，你肯定不愿意。最后一种是御兽师和宠兽完成某种仪式，他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不过这需要极高的信任才行，否则这一世会反噬狱主，再算上一些别的难言之隐，一般御兽师不太会选择这种方法。他话音一落，苏雨发现艾莉亚、空幻渊和曲玄英都有些不好意思，脸颊红红的。苏雨便猜到恐怕不是什么正经方式。好，我知道了，老师。灾厄魔窟的战事要暂时平息，可别的魔窟还没有。之前说好的，我大概要先北上去帝都镇魔卫报道。之前空幻渊的事就是靠着苏雨同时加入镇魔卫才得以摆平，如今被李家搞掉了自己龙鹰卫的身份，刚好顺势北上。上官林满意的点点头，又不舍得看了雅琴一眼。苏雨，老师能拜托你一件事吗？什么事？雅琴跟我说想加入你的御兽团，虽然当父母的其实不太想让他，但他一直坚持。你看，白雅琴坚定道。苏雨，向鬼面湖那群畜生复仇是我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事，我不会拖后腿的。你不用关照我，我只想当你御兽团的一员。夜宴成立之时他并不在场，事后听说这件事便心动不已。他也有涅槃的实力，且距离转轮并不远，苏雨也没犹豫，自个的御兽团自然人越多越好。好，我没意见。师姐，我们夜宴御兽团每个人我都会给一份见面礼，这是你的。苏雨大手一挥，扔给白雅琴一个小瓶，里面装满了100滴的生命灵液。他眸子一缩，有些不知所措。倒是白如悔那个脸皮厚的开口道：苏小子，女儿都有，那老头子我呢？苏雨瞥了他一眼，拿出小本子。知道了，给你账上减掉100滴就是了。还欠我99900滴。白如悔。好了，老师们，我先走一步，告辞。白雅琴向自己父母点头之后，紧跟着苏雨离开。他既然选择成为夜宴御兽团的一员，就时刻追随着团长的脚步。上官林和白如悔相视一望，眼中尽是无奈。唉，长大了。对了，苏雨要去帝都的话，那岂不是会刚好碰上国际访问团？前夫哥，你也去吧，不管是为了女儿，还是为了苏雨。白如悔轻轻颔首。我还按原来的方法，暗中跟随吧。现在想要对苏雨下黑手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他对我们家有恩，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他出事。苏雨的离开没有惊动太多人，但叫上了柳轩几人。自己小队的人除了值得信任外，苏雨也要向柳轩道谢。望仙灵大战中，柳家支援的轮回境御兽师填平了和花鹰人、王家的实力差距。柳轩笑道：小意思小意思，只要你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就行了。苏雨大方道：呵呵，这都不是事，别说5000滴，10万滴都成。柳轩当即道：成交。苏雨一愣，稍显意外。柳轩笑了笑：怎么不舍得了？苏大团长，你这御兽团开的可不能太寒碜啊，我可以现金、房产等折算购买，你也能给团员开得起工资了。苏雨一想也颇有道理，其中一部分按城市资产折算，另一部分找柳轩换了些灵果、灵液。柳轩则得到了大量的战略级资源，他们柳家这方面的积累不如李家，算是弥补上了重要一角。苏雨不禁感叹，这御兽团长可不好当，每天一睁眼就是几千人的吃喝资源。好在夜宴的人都很争气，据几位临时营连长汇报，他们已经分批次前回魔都，乔装甩开了追踪人员，不日北上在帝都会合。苏雨几人则先行乘坐飞机赶赴帝都。飞机上，屈玄英充满了好奇，左顾右盼。苏雨，这东西也没有魔力，是怎么飞起来的啊？人类的世界果然跟边缘之地不同啊。他的眼中又有了光，好像之前人类的勾心斗角的肮脏没有影响他一般。苏雨笑道：这是人类的技术，怎么样，人类的世界也不都是坏事吧？屈玄英点点头。他尝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也有了许多奇特的经历。苏雨揉着他的头，和艾莉亚交谈道：艾莉亚，老师说的那个方法到底是什么？艾莉亚和空幻渊眼中都有些为难，最终小声道：小家伙，魔力、精神和肉身本为一体，我们称之为灵肉一体，在精神力达到灵犀境后，是能做到短暂灵魂离体的。这个方法就是真正的灵魂融为一体，通过灵魂将我们的魔力回路分享给你，那滋味可比。我们不屑的时候销魂的多，就是一个不慎，很容易灵魂重创。但转而言之，虽然我想让小家伙拥有我的魔力回路，可从象性上来说，天狐无差别适应的魔力回路可能更适合你。苏雨握着他的手，不只是玄阴，我精神力突破到灵狐境后，
又多了一个 S 级天赋。现在我能融合你们所有神代的魔力回路。艾莉亚、幻渊，你们都要给我。艾莉亚和空幻渊先是一愣，立马意识到这其中的逆天价值。那岂不是说两女的神情眉飞色舞，难掩激动？苏雨握住了空幻渊的手，幻渊，你答应过我的，等我精神力突破后就给我，这次换你先来。艾莉亚也轻轻颔首，空灵族的空灵心能强制让人精神力跃升一级，当时他以此为由暂时拖延，虽多有暧昧发生，但始终没有跨过这一步。空幻渊耳根微红，好，去我在地灵的房子吧，至少我想在那里。苏雨轻轻贴在他的脖子边亲吻了一下。依你。江淮人以及地灵的星辉导师早已折返地灵大学，并同意了苏雨等人的赞助请求。某学生在学校门口拍到苏雨一行人的照片，苏雨赞助地灵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刚好镇魔卫在和永劫魔窟的5大魔城的战斗中，一些伤员临时返回后方医治，便听说了这件事。他们找来了当时参加9校联盟交流赛的大一新生杨世佳。小杨，你没看错，真的是幻渊学妹和苏雨那个王八蛋。杨世佳连连点头，真的。司空哥、郭哥，真的是苏雨，千真万确。这群人虽有伤在身，可也都是大2、大3的天才学员，名列魔窟万兽榜、千鬼榜，实力极强。其中有以万兽榜第44的郭成和千鬼榜第108的司空启为代表，聚集在一块。郭成恶狠狠道：这混蛋居然还敢来，还光明正大的住进幻渊学妹的房子里，真不要脸啊！还有你们也是弱得丢人，居然能让幻渊学妹被抢走，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还有我这右腿，马德，晚上养好伤，跟我去上门找他，必须逼他把幻渊学妹还回来。司空启点头道：对，现在到处都在吹嘘他有多厉害，我看不见的。风云榜上竟是天骄不假，可也有漏洞。你们也看到了，他是耍阴谋诡计才从魔族9王子手下逃脱，说明其本事并不强。我就不信他苏雨能有吹嘘的那么厉害。这帮滚刀肉经常讨论苏雨的事，当初万兽榜上一鸣惊人，的确让人刮目相看。可事后细品，却发现苏雨唯一万兽榜上公开的硬仗是击杀一名涅槃境的鬼面狐，在座的谁不能做到？其他的都是逃跑活下来，只能说明他生存能力极佳，不能说明战斗本事有多强。就是小杨，你去下战书，今晚我们就去找他，记得准备设备直播。今天咱们地灵一定要拆穿这虚伪的天才的假象。以战场上归来的大2、大3的学长们为中心，地灵的年轻男生们越想交流赛的结果就越生气，甚至暗暗吐槽了校长几句，居然这么轻易的答应让苏雨把空幻渊带走，那简直是在羞辱男生们心中的梦。他们利用短暂的白天养伤，今晚一定要讨回所有。空幻渊的别墅位于地灵的角落，背靠森林，绿意盎然。苏雨感慨道：这群家族手上的资源是真的惊人。柳轩他们缺乏生命灵液，但灵液灵果却异常充盈，苏雨换来了上万片灵液和上千枚鬼级灵果，至少攻空幻渊进阶涅槃，甚至转轮都够了。艾莉亚道：这没什么稀奇的，据说这些家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掌控了一个完全消灭异兽的魔窟，当然这只是传闻，从未被证实过。苏雨恍然，还真有这种可能，不然光凭战场上的缴获，养活不了那么多的家族子弟。苏雨一趟魔窟之行收获堪称逆天，可养一只御兽团都嫌吃力。艾莉亚饱餐一顿后，拉着曲玄音和颜丽儿去隔壁房间。临走前，他挑起空幻渊的下汉：妹妹，只有今晚，本王把小家伙单独让给你了。而后又深情地望了苏雨一眼，旋即露出笑容：呵呵，弄完后可别忘了正事。走吧，小狐狸，嘿嘿，趁着小家伙不在，本王也要看看你这小狐狸衣服里面是什么模样。放心吧，小家伙，首次会给你留着的。屈玄音有些担心，却已经被艾莉亚连拉带拽的拉走。拽出门后，屈玄音好奇道：姐姐，主人这是要和幻渊姐做什么啊？艾莉亚一愣：你不知道？他茫然地摇摇头。艾莉亚露出一副诡异的笑容：那我得让你知道知道，省得你到时候不会伺候小家伙。屈玄音眸子眨了眨，艾莉亚的眼光很危险。几人走后，空幻渊坐在了苏雨腿上，依靠在苏雨怀里。其实艾莉亚嘴上说着不在意，心中还是很在意的。我也一样。苏雨感受着他身上的芳香，那与众不同的仿佛置身于自然的清香，能洗涤任何灵魂。空幻渊任由他将手伸进衣领，任由他在耳边厮磨。我知道艾莉亚对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我想我也和主人历经生死，至少在望仙灵绝望之前，我都不曾后悔。月儿，我也一样。我有想过，
我是否会成为你心中和艾莉亚同样重要的存在呢？苏雨抱紧了他。幻渊，你就是你，你和艾莉亚都会成为我心中的独一无二。其实，你想要实现自己的愿望，明显有捷径可以走，但你也选择了我，选择在这宝贵的时间里陪伴我成长。你其实没有随我一同赴死的理由，但在望仙林中，在生命绝望的尽头，我很庆幸也能握住你的手。我现在能敞开心扉的，真正真心的对你说一句，我爱你。空幻渊笑了笑，解开了自己的裙带，转过身，绕过苏雨的腰间，紧紧相拥，嘴角浅笑呢喃着：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我的心，我的爱，我的灵魂。我跟你在死亡的边缘时都未曾后悔，从没有什么捷径。我始终相信，唯有你才能陪我实现心愿。请容许我僭越地称呼你一句，老公，我爱你。他热情地吻来。与艾莉亚不同，他的体温并不高，带着一丝丝清凉之意，却在此刻让自己尽可能的燥热，想带给眼前的男人最好的体验。他很羞涩，每一个举动都充满了声色。他沉浸在其中，也在回答着自己的心灵。空灵有心，无怨无悔。空灵心能感受到任何生灵的善意与恶意。他在和苏雨相处的时间内，除了本能的冲动外，从未有过恶意。自己什么时候对他动了心呢？也许是最开始的心动，也许是第一次经历生死时，苏雨在青岩城中扭转乾坤，也许是绝望前的紧握双手。今夜，他为爱的人绽放，全心全意地迎合上去。他眼角噙着泪。苏雨轻笑一声：小魔女，我喜欢你。月明星稀，清风吹过树林，婆娑阵阵。一群地灵的男生抱团从钟塔楼赶往空幻渊的宅邸。据说苏雨就厚颜无耻地住在那儿。你们说会不会苏雨不在？不可能，这世上没有空穴来风的事。小杨，你是不是打退堂鼓了？你害怕苏雨，就拿着摄像机躲远点，别说是我们地灵的人。大二的郭成一直觉得大一的学弟们太废物了，居然能在主场让人把自家校花抢走，这是多么耻辱的一件事。至于苏雨的实力，郭成更是不屑。不少资深御兽师都和他看法一样，认为苏雨的万兽榜3水分太大，刚刚晋升蜕变境，连魔力回路都没有，凭什么和他们这群即将涅槃或是已经涅槃的人比啊？郭成移植了某上未序列的200条魔力回路，再加上白玉镜的肉身力量，一旦突破便能成就360条理论最大值的魔力回路。仅凭现在的他，其实就是人形异兽，可以不依靠天赋和宠兽，生死一些不算太强的妖兽。司空启同样点了点头。没错，咱们地灵这次为了抵挡永劫魔窟的兽潮，损失不小，都是你们没能拿下交流赛的原因。这次必须夺回幻渊学妹。我实在难以想象，幻渊学妹要和那个混蛋住在一起，不知道内心是多么不情愿，多么委屈。妈的，我可不愿再让学妹忍受那个男人了。越想越气，大家都是男人，短时间还能尊重一下，时间长了，谁面对幻渊学妹能把持得住啊？一行人气势汹汹地冲到空幻渊的别墅外围。地灵位于大厦最核心的区域，它的安全从不让人担心。苏雨等人出于惯性思维，也没有警惕，再加上空幻渊喜欢安静，附近又没有别的宿舍，自然毫不遮掩。一群人来到楼下，郭成主动请缨道：我来打头阵。好，看你的了，老郭，一定要把幻渊学妹给救出来，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苏雨那个混蛋，让他知道咱们地灵不是好惹的。没问题。咦，什么声音？众人怎么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顺着声音的来源，看到别墅3楼的某间屋子被灯光折射到窗帘上的剪影女人的发型，似乎有一点点熟悉。这群男生猛地倒吸一口凉气，一个个义愤填膺。难道是苏雨在非礼幻渊学妹吗？真的是，一定是他。这种事情不要啊！别墅外，一众男生瞪大了双眼，嘴巴仿佛被塞了黄连一样，下巴都能砸到地上。他们幻想中的清冷、高贵、不近人间烟火的女神，想象中会面对苏雨的嫌弃、排斥、抵抗，通通化为乌有。小风吹过，独留一群人在风中凌乱。司空启更是傻眼，他这次好不容易斩了一只转轮镜双头狮鹫，立下不少战功，听说学妹回来了，还准备来世好一番，结果破防了。这群人彻底破防，他们的女神不仅跟苏雨搞到一起，而且看不出一丝丝不愿的感觉啊！我打你妈！好像他们跟一群小丑一样，不能接受。震惊化作了愤怒的业火，这伙人要冲进去宰了苏雨。就在他们准备行动时，一道血幕之墙冉冉升起，拦在了他们的身前。别墅的大门上空，一女子穿着哥特红衣，背后漆黑羽翼绽放，坐在鲜血凝聚的王座上，俯瞰下面一众人。本王还以为地灵的防卫应该不需要担心呢，不好意思，此路不通。血幕横立，鲜血笼罩了整片别墅，连声音和剪影都不再允许被他们窥探。郭成破防的大吼大叫道：苏雨，有本事出来和我一战！
司空启皱眉道：“姑娘，我不管你和苏雨什么关系，请你让开，这是我们帝陵和他之间的事。”艾莉亚颇为戏谑地看着众人。哦，一群杂种敢对本王大呼小叫，你们是为了幻渊妹妹来的吧？不好意思，她已经不是你们帝陵的人，而是小家伙的女人了。小家伙的就是本王的，可你们这群杂种没一点关系。现在他们正在经历快乐又重要的事情，可不能被你们打扰。一众男生心中憋屈得很。杨世家认出来道：“郭成哥，他是苏雨的宠兽，去年的那个吸血鬼艾莉亚。”郭成、司空启等人恨得那是牙根痒痒，也不管那么多，既然你不让，那就别怪他们出手了，绝不能就眼睁睁地看着你个魔灵的混蛋摘走我们帝陵的校花。动手！空幻渊悠悠道：“老公，我们要灵魂融合，冲破灵狐境。”苏雨轻轻颔首，空灵之心在苏雨的心间凝聚，同时脑海中那惊人的精神力仿佛要冲破灵湖。被精神力的淡蓝色水珠填满的灵湖溢出了湖边，灵湖漩涡涌起，逐渐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以大泽为中心冲破灵湖，奔涌不息。虚无的灵湖扩散，扩散，不停地扩散，形成一片宽阔的海洋。精神力，灵海境，化湖成海是精神力境界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亦是空幻渊要把空灵心留到此刻的原因。灵海境周遭数十里的气息尽收眼底，并且在空灵心的作用下，尤其对恶意的感知尤为强烈，任何想要联系的恶意都会在空灵灵海境之下暴露无遗。甚至苏雨的精神力可以影响物质，桌椅板凳、花草树木都能被精神力操纵，同时也解锁了另一个宠兽契约位。可以说苏雨的精神力造诣恐怕一般的转轮回境御兽师都无法比拟，毕竟这个世界提升精神力的方法就是这么匮乏。空幻渊要将自己的魔力回路分给苏雨，苏雨伸出手，在空幻渊的帮助下，两人灵体出窍。灵体离开空壳，灵魂就会变得极为脆弱，很有可能受到伤害。若换作常人，灵魂极容易因此陨灭。也难怪没有人会选择这个方法，毕竟只有苏雨的宠兽是艾莉亚和空幻渊，其他人的宠兽哪怕化形后也是奇形种，跟狮子啊、猪狗啊灵魂合一，谁心里不膈应啊？这还需要双方最澄澈的信任。苏雨能感觉到灵魂体的脆弱，稍有些风吹草动就是不可逆的伤害。苏雨感觉到一条条散发着星辰光泽的曲线从心脏处延伸，绕着全身经脉一个周天后再收束回心脏。魔力回路，人族天生没有魔力回路，故而是序列之末，而拥有魔力回路便是涅槃的关键。一条条星蓝色的回路被点亮，10条、100条、360条。苏雨看清了空幻渊体内的魔力回路，足足720条之多。魔力回路给苏雨，苏雨能诞生1半的魔力回路。空幻渊的灵魂体赶忙推开苏雨，离体太久，灵魂也会造成损伤。苏雨灵魂回归，两人四目相对，空幻渊问道：“怎么样？”苏雨柔声道：“感觉魔力增长了许多，魔力回路多了360条，能不能再来？”空幻渊赶紧摇摇头：“不行的，一旦灵魂融合超过了5分钟，会对灵魂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苏雨吸了吸鼻子：“好吧。”别墅外，郭成刚喊下动手，一股凉风袭来，让所有男生都感到冷飕飕的，极不寻常。放眼望去，空中飘散着雪白色的羽毛，气温冰寒如霜，宛若风雪降临。大面积的冷冻连带着植物全部倒塌，房屋、大地寸寸皲裂，夜空的月亮和星辰全部被白蒙蒙的一片雪雨给遮挡。原本想冲锋的心被摁住。郭成道：“怎么回事？杨世家，你不是见过这吸血鬼吗？这是他的能力吗？”杨世家一愣，连忙摇头：“没见过这种力量。”涅槃境的司空启也意识到不对劲，不好，这虽非固有结界，却胜似结界，千万不要碰那白色的羽毛。可惜已经迟了，轻飘飘的雪雨速度不快，却极为密集。更可怖的是，这雪雨有的显形，有的则隐形，肉眼根本无法分辨。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其中6个男生被轻飘飘的雪雨落在脑袋上，一瞬间失去了意识，昏厥倒地。而后淡淡的力量被吸出，化作一道雪白的弧线，收束到了艾莉亚身后，一个坐在自己尾巴上的狐女手中的雪白晶球中。雪雨天狐的 SSS 技能力雪雨镜魂天，大范围的改变气候、地貌，以致纯之境的雪雨净化灵魂，汲取力量。任何生灵只要触碰，便会立刻陷入致敬幻想，且吸出的力量会化作天狐的臂柱。艾莉亚望着那精纯的晶球，不免嘴角勾起：“妹妹，分给姐姐一点。”狐女不是别人，正是屈玄音。屈玄音想起刚才艾莉亚的话，嘟着嘴头一撇：“哼，才不！我要找苏雨告状，你刚才欺负我。”
艾莉亚失笑，这怎么能是欺负呢？两女无所顾忌地交谈着，门外的地灵男生们却惨了。郭成怒道：妖女，你们用了什么妖法？有人大喊道：杀人了，杀人了！魔灵的学生在地灵杀人了。在他们看来，昏倒在地上还被抽干了力量，如同一具干瘪的尸体，还真像被杀了一般。曲玄英不悦撅嘴道：才没有，我不会杀人的，他们只是晕倒了。掌握着逆天的力量却从不会杀戮的天狐才不想背这口黑锅。地灵的男生群体们一阵鸡飞狗跳，乱作一团。郭成和司空启对视一眼，与其躲避着雪雨，不如擒贼先擒王。心念一下，两人腾空而起。郭成的宠兽亦是一只双头狮鹫，载着郭成飞向天空，盛宴咆哮凝聚。司空启则契约的是一头三眼金猊，三眼金猊的金眼中蕴藏着可怖的能量，金色光柱夺目而出，盛宴与金光的融合从天而降，血色之幕光速凝聚，抵挡了一切。艾莉亚双手抬起，鲜血凝聚的血光照亮了漆黑的夜曲玄音，嘴角下撇，这群人类不怀好意，自己又没干什么，干嘛要来打打杀杀的？古琴浮现在身前，素手柔移，轻轻拨弄琴弦，跃动的音符化作坠落的碧波潮水，仿佛引动天穹之河倒灌，将那双手施救的盛宴和三眼金猊的金光吞噬一空。雪雨天狐的 S 级能力落生清明曲，以清明曲引动天穹，威势骇然，魔力爆裂之声甚至惊动了地灵的星辉导师。一声长喝从远处传来：快住手！星辉导师凌厉万万没想到，在帝都御林大学飞斗技场内竟会有学生打起来。那一声碧波巨响让他有点生气，大夏御兽的最高学府岂容如此儿戏？冲出钟楼塔，疾驰而至后方，才发现是自个学校的一群男生在围攻两个姑娘。打就算了，还特马看着要打输了。凌厉大跌眼镜，连忙制止道：快住手！帝陵之内禁止喧闹。作为半神层次的存在，他一到场便横压了所有人，那飘散的血雨灵力轻轻一挥，便接连击溃。不过灵力心中暗暗吃惊，这血雨之力竟能净化自己的魔力，莫非是灵力目光一凝，认出了艾莉亚？可艾莉亚身后的那个小姑娘又是谁？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诡异的能力也从未被记载在地灵的任何资料之中。灵力清了清嗓子，缓缓落下：怎么回事？大晚上的竟然还在学校里面动起手了，这要是传出去，咱们地灵的联网哪个？郭成、司空启几人一脸尴尬，他们来了20-30个男生，怎么看怎么像自己这边在欺负两个小姑娘，可偏偏他们被教训得很惨啊。郭成添油加醋地解释道：林老师，这不怪我们啊，我们是来跟苏雨友好商量下，让他把幻渊学妹还给我们地灵，结果门都没进呢，这女的就大打出手。司空启赞同道：是啊，林老师，你看都是我们的人受的伤，几位学弟还。唉，林丽眼神一眯，怎么感觉有哪里不对劲？他看向艾莉亚：是这样吗？艾莉亚翘着腿，一脸不屑道：小家伙有重要的事要做，这帮杂种还没资格见他，他根本懒得解释。郭成连忙道：林老师你看，他们魔灵的人怎么这么嚣张？司空启也道：就是，林老师，就是那个妖女把学弟们弄成这副鬼样子的，今天苏雨必须出来给我们一个解释。其他男生也嚷嚷道：没错，让苏雨出来道歉，必须道歉。他们一想到他们校花此时，心里极为扭曲，必须要好好教训他出一口恶气。林丽无奈看向艾莉亚，谁知艾莉亚根本不想搭理这群人，反手扔过来一封信。小家伙说如果有地灵的导师来，就委托转交给江淮人或者镇魔卫。林丽眉头一皱，拆开信后，里面的内容令他大惊失色。4天后，妖兽潮大举进攻。林丽惊道：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早说呢？或者发讯息通知我们一声也好啊。艾莉亚耸耸肩：本王正打算去找你们，这不就被贵校的学生们给拦住了吗？还有灾厄魔窟消息泄露的后果还不严重吗？林丽心知事情紧急，尽量冷静道：我明白了。而后回头怒道：一群混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思，一群大老爷们在这欺负两个小姑娘，丢不丢人啊你们？而且人家有重要军情，耽误了时间，你们承担得起吗？全部给我滚去斗技场上面壁思过，每人罚500学分。郭成、司空启等人呆滞地愣在原地。哈，不是，老师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那信上到底说了什么？让自家星辉导师下这么严厉的惩罚？那可是500学分啊！一般学生一年能不能挣到500学分都不好说，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林丽又陪笑道：这位姑娘，你看能不能？头扭了扭，看
看向不幸被雪雨击中的学生。屈玄英轻轻颔首，好吧。精纯的能量化作白狐，回到了那些人的体内，如干瘪的气球被充满了一样，恢复生机。林丽笑了笑，多谢，来者是客，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回头脸色一变，还不快滚，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一众地灵的男生们悻悻耷拉着脑袋，准备赶赴斗技场。艾莉亚还不忘补上一刀，哎呀，我得进去看看怎么样了。噗呲，仿佛在心脏上扎刀子，至少他们地灵最高傲的高岭之花属于苏雨，而不再属于帝都御林大学了。血幕降落，将整栋宅邸彻底包裹。他没有真的进去看，至少这一天他不想让任何人打扰苏雨。同时他心中泛起一阵欢喜，苏雨诞生魔力回路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来自苏雨源源不断的魔力。我族的愿望小家伙，我等你。翌日删除300字，并且什么都没有发生，望谅解。苏雨笑了笑，走到艾莉亚面前，昨晚多谢你了，老婆。艾莉亚脸颊顿时爆红，苏雨还是第一次这么叫自己你叫我什么？苏雨挽起她酒红色的长发，附在耳边厮磨。昨天幻渊一直喊我老公，我觉得这第一声老婆还是应该叫给你听。艾莉亚轻轻推了苏雨一下，哼哼，花心大萝卜，你就庆幸我不是人类吧，不然怎么可能允许你找别人？然后又看向空幻渊，酸酸道，妹妹胆子不小啊，我都没看出来内心原来也是个浪蹄子，我都还没喊上老公呢。老公，苏雨道，我需要你的魔力回路，没有你的魔力回路，我灵魂不安啊。灵魂融合，移植魔力回路。苏雨最需要的果然还是他的，在投入永劫魔窟的战士前，要竭尽全力提升自己的魔力才是。门外铃声响起，苏雨，我是地灵的星辉导师灵力，有事来和你商量。他的声音似乎非常急切。苏雨简单换了身衣服，又让睡醒的空幻渊赶忙收拾了下战场。片刻后，苏雨开门道，请进。灵力眼神一眯，昨天事情紧急，没有来得及见到苏雨，今日一见，苏雨浑身上下有一种朦胧感，饶是以他的见识，仿佛都看不穿苏雨的底细。怎么会这样？一个尚未涅槃的学生，为何能抵御住半神的窥探？若不是艾莉亚等女还是蜕变境，灵力险些以为眼前的苏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半神。灵力落座后连忙道，苏雨，昨晚你说的那件事是真的吗？苏雨轻轻颔首，去掉昨天的话，应该只剩3天了。灾厄魔窟战事稍歇，大夏的精锐力量正在分头驰援各大魔窟，按照顺位即将清扫永劫魔窟进犯的妖兽潮。若能知晓对方准确的进攻时间，便能提前布置，抢占先机。灵力没理由怀疑苏雨情报的准确性，灾厄魔窟的事情他听说了，若非有人泄露，苏雨的计划将救出上万御兽师，堪称战功卓著。如今仍在进一步调查，但里面涉及的水太深，恐怕最终会不了了之。灵力深吸一口气，我知道了，这件事我只告诉了江校长及少数星辉导师和镇魔卫卫戍司令。你放心，和灾厄魔窟不同，永劫魔窟可是我们大夏占据优势的地方。灵力自信道，镇魔卫驻守3座城，有80个营，超过8万名御兽师，是大夏9卫的核心力量，在这里我们没理由打输。苏雨一愣，好家伙，难怪都说帝都的魔窟人类占据优势，这份战力果然令人羡慕。灵力又道，今天我找你是为了另一件事。何事？灵力拿出一份文件，虽然是战时，但大夏勉强算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按照国际惯例，交流赛后会有一个国际访问团到访。国际访问团由各国潜力榜上有名的天才学员组成，目的便是加强各国御兽师之间的交流沟通。由于是战时，他们甚至提出愿意成为镇魔卫麾下的一支普通作战单位参战。苏雨眼神一眯，这不纯添乱来了吗？大夏还在打仗呢，居然还得分心接待国际访问团。苏雨可没把魔族7王子接管指挥的消息透露，这个消息无法解释来源，很容易被人猜到是迟暮言提供的，到时候真就解释不清了。这就意味着哪怕镇魔卫在永劫魔窟中占优，这场战争也绝不简单。灵力苦笑，没办法，苏雨，大夏的敌人可不只是魔窟，指望人类真正联合起来是一件极为奢侈的幻想，能不背后捅你刀子就不错了。这国际访问团来也是想借机看看大夏的虚实。灵力继续道，今年的交流赛你也清楚，你才是我们9校之中名副其实的第一，和国际访问团的交流中少不了切磋，而接待的地点又恰巧是我们地灵。为了大夏的尊严，也为了本校的名誉，想请你挑起这副担子。灵力有点尴尬，一个地灵的导师请魔灵的学生代打，多少有点难堪。可一想到空幻渊也是他们地灵的人，又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苏雨，再怎么说，幻渊原来也是我们学校的人嘛，你把他带走，我们地灵也没竭力阻止不是？
这点担子，你总不能拒绝吧？苏雨眨了眨眼，比起青石峡那种龌龊的脏事，之前交流赛带走空幻渊的些许交锋，还真算不得什么阻拦。再说，昨天空幻渊已经是他的女人了，那我们谈谈条件吧。苏雨扬眉道，这国际访问团的猛人还不少啊，利卡国的亚当，金雀花国的阿瑟，鸢尾花国的克里斯蒂娜，毛熊国的亚历山德瓦，看起来都很不好惹啊。林丽微微扶额，别装了，原来你那澄澈的眼神呢？去哪儿了？可没办法，地灵最强的空幻渊都被苏雨拐跑了，大一之中还真没有挑大梁的人选。林丽道，哎，人心不古啊，说吧，你想要什么？苏雨道，其实对您来说也只是个小忙。林老师，永劫魔窟中哪些异兽身上的材料适合打造魔窟武装？是打着魔武的主意吗？林丽想了想，三眼金尼的金眼，赤蟒族的火蟒之心最为适合。涅槃境的异兽掉落大概是鬼级秘宝，若是轮回境的则应该是龙级秘宝。你还没有涅槃吧？那应该只能用鬼级的。苏雨眼神一亮，不，林老师，你帮我生擒一只轮回境的三眼金尼和赤蟒，这活我就接下了。苏雨可没忘记，手上的千变画皮是用血之冠冕控制异兽在忠诚的状态下自尽得到的秘宝打造，这种魔武没有副作用且普遍功能强大。依靠着千变画皮，苏雨可是数次从迟暮岩手下脱身，打造2件龙级武装，他就可以依靠奇异赝品制作出低一级的鬼级武装，等涅槃之后也可以直接使用。林丽有些古怪，要龙武也没啥问题，可要生擒是为啥？生擒和击杀难度可不是一个量级啊，我击杀后给你带回来不行吗？不行，必须得生擒。林丽虽觉古怪，却没细问。好吧，我答应了。苏雨立马表态道，嘿嘿，林老师你放心，为大夏尽力必然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让帝灵在国际访问团面前丢脸。林丽暗叹一声，唉，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人，现在的学生都忒现实了。好，你做好准备就行。国际访问团明天抵达，不会耽误你进入永劫魔窟。一架国际航班的飞机上，亚当史密斯，听说你是为了大夏的苏雨才来的，我看他有些名过其实了吧？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子调笑道。一位棕色头发、身材并不魁梧，甚至偏瘦、戴着金丝眼镜的男子沉声道：“阿瑟，我劝你最好不要轻视他，能从深渊九王子手下逃掉的，绝非常人。”阿瑟脚翘在了另一个座椅上，哼，那又如何？只能说他精通逃跑之术罢了。你我可都是突破360条魔力回路理论极限的御兽师啊！金雀花国的阿瑟麦林道：“比起大夏愚蠢般的搞什么全民觉醒，白白耗费了大量资源，反而拖慢了他们的成长速度。不像我们提前1年就做好分流，让我们这些贵族绅士们觉醒力量，比浪费给平民要强得多吧？”哈哈哈。阿瑟一直觉得大夏非常奇怪，御兽资源本就有限，不集中提供给真正的天才，反而要惠及每一个人，最终就是单单觉醒一事就要准备1年之久，让大夏的新生普遍落后国际上的天骄1年的进度。1年对于许多御兽师来说至关重要啊。亚当轻轻摇头，也许吧，可大夏境内有9座魔窟，能抵御到现在，也不能说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这种方法的确为大夏增加了不少人手。阿瑟不置可否，哼，玩人海战术罢了。亚当，你对那件事怎么看？似乎提到了某件关键的事情。亚当眉头一皱，我来是想看看苏雨到底有没有万兽榜传说的那么神奇，对其他的事情并不关心。阿瑟轻笑一声，哼，你还是老样子，除了自己感兴趣的事，其他一概不管。不过他们大夏也是奇怪，那个李牧竟然让我们帮他们除掉苏雨，还同意让我们至少带走一个苏雨的宠兽。一想到苏雨的宠兽，阿瑟嘴角闪过一抹凶厉。那只吸血鬼和你们利卡国的彩佩西家族有关系吧？临行前彩佩西家族的话事人可是让你一定要想办法夺回来，正好赶上了大夏的魔窟大战，按理说我们会和大夏的潜力天才们编到一个队伍里，那可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亚当沉默了一会儿，那是你们的事。阿瑟摇了摇头，亚当还是跟以前一样无趣，这件事还是得找鸢尾花国的克里斯蒂娜和花阴国的那个什么天照神子商量一下。亚当又道，至于你说的大夏很奇怪，我倒并不觉得，我的老师说过，大夏同时拥有世界上骨头最硬和骨头最软的人，越是局势对他们危险的时候，越会有英雄的诞生。我劝你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千万不要轻易露出獠牙。阿瑟冷笑了一声，这货不会被苏雨在万兽榜上的名声给吓破胆了吧？于是转头对着其他几个访问团的天才们道，朋友们，不要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一群面貌各异的人缓缓点头。魔窟的出现让各个国家都不好过，
甚至有的国度不得不将经费支出拉到20%，甚至30%，全靠举债度日，几近破产。正所谓打不过魔窟，还打不过人类吗？一些人慢慢地放弃了攻克魔窟的想法，甚至放弃了在魔窟之中占领的地区，撤出魔窟，在魔窟通道附近画下一片禁区，堵着门口打。虽然会漏掉一些妖兽，但大大节省了开支，可这也减少了御兽资源的产出。反倒是大夏面对9个之多的魔窟，仍然在反抗，不惜每年发动大战，连连夺取魔城。整个大夏的御兽师数量和质量都呈现连年上升的态势。人们反应过来，再任由这般下去，魔窟威胁消退之日，也是他们束手就擒之时。我抵抗不了，就得让你也抵抗不了。阿瑟道，要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绝不能让他们这么平稳地度过魔窟之战。在浏览访问团资料的时候，苏雨连连称奇，好家伙，都比我提前1年成为御兽师啊。对了，林老师，你看为什么利卡国只派了潜力第2的亚当来访问，而不派潜力第1的那个人呢？这有点奇怪。苏雨有些印象，这位亚当可是原来的万兽榜第13，前人族第1，为何在国内仅仅排名第2呢？林立笑着解答，据说他们的潜力第1并不擅长战斗，他的天赋比较……你懂得，那个人拥有忘形眼，能够一眼观察出一个人最正确的性别，所以你把亚当当成第1就行了。苏雨，好吧，他不禁有点恶趣味的想到，这货也是迟暮岩的克星啊，可惜在利卡国他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好了，这些资料我慢慢看，你还是快去帮我抓异兽去吧。林立叹了口气，连忙动身，请人帮忙是真不容易，得亏现在正在打仗，遇到一个轮回境的异兽还挺方便，不然还真不好办。林立走后，苏雨躺在艾莉亚腿上，两位老婆怎么样？我没有骗你们吧？你们俩的魔力回路我可全都融合了。艾莉亚和空幻渊感知着苏雨体内的变化，血红和透明的魔力回路彼此交织，代表着狂暴和沉寂的2种能量，竟然神奇的没有搅扰苏雨的气息，并且在心脏处的魔力容器巧妙的汇合，融会贯通。720条魔力回路，不知是否前无古人，可此刻的苏雨单单是魔力已经足以比肩神代。艾莉亚诧异道，本王原以为你承受不了本王的魔力回路，他的魔力异常狂躁，担心苏雨的经脉会被炸断，所以希望苏雨移植取玄阴的魔力回路。天狐的回路天生适应万族中的任何一族，没有任何副作用。苏雨捏了捏他的耳朵，不，老婆的魔力回路必须承受得住啊。玄阴的再等等，哪怕我的精神力来到了临海境，也有点撑不住了，缓几天再移植新的吧，让我的精神歇一歇。不过精神可以歇息，肉身却可以先行突破，希望小妖女没有忽悠我。1000滴9级冥泉，从密银境突破到白玉境，他用了200滴，救白如悔又用了50滴，还有750滴，不知这星辰境的肉身又需要多少9级冥泉呢？苏雨也不犹豫，打开一瓶咕咚咕咚的灌下，辛辣感呛住了喉咙，仿佛全身都要沸腾一般，有不知名的邪火在燃烧。小妖女的东西是真难喝。100滴200滴，终于一声声闷响在苏雨的每一寸血肉上炸响，鲜血如注，同时白玉般的柔顺的躯体泛起了点点星光，魔力让人超凡入圣，肉身让人屹立天地。点点星辰仿佛点亮了一顶星蓝色的王冠。苏雨不知道星辰境的肉身在突破涅槃时会诞生多少魔力回路，可他清楚知道一点，自己俨然和普通人不算一个生物了。肉身被锤炼得异常坚韧，再强悍的常规武器都无法击穿分毫，哪怕是导弹迎面砸下，也就是让皮肤上留下一点点白痕。肉身境界，白玉境、星辰境。空幻渊双手合十，老公，恭喜你！他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自己的选择绝对没有错。3年穿越竞技海绝不是梦中楼阁。艾莉亚捏了捏苏雨的皮肤，手感并不差嘛，现在的小家伙已经与神代无异了，除了没有传承自血脉的强大攻击领域类天赋，单从身体强度和魔力回路而言，苏雨已然如同行走的人形神代，只是欠缺攻击型天赋，让苏雨无法真正做到具备极强的个人战斗力。但手撕如鬼面狐一般的中位序列已经不再是难事。屈玄英眼中浮现着异样，这些天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类，唯有苏雨让他觉得极为特别。眼里儿眼神复杂，他不得不承认，在天赋这块他的男朋友差的实在太远太远，或者说整个大夏这一届的年轻人中又有谁能和他比肩呢？如今他是艾莉亚的血使，虽然从苏雨那里拿到了超乎想象的资源，连肉身都达到了白玉境，唯一的代价是每天让艾莉亚一边让他无限造血，一边吸足百升血。石少龙还能实现诺言来抢回他吗？他不禁有些迷茫。
苏雨起身伸了个懒腰，这东西果然不是人喝的。两位亲爱的老婆，你们需要借助九级冥拳提升肉身力量吗？两女摇了摇头，很遗憾，不能。空幻渊苦笑道，神代是一种恩赐，同样，我们也只能从固定的秘宝中汲取力量，那冥拳毕竟是他的东西，和我们的象性不符。苏雨此时才明白，人类虽是序列之末，却是可塑性最强的种族，能够无差别地吸收任何形态的秘宝。就像一幅完美的山水画泥，多添一笔都像画蛇添足，但一张白纸却能任你挥毫。苏雨笑道，我已经做好晋升涅槃的准备，艾莉亚、幻渊，你们也得加快速度了。屈玄英的魔力回路先不急，且不说苏雨此刻精神疲惫，经不起再一次的灵魂融合，两人之间的羁绊仍不算牢固，无法做到心意相通的话，灵魂融合风险不小。苏雨能轻易获得艾莉亚和空幻渊的魔力分享，还是二女对他的爱与包容，任他在灵魂上肆意掠夺。艾莉亚丰唇轻启，哎，本王需要万生优质的鲜血，单靠你和灵儿，力有不逮啊。尽管苏雨和颜灵儿的气血远超常人千百倍，可鲜血总量是固定的，哪怕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活化造血，吸食速度依然不算可观。苏雨捏了捏下巴，看来需要找新的女士啊。艾莉亚笑道，不过小家伙，本王可不喝臭臭的血，只喝跟你和灵儿一样香香的，这可不好找啊，只能碰碰运气了。如今两人提供鲜血的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鲜血的契约上，艾莉亚的进度为进阶进度800、10000，苏雨和颜灵儿每天能提供200升，大概还需要40多天才能满足，且这还是气血状态饱满的时候。若是气血衰弱，可经不起艾莉亚用鲜血女王无限造血，只能等了。苏雨又看向空幻渊，鱼儿就简单了吧，只需要……空幻渊回想起了很不好的经历，连忙抬起双手推开苏雨道，拒绝暴力投喂。去魔窟前提升到蜕变境全靠苏雨和艾莉亚给他映色灵果灵液从柳轩那里换来的灵果，灵液资源是不缺的，可食量是有限的。艾莉亚揶揄道，不对啊，为什么不肯映色灵果灵液呢？空幻渊脸色瞬间爆红，气鼓鼓地看着艾莉亚，回想起来昨晚的疯狂，自己从未有过这般逆来顺受啊。苏雨失笑，好了好了，你慢慢吃就行了，休息一天，明天去会会那所谓的国际访问团。提到国际访问团，艾莉亚脸色一变，小家伙，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帝都机场，访问团一行100余人走下飞机，林立以及负责外联的李家派人前来一同迎接。走出舱门的是一位金发男子，极其雄壮，主动伸手道，你好，两位，我是利卡国的布莱恩，负责带领这支访问团，感谢你们抽出时间接待。李家的话事人李维生道，客气了布莱恩先生，和各国天骄交流预售经验是我们共同的需要，大家有什么需要尽管提，这期间会安排你们住进帝陵大学，同样若你们想参加魔窟战争，为大夏出一份力，我们也不会拒绝。布莱恩满意的点点头，好，谢谢了，请。林立昨天忙着帮苏雨抓异兽，没来记得看全访问团的资料，只知道这位布莱恩是利卡国的一位半神。利卡国境内同样有8座魔窟，防守压力并不比大夏轻松，能抽出一个半神前来，足以看出他们的重视。此行的100余人多是各国顶级天才，除非是他们主动去魔窟参战，否则出一点事大夏都百口莫辩，甚至在魔窟恐怕也不能安排太过危险的任务，否则也会成为众矢之的。还真是一个烫手山芋，做好了也只能彰显国威，做不好那麻烦就大了。林立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李维生，不知道这其中有暗藏了怎样的漩涡呀。当史密斯紧随其后，望着林立身后的一群学生扫了一眼，似有疑惑道，您好，我是利卡国的亚当，听说贵国的苏雨也在帝都，不知道是……为了处理这访问团，帝都把大夏潜力榜的前10全部拉来，其中石少龙和李牧等人还跟着来迎接。显然这位前人类万兽榜第1的人却没把此2人放在眼里，一心一意只想见那位风头正盛的苏雨。还未等林立接过话茬，李牧弗然不悦道，这位同学，苏雨如今正在戴罪立功，并不方便出席这样的场合，再说阁下一来就急着见那苏雨，多少有点无礼了吧。亚当有点懵，莫非是他触碰到了忌讳吗？林立赶紧打圆场道，哼，这位同学，苏雨并没有来机场，不过他本人此时正在帝陵大学做客，如果你想见他的话，可以跟我们回去，我会帮你引荐一下。亚当在身上画了个3角，多谢。被无视的李牧和石少龙有些火大，这位盛名已久的利卡国御兽师似乎对他俩连一点认识的兴趣都没有，好歹他俩也是潜力榜上的前3名啊。反倒是金雀花国的阿瑟走过来主动伸手道，哦，你就是李家主的次子吗？你好，我是麦林家的长子阿瑟麦林。
李牧是李家家主的嫡次子，在各国御兽家族之中也小有名气。阿瑟这种态度才像是贵族们平常打招呼的感觉，反倒是亚当有些格格不入了。李牧面色稍显正常，与阿瑟握手。欢迎你。忽然，李牧感觉到阿瑟的手间传来一股巨力，令他吃痛。那强大的抓握力仿佛一瞬间就能将他的手掌捏碎。他大惊失色下，赶忙让手掌亮出蜜银色。在李家给予的资源和战场上的收获，让李牧也顺利将肉身突破到了蜜银境。可惜阿瑟麦林比大夏的学生早1年成为御兽师，成就了白玉境肉身的他，拿捏一位蜜银境异常轻松。布莱恩见状笑着呵斥道：“阿瑟，不可无礼！”却也没有阻止，目光打量着李维生和灵力。最终阿瑟可能觉得这毕竟是大夏，不好闹得太过，便松开手。不好意思，见到别国的天才御兽，师忍不住想试探一下。平常我遇到亚当他们都是这样打招呼的，只是没想到。呵呵，他的语气中有着不屑与蔑视，仿佛在嘲弄着大夏的年轻御兽师们，让人听着极不舒服。李牧痛苦地摁住手，手骨感觉快断了。这般力量简直是另一个次元的存在。明明大家都是蜕变境，差距就这么大吗？这弄得灵力和李维生很尴尬。虽说国外普遍比大夏早1年成为御兽师，可这些家族子弟其实也很早就有所接触，一个照面就被人比下去，多少有点石少龙选择站出来。他和李牧搭上线后，得到了李家的资助，实力突飞猛进，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若能打压一下这群外国天骄们的嚣张气焰，也有助于他提升自身影响力，更有机会夺回炎灵儿。一想到炎灵儿，心中仿佛有根刺。石少龙道：“阁下错了，真正的实力只有交手过后才能见真章。单论肉身力量，李兄至少比阁下少，修炼了半年，算不得数。如果阁下真是想和我们交流一下，不妨去斗技场上切磋一下。大家都是年轻气盛的天才。”石少龙在遇到苏雨之前也未尝一败。谁怕谁啊？凌厉道。石少龙，你怎么也……还未等他阻止，对面的阿瑟捏了捏下巴。好啊，原本来大夏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的，刚好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需要疏松下筋骨，那就不妨友好切磋一下。身后访问团的男男女女也颇有兴趣，小声交谈道：“克里斯蒂娜，你觉得这个毛躁的大夏小伙子能赢阿瑟吗？”汉娜，你这是明知故问。除了各国潜力榜单外，有一份我们各个家族参考的全球榜单中，这位毛躁的小伙子只能勉强排进前100，怎么跟阿瑟比啊？可惜了，要是他再帅一点，我肯定就支持他了。阿瑟麦林和石少龙约下了切磋，一行人马不停蹄，立刻赶往了地灵的斗技场。苏雨出门疑惑道：“咦，怎么路上冷冷清清的？幻渊，平常地灵人这么少吗？”空幻渊意有些困惑，可能是暂时都去魔窟了吧。苏雨拿出手机给林丽打电话，却也没人接。不是说那国际访问团今天到吗？我还寻思着去看看呢。大夏人喜欢看热闹，苏雨也不例外。此时的林丽确实忙得焦头烂额，没工夫接电话。苏雨遇到路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访问团已经到了，且来自江河大学的石少龙主动挑战金雀花国的亚瑟，大伙都赶着去斗技场观看，才显得路上人很少。听到石少龙的名字，严玲心中一沉，对苏雨露出了些许乞求的目光。苏雨笑道：“行，我们也去瞅瞅，8成灵力导师就在那儿，我还得去找他拿我想要的秘宝呢。”等几人赶到斗技场时，里面已经进行到了最激烈的时候，石少龙的天命玄龟的龟壳被连连击碎，石少龙在身后依靠着贯穿之鹰投掷的极具贯穿力的攻击，也被阿瑟麦林轻描淡写的挡下。他手持一柄金剑，其天赋似乎是能将金剑上的璀璨剑芒斩出，每一击都蕴含着庞大的魔力，势大力沉。轰！龟壳爆裂。吼！天命玄龟发出痛苦的哀嚎。苏雨记得这玩意极其耐打，可在阿瑟的面前连抵挡都难以为继。阿瑟的身后一柄柄虚幻的剑灵凝为实质，借着金剑的剑芒如雨点一般倾泻而下。砰砰砰，接连的爆裂声响起，石少龙口吐鲜血，被击飞出了斗技场。胜负已分，全场寂静，除了寂静之外还有憋屈。你他妈石少龙的宠兽是玄龟，打法也是乌龟是吧？跟个乌龟一样全程不还手。苏雨目光一凝，阿瑟的宠兽或者是一种灵体。序列编号 No.23气灵一族，并不是真的比玄龟要强，可他已经拥有了魔力回路，自然不是石少龙能够比拟的存在。阿瑟撩起了自己的金发，轻笑道：“哎，我还以为你……怎么说呢？这就是大夏潜力第2的新生吗？你们大夏今年的新生也不行啊。”